女帝大人，我只是个被抽走血脉的废物，真的没有半点利用价值了，求您放我走吧。神秘空间之内，苏寒脸色发白，望着眼前一袭白衣的女子，声音止不住的发颤。清月女帝面容绝美，气质凛然不可侵犯。她一只脚踩在苏寒身上，神情倨傲，肌肤上泛起的不自然的红晕，呼吸急促。放你走。她冷哼一声，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抖动。本帝如今毒素已压制不住，放了你，我怎么办？现在你要与我双修。她目光如冰，话语却不再平稳。双修？不可能。苏寒立刻拒绝，心头警铃大作。这等强者，此时找他双修，不是拿他做炉鼎是什么？他早已血脉尽失，再被榨干，怕是连性命都难保。这可由不得你选择。清月女帝体内的毒性猛烈翻涌，再抑制不住，肩头的白衣悄然滑落。女帝大人，您来真的啊！苏寒惊慌失措，话未说完，便被柔软的唇堵住了所有挣扎。一天后，苏寒脸上尽显疲态。女帝大人，这都20次了，还不休息吗？哼！清月女帝忍不住冷哼一声道：“闭嘴，才20次，继续，这刚开始呢。”苏寒眼眸圆睁，才20次，这女人是魔鬼来折磨她的吧？啊，我还是个孩子啊！女帝大人求结束啊！数日后，苏寒缓缓醒来。醒了，还不错，实力不怎么样，但干起事来一点不含糊。清月女帝的声音传来：“女帝大人。”苏寒低头瞥见自己满身纵横交错的抓痕，颤声道：“我可以走了吗？”再这般双修下去，他绝对会被炼成一具风干的人形干尸，就得魂魄都要被炸出3魂7魄来。就这么想要离开？你不想要报仇了？清月女帝睨了眼苏寒，淡淡的说道：“报仇。”苏寒望着清月女帝，浑身一颤，眼眸有着滔天的恨意。他本是苍兰城3大家族之一苏家养子，觉醒了4品初级苍炎怒狼血脉，年仅15岁完成开脉，突破淬体，踏入了隐气境。但没想到，一直以来在他面前都好像是一朵白莲花的未婚妻柳如烟，背地里早就爬到了城主府少主徐傲天的床。前不久做任务的时候，遭受了2家伏击，碎裂了他的丹田，也不知道徐傲天从哪里寻找到一门邪恶秘术，能够融合2种血脉，将他的血脉抽走了，而他也成为了苍兰城人尽皆知的废物。本以为就这样度过余生，就在前不久，清月女帝破空而来，将他拉入了这片空间内。然后就被强了，可是我现在丹田碎裂，苍炎怒狼血脉被抽，就算是想要报仇，也没有任何资格。苏寒满脸难看道：“武道世界，血脉为王，血脉拥有者才能走得更远。血脉品阶分为1至9品，每一个阶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而他身怀着苍炎怒狼血脉，4品初级血脉，结果到头来成为了他人的嫁衣。4品血脉，竟把那种血脉当成宝。”清月女帝不屑道：“这。”苏寒没有想到自己被废了，还要经受这般的摧残。清月女帝冷声道：“你是混沌体质，蕴含着混沌血脉，小小的苍炎怒狼血脉不过是表象罢了，你真正的血脉根本没有觉醒。你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是哪里吗？”苏寒摇头：“不知道。”清月女帝淡声道：“这片空间名为混沌空间，来自混沌鼎，乃是本地于太古遗迹所寻到的至宝。在混沌空间内，时间差和外面完全不同，外界1天，这里100天，也就是因为这混沌鼎让的本地遭受妒忌，不慎被暗算，种下了绮罗幻香，不和异性交合的话，便会形神俱灭。苏寒终于明白，为什么如此恐怖的强者会找他双修，而这混沌鼎本地发现，只有混沌体拥有者才能让他认主。刷，在混沌鼎内封存着一道混沌本源，你若是能够吸收混沌本源的话，可以觉醒属于你真正的血脉，混沌血脉。清月女帝素手轻扬，指尖流转着淡淡的光晕，一缕混沌之气如灵蛇般盘旋而起，缓缓飘至苏寒身前。那气息幽邃如渊，弥漫出令人窒息的威压，仿佛蕴含着开天辟地之初的原始力量。若是融合这一道混沌本源，会重新激发你血脉，让你体质蜕变。但此过程凶险万分，痛楚非人所能承受。稍有差池，血脉崩裂，神魂俱灭，形神皆散，连本帝也无力回天。你想好了，再决定融合不融合。苏寒浑身一震，想好了，我要融合。苏寒毫不犹豫地说道，眼眸闪烁着一抹寒光。只要能够恢复修为，哪怕是一丝机会，他也不会放弃。唯有变强，才能报仇。清月女帝看到苏寒眼眸的仇恨之色，点了点头，一指点出，顷刻间混沌本源没入了苏寒的眉心。吃。苏寒浑身一颤，剧痛难忍，五官都是变得扭曲了起来。他感受到血肉像是被刀刃割裂一样，让他机遇疯狂。他眼眸喷火，
攥握着的指骨都是有些发白，骨骼开始狂颤、裂变、迸发，化作了无尽的混沌之火，像是要将它焚灭一样。撑住！苏寒咬牙切齿。大约1个时辰后，苏寒痛感才逐渐消失，而随即而来的是境界爆发，直接恢复到了淬体境9重巅峰境界。他脸色狂喜，感受到体内灵气的充盈，丹田恢复了，甚至体内的血脉都是闪烁着金色光芒，逐渐绽放。混沌血脉，苏寒满脸兴奋和激动，而且现在他甚至感觉得到，如今的淬体境9重巅峰，甚至能够轰杀曾经引气境2重的自己，力量和体魄都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大陆武道昌盛，他所知的武道境界化为淬体境、引气境、灵海境、通脉境、万象境、超脱境、生死境、天人境，每一重分为9重。要是没有遇到清月女帝的话，苏寒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竟然是混沌体质，而且还拥有着混沌血脉。他很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的血脉要比曾经的苍炎怒狼血脉更强。苏寒点头，他也明白，旋即好奇地问道：女帝大人，这混沌血脉是什么级别？天地初开，万元未分时便已孕育的至高之血，现在你身体太孱弱了，混沌血脉只是初步激发，未来唯有不断吞噬混沌本源，吞纳世间至高血脉，方能让这血脉层层蜕变。至于混沌血脉能够演化到什么级别，这得看你。苏寒心头猛然一震，这混沌血脉竟如此逆天。徐傲天、柳如烟，你们夺走我的4品初级血脉，却没有想到我觉醒了更强的血脉，哈哈哈哈！放心，等着我一定要亲自将你们锤爆。苏寒仰天咆哮，眼眸闪烁着强大的杀意。他早已经立誓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现在身体感觉如何？清月女帝轻启朱唇，语气似是漫不经心的疑问。苏寒道：很棒。话音未落，他心头猛然一紧，抬眼便见清月女帝眸光灼灼，如饿狼盯上猎物般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那双凤眼中燃着炽烈欲望。他脸色瞬间惨白，心中叫苦不迭，完了，说错话了。清月女帝唇角轻扬，本帝体内的毒素尚未清除，接下来该轮到你我好好调养了。话音未落，身影如饿狼般扑来。啊，女帝大人，轻点，求您温柔些啊。接下来一段时间，清月女帝和苏寒在混沌顶内双修，苏寒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他自己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最难消受美人恩。混沌顶3年时间过去，经过不断双修，清月女帝的实力也是终于有所精进，而苏寒也是跨入了引气境3重。接下来也该放你离去了。清月女帝看着苏寒，有些不舍地说道，但她现在还得去杀一些人。苏寒听到清月女帝的话后，整个人顿时激动了起来，满含泪水。3年，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再这么下去，就算是天天有大补丹吃，他也得变成人干。这玉佩你拿着，里面有不少传承，足够你在此界使用了。接过玉佩后，苏寒满脸兴奋，女帝大我3000岁，吃点软饭怎么了？他欣然接受。这3年时间，即便没有功劳，这苦劳总该有了吧？不过，终于要离开了，这地方一刻钟也不想待了。苏寒，1年后，本帝会再来找你的。清月女帝的声音清冷如霜，届时你必须成为此界最强者。她眸光微敛，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否则下一次双修之时，莫怪本帝榨干你最后一丝元气。原本还沉浸在喜悦中的苏寒闻言身躯一僵，双腿几乎发软，还要再来，真把他当成工具了。唰，还未说话，清月女帝挥手不给他反驳的机会，直接离送他离开了混沌顶中。这里是苏家后山。苏寒看着附近的区域，赫然是苏家后山，就是在这里被清月女帝拉入了混沌顶内，开始疯狂榨取的。清月女帝说1年后还要来找自己，而那个时候自己必须成为这个世界最强者1年啊。想到这里，苏寒脸色有些急迫，他很确定，若是1年时间自己还是这么垃圾的话，怕是会真的被清月女帝吸干元气。急迫感，苏寒脸色显得无比严峻，必须变强。但还好，混沌顶跟着他呢，有那种时间差，1年变强也不是不可以的啊。苏寒，你这个废物，身为苏家的杂役，竟然跑到这里偷懒，这都快半个月了，还不知道滚回苏家，赶紧的给我磕个头，从我胯下钻过去，不然鞭子抽你。忽然间，一道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苏寒目光冷漠，来人正是苏家管事长苏大虎，他眼眸阴冷玩味。在苏寒没有出事前，他为苏家少主，这苏大虎谄媚前谄媚后的，恨不得立刻成为自己的挂架。但是等自己成为废物后，苏家将他贬为杂役，苏大虎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成天找他麻烦。哪怕他做得再好，苏大虎依旧是不依不饶。
而苏家对此也不管不顾，上面颁发给他的资源也都被苏大虎扣走了。苏寒神色冰冷，自养父母死后，现在苏家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操！苏寒，你耳朵聋了？听不懂人话是吗？废物一般的东西，赶紧给老子跪下来！苏大虎吼道。他迈步走了过来，拳头已经是凝聚出了一层层的暗黄色光芒。淬体境7重境界。苏大虎迈出一步，旋即脸上挂着残忍的笑容。让你不听话，做苏家的狗就要有觉悟。说完话，挥拳而出。苏寒眼眸微微眯起。苏家人皆终极武技碎石拳。苏大虎哈哈哈狂笑，满脸疯狂。唰！苏寒豁然出手，一拳挥出，庞然的灵气瞬间激荡。苏大虎来不及躲避，双拳碰撞。紧接着听到了咔嚓的声音，骨骼碎裂的声音。他手臂森森白骨，直接刺破肌肤，显得十分凄然。啊！痛苦惨叫声音响彻，苏大虎摔倒在地，满脸难看，眼眸带着惊恐。不对啊，你明明丹田碎裂了，不可能还有实力啊，怎么会这样啊？苏大虎满脸惊恐，声音惊颤，望着苏寒的眼神带着一丝骇然。告诉我，是谁让你针对我的？苏寒冷声落下，一脚踩碎了苏大虎的胸腔，眼眸很冷很冷。痛痛痛！苏大虎颤声，脸色显得无比惊恐。他感受得到苏寒的实力，最起码也得在淬体境巅峰。他实在是想不通，这个被他教训的苏寒怎么会变得这么强了。苏寒一脚再度踹了过去，说，他眼眸闪烁着一抹凌厉。感受到苏寒的杀意，苏大虎满脸惊恐，当即是忍不住失声道：是家主苏阳少爷吩咐的，还有傲天少爷、如烟小姐。傲天少爷说过，如烟小姐是他女人，成为你的未婚妻简直是他们的耻辱，所以我想着折磨你，讨好傲天少爷和如烟小姐。他浑身颤抖，满脸恐慌。苏红、苏阳。苏寒眼眸阴冷，杀意暴涌。徐傲天和柳如烟这一对狗男女，我一定要将你们开膛破肚看看，心到底是什么色的。苏寒冷道，旋即低下头，将苏大虎的储物袋接了过来。像是苏大虎还没有资格拥有着那件。储物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苏寒，你在做什么？一道怒喝声音响彻，一个黑衣青年年走来，容颜俊朗，在他身边还跟随着一名白衣男子。苏风少爷救我啊！黑衣青年乃是苏家嫡系少爷，父母经历过一次任务，遭受嫡系惨死，之后跟随在苏阳身边做事，而那身边的白衣男子则是苏风的护卫。几天前他在苏家的时候碰到了苏风，自己也没有说什么，就被苏风喊住了，之后更是踹了他10几脚，理由是杂役见到苏家少爷不打招呼，该教训。苏寒，你真的好胆啊，竟然敢！苏风脸庞狰狞，他在说话时，苏寒脸色平静，一脚踹碎了苏大虎的脖子。他两眼一翻，死不瞑目，眼睛还带着惊恐和绝望，更多的是不甘心。见到这一幕，苏风脸庞逐渐扭曲了起来，眼眸更是怒火焚烧。奶奶的，你竟然在老子面前杀人，你是想死吗？他怒吼道。看着苏寒一脸平静的样子，苏风内心别提有多么憋屈了，他眼眸爆射出强烈的杀意。一个废物这么嚣张，让我好好教你认清一下现实，做苏家的狗就给我乖乖的趴下来。他眼眸一抹阴冷，唰，一步迈出，引气境1重，轰隆！望着苏风的攻击，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不屑，豁然间一拳挥出，拳风呼啸着，夹裹着强横的力量，瞬间和苏风的攻击碰撞在一起。苏风眼眸闪烁着狠辣之意，想要看着苏寒哭爹喊娘的样子。啊！可是下一刹，咔嚓的声音响彻，苏风的手臂瞬间折断了开来，剧烈的痛苦让得他眼前一黑，猛然间飞了出去，狠狠地坠落在地面上。苏风的护卫脸色随后一变，苏风少爷，你怎么样？不可能，苏寒，你不是被废了吗？怎么会还有这么强的力量？苏风声音歇斯底里，脸庞显得无比狰狞，怒火焚烧。他可是引气境1重境界啊，竟然不敌苏寒，怎么可能？这几日他可是欺负惯了成为废物的苏寒，如今对方的实力竟然这么强。苏寒冷冷地看着苏风，你想不通的东西太多了，可恶！苏风扭曲着脸庞吼道，苏北，给我将他打残，我要狠狠地虐他，他绝对不能恢复。家主他们已经决定让杨哥当少主了，不能因为苏寒出现任何意外，他绝对不能让苏寒恢复，要是这个混蛋恢复曾经那种变态的天赋，想想都是绝望。苏家也绝对不能落在这野种身上。苏风的眼眸通红至极，全是血丝。苏寒听到苏风的话后，眼眸闪烁着一抹冷意和杀意在交织着。苏阳要当苏家的新少主，明白苏风少爷？苏北冷喝道。轰隆！他的气势猛然间绽放开来，
竟然是达到了引气境3重境界的实力，狂暴的气息肆虐，就像是一道道飓风一样，朝着周遭滚滚而出，霸道无比。苏寒少爷，你明明可以选择活下去的，为什么还要对苏风少爷下此毒手？苏北冷声道。苏风少爷命我将你打残。得罪。说完话，来自苏北的气势全部激荡毁灭了开来，旋即朝着苏寒而去。苏寒神色冷漠，引气境3重就想要教训他。轰！一拳迎接而上，和来自苏北的拳头瞬间碰撞开来，旋即骨骼破碎的声音。苏风脸色怨毒无比，他不相信苏寒能够击败苏北，可随后一道痛苦的惨叫声音响起，紧接着在他惊怒的目光下，苏北的一只手臂已经是耷拉了下来，摔在了他的身旁，大口的鲜血喷出。为什么？苏风只觉脖颈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死死扼住，窒息感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压迫的他面部肌肉扭曲，青筋暴起。他想不明白，一个丹田碎裂、血脉被抽的废物，怎么会突然间变得这么强？苏寒缓步走来，居高临下的看着苏北还有苏风。苏北，你似乎忘记了，在1年前是谁救了你的狗命？他眼眸闪烁着寒光。苏北狂颤。1年前他遭受了妖兽伏击，差点就回不来了。当时正好遇到做任务回来的苏寒，那个时候苏寒还是少主，将那些妖兽都杀了，这才救了他。苏北满脸难看，他想要说话的，但是苏寒直接打断了他，冷漠地说道：助纣为虐，命就还给我吧。苏寒一脚踩碎了苏北的脖子，只留下一双瞪大的双眼，满是绝望和不甘。苏寒，你竟然敢杀苏家的人，你是想要叛族吗？眼见苏北惨死脚下，苏风顿时目眦欲裂，怒声咆哮。苏寒冷漠地看着苏北，眼眸丝毫掩饰不住其中的讽刺之意，冷笑道：你苏家把我当成苏家人吗？你苏风忘记对我做了什么吗？咔嚓，眼神闪烁着一抹寒光，直接将苏风提了起来。苏风脸色惊变，疯狂吼道：苏寒，你要做什么？我是苏阳的人，苏阳可是苏家的少主啊！他狰狞吼道，整个人显得无比惶恐。你不能对我出手，否则少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哼，前几天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想你应该没有忘记吧？阴冷的声音响起，苏风还没有说话，苏寒眼眸一冷，手掌落在苏风的左手臂上，旋即猛地一扯。啊！凄厉的惨叫声音响彻，苏风脸色惨白，眼眸充满了惊恐和绝望，他愤怒屈辱地看着苏寒。你……但是看到苏寒那面无表情的眼神后，苏风怕了，他真的怕了，他怕死啊！身躯如筛糠抖动。苏寒，我错了，放了我，我不该针对你。苏风声音颤抖，眼睛全是血丝。是杨哥让我找你麻烦的，我也不想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是杨哥给我安排的任务啊。他脸色惨白，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苏寒玩味一笑，欺负我的那个时候，我可没有看到你苏风为难的样子啊！混账！你这个废物在做什么？就在此时，一道惊呼声音响彻，一名小眼睛方脸的青年走了过来，身后跟着一个个人。这青年赫然是苏阳。他看到地面上几具尸体后，脸色阴沉的宛若锅底一样。而苏阳身边一名有些发福的中年看着苏寒，负手而立，眼眸就像是鹰准一样锁定着苏寒，满脸阴沉。苏家现任家主苏红。自苏寒养父母意外去世后，苏红便从大长老晋升为了苏家家主。杨哥救我啊！看到苏阳一众人出现后，苏风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但是断裂着的手臂，流淌着的血液，让他脸色已经是惨白了。这是你的狗啊，那还你！说完话，苏寒脸色冷然，旋即将苏风犹如丢垃圾一样丢到了地面上。而苏风已经是完全坚持不下去了，满脸不甘，生机渐渐的散去了，眼睛睁得溜圆。苏风死！苏家众人脸色都是变得异常难看。苏风在苏家那也算是一名妖孽啊，就这么被苏寒随意虐杀了。苏阳感觉到脸面都挂不住了，怒道：苏寒现在苏家的少主是我，你没有杀人的权利。苏风乃是我苏家的妖孽，你小子竟然对他下此毒手！小畜生，现在给我彻底跪下来，自断双臂！轰隆！来自苏红引气境9重境界的气势瞬间源源不断的爆发开来，朝着苏寒碾压，他眼中的杀意炽盛。这小畜生竟然又可以修炼了，此子必须死！苏阳，你不是想要杀我吗？3日后，苍兰城中心舞台，你我生死一战，可好？想要针对我，就没有必要在背后偷偷摸摸的，要么就光明正大的杀了我。苏寒冷声道。苏阳脸色一变，仿佛是看到了昔日苏家那个妖孽的少主回来了，顿时有些慌了。不过随后脸上变成了凝然，他怎么可能怕了？苏寒就算是重新修炼，一个没有血脉的废物东西，能够胜他不成？苏红眼眸一眯，有着一抹强烈的杀意。哈哈，好好，
你这么一心求死的话，我苏阳成全你，正好下去陪你父母去。苏阳英冷狂笑了起来，满脸狰狞。就算是你重新修炼又如何？老子踩死你，犹如踩蚂蚁一样简单。我就送你下去和你父母团聚吧。苏寒眼神一寒，苏阳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可以踩死苏寒。要知道他可是身怀着2品高级碎岩血脉，即便是血脉不如之前的苏寒强大，但是在苍兰城这一片区域已经是很强了。苏寒没有任何的血脉，想要赢他无疑是痴人做梦，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格。他苏阳才是苏家的嫡系少爷，而苏寒不过是一个野种，苏家的养子凭什么有资格做苏家的少主？即便他再怎么差，这少主之位理应也是他的。那些年他一直生活在苏寒的阴影之下，那种屈辱感他不想再感受那种日子了。生不如死。现在没有血脉的苏寒凭什么是他的对手？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吗？因为你的命我收定了。桀桀的苏阳露出一抹狞笑，转身带着人离去。苏红道：阳儿，你有信心杀掉苏寒吗？苏阳唇角挂着一抹狰狞，眼中杀意犹如实质一样。忘记告诉您了，我现在已经是有破境征兆了，今天服用一枚破境丹，我极有可能踏入隐气6重境界。父亲，你认为隐气境6重境界捏死苏寒，不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吗？还有这小子不死，始终是我心头的一根刺，我要让苍兰城所有人都知道，不是苏寒废了我才能当少主的。苏红一喜，隐气境6重，满脸惊喜。当然最重要的是，柳家那边人说了，3天后凌霄殿的人会来，我要是被凌霄殿的人看中，那也会成为凌霄殿的弟子，到时候就由我将苏家发扬光大。苏阳眼眸闪烁着期待和狰狞。那就好。苏红点头，只不过是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看着苏寒那种自信的脸庞，他始终是有点不安。为什么不是明天生死战，而是3日后？他绝对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即便有意外也要被他掐掉。苏红眼眸闪烁着一抹阴厉之色。苏寒脸色阴冷无比，随后望着地面上几具尸体，他直接催动了一门功法，神魔霸体诀。这门功法是混沌鼎给予自己的，引混沌气淬炼己身，在体内演化混沌，吞天炼地，凝练最强霸体。巅峰的圆满的神魔霸体诀可以壮大肉身，气血如凶手，演化万般神魔，不死不灭，力破万法。清月女帝也说过，这神魔霸体诀是最合适混沌血脉修炼的功法。只是顷刻间，苏风几人体内的血脉种种力量底蕴尽数朝着苏寒体内流动而来。爽！苏寒忍不住吐出了一口浊气，这功法要比苏家修炼的烈阳功强上数百倍都不止。苏寒看着某个区域，沉默一下后，他纵身跃出。2个时辰后，苏家后山，一块墓碑，苏墨，夏月之墓。苏寒跪在墓碑前，连磕了3个响头。义父义母，我来看你们了。墓碑上的正是他的义父义母，在3个月前发生了意外离世，而他并非苏家的血脉，而是15年前义父在附近捡到的一个弃婴，随身携带着也只有一枚玉佩，玉佩上面有一个苏字。义父义母看自己和苏家有缘，便是收养了自己，起个寒字，当时是在冰天雪地发现自己的。义父义母现在苏家已经不值得我继续驻留了，更不值得我继续为苏家做事。苏家不只是罢黜了我的少主身份，更是将我贬为了苏家杂役，不将我当成人看，这样的苏家不值得我为他们付出。还有，我答应你们会替你们找如学姐的。义父义母他们还有一个亲生女儿，比他大2岁，对自己很好，把他当成亲弟弟一样对待。但是在他4岁的时候，如学姐突然间觉醒了恐怖的天赋，引来了一名强者，将如学姐带走。对方说，要是不带走如学姐的话，如学姐觉醒的天赋必然会让她香消玉殒的。义父义母害怕，便答应了。对方留下了永业宫3个字，带着如学姐离去了。但是一去就是11年，至今如学姐都没有回来。这不只是义父义母心中的一根刺，也是他的一根刺。我绝对会找到如学姐的，是生是死我都要弄清楚。永业宫我会找到的。义父义母再见。说完，他起身准备离去。你个废物，怎么在这里？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苏寒冷漠地看去，看到了一个人影走来，神色显得无比傲然，是一名中年男子，小眼睛，鹰钩鼻，眼眸带着不怀好意，上下打量着苏寒。陈康，黑狼佣兵团3当家，属于苍兰城这片区域附近的一个小型佣兵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苏寒冷漠地看着陈康，冷道：你来这里做什么？陈康阴冷地看着苏寒，冷笑道：这次我来当然是为了你父母向你讨债的，现在给老子跪下来！轰隆，一股强横的气息瞬间暴动席卷。隐气境4重。苏寒冷道：讨债？我父母跟你们黑狼佣兵团借钱了？他有些冷笑，自然是不相信义父义母
和黑狼佣兵团借钱？当然没有。不过你父母在世的时候，可是坏了黑狼佣兵团不少好事，还杀了我们佣兵团不少人。就拿你苏寒来说，都杀了我黑狼佣兵团几个干将，现在我来讨债，不是很正常吗？陈康阴冷地看着苏寒，眼眸闪烁着戏谑之意。他说完话，大步跨来，怒道：没听到老子说的话吗？你小子还真是狂妄啊！他一巴掌向着苏寒挥去，劲气呼啸。苏寒脸色森然，豁然出手，直接是一拳轰出。砰！巨大的碰撞声音响彻，陈康的笑容陡然间凝固，突然间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音，直接摔倒在地，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双眼目瞪欲裂。你实力恢复了？咔嚓！啊！苏寒冷冷地看着陈康，旋即一脚踩碎了对方胸腔的骨骼，冷道：找我讨债，就靠着你黑狼佣兵团3当家，还要在我父母的墓这边闹事，看样子你是不想活了。眼眸闪烁着一抹狠意，直接一拳轰下，恐怖的拳印打碎了陈康的手臂，鲜血喷溅。啊！再度惨叫的陈康满脸狰狞，五官扭曲地看向苏寒，怒吼道：你的气息是引气境3重境界，你的丹田恢复了，还恢复实力了。他脸上一下子变得震惊和恐慌，失声道：苏寒，别杀我，你就当我放个屁就行了。陈康本想着来苍兰城掳一个女子回去，没想到碰到了苏寒。以前苏寒还有苏沫夫妻俩没少对黑狼佣兵团出手，所以想着虐一下这小子。他可是听说了苏寒在苏家不好过，他最喜欢的就是落井下石。可是谁曾想到苏寒竟然恢复了实力。哼！苏寒冷冷一笑，刚要准备宰了这陈康，后者怒目暴睁，惶恐道：你不想报你父母的仇了？你知道什么？苏寒脸色一冷，异父异母的死至今是他心中的一根刺，但是在3个月前却遭受了意外，至今还不知道是何人所杀。是苏红，他联系着大当家密谋杀你父母，这件事情我也是后面偷听到的，和我没有关系。陈康颤声道。苏寒脸色微沉，怎么也没有想到害死他父母的竟然是自家人苏红。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1个多月前你被城主府徐家、柳家偷袭，也是苏红将你的行踪告诉他们的。苏寒面目狰狞，怪不得那天这苏红突然找他，告诉他有一个任务要让他去做，他当时没有任何怀疑。他顿时怒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太优秀了，太妖孽了。苏红不想苏家后面由一个养子掌控，这才出此下策，先杀你父母，后面再解决你。听到陈康的话后，苏寒的脸色更是难看，紧握着拳头，满脸杀意。陈康满脸惊恐，颤声道：苏寒，我都已经将事情告诉你了，你可以放。噗！苏寒一拳落下，瞬间陈康脑袋直接炸裂，化作了血雾。他面色微沉，怪不得自己被废后，苏红、苏阳父子俩一直针对他。本以为只是人性薄凉，没有想到苏红竟然还参与了杀害他父母的计划中。他眼眸一红，冷声道：我苏寒身为苏家少主，出生入死，多少次机缘都是我九死一生所得，父母更是为了苏家发展，含辛茹苦半辈子，而苏红你却如此绝情，狠下杀手，被赐予我，此等血海深仇，我必报。苏寒将陈康的那戒收走了，魂力一扫，这是苏家矿脉。原来几天前苏家消失的矿脉被黑狼佣兵团的人带走了。苏寒发现在陈康那戒中的矿脉，赫然是前几天苏家失守的矿脉，而这矿脉当然也是曾经他身为苏家少主所夺来的。现在这矿脉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苏寒冷冷一笑，随后望着苏沫和夏月的墓鞠了一躬：异父异母你们放心，害你们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的。说完便离开苏家后山。走了没有多久，迎面便是走来了一名红衣少女。少女长得还算是清秀，看着对方一眼，苏寒也没有打算和对方打招呼，转身就要走人。看到这一幕，红衣少女直接怒道：苏寒，你走什么？害怕了？就你这个废物，还想要和杨哥定下生死战？说话的红衣少女是苏家2长老苏坤的女儿苏艳艳，天赋一般般，很难走出苍兰城。她没有被废的时候，这个苏艳艳就是她身后的跟屁虫，一口苏寒哥哥的叫着。她被废后，直接来了个大变脸，生怕沾染了自己的晦气一样。对于苏艳艳，苏寒没有任何的好感。有问题？苏寒冷道。苏艳艳看着苏寒这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气得不打一处来，冷道：苏寒，你最好赶紧去和杨哥道歉，杨哥一定会宽大处理你的，不会剥夺你杂役的身份。实在不行，给杨哥跪下来求一条生路。啪！听到苏艳艳的话，苏寒的眼眸逐渐冰冷了起来，反手一巴掌打出，苏艳艳脸色巨变，来不及躲闪，整个人飞了出去，一张脸血肉模糊。他愣了一下，随后屈辱莫名，怒吼道：你竟然打我！
连我父亲都没有这么打我呢。苏艳艳满脸怨毒的吼道，她无法相信苏寒这个废物竟然有胆子敢打她，该死，实在是该死啊！哼！苏寒冷漠地看着苏艳艳，冷道：我和你们苏家早就恩断义绝了，自我被废后，苏家可有人真心待我？苏艳艳，收起你那套惺惺作态吧，别逼我，再说一句，我把你另一边脸打肿。说完话，冷冷扫了眼苏艳艳，就大步离去。苏寒，你会后悔的，我给你活路的机会是你不懂得珍惜的，你死定了，杨哥一定会杀了你的。苏艳艳俏脸扭曲，显得无比疯狂，自己已经给苏寒一个阶梯下了，他却这么对自己。望着苏寒的眼神显得无比恶毒，愤怒地咒骂道。对此苏寒只是冷冷一笑，3天后你就会看到你亲爱的杨哥如何死在我手中。苏家一处偏院是有10几年没有打理过的杂役间，地处角落，久经风蚀，墙皮早已干裂剥落，裸露出斑驳的砖石。不过唯一好处就是这里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人，自他实力被废后就被苏红安排在了这个院落了。换出一柄剑，剑长3尺7寸，通体如墨色深渊浇筑，剑刃无比锋利，噬渊剑。在双修过程中，清月女帝所给予他的一柄剑等级不详，据清月女帝说是和混沌鼎一起发现的。苏寒便是于此地开始修炼了起来，得到噬渊剑时，噬渊剑携带着一门半生剑诀，名为藏灭剑诀，一共有着9式。现在修炼第1式，流光掠影，剑速极快，剑光如丝如缕，修炼圆满时可瞬间刺出数十上百剑，剑影连绵不绝，肉眼难辨真身，专攻要害或破绽，体内剑气流淌，刹那间便是延绵而出，滚滚肆虐。咔咔，地面瞬间崩碎了开来。几个时辰后，苏寒便是满意的将噬渊剑收了起来。藏灭剑诀第1式就这么恐怖了，后面8式必然更不简单。他眯起双眼，旋即手掌一抓，将苏家矿脉资源直接祭出。现在自己引气境1重境界，以目前的资源应该是可以提升2至3个境界。苏寒默然，他真傻，从异父异母莫名遭受意外时，他就应该怀疑异父异母的死绝对有问题。那个时候自己还帮苏家做了那么多事情，想想都是怒火焚烧。他必须要让苏家、柳家以及城主府付出代价。苏寒眼眸中闪烁着一丝丝的寒意和杀意，一念至此，他看着资源，催动着神魔霸体诀，顷刻间面前的资源被他炼化得干干净净夜色。苏家一座厅室内，灯火通明，2位拜托了。说话的是苏红，他目光平静地看着眼前2位，声音阴沉的可怕。2人淡淡一笑，这种小事交给我2人便可以了。他父母都被我们送走了，一家人赫然是要整整齐齐的。一名黑衣中年笑道。苏红点头，目光幽冷，他不希望发生意外，所以回到苏家就联系到了黑狼佣兵团的2个当家，务必要解决苏寒，绝对不能让那小子继续活下去。斩草除根，苏寒这个不确定的因素还是趁早解决的好。苏红眼眸愈发阴冷。黑衣中年和另一名白衣中年离去，刚出大门，白衣中年沉声道：大哥，三弟到现在都没有回到佣兵团大本营，要知道他那界内还有我们之前偷袭苏家矿脉场挖掘的一处矿脉啊，三弟不会带着矿脉远走高飞了吧？他的语气有些焦急。陈康这个混蛋到底跑哪里去了？黑衣中年面色微沉，三弟还没有这个胆子，等明天看看，若真是逃走了，老子会将那家伙的脑袋给轰碎了。他眼眸闪烁着一抹狠辣和阴冷之意。白衣中年点头，眼眸同样是交织着寒光。走吧，先去解决那小杂碎。好。苏家偏院，轰隆，只听到一声剧烈炸响，苏寒肌肤上隐隐约约的有着宝光浮现，他的双眼闪烁着一道金光。引气境4重，可以了，完全够用。他唇角浮现出一丝冷漠的弧度。就目前来说，引气4重境界完全够用，而且自己还是一名剑修，剑道越级战斗的实力乃是同境修士中最强的。苏寒眼眸爆闪着金光，最重要的是现在加持着混沌血脉以及神魔霸体诀，战力更是绝非常人。夜色之下，苏寒修炼着，忽然间他眉头一皱，感应到了什么，便是看着在不远处，此刻屋顶上站着2个人，黑衣和白衣的中年，他们目光戏谑而玩味。黑虎帮大当家、2当家。苏寒一下子便是认出来这2人了，他们知道自己杀了他们3弟，所以来杀自己。苏寒眯起的双眼闪烁着一丝丝的杀意在缭绕着，不过也不重要了，就是这黑虎帮大当家和苏红秘密联系，杀自己父母的，他们今天的死，苏寒你说你消失就消失吧，非要再出现，还得麻烦我们解决你这个小麻烦。说话的便是黑虎帮大当家。
刘安，他神色显得极其森然，唇角浮现出一抹狰狞弧度来。二当家曹越面色阴冷的可怕，阴森笑道：大哥，我宰了这小子吧，送他和他父母一趟。刘安微笑：去吧，麻溜的。曹越眼中闪烁着一抹寒意，一个箭步便是瞬间爆射而出，他攥握着一拳，引气境五重境界的力量瞬间爆出，苍山拳，一拳四崩山之力席卷而至，空气中更是疯狂地炸裂了开来，像是产生了毁灭的涟漪。在曹越眼中，苏寒必然被这一拳直接给打爆了，可是下一刹，耳边便是传来悠悠冷声：我正愁找不到你们，你们却送上门来了。砰！苏寒当即一拳便是狠狠地砸出，双拳碰撞，噗！曹越的拳头瞬间被轰碎了，凄厉的惨叫声音响彻，整张脸都是变得扭曲了开来，双眼满是怨毒和惊恐。怎么会这样？他声音尖锐。唰！苏寒一个箭步直接按压在曹越脑袋上，旋即手掌直接按在曹越脑袋上，将其狠狠地坠入地面，脑袋瞬间坠地，砸在地面上，痛苦的惨叫声音再度响彻。曹越痛不欲生。苏寒，我可是引气劲武啊！他还未说完话，咔嚓，苏寒便是眼眸闪烁着一抹狠辣之意，猛地踩碎了曹越的双脚。闭你的嘴巴，区区引气境五重境界也敢来杀我？黑虎帮二当家，你脑子是不是秀逗了？你三弟我已经送走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狗东西了。他身躯爆发出狂暴的力量，瞬间碾压而至，使得空气都是炸裂了开来。曹越脸色狂变，绝望地说不话来了。陈康，是你杀的？怎么会？他颤声，脸色痛苦，还有着愤怒。苏寒可以修炼了，而且轻描淡写地击败了他引气境五重境界的实力。苏寒眉头紧皱，不是为了他们三弟而来的。混账，胆敢这么狂妄，杀我三弟，今天岂能饶你？刘安见到曹越直接被制服，他气得浑身发抖，目眦欲裂，浑身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引气境六重巅峰，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枪！一柄黑色的刀瞬间出现在手中，握着黑刀的刘安面孔扭曲到了极点，双眼尽是愤恨之色，一刀落下。去见你的那两个死鬼父母吧。呵，苏寒冷笑一声，眸光如刀，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握着刀就真当自己是刀修了。我父母的血债，你们先给我还清。枪！拇指一顶，噬渊剑瞬间爆出，流光掠影，随着剑鸣声音响彻，一道道剑气瞬间扩张，直接轰碎了刘安祭出的一刀。砰！噗！下一刹，刘安如断线纸鸢般狠狠砸落地面，脊背撞击泥土，激起尘浪翻涌。他猛然张口，鲜血狂喷，猩红见地，血雾中竟夹杂着碎裂的内脏残片，触目惊心。他双目圆睁，瞳孔剧烈收缩，脸上写满难以置信的惊怖。剑修，你竟是剑修！苏寒，你怎么会这样？你明明被城主府和柳家埋伏，血脉被抽，丹田破碎，按理说你不应该修成剑道啊！这才过去几天，短短数日，你竟然再度修炼了，而且还是剑修！惊恐如潮水般淹没李治，他的声音在风中颤抖，回荡着不甘与绝望。哼！苏寒阴冷地看着刘安和曹越，也没有说话，直接抽剑一扫，噗噗噗，一双手臂直接飞射而出，鲜血喷溅，啊！惨叫声音响彻，二人目眦欲裂，流出了血泪，凄厉的痛楚让得两人都是在扭曲了起来。杀我父母还想死的这般轻易，苏寒嘴角扬起，笑容如深渊中爬出的恶鬼，阴森诡谲，令人不寒而栗。不，杀你父母是苏红的命令，与我们无关。真的与我们无关啊！你要报仇，该杀的是他，是他。今日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被迫来取你性命，求你饶命，放了我们吧，求你放了我们。尖锐的嘶喊在空中回荡，夹杂着无法掩饰的恐惧与绝望，宛如濒死野兽的哀鸣。苏寒眸光如冰，声音冷得仿佛从九幽之下传来。他是下一个，放心，一个不会放过的，所有人都得死。枪！苏寒再度抽剑，噗噗噗！刘安和曹越二人的双腿也都是被切了开来，鲜血不断流淌，双眼睁得溜圆，生机逐渐消失，带着浓浓的不甘和不解。明明一个被废的家伙，怎么会突然间踏入剑道啊？而且他们也终于知道了陈康的下落，原来他早就被苏寒杀了。哼！苏寒默然盯着苏家的方向，凝然的脸庞带着森然的杀意。老东西，是真的想要将我杀之后快啊？不论你怎么做，苏阳他都死定了，我苏寒说的。还有你。说完后，苏寒目光落在刘安和曹越的那戒中，目光微微眯起，
直接一抬将那戒收起，随后便是利用着神魔霸体诀，将几人体内的力量、血脉、精血尽数搜刮。神魔霸体诀可以吞噬一切力量的东西，所以这些人即便是在废物，但是他们身上的力量也可以化为己用。就这样，他在自己的小院中修炼3天，将引气境4重境界彻底稳固。3天后，正午，苍兰城中心舞台处，人满为患。生死台上，苏阳傲然，唇角挂着一抹狰狞弧度，目视前方，带着倨傲之意。苏红看着现场人满为患的样子，他无比满意，笑道：今日是小儿和苏家养子苏寒的生死战，感谢诸位来捧场。苏艳艳满脸恶毒，苏寒怎么还没有来？他不会是逃跑了吧？就算是逃跑了，我苏阳也要杀他。虚空，苏阳立于高台之上，唇角勾起一抹狞笑，眼中翻涌着刻骨的怨毒，仿佛要将那人千刀万剐方能解恨。一个区区苏家养子，竟妄想踩在他这正统血脉上，简直是可笑。逃得掉吗？呵，他今天必须解决了苏寒。苍兰城早就被3大家族围住了，苏寒逃不掉的。听到众人议论声音，苏红神色阴冷，嘴角不由挂着一抹冷笑。昨夜已经安排黑虎帮大当家和2当家出手了，在他看来，苏寒必死无疑，只要再等一会，他儿子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苏家少主了。苏阳环顾四周，随后轻笑道：苏寒，我只给你3个数，若是再不出现，这场生死战就是我苏阳赢了，你苏寒注定只能沦为大家的笑柄。苏阳已经是忍不住了，仿佛看到全场人沸腾了，兴奋地浮现在脸上，激动无比。那苏寒肯定是怕了，他终于可以坐实少主之位了，哈哈哈。你在狗叫什么？苏阳话还未落，一道冷漠声音传来，令他脸色逐渐凝固。他满脸阴沉，听着熟悉的声音，让他眼眸满是择人而噬的杀意，看向远处，所有人同样是如此。一名身材挺拔的人影正在朝着他们这边走来，脸上还挂着冷然的表情。苏寒，他没有逃啊，真的来了。众人神色明显是震惊了起来，他竟然真的赶来啊！苏阳满脸狰狞，既然这么想死的话，那本少主亲自送你一程。他杀意沸腾啊！苏红的脸色骤然间一变，心头一紧，怎么回事？那俩家伙没有去杀苏寒，还是苏寒身上有什么保命手段？那2人可是很强的，大当家更是引气境6重巅峰境界的高手，一定是这样。苏寒毕竟曾经身为苏家少主，肯定中饱私囊了不少宝物，等这次结束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了。苏红满脸怨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内心隐隐约约的有着强烈的不安。苏寒，苏艳艳俏脸扭曲，满脸怨毒。她看到苏寒的脸色带着仇恨之色，隐隐约约的肿胀的脸蛋还有些生痛。父亲，我要这苏寒给我下跪道歉，我这脸都是因为他毁容的。望着身边一男子娇声道，俏脸显得很凝然和阴厉。苏家2长老苏坤。苏坤看着苏艳艳的俏脸，冰冷的脸庞逐渐扭曲了起来，有些心痛。放心，等你杨哥击败了他，我让苏阳别杀他，断他4肢，跪在你面前忏悔。好爷！苏艳艳惊喜无比。苏寒毕竟是苍兰城曾经的妖孽，若是跪在他面前忏悔，想想都很兴奋。他看着苏寒的眼神带着无比怨毒之意。我以为是假消息呢，原来真是苏寒和苏阳生死战啊！苏寒他不是被徐少主废了吗？呵呵，这是谁不知道呢？苏寒的未婚妻柳如烟并不喜欢苏寒，3番5次想要退婚，苏寒不愿意，想要在山上对柳如烟做一些禽兽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正巧被历练的徐少主发现了，制止了这一切。徐少主还相当仁慈呢，只是废了苏寒，留了他一条狗命。谁能想到苏寒表面上正人君子，暗地里确实如此卑劣的人物。也是因此，柳如烟爱上了徐少主，2人现在可是在东荒凌霄殿修炼呢。徐少主据说被凌霄殿长老收为真传弟子了呢，未来不可限量。看样子今天苏寒就要被苏阳打死在舞台上了。周围人议论声音响彻，苏寒神色平静，并没有任何波动，这就是城主府的能耐。夺了自己的血脉，更是污蔑自己，即便自己再怎么辩解，依旧没有人信得。他顺着目光看去，赫然是看到坐在生死台上一脸冷笑的城主徐柏，以及坐在徐柏身边柳如烟的父母。苏寒眼眸中杀意渐渐扩张，今天这些人必须死！唰，苏寒脚掌一压，刹那间跳入了舞台上，神色漠然地看着苏阳。随后他笑容玩味地看着苏红家主，见到我出现，很意外，怎么脸色这么难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刚去参加丧事呢。苏红脸色闪过一丝慌张，强忍着不安，有些愤怒地吼道：苏寒，你休要这么嚣张，今天我儿就取你狗命！一定是这小子做少主的时候
中饱私囊，藏了不少保命东西。他强忍着心中的不安。今天生死战开始，生死决战，任何人不得插手。现在开始。说完话后，苏红便退了下来，眼眸闪烁着一抹阴戾。苏寒忍不住戏谑地看着苏阳，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和我生死战，你是嫌命长了吗？苏阳目光闪烁着一抹猩红，状若疯狂。混蛋，你今天必死！轰！随着他声音响彻，躯体上掀起了一层层气势，一瞬间横扫全场。引气境7重，现场众人望着苏阳，满脸震惊。这苏阳少主要比当日苏寒更强，年纪轻轻竟然达到了引气境7重境界了。妖孽，甚至比没有废的苏寒还要强。苏家这是要起飞了不成？苏阳眼眸闪烁着无比兴奋之意。昨夜家族将丹药都赠给他了，一夜之后，他本以为直接达到引气境6重巅峰，但是未曾想到，他竟然刹那间踏入了引气境7重境界。也许他是天选之子，曾经都没有想过，或许未来可以想想看了。苏艳妍兴奋道：“苏阳哥哥好强啊！苏寒，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苏家到底谁才是最强妖孽。曾经老子只是在韬光养晦，但是没有想到你苏寒竟然背着苏家做出了如此卑劣的事情。今日我便带苏家清理门户，亲手斩除你这祸根。”苏阳死死盯着苏寒，双目赤红如血，仿佛有烈焰在瞳孔深处燃烧，整个人几近癫狂。轰！刹那间，天地一震，苏阳骤然暴起，身形化作一道撕裂空气的流光，全是如雷霆万钧，裹挟着怒意与杀机，直取苏寒面门。后者一个侧身，瞬间闪过了来自苏阳的攻击。后者瞳孔收缩，有些恼怒，速度这么快！砰！下一刻，苏寒一巴掌打出，噗嗤，只是轻描淡写一击。砰！苏阳刹那间狠狠地砸在地面上，满脸惊恐，很是狼狈。他骇然无比地看着苏寒，在他左脸上浮现着一个血红的五指印。怎么回事？他竟然被瞬秒了！众人大惊失色。好强啊！引气境7重境界的苏阳竟然被瞬秒了。苏阳的五官骤然扭曲，喉咙里迸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嘶吼。苏寒，你的实力恢复了。他的瞳孔剧烈收缩，眼中满是惊悚与骇然，仿佛见到了绝不可能发生之事。苏寒冷道：韬光养晦，不敌我一招。这就是苏家新选的少主，为什么会这样？苏家众人脸色齐齐，变得难看了起来。怎么会瞬秒了？这简直是他们苏家的奇耻大辱啊！被他们抛弃的苏家原少主，竟然秒杀了现在苏家所推举的少主。苏红脸色难看，如丧考妣。混蛋，苏寒，你不要那么嚣张！听到苏寒近似嘲讽的话，苏阳不信邪，咬牙切齿，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他绝不可能败的，他可是苏家新少主啊！唰，猛地从地面上一跃而起，瞬间对着苏寒一拳而出。哼！苏寒眼中闪烁着轻蔑之意，陡然间攥握着一拳，直接狠狠地和苏阳的拳头撞击在一起。砰！噗！一瞬间，苏阳吃痛吼叫了起来，他的拳头瞬间化作了血雾，血液溅洒一片。啊！痛苦的惨叫声音响彻，苏阳五官都是挤在了一起，双眼满是赤红。他引气境7重境界的实力完全不是苏寒的对手。苏红惊怒，他儿子完全不是苏寒对手，看样子还是不服，得打服了。苏寒缓步走到苏阳面前，双眼闪烁着一抹狠辣之色。你要做什么？苏阳惊恐骇然看着苏寒。苏寒望着苏阳，阴冷地说道：苏家少主，您忘记了吗？这是生死台，生死战还在继续呢。砰！苏寒冷笑一声，一拳狠狠地轰炸而下。噗！啊！伴随着一道巨声响彻，苏阳狠狠地砸在舞台边缘，满脸绝望。为什么会这样啊？太强了！现场众人脸色都是齐齐惊变，这小子竟然可以修炼了！可恶！徐白以及柳如烟的父母几人脸色逐渐阴沉了起来。明明血脉被抽，丹田被废，这小畜生是如何修炼的？而且引气境7重的苏阳没有任何还手余地，眼眸皆是闪烁着杀意。这小子若是活下去，对于城主府以及柳家那绝对是灾难。他们很清楚苏寒的妖孽，不可能，杨哥怎么会输呢？苏艳艳俏脸满是苍白，望着舞台上傲然而立的苏寒，突然间眸子收缩，好似看到了昔日那个意气风发、妖孽纵横的苏家少主苏寒回来了。苏红磨牙凿齿，满脸难看，声音都是近似颤抖了起来。为什么？看到苏寒正在一步步逼近苏阳，他狰狞着脸庞怒吼道：畜生，住手！你敢杀我儿，我要你偿命！苏寒冷漠地看着苏红，冷笑道：苏红老狗，这是生死战，生死台上只能活一人，
这个规矩莫非需要我给你重新说道一下？住手！就在此时，徐柏面无表情地说道。众人瞳孔收缩，望着远处端坐着城主徐柏。没有想到城主府竟然也站出来了。苏红冷冷一笑，阴冷地看着苏寒，有城主插手，苏寒不敢下死手。小子等着，本家主会亲自将你宰的。他阴冷道。徐柏面色冷然，苏阳是苍兰城的妖孽，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场比赛就此结束吧。苏阳狂喜，无比激动，兴奋的都快要流下眼泪了。他满脸怨毒地盯着苏寒，今天你杀不了我，他日……苏寒目光一冷，直接一巴掌拍下。噗！顷刻间，苏阳脑袋瞬间炸裂了开来，鲜血混合着脑浆喷涌开来，直接惨死。苏家众人惊色，全场众人骇然。苏红满脸狰狞，双眼全是猩红，状若疯狂，更是发出了怒吼声音，传荡天地间。苏寒，我要你死啊！我要杀了你！轰隆！他一步跨出，飞向了舞台，朝着苏寒攻杀而来。引气境9重境界，赤焰拳，一道拳印包裹着烈焰，仿佛像是燃烧似的，直接轰杀而至。苏寒眼眸冰冷嗜血，他同样是祭出了赤焰拳，火焰磅礴的拳印像是流星一样直接轰杀而来。轰隆！瞬间碰撞，强横的力量直接震慑而出。苏寒倒退3步，至于苏红脸色简直是铁青到了极点，直接连连退出了10几步。他面色青白交替，你果然恢复了实力，你该死，你竟然敢杀我儿！痛苦的声音响彻，苏红目眦欲裂，死死地锁定着。苏寒冷漠地看着苏红，冷道：我该死，我为了苏家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若不是我，苏家能够有现在的地位吗？而你苏红为夺家主之位，竟暗中勾结黑虎帮大当家，对我父母狠下杀手，此一罪该死。1个月前，你将我的行踪透露给城主府与柳家，引得数名顶尖高手围杀于我，废我丹田，抽我血脉，使我彻底沦为废人，沦落至万人唾弃的境地。这笔血债，这笔深仇，你必须偿还。众人惊讶，旋即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苏红，还有着远处的徐柏以及柳家众人。什么？原来苏墨家主他们的死另有隐情啊！原来是苏红为了夺位联合黑虎帮做的。还有前不久苏寒被徐少主废的事情，看样子也是另有隐情的。哪怕是苏家众人脸色也是骤然间巨变，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苏寒被废另有隐情，而且原家主竟然是苏红联系黑虎帮动手的。可恶，找死！徐柏听到众人的话后，脸色显得极其难看，额头青筋暴起，杀意扩张。这小子竟然让他难看，若是今天不解决苏寒的话，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苏红满脸苍白，怒吼道：苏寒，你闭嘴，竟然敢污蔑我！今天刷！苏寒凝然一笑，没有继续说话，一个箭步瞬间飙射而出。后者脸色难看至极，还未说完话，这野种竟然出手了，简直是放肆！他不再犹豫，强势出拳，后者瞳孔闪烁着一抹冷芒，挥拳豁然出手，猛然间轰撞上。砰！噗！撞击声音响彻炸裂，苏红凄厉惨叫，逆血喷出。他惊骇，声音难以置信，自己不是对手。现场众人神色都是大变了起来，这苏红竟然完全不是苏寒的对手啊！这苏寒究竟是多强啊？苏寒走到苏红身前，满脸森然，一巴掌直接落下，砰的一声，嗷呜！苏红身躯鲜血喷溅，在舞台上倒飞了出去。他浑浊的眼眸充满了惊骇和恐惧。哼！苏寒一步走来了苏红面前，神色冷然，狞笑道：你儿子还在下面等你呢，若是不下去的话，我怕你儿子寂寞。不要！苏寒，我错了，饶我！咔嚓！伴随着清脆的骨骼碎裂声音响彻，苏寒神色冷漠，直接一脚踩碎了苏红的脖子，神色充满了傲然和冷漠。苏红双眼圆睁，带着难以置信和不甘，还有着悔意。他当日为什么没有将苏寒斩草除根啊？苏寒冷道：错，不，你不知道自己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一名苏家长老面色铁青，五官扭曲，怒意如狂潮般翻涌，他双目赤红，嘶声咆哮：苏寒，你欺人太甚！苏红已认错，你竟还下此毒手，你这是要将整个苏家推入万劫不复之地，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吗？他的吼声近乎癫狂。可恶！苏家众人无不气愤，都很清楚，苏红一死，苏家实力大幅度下降。苏寒冷冷地吐声道：苏家养育之恩，唯我一父一母而已，苏家想要和我沾边，去吃屎吧！我为苏家付出了一切，苏家如何待我的？我被废后，苏家先是将我罢黜少主之位，更是将我贬为苏家杂役，3天饿9顿。是苏家和我撇清关系的，我一父一母就是被苏家人勾结外人所杀。
你们还有脸踢他们？想要都死吗？他眼瞳闪烁着一抹强烈的杀意，满脸森然，浑身杀气沸腾，丝毫不掩饰。听到苏寒冷漠无情的话语，苏家众人都是愈发难看，更是感受到苍兰城无数人看着他们目光似乎带着幸灾乐祸。苏艳艳俏脸发白，望着远处傲然而立的苏寒，他此时只感觉到身体无尽的冷意。放肆！竟敢对养育你的族群痛下杀手，岂非禽兽不如？今日若让你安然离去，他日岂不纵你为祸天下？徐白脸色阴沉如铁，双目似要喷出火来，牙关紧咬，几乎迸出血腥之气。绝不能放走苏寒，此子天赋卓绝，心智深沉，若任其成长，羽翼渐丰，必成心腹大患，所以他必须死。苏寒冷漠地看着徐白，森然的眼神像看死人一样。徐白满脸愤怒，这小子竟然用这种眼神看他，可恶！轰！找死的畜生，胆敢在苍兰城忤逆城主命令，去死！一名引气境巅峰境界的长老满脸阴沉，怒吼道：“城主府四长老！”他双眼阴冷。苏寒满脸阴沉，拳头攥握着，顷刻间一拳轰出，砰的声音响彻，后者脸色逐渐难看了起来。噗！逆血喷出，对方愤怒无比，满脸不甘。怎么会这么强？苏寒满脸狰狞，怒吼道：“夺我血脉，废我丹田，城主府一个人不留！”崩山拳，苏家武技，人阶高级武技，五指攥握，朝着四长老击杀而至。武技分为人阶、玄阶、地阶、天阶，每一个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而修炼熟悉度分为小成、中成、大成、圆满。苏寒本就天赋极高，这崩山拳早就修炼圆满境界了。混蛋！后者瞳孔狂缩，满脸扭曲，探手抵挡。砰！噗！啊！四长老脸色难看至极，声音都是狂颤了起来。不可能，你的实力只是引气境，怎么可能比老子还要强啊？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凝色，下辈子去想吧。他可是混沌血脉啊，而且还加持着神魔霸体诀这种逆天功法，铜镜无敌。四长老惊怒道：“不要杀我！”砰！噗！下一刹，苏寒巴掌落下，无视对方的求饶，直接轰碎了他的脑袋，红白混合物喷溅，现场众人惊色，满脸骇然。苏寒目光微冷，他要大开杀戒。徐白脸色更是难看，他死死地看着苏寒，带着无尽的杀意，整个人浑身杀念滔天，目眦欲裂。放肆的东西，杀我城主府的长老，我要你死！徐白乃是一名灵海境一重境界的高手。轰隆一声，刹那间下，伴随着惊人的拳印响彻，他必须要让苏寒死在这里。看着徐白，苏寒的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和阴沉。灵海境，动！崩山拳，苏寒一步迈出，刹那间和对方的拳头狠狠地撞击在一起。砰的一声，苏寒倒退了10几步，眼眸闪烁着阴沉之意。卧槽！苏寒凭借着引气境的实力，硬挡下了城主灵海境的力量。现场众人看到苏寒展现的实力后，神色都是变得异常震惊，语气都是尖锐了起来。苏家众人脸色更是难看无比，他们看着苏寒的目光带着仇恨之色，自然希望苏寒死在这里。苏寒就算是再厉害，也不可能是灵海境城主的对手。一些人不由摇了摇头说道：“死来！”徐白咬牙切齿，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猛地便是轰杀而出，拳头激荡，像是一头猛虎一样。苏寒唇角微微掀起，枪！忽然，他掌心一抬，是渊剑出现在手，流光掠影。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噗！啊！徐白本以为可以轻松拿捏苏寒的，可是下一刹，一道黑色的剑芒直接垂落胸腔上，让他鲜血喷溅。他五官狰狞，咬牙切齿，愤怒至极。怎么会？他的声音都是沙哑了起来，无法相信一名引气境的蝼蚁竟然能够伤到他。现场众人神色也都是大变。剑！他们看到苏寒手中竟然持着一柄剑，剑尖上滴淌着鲜血，不断垂落在地面上。徐柏的声音有些愤怒：“你是剑修？”他整个人显得有些失态。剑修？苍兰城从未出现过剑修，而苏寒竟然成剑修了。都说剑修拥有着铜镜无敌的实力，可越级一战，难怪苏寒能够硬刚来自城主灵海境的攻击。众人看着苏寒的眼神充满了震惊和骇然。苏坤惊怒：“他怎么是剑修啊？你们见过他修剑了吗？”一众苏家众人神色异常难看，咬牙切齿，皆是摇了摇头。苏艳妍愤怒道：“为什么他会是剑修啊？这不是真的，即便是现在苏家都不认为他们做错了。”枪！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持着噬渊剑再度杀出。而敢！见状的徐柏脸色难看。
枪！使渊剑一抬，顷刻间一道道剑气激荡游动而下，瞬间垂落而下。徐柏气息沸腾，但是依旧挡不下来这苏寒一剑攻势。噗嗤，鲜血喷溅，徐柏脸色痛苦。砰！看准时机，苏寒一掌碎裂了徐柏的丹田，徐柏的气息骤然溃散，如同风中残烛，摇曳欲灭，再不复先前半分鼎盛之象。你废了我！徐柏翻滚着身躯，凄厉惨叫，随后目光圆睁，愤怒地看着苏寒，带着无尽的屈辱之意。他可是苍兰城城主，临海境的高手，竟然被苏寒废掉了，这是天大的耻辱啊！苏寒俯视着徐柏，满脸阴沉着说道：徐柏，你们之前废掉我的丹田，现在我也让你尝尝成为废物的代价。他神色冷酷，杀气腾腾。混账！徐柏吼道：柳泉，你们是要去哪里啊？一道冰冷的声音陡然间响彻，不远处准备离去的柳家家主还有一美妇脸色居然间难看了起来，身躯狂颤，他们转身，整个人脸色苍白如纸。小寒，如烟可是很想你的，等他从凌霄殿回来，我们就让你们完婚可好？柳如烟母亲陈兰强颜欢笑道。啪！一声脆响划破寂静，苏寒身形一闪，如鬼魅般欺进陈兰面前，抬手便是狠狠一记耳光，掌风凌厉。陈兰惨叫了一声，狠狠地砸在地面上，鲜血喷溅，脸上血肉模糊，看上去极其凄惨。混蛋，臭小子，你这么做，如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一定！你这么对我！陈兰眼眸满是怨毒，恨意吼道：这个小畜生竟然这么不尊他，他一定要让如烟狠狠地教训这个杂碎野种。苏寒，你想要娶如烟，你父母已经没了，咱们两家的婚约就此作罢吧。伯母也不多说了，婚约就这么作废吧。至于你父母给的彩礼，就当做赔偿如烟的青春了，谁的青春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苏寒想到前不久陈兰这个恶毒女人对自己说的话，他面目狰狞，那丑恶的嘴脸就仿佛要吸干他的血骨髓一样，忍无可忍，再度给了对方一巴掌。噗！陈兰飞出，大口鲜血喷出，痛苦不堪，屈辱莫名，他痛涕流泪，尖锐道：你这个天杀的，如烟一定不会原谅你的，这辈子不会和你说话的。扭曲着有些恶毒的脸庞，苏寒脸色冰冷，还拿那个柳如烟威胁他，真是可笑！混账！一道怒声响彻，柳泉面目狰狞咆哮而出，杀意沸腾。狗东西，你竟敢对老子的女人下狠手，我宰了你！柳泉的实力引气进巅峰，轰隆，五指攥握着，他看向苏寒，带着无尽的杀意，他将气血凝聚到极强的力量，轰杀而至。苏寒眼眸很冷很冷，老东西，你似乎忘记了，之前你遭受妖兽伏击，身负重伤，若不是我的话，你现在坟头草都已经成堆了。现在妄图对我出手，明知道你女儿背地里爬上了徐傲天的床，还视若无物，更是吸我苏寒的血，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付出代价。枪！冰冷的眼眸闪烁着阴冷杀意，流光掠影。枪！一道道剑气瞬间激荡，游动于天地间，直接和柳泉的力量攻击在一起。砰！爆响炸开，柳泉的拳头被爆碎了开来，整条手臂顷刻间碎裂了，看上去极其凄惨啊！怎么可能？你为什么会这么强啊？柳泉直接倒在地面上，满脸惊恐，看向苏寒的目光带着骇然。苏寒眸子浸染着血红，阴冷地笑道：你们看我像是大冤种吗？苏寒，你不能这么做，你若是继续下去的话，如烟一辈子不会原谅你的，他现在可是凌霄殿的弟子。你！柳泉愤怒咆哮。噗！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寒意，跟老子提起那个贱人，你死的只会更快。枪！一剑点下，噗嗤！柳泉的头颅骤然炸裂，如同血雾迸溅，一具无头尸身赫然倒地，场面惊悚，令人窒息。陈兰瞳孔猛缩，失声惊呼：老头子，老头子！他声音颤抖，似从喉咙深处挤出：天杀的，你不得好死！他双目赤红，满心恨意如烈火焚身，一字一句皆浸透悲愤与诅咒。苏寒冷笑道：柳泉下去了，也该你下去了吧，放心，你们宝贝女儿很快就会下去找你们的。陈兰还未说话，苏寒便是不再废话，干脆利落，一剑抽出，陈兰脑袋瞬间飞射了出去，双眼带着惊恐和不甘。苏寒眼神阴冷，而柳家众人则是惊骇莫名，根本不敢去找苏寒理论，太可怕了，连临海境的城主都不是苏寒的对手，苍兰城根本没有人是对方的对手啊！混蛋！徐柏愤怒地看着苏寒，满脸扭曲，眼眸尽是怨毒之意。苏寒，你不得好死，傲天一定会杀了你的，他可是东荒凌霄殿的真传弟子，你的血脉他已经完全融合了，更是达到了五品高级，你就算能够修炼，但是你的血脉没了，这辈子注定没有办法追赶上傲天的。
看着苏寒带着无尽的仇恨火焰。而且傲天已经被主家的人承认了，我徐家主家可是东荒顶尖大世家，再加上凌霄殿，苏寒你如何赢？他现在好恨呢，当日应该就彻底解决了苏寒。只是傲天和柳如烟说让苏寒留着一命，让他生不如死，可没有想到苏寒竟然重新修炼了，而且还入剑道的，他真的好恨呢。苏寒眯起双眼，徐家既然在东荒之地还有着主家，听对方这么说，显然这主家的地位还不一般。不过苏寒依旧不在意，不管是凌霄殿还是东荒徐家，拦他都得死。上路吧，苏寒冷笑道，持剑准备了结徐柏。住手，住手！忽然间一道怒吼声音传来，刷刷刷，下一霎两道人影出现，众人看去满脸震惊，这俩人是谁？苏寒皱眉，远处两名青年男女出现，一名白衣青年容颜俊朗，脸色显得极其难看，看着徐柏的样子浑身气得发抖，而另一名身穿紫色衣裙，容颜显得清秀一些。苏寒看着出现的两人，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这两人很强，实力应该也是林海境的修士，比徐柏更强，最少都是在林海境3重境界，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赢，极难你们是？苏寒冷道。白衣青年脸色显得极其难看，阴沉着脸庞，五官都是积压在一起，一字一顿的吼道，我们是凌霄殿弟子，这次下山特意接受徐师兄和柳师姐的安排，保护两家人，而你竟然伤害徐师兄和柳师姐的家人。他声音压得很低，竟然有人敢对徐师兄的父亲动手，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刚来这苍兰城便是嗅到了血腥的气息，他们便是立马加快速度，便是看到持剑的苏寒准备杀徐柏，徐柏的画像他们是记得的，这个杂碎竟然敢杀徐师兄的父亲，而且他们都能够感受到徐柏似乎废了，这件事情要是捅到徐师兄那里该如何是好？众人脸色登时变得极其震惊，怪不得这两人的气息很可怕，原来是来自东荒凌霄殿啊！柳泉伯父和陈兰伯母在哪？二人咬牙切齿道。得知二人是凌霄殿的，而且还是徐傲天和柳如烟派来的，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和森然的笑容。那两人啊，早就被我宰了，那2具尸体就是了。他冷笑道。曹南与于倩二人僵立原地，目光艰难地投向不远处柳泉和陈兰的尸体。轰！仿佛一道惊雷在脑海炸裂，两人的意识瞬间崩塌，眼前一片空白。死了，来晚了。他们脸色惨白如纸，五官因难以置信而微微扭曲，他们的五指死死攥紧，指节泛白，青筋暴起。混蛋，这都是你杀的！曹南满脸恶毒，怒吼道。不然呢？苏寒掀起一抹狞笑。徐傲天和柳如烟得罪了我，那么他们家人就要付出代价，记得回去告诉徐傲天和柳如烟，他们俩的脑袋老子预定了。听到苏寒狂妄的话，曹南气得发抖。找死！今日我们二人将你带回凌霄殿，听候徐师兄的发落。这傻逼竟然还想要找徐师兄麻烦，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于倩咬牙切齿，一瞬间爆出，这件事情若是不抓住这家伙，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和徐师兄、柳师姐交代。吃了！林海境3重境界交织而至，苏寒脸色愈发的凝重，五指攥握，崩山拳，砰！随着双拳碰撞，低沉的余威瞬间炸裂了开来，苏寒逆血翻腾，直接喷出一口血水，倒退数丈，面色显得极其阴沉。这女人的实力好强，她现在只是引气境4重境界，跨越如此大的境界，根本不可能胜的。哈哈，苏寒你完蛋了，傲天派人来救我了。徐柏发出病态的笑声，满脸怨毒。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让你生不如死。枪！噗！苏寒眸子微微眯起，闪烁着一抹阴冷。抽剑！噗！徐柏脑袋瞬间飞射而出，双眼呆滞，带着惊恐和不甘，还有难以置信。众人！苏寒冷哼道：我要杀的人，没人就得了。哈哈！曹南双目赤红，几乎裂字，声音嘶哑而尖利：畜生，你这是在找死啊！这个混蛋明知道他来保护徐柏来的，还在他眼前杀了徐柏，他要怎么回凌霄殿和徐师兄交代？曹南满脸阴沉，杀意沸腾，他一定要宰了这个杂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他大声怒吼。苏寒眯起双眼，阴沉道：这是我和徐傲天、柳如烟这一对狗男女之间的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我劝你们不要趟这趟浑水。曹南大笑，笑容显得极其残忍。你小子胆子这么大，连徐师兄的父亲都杀，还有柳师姐的父母，这要是不将你拿下，我们如何回凌霄殿？如何给他们二人交代？唰！只见曹南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一瞬间跨步而出，
他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杂碎。陡然间五指攥握，狂暴的力量瞬间激荡开来。苏寒面色微沉，旋即握着石渊剑，枪流光掠影，连续劈出数道剑气，直接斩下。而在曹南的攻势下，苏寒劈出的剑气直接崩碎了。苏寒再度倒退了好几步。剑修，好一个剑修，但是剑修又如何？你我之间的境界可不是一柄剑就可以弥补的。节节的唰，猛地，曹南大吼一声，出拳轰出。苏寒再度横剑抵挡，刹那间一股惊人的力量轰然爆发，震得他身形猛然一滞，随即不受控制的倒退10余步。一缕鲜红自他唇角缓缓溢出，在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刺目。这家伙实力比那女子更胜一筹，至少已踏入灵海境4重，整整压他一个大境界。于倩眸光愈发阴寒，牙关紧咬，仿佛要将骨血碾碎，俏脸之上杀意翻涌，寒霜凝结，似有冰雪将至。他猛然暴起，身影如离弦之箭，直扑而上。哼！苏寒冷然低哼，眸中寒光一闪，凛冽如刀，毫无退意。他紧握长剑，猛然挥斩，枪，枪，枪，剑气纵横，连绵不绝，一道接一道撕裂空气，爆发出毁灭般的威能。而于倩攻势如潮，五指成爪，凌空下压，掌心间骤然浮现出一股强横无匹的力量。砰的声音压下，苏寒面色微沉，脸色显得愈发难看，倒退了好几步。苏寒虽然强，但那几人可都是来自凌霄殿的妖孽啊，而且都是灵海境的妖孽高手。就算是苏寒是剑修，但是想要越级战斗显然是不可能的。苍兰城众人望着苏寒的眼神带着同情怜悯，虽然他们很清楚苏寒的妖孽，但是再妖孽今天也要折翼在这里。苏寒神色依旧冷漠无比，跪下来缴械投降，随我们回凌霄殿，不然今天你的下场会很凄惨的，足以让你生不如死。曹南大声怒吼，眸子寒意凛然。跪你个头！苏寒眸子一抹狰狞，持剑直接纵身一跃而起。硬刚，该死，真是死不足惜的东西。曹南听到苏寒的话后，脸庞逐渐扭曲在了一起。都给这小子机会了，竟然不听话，那就别怪他们了。于倩拿下他，不要放水。懂。于倩眼眸阴冷的回应。黑虎掌。曹南眼眸满是血红，直接冷声道，他攥握着拳，直接化作了一掌，朝着苏寒轰出，后者直接碰撞，强横的剑气飙射。苏寒满脸，拦老子，给我滚！砰！苏寒再度倒退了2步，神色愈发难看。曹南脸色则是像是吃了屎一样，他竟然还没有将这小子解决，实在是不应该。他是灵海境4重，要比苏寒的境界强很多。父亲，你说苏寒是不是死定了？苏家这边，苏艳妍俏脸阴沉地说道。苏坤沉声道，那2人实力要比城主还要强，而且还是灵海3重、4重境界的妖孽。苏寒现在只是引气境，就算是加上剑修，想要抵挡下这2个妖孽，根本是做梦。那可是来自凌霄殿的妖孽高手啊，苏寒必然不是对手。苏艳妍俏脸阴冷无比，满是怨毒。被杀了那更好，竟杀了杨哥，最好将他碎尸万段。他怨毒的眼眸看向苏寒，带着咒骂之意。苏家众人都是摇头冷笑，都不相信苏寒能够活下去。苏艳妍怒道，就算是红叔请人杀莫叔月姨又如何？他不是没死吗？他有什么资格杀红叔啊？还杀了杨哥，简直是罪恶不赦。就是，苏家众人对于苏寒的杀意已经是恨到了极点。苏红被杀，苏家战力锐减，苏寒就不能放下恩怨，好好和苏家一起生活吗？非要赶尽杀绝？唰！苏寒眼眸一凝，忽然间左侧方向一道道恐怖的光束交织而来，朝着他席卷而来，令苏寒脸色大变。赫然是于倩。对方手掌狠狠地落下，苏寒同样是拔剑一抽，剑气瞬间爆出，但是在于倩的攻击下，他的招式淬裂了开来，脸色更是难看，面色发白。苏寒咬牙切齿，可恶，这2人该死，还没有结束呢，尝尝这一招吧。忽然曹南锁定着苏寒，大声怒吼，猛地跨步而出，当即是五指化爪，冷声道，猛虎爪。呼哧一声，这是一门玄阶终极武技，而且还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全力爆发，灵海境4重境界沸腾，强横的爪印像是一头猛虎一样席卷而下，充满了毁灭。望着这一招，苏寒眼眸有着一抹凝重，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之意。持着是渊剑，硬刚，抽剑，枪枪枪，剑气激荡，砰的声音响彻，苏寒的剑气犹如淬纸一样崩碎了开来，强大的猛虎虚影狠狠地撞击而下。后者脸色居然间变得难看了起来，随即身躯上遭受着重创，一大口鲜血喷出，连连倒飞了出去。不行，
现在自己实力想要挑战一个大境界，还是有些吃力的。苏寒阴沉无比，城主府的人满脸兴奋，有林小姐的妖孽高手在，这小子必死无疑。哼！曹南英冷笑道，望着苏寒的眼神带着嘲弄和不屑之意。杂碎，就你这样的蝼蚁，还敢挑衅凌霄殿？你的命都不够来还的。曹南满脸傲然，他盯着苏寒看，就像是在看蝼蚁一样。这就是大势力弟子拥有着优越性。苏寒闻言，眼眸闪烁着一丝凝重和寒意。现场众人看到苏寒伤痕累累的样子，都忍不住暗叹一句，看样子要结束了。曹南再度出手，狞笑道，这一招让你成为废人。轰隆，一拳而出，林海四重境界的气势瞬间飙射而出，磅礴而粘稠。苏寒持剑挥出，剑气飘荡，恐怖的声音撞击在一起，疯狂地炸裂了开来。苏寒大口的血水喷出，倒退了好几丈，他咬牙切齿，转身就纵身跃出。他就是在等着这家伙出手，借助着对方的力量离开。于倩俏脸阴沉，这杂碎要逃，混账东西，往哪里逃？曹南眼中寒光乍现，一抹狰狞自瞳底翻涌而起。他手掌一翻，一张漆黑如墨的符纸赫然浮现，边缘泛着幽暗的火纹。刹那间，他五指猛然下压，符纸应声碎裂，裂痕如蛛网蔓延，随即轰然炸开。一道漆黑如渊的火焰自碎符中咆哮而出，撕裂空气，携着灼魂之威，如怒龙般急扑而下。该死，这就是大势力的人。苏寒脸色登时难看，感受到了符纸的力量，他持着是渊剑胸前抵挡。砰！噗！剧痛传荡，苏寒面色显得极其难看，倒飞了好几步才稳住身体。浸染着血色的双眼死死地看着曹南和于倩，冷道，你们两人的脑袋我预定了。强忍着身体灵气的枯竭，进入了苍兰城外的大荒山内，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大荒山是苍兰城外的一座极其凶险的山脉，苏寒之前经常在大荒山内磨练自己，斩杀妖兽，所以直接进入自己熟悉的战场。现场众人脸色都是巨变。逃了！混账！暴怒的曹南眼眸阴冷，歇斯底里的怒吼道，狡猾的小子，竟然在我面前逃跑了，还敢威胁我们！可恶！于倩怒道，那小子受重伤，我们现在紧追应该来得及，而且竟然敢威胁我们，他死定了！他美眸翻涌着恨意。曹南双眼一冷，引气境的人给我出列，前往大荒山给我活捉那小子。此人现在受了重伤，恐怕连一名淬体境的蝼蚁都能够伤到他。是。像是城主府的人还有柳家的人脸色阴沉至极，立马起身。苏寒杀了城主，他们家主，这笔账两家自然是不可能当作没有发生。若是全盛时期的苏寒，他们自然是不敢招惹，但是现在苏寒已经重伤了。至于苏家的人，虽然愤怒苏寒的所作所为，但是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动作。入了大荒山后，苏寒双眼虚眯着，脸色显得极其阴沉。他猜测曹南几人一定会带人来这里捉他，但是大荒山之地，这里可是他的战场，游动于山脉内，大约过去了3个时辰。苏寒很快便发现了一株株药材，幸好还记得之前他在大荒山历练的时候发现的药田，当时自己不缺药材，所以就留下了，现在收割正好，药材都已经是彻底成熟了。唰！运转着神魔霸体诀，一刹那间将药田的药材吞噬得干干净净，约莫半个时辰。他的伤势也是逐渐复原。是，感受到伤势完好后，苏寒呼出了一口浊气，苍白的脸色也是逐渐浮现了红润之色。神魔霸体诀还真是逆天，炼化资源的速度要比寻常功法快太多了。不过他感受了一下，距离破境还差一些。那两人是来自凌霄殿的，这笔账我都会算在凌霄殿身上，不论你徐傲天和柳如烟身后有多少人，我都会宰了你们。苏寒眼眸冰冷，忽然间身后传来了闹腾的声音，找那个苏寒受了重伤，我们一定要为城主讨回公道，将其碎尸万段。说话的人声音很熟悉，苏寒冷漠，他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城主府大长老徐阔。苏寒眼眸愈发阴冷，当日他被城主府和柳家围杀，这徐阔可是首当其冲，大大的功劳呢。若不亲手斩杀这狗贼，何以平心中滔天之恨？苏寒，你在这？一人惊呼，刚要说话，活着不好吗？苏寒神色冷漠，挥出一拳，瞬间轰碎了说话男子的脑袋。神魔霸体诀将对方的血脉尽数吞噬干净，旋即将那剑搜刮，转身离去。唰！很快，苏寒离开了大荒山，大约1炷香时间，苏寒再度折回到了苍兰城。这凌霄殿的人智商看样子有限，就不知道我能够折回吗？回到苍兰城后，苏寒并没有看到曹南和于倩二人，想来还在大荒山搜寻他。苏寒，你怎么回来了？城主府这边有人脸色难看至极的说道，他们没有想到苏寒竟然回来了，
真是蠢货，大荒山可是我的战场啊，就凭他们也想要在大荒山找到我？开玩笑，他冷笑道。城主府的人脸色难看，刚要说话，苏寒拇指一顶，是渊剑瞬间一出，一瞬间对方脑袋瞬间被洞穿，鲜血溅洒。苍兰城众人惊呼，苏家这边人脸色简直是震惊无比。苏寒又绕回来了。苏寒，苏家现在缺少家主，就交给你了吧。二长老苏坤走来，看着苏寒居高临下的说道，那种感觉就像是施舍一样。一名名长老都是冷眼看向苏寒。苏家家主被你所杀，所以你得担责，但若是那凌霄殿的人找你麻烦的话，你就自愿将家主之位让位。不错，这是你欠我们的。一个个声音冷若冰寒，像是讨伐苏寒一样。苏寒冷冷地看着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只觉得恶心，冷道，苏家家主狗都不做，没事的话他是家主，有事的话就得让位出来，真把他当成随意摆弄的工具了。他怎么以前没有看出这苏家这么不要碧脸？什么？苏寒，你竟然如此放肆，以下犯上，竟然羞辱苏家家主之位，还不赶紧跪下来？我们是给你机会，你应该珍惜。一名黑衣长老怒道。四长老，他满脸扭曲，阴毒至极。还有，你必须告诉我们，你是如何恢复的？是不是得到了机缘？枪！噗！一剑封喉。四长老脸色巨变，脖子处涌现出大面积的血水，他五官惊变，双眼逐渐失去了焦急，彻底倒下。苏坤等人脸色骤然间巨变，满脸惊骇。那是四长老啊！苏寒，你疯了啊！苏艳艳率先打破沉寂，尖锐地吼道。他满脸恶毒。四长老也没有说什么，你身为苏家之人，理应分享机缘啊！苏寒毫无杂质地挥出了一巴掌。啪！苏艳艳惨叫一声，一张清秀的脸庞也是变得红肿了起来。艳艳！苏坤满脸惊骇。苏寒神色森然，旋即手掌再度挥出。砰！啊！随着一道低沉的炸裂声音响彻后，苏艳艳的丹田破碎了，她的气息犹如破碎的气球一样泄了开来。我的丹田，你废了我的丹田啊！苏艳艳满脸绝望，愤怒地看着苏寒吼道。苏寒冷道，现在我让你尝尝失去修为的滋味。苏艳艳绝望了，俏脸全是不甘和悔恨。苏坤满脸惊怒，他想要说什么，可忽然间迎面碰上苏寒那近似冷酷的目光后，心神狂颤，他不敢说了。苏寒现在对苏家完全是敌视的态度，他要是替艳艳说话，他不死也废了。苏家彻底完了。一个个苏家之人脸色难看，现在他们恨的是苏红父子俩，要不是他们苏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苍兰城众人见状都是忍不住冷笑了一声，这苏家人真是自己作死，逼走了这样一位天才。苏寒冷哼一声，也不在意苏家一众人的表情，直接进入了城主府中，随后将储藏室的资源直接一扫而空。城主府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他很快从城主府中走出，前往了柳家。柳家，混账！苏寒，这柳家的资源和你没有关系，滚啊！一名长老走了出来，当看到苏寒后，他脸色难看，身躯如筛糠，这个家伙怎么在这里？本想着趁着这场闹剧出现，他可以将柳家的资源尽数圈走，可是没有想到苏寒竟然出现了。柳家二长老，苏寒看着对方，二长老牙齿紧咬着，虎目全是血丝，找死！苏寒冷笑，按照之前我给柳家那么多资源，现在柳家储藏室的资源都应该是我的，你敢拦我，那么就去死吧！轰隆，强横的力量瞬间爆发，五指攥握。柳家二长老咬牙切齿，浑身气得发抖，目眦欲裂，同时五指攥握，直接和苏寒碰撞在一起。他相信苏寒受了重伤，即便他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诛杀对方。然而当他们碰撞那一刻，咔嚓，噗，啊，拳头化作血雾，一瞬间手臂直接骨刺炸裂开来，露出森森白骨。二长老脸色难看极点，像是吃了粉一样，他骇然地看着苏寒，难以置信。为什么？你不是？噗，没有回答二长老的话，直接一手将其脖子捏碎。苏寒满脸阴冷，神魔霸体诀催动，顷刻间将二长老的血脉精血蚕食得干干净净，转身来到储藏室，将资源尽数搜刮。柳如烟，你给予我的一切，我一定要加倍奉还，等着吧。他五官扭曲，双眼带着血丝出了柳家后，苏寒也没有多想，直接离开了。他没有选择再度前往大荒山，而是离开苍兰城外的一个区域，他经常去那里修炼。现在先提升实力，再解决那两个来自凌霄殿的家伙。苍兰城外，寻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直接将城主府以及柳家的储藏室资源祭出。望着面前的资源，苏寒笑容浓郁，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当即是将眼前的资源直接吞噬得干干净净。
诸多资源眨眼间在神魔霸体诀之下炼化得干干净净，数不尽的力量开始洗涤着全身，从骨骸间流淌，刹那间落在丹田中，于丹田内汇聚着磅礴的力量，向着四周开始不断修炼着。1个时辰，2个时辰，3个时辰，轰隆！时辰一到，苏寒的气息直接提升了开来，引气进5重，引气进6重，2个小境界，足矣了。苏寒感受到提升的境界后，不由开口道：自己身怀着混沌血脉，再加上神魔霸体诀，需要的资源极多，所以实力提升有些缓慢。但是不要紧，自己战力依旧是强的可怕。他冷道，眼球中闪烁着强烈的神光。苏寒，你果然在这里。突然间，外间传来一道粗狂的声音。苏寒淡漠地看了过去，唰！城主府大长老徐阔带着人走来，他眼眸闪烁着兴奋和激动之意。柳如烟曾经和我们说过，你最喜欢在这片区域修炼的。之前我们本想着在这里动手，但是这里距离苍兰城太近，容易出问题。那时若当机立断将你斩杀，也不至于落得今日这般局面。他声音阴沉无比，满是懊悔。徐阔真的好悔，当日没有杀掉苏寒。要是苏寒当时死了，现在一切太平。苏寒神色森然，浑身杀意滔天。柳如烟这个贱女人，还真是什么消息都愿意和城主府分享啊！哼！徐阔冷冷地说道：这次必杀了你。随后面孔狰狞到了极点，眼眸尽是杀意肆虐着，趁着我们去找你的空隙，将城主府的一切抢夺一空。好胆子，杂碎！今天我就彻底将你宰了！徐阔气息爆发，引气进9重境界，五指攥握，朝着苏寒轰出一拳。后者冷笑一声，同时五指攥握，和徐阔的拳头狠狠地碰撞在一起。顷刻间，撕裂声音响彻。啊！徐阔痛苦惨叫，面露难看之色，他的拳头破碎了。你！他双眼睁得溜圆，嘶声吼道：你不是遭受凌霄殿天才重伤了吗？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实力？而你现在的气息竟然丝毫没有紊乱。你恢复了。他声音颤抖，满脸惊恐。苏寒狞笑道：很失望吗？啊！徐阔神情有些惊慌失措。苏寒，我……唰！苏寒五指直接攥握住了徐阔的脖子，他森然地说道：徐阔，你当日废我丹田的时候，可想有这个时候？我……徐阔脸色难看，身躯如筛糠一样，满脸恐惧。哼，苏寒，你的丹田还是废了吧？你的血脉只有我家少主才配拥有着，这血脉我就替少主先抽了。脑海中响起了徐阔疯狂的笑声，尤其是那张森然的表情，至今还在脑海中无法磨灭，那种杀意近似实质般炽盛。徐阔瞳孔狂缩，怒吼道：你不能杀我，我少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连他老子都敢杀，你算什么玩意？下去等着吧，那徐傲天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们的。苏寒眼眸一抹狰狞，五指捏碎了徐阔的脖子，后者眼睛圆睁，睁得贼大，带着不甘和悔恨。哼！苏寒直接将徐阔丢了出去，像是丢垃圾一样，他目光看着跟随徐阔而来的一个个人影，他们的面色惊恐骇然。告诉我，凌霄殿那俩家伙去哪了？城主府二长老徐烨满脸绝望，他颤声道：苏寒，那两人和柳家大长老前往了苍兰城另一个方向，至于去哪了，他们没说。我都告诉您了，您可以放了老夫吗？大长老都不是对手，他更加不是对手了。呵！苏寒冷笑道：抽我血脉的时候你也在，冷眼旁观，说我的血脉本就属于你家少主，你说我会放了你？你不能杀我，我家少主是凌霄殿的真传啊！徐烨恐慌道，浑身在颤抖。砰！噗！苏寒冷冷道：放心，我会送你们家少主一同下去的。话音落下，一拳砸在了徐烨脑袋。二长老，城主府众人悲吼道：怎么会这样啊？杀！望着一群人，苏寒冷笑一声，一拳一掌直接断其性命。只是一刻钟时间，城主府的人瞬间便是被全灭。神魔霸体诀！轰隆！运转着神魔霸体诀，苏寒眨眼间便是将所有人的血脉精血便是蚕食得干干净净。混沌血脉的激荡，神魔霸体诀的恐怖不断肆虐着，铸就自身强大底蕴。清月女帝说过，自己的混沌血脉需要不断吞噬着至高血脉和混沌本源才能够得到提升。这血脉倒是好说，但是混沌本源从哪里寻找？苏寒不禁皱起了眉头。对于混沌本源这等资源，还是感觉到压力山大，想要寻找到这等资源，怕是不简单。混沌本源后面再想办法吧，也许前往东荒有办法。东荒所在的区域毕竟要比自己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大得多。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出声道：现在他最要紧的先去东荒，先加入一尊势力再说。当然凌霄殿是不可能想的。
既然徐傲天和柳如烟在凌霄殿地位那么高的话，自己前往凌霄殿必然会遭受各种的针对，对他很不利。想到这里，苏寒便是有了决断，看着地面上的尸体，旋即将他们所有人的内戒收下，眨眼间就离开了这里。凌霄殿的那2人和柳家大长老去了哪里？苏寒路过苍兰城，并没有见到人影，这表示那2人可能还在大荒山。他再度进入了大荒山，毕竟大荒山上有着道路是直达东荒的。苏寒，你在这里，找到你了，受伤了，今天就让我拿下你吧。一名男子阴冷地看着苏寒，带着无尽的杀意，体内灵气动荡着，猛地一拳悍然而来。呵，柳家3长老。苏寒忍不住发出了轻蔑的笑声。对于柳家3长老的出手，苏寒自然是不在意，他五指攥握，猛地便是和对方的拳头碰撞在一起，低沉的声音响彻，旋即彻底炸裂了开来。啊！柳家3长老面露痛苦之色，神色简直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面目狰狞到了极点。你不是受伤了吗？为什么？唰！只见苏寒一步跨出，瞬间五指扣住了柳家3长老的脖子。他冷然地看着对方，森然道：告诉我，凌霄殿那2人和你们柳家大长老去了哪里？柳家3长老目瞪欲裂，强大的窒息感令他脸都是变得酱紫色了。他们发现一处遗迹了。听到这里，苏寒的眼眸闪烁着金光，忍不住惊声道：遗迹？哪里？指个方向。柳家3长老颤抖着指向远处，指尖微微发颤，仿佛那方向藏着无尽的恐惧，声音骤然撕裂了寂静，带着难以掩饰的惊惶。苏寒，放了我，我发誓从此绝不与你为敌，好不好？求你。话语断续，如风中残烛，满是哀求，夹杂着深入骨髓的畏惧。而他心中最悔恨的正是当日抽取苏寒血脉之时，为何未曾斩草除根。苏寒冷笑，当日他可是求放过的，但是城主府和柳家司毫不在意他的求饶。咔嚓，没有说话。苏寒直接捏碎了对方的脖子，运转着神魔霸体诀，直接将3长老的力量直接吞噬的感觉。旋即拿走柳家3长老的那剑后，苏寒便是目视前方。遗迹会是什么遗迹？大荒山这山脉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所以山内出现遗迹倒是很正常。去看看，自然是不可能让你们2人先行拿到机缘。他冷笑了一声说道：有遗迹必然是有机缘，苏寒自然是不可能当作没有听见。若是能够在前往东荒前实力达到引气境巅峰，那更好。唰，苏寒没有犹豫，直接一步迈出，瞬间化作了一道流光，消失在了这片区域大约1个时辰。苏寒很快便是找到了遗迹之地，附近不少人簇拥在这里，好像是都被挡在了遗迹外。他向着遗迹之地进入，但很快便是被人拦截下了。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冷光：你是什么人？这遗迹之地和你没有关系，赶紧滚远点。一名白衣男子看到苏寒出现的时候，直接摆了摆手道：大哥不能这样啊，这小子多年轻，可以当我们俘虏啊，这样就让他离开太浪费了吧，我们佣兵团需要的人太多了。说话的是一名尖嘴猴腮的男子，小眼睛转动着，看着苏寒的眼神像是看猎物一样。苏寒，遗迹周围不少人看向苏寒的眼神都是带着怜悯，被这些天杀的佣兵团盯上，那就完了。唉，白衣男子笑道：那这样，此人就收编你那边了。行啊，大哥，这小子我会好好调教的。尖嘴猴腮男子阴冷笑道：小子哪里不好转，偏偏跑这里，这不是正好被我们佣兵团抓走做壮丁吗？赶紧和我走。他手掌便是落在了苏寒的肩膀上，后者森然一笑，旋即苏寒的手瞬间扣住了尖嘴猴腮男子的手臂上，随着一道清脆的声音响彻，咔咔声音作响，尖嘴猴腮男子手臂直接碎裂了，鲜血喷溅，骨刺碎裂。啊！苏寒随意踢了一脚，尖嘴猴腮男子直接扑通一声倒在了地面上，他狰狞地看着苏寒，带着不敢相信，就这么当场气绝身亡。什么？看到这一幕的白衣男子脸色一下子惊骇了起来。尖嘴猴腮男子的实力多强他很清楚，已经是半只脚迈入灵海境了，这小子可是轮不到他想太多。苏寒便是已经挥拳而来，仿佛像是一头暴躁的怒猿在嘶吼着，恐怖的凶威更是令得他灵海境都是感受到了莫名的惊恐。这是什么攻击啊？白衣男子只感觉到恐怖的凶威瞬间碾压向自己。砰！还未等到他做出反应，苏寒便是已经是欺身而至，直接一拳袭来。关键时刻，白衣男子怒吼一声，双臂探出，必须挡下。但随着爆响声音响彻，恐怖的痛楚瞬间炸裂了开来，席卷全身，白衣男子直接飞射了出去，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他张口便是一口鲜血喷出。白衣男子惊骇莫名，他可是灵海境啊！眼前这个少年的实力只是引气境，
但是对方的攻击自己竟然丝毫挡不下。呵呵，这一计不是你们佣兵团的，还想要拦我，更是妄想的想要将我当成俘虏。怎么想的？他冷然地看着白衣男子。白衣男子无比惊恐，此刻他恨死方才的尖嘴猴腮男子，若不是他的话，他们怎么会招惹这个妖孽？请听我辩解。噗，他声音还未说完话，苏寒便是一拳打爆了对方的脑袋，将二人的血脉精血吞噬干净后，取出两人的那戒。魂力探索期间，便是感受到了这二人那戒中的资源，总算是像个样子了。那戒内的东西还是能够看的。他冷笑道。遗迹周围不少人见到苏寒展现的力量后，都是有些瑟瑟发抖。那少年谁啊？竟然一拳击败了佣兵团的灵海境高手？不认识？难不成是东荒的天骄？极有可能，只有东荒的天骄才是身怀着各种的体质血脉的妖孽啊！不少人看向苏寒的眼神带着惊恐和敬畏。不过看到佣兵团的人被杀，一些人也是非常解气。这些天杀的佣兵团不久前便是闯入他们的城池，将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抓走当俘虏。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见到苏寒杀了这佣兵团的两人，自然是兴奋。苏寒，你竟然来到这里了！苏寒朝着遗迹内走去，忽然间一道声音响彻开来，他抬眸看去，闪烁着森然之意，赫然是柳家的人。而柳家的人看到苏寒走来的时候，内心顿时慌的一批。我劝你最好不要靠近这里，凌霄殿的妖孽可都在这里呢，你若是想死的话，就别怪我了。现在我可是给你机会呢。即便是知道苏寒可能重伤，但是面对着此刻的苏寒，他依旧是感受到了无尽的压迫。你柳家长老剩的不多了，武长老，我请你上路。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什么？混蛋，气煞我也！苏寒，你太嚣张了！混蛋！武长老已经是气得浑身发抖了，尤其是听到苏寒的话后，他更是磨牙凿齿，直接踏步而出，双爪狠狠地落下，撕裂着空间寰宇。噗！当他垂落双掌时，苏寒直接一拳而至，和对方双爪撞击，强横的灵气激荡着，使得空间都是炸裂了开来。柳家的武长老一声闷哼，躯体狂颤，便是直接狠狠地砸在地面上。浩强，你的实力又提升了，而且你的伤势恢复了。看到苏寒缓步走来，武长老感觉天塌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苏寒的实力会如此变态。悔恨，强大的悔恨于心底蔓延着，内心咒骂柳泉一家三口，要不是他们选择城主府，怎么会惹来苏寒这样的妖孽？而且就算是你们抽走苏寒的血脉，难道就不能将其杀了？不杀了，留着串亲戚不成？一群猪队友！苏寒，我绝对没有和你为敌的打算，这都是柳泉和陈兰他们决定的，我们无法阻止，求你饶了！砰！噗！苏寒压根不想听这柳家武长老的话，直接一拳打爆对方的脑袋。无头尸体出现，那戒取下，吞噬其身上的力量后，苏寒望着远处遗迹的洞口，那曹南还有于倩就在里面，除了他们二人，那柳家大长老也在吧？苏寒冷道，便是独自一人踏入眼前的洞窟，怪不得这一记他之前没有发现，因为此地属于比较偏的地方，之前并没有踏足此地。遗迹深处，一座掩盖区域，砰！噗！一个中年直接张口，鲜血喷溅到飞地面上，他双眼惊骇欲绝地看着眼前几人。不要，不要！那东西我不要了，求你死吧！中年惊恐无比，还未说完话，只见在他面前的青年神色淡然，唇角挂着狰狞的笑容，一掌击穿他的脖子，噗！鲜血爆出，如喷泉一样。男子捂着脖子，绝望倒下。那青年赫然便是曹南，在他身边则是于倩。曹南手上有着一株血红色的六瓣花，区佣兵团的蝼蚁也想和本少抢东西。这血灵花可是天材地宝啊，2品中级药材，若是炼化还能提升1-2个境界呢。望着手中的血灵花，他唇角挂着一抹冷然的弧度，还真是惊喜啊！这个世界上的药材还有丹药划分为1至9品，每一品则是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曹南没有想到我们来到这里还有这样的惊喜啊！于倩眼眸也是灼灼，除了这血灵花外，还找到了不少灵石。曹南心满意足。还有徐师兄和柳师姐那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我会更惊喜的。忽然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牙齿紧咬着，若是找不到苏寒的话，我们根本回去交不了差，即便是有我哥在的话，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听到曹南的话，于倩脸色阴沉至极，他看着身边的人怒道，那小子能逃到哪里去？柳家大长老柳阳。柳阳脸色极其难看，扭曲着脸庞，我们该找的地方都找了，都没有他的身影，一群废物的东西。
曹南怒不可遏，满是阴沉。找谁呢？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曹南几人眸子一缩，旋即看着洞窟后方，当看到出现在场的苏寒时，一个个脸色都是极其惊喜。哈哈，小子你既然逃走了，为什么不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反倒是过来送死？看到苏寒的时候，曹南满脸兴奋，一张俊朗的脸上全是狰狞和阴冷之意。苏寒耸了耸肩，我是来送你一程的。哈哈，曹南狂笑了起来，一双眼睛丝毫不掩饰其中的讽刺之意。才几个时辰没有见，你小子的口气竟然长了不少。本来还在想着如何交差，你既然出来了，那么将你四肢砍掉，化作人质带回凌霄殿。现在我看你如何逃得了。望着苏寒，曹南的眼眸闪烁着极致的寒光，满是兴奋。看着苏寒，曹南满脸兴奋，他可是灵海境4重巅峰境界，这杂碎胆敢出现在他面前，这不是找死吗？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竟然送上门来了。苏寒冷冷一笑，眼眸闪烁着一抹蔑视。这一抹蔑视的目光被曹南看得清清楚楚，一张俊朗的脸庞都是显得有些扭曲，怒气喷涌，嘶吼到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现在我就彻底打废你。猛虎拳。说完话，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直接祭出了强横的拳印，就像是一头挣脱枷锁的猛虎一样，发出了狰狞的吼声。玄阶高级武技，这是他施展猛虎爪的升级招式。这等级别的武技放眼着穷乡僻壤中，那就是王炸级别的招数。这小子如何挡？他仿佛已经看到苏寒哭得跪地求饶的样子了。苏寒眸子闪烁着一抹森然，拳头瞬间攥握着，骨骼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八荒震天拳，清月女帝教他的一门武技，据说没有品阶划分，你的实力越强，这八荒震天拳的级别就越强。拳拳碰撞，砰！苏寒的拳头顷刻间轰碎了曹南的拳头，一瞬间骨骼碎裂，鲜血喷溅，炸裂了开来。痛苦的惨叫声音响彻，曹南噔噔噔地倒退了好几步，他眼眸猩红，疯狂怒吼：怎么可能？他竟然不敌！耻辱！天大的耻辱啊！穷乡僻壤之地竟然受了伤，这小子他绝对不原谅。为什么？像是柳阳还有着于倩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他们的眼神带着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寒，充满了震惊。苏寒的伤势恢复了，而且他的实力还变强了，怎么会这样？忽然柳阳声音尖锐，充满了惊悚。可恶，但就算是破境了，可还是引气境啊，而曹南的境界可是灵海境4重，比苏寒的境界更强，怎么会这样？于倩的俏脸相当难看，玉手紧握着。混蛋！曹南面色惨白，满脸扭曲，双眼带着恨意和愤恨，碎裂的拳头处不断滴淌着鲜血，看上去极其凄惨。现在可以去死了吗？苏寒冷道。不，苏寒，你不能杀我，我乃是东方曹家的人，千年世家啊，还有我哥可是特殊体质的妖孽啊，现在就在凌霄殿，同样是真传。你若是敢对我出手，你死定了，绝对会死得很惨。曹南就像是一条死狗一样爬在地上，看着苏寒怒吼地说道。特殊体质。苏寒听到曹南的话后，眼眸一闪，清月女帝告诉他了，想要混沌血脉更强，必须吞炼至强血脉。这曹南的哥哥是特殊体质，炼化起来不正是混沌血脉需要的资源吗？混沌本源现在难以寻找，但是这特殊体质的血脉不难找啊。他眼睛一亮，现在倒是很期待这曹南的哥哥找他麻烦。对，我哥曹东可是身怀着赤焰五体5品初级血脉，你若是敢对我下杀手，我哥还有曹家就算是挖地3尺也要将你杀了。似乎感觉到苏寒的不对劲，曹南满脸扭曲阴冷的笑道，他的脸上挂着残忍的笑容。苏寒，你还是赶紧认输吧，你斗不过我们的。徐师兄和柳师姐可都是凌霄殿的真传，深受高层他们的喜爱。于倩眼眸怨毒地看着苏寒，娇躯颤抖，他非常恼怒，一个来自边陲地方的蝼蚁竟然会将他们逼到这种田地，实在是该死，嫉妒。苏寒，你还不赶紧跪下来磕头认错，这都是东荒的妖孽啊。柳阳走来，面目狰狞地看着苏寒，厉声道，如烟可是凌霄殿真传弟子，他和徐家少主可是才是真爱，现在可不是你无理取闹的时候，还不赶紧跪下来认错，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他脸色阴冷，看着苏寒，眼眸愈发阴森。枪！忽然间，苏寒直接抽出一剑，噗！柳阳脑袋瞬间飞射了出去，鲜血喷溅，柳阳的双眼带着惊恐，还有着不甘。巴巴的，不知道下去陪你们柳家家主啊。苏寒淡淡的睨了眼柳阳的尸体，眼眸闪烁着不屑之意。看着苏寒的出手，曹南和于倩二人怕了，浑身在颤抖，一股寒意瞬间冲向天灵盖。苏寒，你真的不能对我们出手，你要是出手的话，一定会死得很惨。
天涯海角，没有人就得了你。曹南看着苏寒的眼神带着恨意和厉色，这血灵花还有那剑你可以拿走，但是枪。曹南话音未落，枪。苏寒冷笑一声，直接握着石渊剑顷刻间顶在了曹南眉心处，后者瞳孔收缩，不，噗！下一刹，眉心洞穿。曹南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寒，他怎么敢杀自己啊？自己可是曹家的人，你一定会死得很惨，老子在下面等着你。随着咒骂声音落下，曹南直接倒在了地面上，气绝身亡。混蛋，你竟然杀了曹南，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于倩俏脸扭曲，眼眸恐慌，狠狠地看着苏寒。后者冷笑，直接一拳砸出，打在了于倩的面门上，瞬间脑袋崩碎，鲜血喷溅。呵，苏寒默然，即便是自己不杀他们，他们也会对自己打击报复的，所以他真的不在意。他本就是一个人，光脚不怕穿鞋的，管你千年世家还是万年世家，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催动着神魔霸体诀，苏寒加持着混沌血脉，一股强横的吞噬力便是油然而生，将几人的精血吞噬干干净净。神魔霸体诀极其强横，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淬炼肉身，凝练神魔战骨，铸就神魔之力，足以横压所有。混沌鼎给予的功法，那绝对是无敌的。随后，苏寒手中握着血灵花，眼眸闪烁着一抹惊喜，这可是一株2品中级。然后魂力探索曹南和于倩的那界中，灵石都是下品的，当然也有不少中品的。这些资源足够自己踏入引气境巅峰了。苏寒脸色显得极其惊喜，不过这片遗迹就只有这些吗？他刚来也不确定曹南他们都没有搜刮遗迹的全部，先扫扫看，也许这曹南几人眼大漏神也说不定。苏寒沉吟片刻，便是决定自己再搜刮一下眼前的遗迹。他现在体质惊人，感知力更是超凡脱俗，寻找资源可比曹南几个小瘪三厉害多了。他深入大约1个时辰后，苏寒皱眉，确实是没有东西了，正准备转头的，忽然间脚下一顿，他眉头紧皱着，锁定着不远处，那是在他的眼瞳深处闪烁着无比兴奋之意。他猛地转身踏入了眼前的洞窟，在这洞窟一侧有着一具妖兽骨骸，看上去有些年代了，但是凭借着苏寒的超强感知力，能够感受到这妖兽骨骸中还存在着本源，这表示这妖兽骨骸还能用，可以炼化。苏寒心中狂喜难抑，目光淡淡扫过曹南、于倩几人的尸体，眼底深处却掩不住一丝轻蔑。这么好的东西，这几个人都没有看到，还千年世家，我看像是千年王八。苏寒没有多余的话，直接将妖兽尸骸丢入了混沌鼎内。他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先离开这片遗迹。苏寒缓步走出了洞窟中，便是看到了一个个佣兵团的人，他们如临大敌。苏寒唇角挂着一抹灿烂的笑容，想要动手。眼前一名中年身穿着黑衣甲胄，他当即摇头道：不，我们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苏寒笑道：别不好意思了，你看看地面上那几人的尸体，就是我杀的，他们不是你们佣兵团的人吗？望着地上那2具身着白衣的尸体，甲胄中年身躯微微一颤，眼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他当即摇头，语气中带着几分愤恨与释然。公子，这2人原是我佣兵团的叛徒，背信弃义，竟敢私通团长夫人，我们一路追杀至此，却没料到他们竟已横死于此，真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苏寒，佣兵团众人。片刻后，苏寒唇角微扬，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目光轻缓地落在那中年脸上。既然我替你们铲除了叛徒，也算是为贵团除去一患，不知可有酬谢？自然。甲胄中年连忙应声，语气中带着几分恭敬与讨好。话音未落，他小心翼翼地自怀中取出一枚古朴那剑，双手奉上。苏寒将那剑拿走，便是直接离去了。老大，他们玩大嫂了。一个小弟好奇地看着中年。砰！甲胄男子抬手一记耳光，凌厉如刀，狠狠甩在那小弟脸上。小弟顿时眼前一黑，整个人踉跄后退，半边脸颊火辣辣的肿起，脑子嗡嗡作响，几乎失神。你们的眼睛是瞎了吗？没看见那人究竟多大年纪？他怒声呵斥，声音如雷滚过，震得众人耳膜发颤。那般年纪，竟已是引气境，却轻而易举斩杀灵海境修士，这等天赋，这等手段，你们还认为是我们这等佣兵团能招惹的？他目光如炬，扫视众人，语气中透出深深的忌惮与懊悔。跟了我这么久，连这点眼力都没有，连谁该敬谁该避都分不清。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却更显沉重。那人绝非寻常之辈，我们若真惹上他，他缓缓闭眼，一字一顿如寒冰坠地，整个佣兵团怕是会被连根拔起，
血洗一空。还有这一段时间，千万不要惹事，最近这边区域不太平，老子方才听说苍兰城的3大家族那边发生了大事，城主府还有柳家的人都被屠杀得干干净净。男子忌惮地说道。众人脸色骤变，明白。甲胄中年望着苏寒的背影，眼中有着敬畏，当然没用任何想要报复的冲动。现在我们进去一祭吧，也许人家会剩点什么给我们。众人点头。大荒山，一座高峰，苏寒直接进入了混沌鼎中，望着混沌鼎内浮现着妖兽尸骸，再加上佣兵团给他的那剑，这些资源足够了。还有血灵花，血灵花可以淬炼血脉，还是2品中级药材，在外面这等价值的药材最少都是需要10万灵晶。灵石划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苏寒不再犹豫，运转着神魔霸体诀，顷刻间各种的资源种种的在他体内炼化，再加上眼前妖兽血脉，他感受到骨骼的颤抖、崩裂、裂变，丹田内种种力量汇聚相融，恐怖的气息如潮水般涌动着，顷刻间向着身躯迸发开来。只是数个时辰，苏寒便是有了提升境界的感觉。吃了，气息骤然间凝聚，直接递升，引气境7重，引气境8重，引气境9重，直接提升了3个境界。随后活动了一下身躯筋骨，只听到咔咔的声音响彻，犹如闷雷一样。感受到体内充沛的灵气，苏寒满脸兴奋。以他现在引气境巅峰的境界，面对着灵海境的修士不惧怕。当然灵海境后期还需要研究一下，而且他现在确实是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走吧。苏寒直接从混沌鼎内走了出来，享受着外界的空气，不由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就前往东荒。东荒属于天元大陆开疆拓土极为重要的一个板块，地大物博，能够产生各大天材地宝。就像是在东荒中经常出现的魔人族，都想要先从东荒这边入手，占据人族的这个板块，然后再一点点地夺舍其他区域。他沉声道。在他的记忆中，东荒中有着4大势力最为顶尖，凌霄殿位列于顶级势力，宗内高手如云，自己现在只能前往其他3大势力。若是加入凌霄殿，刚进入人家的地盘，恐怕就被直接灭了。至于去哪里，苏寒还未想好。凌霄殿、灵剑宗、太虚门以及天元府，这些都是东荒最顶尖的势力，那就去灵剑宗，自己毕竟是修剑的，这灵剑宗倒是很适合去看看。苏寒淡笑道，说着便是朝着东荒的方向踏步而出。此时凌霄殿，唰，只见一座闭关室内，一名身材修长的青年缓步走出，他双眼闪烁着金光，身躯上的气血沸腾。徐傲天，傲天哥，你出关了，你现在的实力。一名身穿绿裙的少女靠前，长发如瀑，玉容精致，看着青年满是惊喜和倾慕。已经是通脉境巅峰了，再有一段时间，我必然可以踏入万象境。徐傲天傲然道。苏寒那杂碎的血脉还真是逆天啊，让我的血脉更加畅通。柳如烟笑道。那等血脉本来就是在等你呢。哈哈，说得好，我徐傲天命格不凡，注定会成为东荒最妖孽不俗的天骄，而且就连这凌霄殿的圣子我都要争一争。徐傲天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和野心。我相信你能成的。柳如烟笑道，笑容温润。唰，就在此时，一名黑衣老者缓步走下，他眉头紧皱，脸色有些不好看。师尊，不需要来恭喜我，我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徐傲天淡淡一笑，他认为师尊是来恭喜他的。老者正是凌霄殿大长老，也是他2人的师尊。对方看了2人一眼，沉吟了一下，道：有件事情和你们说。2人脸色微变，看到大长老的神色，不由一愣，内心忽然间涌现出一个不好的感觉。什么是师尊？徐傲天道。大长老睨了眼2人，叹了口气道：你们2家出事了。徐傲天、柳如烟2人脸色一变。出了什么事？徐傲天先是一愣，旋即露出了焦急的神色道：师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安排曹南和于倩2人前往了苍兰城吗？他2人在，我们2家怎么会出事？柳如烟俏脸也是变得苍白莫名了开来，心脏微微一紧。当听到2家出事时，第一个脑海中想到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寒。大长老叹息道：曹南和于倩2人的命被碎裂了，本长老已经找人调查了，徐家和柳家除了一些老弱病残外，像是你们父母，一众家族高层全都死了。什么？徐傲天还有着柳如烟脸色陡然间一变，感觉天塌了。听说杀人者是一名叫做苏寒达道少年。大长老继续说道：果然是他。柳如烟心神一颤，俏脸陡然间变得苍白了起来，紧握着拳头都是有些发白。他紧咬着贝齿，内心无能狂怒。为什么他还活着，竟然还能杀了曹南和于倩2人？曹南灵海境4重啊，
那苏寒能修炼了，明明丹田都碎了，血脉都被抽了，他怎么再度重新入武道？苏寒，徐傲天目眦欲裂，脸庞上逐渐扭曲了开来，浑身通脉劲的气势疯狂肆虐了起来。之前我饶了你一条狗命，你竟然敢杀我父，我一定要宰了你！轰隆，随着他愤怒的声音响彻，徐傲天身躯上的气息再度爆发开来。大长老深深地看着徐傲天，虽然他从外来消息得知，徐傲天是因为抽走了他人的血脉，将血脉融合提升到了5品高级，甚至隐隐约约的有着踏入6品血脉之势，但那些事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徐傲天是他弟子。傲天，你现在修炼关键，不要因为外界的事情而让你被仇恨蒙蔽双眼，我希望你能够化仇恨为动力。这一门功法给你。他从怀里取出一本泛黄的功法，徐傲天接过，金刚炼体功。这，他看着老者，后者笑道，这金刚炼体功是为师在年轻时一座秘境寻到的，据说此功法应该是达到天阶了，若是配合着你的苍灵血脉，极有可能将血脉引入6品，甚至可能淬炼出苍灵王体，亦或者是苍灵霸体，都是足以让你在东荒这片区域无敌的。闻言的徐傲天眼眸闪烁着兴奋，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师尊，我会加倍修炼的。好，再过一段时间东荒会有大动静，对你们来说很重要。明白。徐傲天眼眸闪烁着金光，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就打不扰你了，好生修炼，不要辜负为师的期待。大长老淡淡的说道。明白。徐傲天点头，旋即微微欠身，恭送师尊。柳如烟也是欠身，空间一闪，大长老便是消失原地了。柳如烟俏脸惨白如纸，看着徐傲天道，傲天哥，苏寒这是要找我们报复吧？语气微颤，眼眸带着惊悚和恐惧。徐傲天眼眸闪烁着一抹阴冷之意，狰狞的脸庞像是被挤压了一样似的。哼，血脉在我身上，这小子就算是可以重修，难道能够强过我不成？待我将师尊这功法修炼，这东荒我徐傲天将是无敌的。苍灵王体一出，水雨争锋，杀我们家人，他必死。说着，他的脸庞上闪烁着一抹阴沉和算计。他肯定会来东荒的，我们等着就是了。如烟，稍后我去闭关，你立刻把曹南的死告诉曹东去。曹家毕竟是东荒大家族，他们有的是办法找到苏寒的。同样将这个事情告诉我徐家主家那边，有他们2家出手，苏寒插翅难逃。我明白。柳如烟俏脸也是扭曲了起来，眼眸尽是怨毒之意，他的气息震荡，竟然也是达到了通脉境。他不允许被他抛弃的苏寒再度崛起，旋即扭动着身躯，直接离去，杀意沸腾。徐傲天双眼阴翳道，之前炼化苏寒血脉时间太急促了，若是这次能够得到苏寒的心脉精血，说不定我的血脉将会提升到6品。阴冷的眼眸深处满是狂热和野心，应该再有几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东荒了。此时大荒山中，苏寒看着远处，不由得轻轻一笑地说道，咻咻咻。就在此时，数道耀眼的神光激荡开来，紧接着一棵棵大树瞬间崩塌了开来，直直地朝着苏寒倒下。后者脸色微变，直接连连暴退。他皱了皱眉，连忙倒退了10几步，先躲在一处草丛内。只见虚空上一男一女凌空飞翔，他们手持长剑，不断朝着对方劈出凌厉的剑气。刹那间，刀光剑影不断闪烁着，交织着，四周树木、岩石峭壁都被二人劈出的剑气震得4分5裂。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的光芒，这种级别的战斗，这二人的实力应该都是超越了灵海境，甚至达到了通脉境巅峰。那女子如神女一般，仙姿飘渺，美得令人窒息，穿着一袭白色的衣裙，一双冰冷的美眸仿佛像是傲视苍穹一样。哼，裴秋雪，你是不是感觉到身体奇痒难忍？白衣女子对面那说话的青年神色一抹阴冷，唇角挂着一抹森然的笑容。云鸿飞，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究竟下了什么毒？裴秋雪眼神中闪烁着一抹慌乱，那绝世容颜上竟然有着一抹迷人的红晕。哈哈，别担心啊，裴秋雪，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就是阴阳合欢散，解药也很简单，我就可以当做你的解药。云鸿飞眼眸闪烁着一抹贪婪之意，锁定着裴秋雪。你的身子，老子早就想要品尝了。桀桀的看着裴秋雪，云鸿飞更是兴奋，尤其是看着裴秋雪绝美的眼眸都是变得娇媚了起来，更是让他饥渴难耐。裴秋雪没人就得了你，只有我。云鸿飞狞笑道。看着裴秋雪越来越虚弱，云鸿飞笑容更是森然，直接准备强行将裴秋雪带走。就在慌乱时，裴秋雪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之意，只见他右手猛地一挥，一道凌厉至极的掌印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胸腔上。云鸿飞脸色惨白，逆血喷出，他满脸狰狞扭曲，发出了痛苦的吼声。
贱人，你该死！大意了。没想到这女人还有战斗达到实力，他愤怒无比，双眼猩红如血。受了裴秋雪一击，云鸿飞脸色显得极其不好看。他想要再动手，却发现五脏似乎都要裂开了。他凝然道：贱人，哼，老子不和你玩了。继续留下来，这个疯女人的力量指不定会祭出何等疯狂的攻击。虽然很想平常裴秋月，但也得有命偿啊。裴秋雪，你中了阴阳合欢散，要是没有男人和你双修的话，你必死无疑。云鸿飞狂笑，负伤离去，眼眸有些不甘。哪里走？裴秋雪身形一动，正欲追去，却忽然胸口一闷，一股灼热翻涌而上，鲜血自唇边喷溅而出，整个人如断线纸鸢般重重跌落在地。裴秋月喘息未定，意识尚在恍惚之间，看到正在躲在草丛的苏寒。刹那间，他眸光微闪，眼底掠过一丝异样的亮色。不好！苏寒心神一紧，那眼神，那近乎痴迷又带着炽烈渴求的目光，他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清月女帝与他双修之时便是这般神情？完了，有男人！裴秋雪声音微颤，带着压抑已久的悸动与失控的欲望，低语如呢喃，却又透着不容抗拒的决绝。就你了！话音未落，他体内那股被强行压制的阴阳合欢散终于彻底爆发，一股无形却霸道的力量骤然席卷而出，瞬间将苏寒禁锢在原地，动弹不得。该死！苏寒脸色极其难看，他不断试图将这禁锢他身上的力量轰碎，但是根本没有办法。眼前这女子太强了。裴秋月看着苏寒，眼眸灼热，衣袂纷飞，素白长袍如雪片般滑落。她肌肤胜雪，细腻如脂，宛若上等羊脂玉雕琢而成，一双玉腿修长匀称，毫无瑕疵，在微光下泛着淡淡柔光。便宜你了！他步步逼近，看着苏寒，红唇微起，带着滚烫的呼吸，毫不迟疑地附了上来。苏寒瞳孔骤缩，脑中一片空白，他怔怔望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心头只剩下一个念头：又被强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苏寒缓缓睁开双眼，他捂着腰，有些无奈，自己这身体还没有养好，这又被女人强上了。视线落在地面上那一抹刺目的猩红，宛如雪地里绽开的寒梅，灼得他心头一颤。而此时身边哪里还有裴秋雪的身影，看着自己还是衣不蔽体。他轻叹一声，从那戒中取出一袭衣袍，低头时瞥见肩臂间新添的道道抓痕，深浅交错，泛着微红的血痕，他不由地无语了起来。这女人一旦动情，怎地总爱这般抓人？旧伤未愈，新痕又添。这是……忽然间，苏寒便是看着地面上有着一个令牌，灵剑令。望着灵剑令，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苏寒捡起，现在宗门招收弟子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但你持此令牌，可直接进入灵剑宗。纸条后面3个字留着名字：裴秋月。苏寒，招收弟子时间过了。苏寒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不过稀里糊涂的竟然得到了一枚灵剑令，持着这个灵剑令便是可以前往灵剑宗，和他来时所想去的宗门是一样的。而那裴秋月竟然一下子便是看出来，他是要前往东荒加入大势力。苏寒笑了笑，便是直接离去。而在不远处一座山头上，苏寒并没有发现一道倩影凌厉在那里，而那女子赫然是裴秋月。没有想到本小姐守身如玉这么多年，今天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给了这小子。不过裴秋月似有感受，一双眼眸闪烁着金光。和这小子双修，我的伤势倒是恢复了，而且境界还隐隐约约的有着提升之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哼！随后裴秋月一双眼眸似喷火一样，贝齿紧咬着。云鸿飞这笔账我们算是结下来了。不过裴秋月的目光再次落在苏寒的背影上，唇角悄然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声音轻如耳语，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冷意。既然成了本圣女的男人，若你太过不堪，可别怪本圣女亲手将你阉了。一天后，苏寒便是走出了大荒山，望着眼前东荒之地，双眼闪烁着金光。一座座雄城巍然矗立，宛如巨龙盘踞，一座座大山连绵起伏，直插云霄。这就是东荒。感受到东荒的恢宏，苏寒满脸兴奋，眼眸闪烁着激动光芒。想要提升实力，只有在这东荒才能获得各种的资源。先去灵剑宗。沉吟一声后，苏寒便是淡淡的说道。寻找周边的一座城池，询问了一下灵剑宗的位置后，苏寒便是直接前往。大约1天后，终于是来到了灵剑宗。灵剑宗山门恢宏壮阔，巍然耸立于云海之间，四周山脉起伏奔腾，宛如一条怒龙自大的昂首腾空，气势磅礴，直冲九霄。苏寒没有犹豫，便是登上了山门，很快便是来到了灵剑宗门外。一名弟子皱眉看着苏寒，满脸淡然。
傲气十足地说道。林建宗10天前招收弟子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想要下次考核，就得等明年了。苏寒沉默，果然是结束了。苏寒很清楚，东荒这些大势力1年只有1次考核机会，错过了就得等第2年。这个，苏寒取出一枚灵剑令给了对方看。啊，灵剑令！望着苏寒手中取出的灵剑令，眼前高傲的弟子顿时收敛了起来，一脸敬畏地说道：“原来阁下是持有灵剑令啊！”因为他很清楚，能够得到灵剑令地，无不是妖孽之才，亦或者是有身份的人物，可不是他们这些守山弟子可以得罪的。当看到灵剑宗上面的标识后，是一朵雪花，对方的脸色更是惊悚。这灵剑令竟然是圣女发出去的，他看着苏寒的眼神更是无比震惊。圣女几乎没有发放灵剑令，但是今天竟然出现了一枚，眼前这人竟是圣女看中的人。公子，随我进入灵剑宗登记一下便可以了。灵剑宗弟子谄媚一笑地说道，能够认识圣女殿下，这表示眼前的少年绝不是他们守山弟子可以得罪的。好，苏寒点头，他和面前青年进入了灵剑宗，一座座起伏的楼阁贯穿天地，灵剑宗内涌动着一座座阵法飘荡着，令人震惊。随着2人前往登记处，苏寒也知道眼前青年的名字叫做李岩。李岩很是恭敬地带着苏寒进入了灵剑宗，入宗之后便是带来了一座阁楼之地，这里便是灵剑宗新人弟子登记的地方。登记长老看了眼苏寒，便是询问了一下年纪、年龄和其他的信息后，给了苏寒外门弟子的身份。登记结束之后，登记长老便是给苏寒发放了徽章，这徽章便是象征着外门弟子的身份。做完一切之后，2人便是离去。李岩看着苏寒恭喜道：“恭喜你苏兄，顺利成为了灵剑宗弟子。苏兄，我现在就带你前往新人宿舍住处。”苏寒点头，多谢。说着他便是跟着李岩离去，很快将苏寒送到了新人宿舍区，便是离开了。苏寒眼眸一闪，便是进入了自己的宿舍。进入宿舍后便是盘在床铺上，神色冷淡。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在灵剑宗中修行，他现在实力还不够，想要前往凌霄殿杀徐傲天和柳如烟，无疑是痴人做梦。先提升实力再说。在宿舍内修炼了1天时间后，苏寒精神大振，境界也是彻底稳固了开来。没多久，他的宿舍门外便是传来了粗暴的敲门声音。新来的出来。没多久，外面便传来傲然的声音。苏寒神色冷漠，不用多想，也知道是来找麻烦的。他冷冷一笑，起身离开了宿舍。在他门外站着3个人，一名身穿蓝色衣袍的青年上下打量着苏寒，唇角挂着冷冷的笑意。灵剑宗考核的时间已经结束很久了，而你竟还能在考核结束后入灵剑宗，想来是走后门的吧？他环抱着双手，眼眸闪烁着审视的光芒。宗门的风气就是被你们这些走后门的破坏了。是杨顺。宿舍区众人都被这吵闹声音影响到了，纷纷出来观望。有人眼眸一凝，看到苏寒面前的杨顺后，神色一变。这杨顺仗着背后的人3番5次找新人麻烦，索要资源。苏寒冷冷地看着杨顺，平静道：“我是不是走后门的，和你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吧？准确来说，他是走后门的，灵剑宗圣女给他的后门，但那也是等价交换。要知道，他也是出力的好吧？当然是没有关系，但是新加入灵剑宗外门的，还得先交保护费。你就拿出2万中品灵石吧，后面在灵剑宗有我杨顺罩着你。”杨顺眼眸闪烁着阴冷之意，狞笑地看着苏寒，那眼神仿佛就像是吃定了苏寒一样。2万中品灵石，疯了吧？我记得前不久杨顺索要新人的保护费好像只有5000下品灵石，而像这个少年直接索要2万中品灵石，这相当于外门弟子半年所领的资源了。众多围观弟子脸色都是惊骇莫名，杨顺还真的敢要啊！呵。杨顺双眼闪烁着一抹算计之色，眼前这小子能够在考核结束过了好几天还能走后门进入灵剑宗，这表示对方必然是有点身份的人，所以2万中品灵石是在他算计之后才决定的。毕竟他们这些人每个月在宗门领的资源太少了，所以要从新人中压榨一些资源再说。苏寒忍不住冷笑了一声，淡淡的睨了眼杨顺：“我要是不给呢？不给就别怪哥几个给你松松骨了。虽然在宗门内不允许杀人，但是缺胳膊少腿还是没有问题的。”杨顺听到苏寒不准备给他2万中品灵石后，脸色显得极其阴沉，眼眸闪烁着寒意。“那给我松松骨吧。”苏寒冷道：“小子，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上给我教训他一顿。”杨顺有些不爽，这小子竟然这么嚣张，连他杨顺的面子都不给，只不过是2万中品灵石罢了，连这等资源都拿不出来，实在是可恶。得让他知道，这保护费他必须得交，所以先教训一顿，然后等着他求饶。
自己再稍微将保护费再往上提一些。杨顺阴冷森然一笑，是老大，这就教训他一顿。在杨顺身边的两人脸色阴沉无比，双眼闪烁着凶光，就这么锁定着苏寒。其中一个小胖子冷笑道：敢这么和我们老大说话，你也是第一个，当然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哼！另外一名高个子的青年眼眸一冷，一众弟子脸色都是一变。杨顺两个狗腿子的实力都是林海境一重境界，这两人要是出手的话，那个新人应该不是对手吧？他们也没有想到，一个刚加入灵剑宗的新人竟然拒绝了杨顺的提议，两人直接朝着苏寒出手。哼！苏寒忍不住冷哼一声，旋即催动着八荒震天拳，一道恐怖的拳印瞬间激荡开来，携裹着强横的力量，直接碾压而下。不好！出手的两人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顷刻间两人便是纷纷惨叫了一下，直接砸在了杨顺身边。两人哀嚎不已，两条乱吠的狗，你若是不好好管教的话，就别怪我了。苏寒盯着杨顺冷声道：你……杨顺只感觉到脸面无光，整个人显得极其不好看，双眼隐隐约约的有着血光之色。小子，你敢对我的人出手？他压低了声音，有些暴怒的看着苏寒冷道。苏寒冷笑道：我只是帮你管教自己的两条疯狗罢了。杨顺脸色更是难看。啊！周围围观众人望着苏寒的眼神都是惊变了起来。我的天哪，这新人太嚣张了，敢和杨顺这么说话。杨顺实力那是达到了灵海境5重巅峰，可我观这个新人的气息好像只有引气境啊。引气境挑衅灵海境5重巅峰境界，这是疯了吧？你小子这么找死，那么就别怪老子教训你了。杨顺眼眸闪烁着一抹森然，怒道他这次可是丢面子丢大了。苏寒问道：灵剑宗可以以大欺小？闻言的杨顺忍不住狂笑道：只要不闹出人命都是可以的，你现在认输的话，这笔账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不过你要跪在我面前真诚的道歉。苏寒冷冷的说道。滚！混账，老子已经给你机会了，既然你不懂得珍惜的话，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新人刚来灵剑宗就得乖乖服从老弟子。听到苏寒狂妄的话语后，杨顺的表情愈发阴沉，磨牙凿齿，双眼闪烁着寒光。他一步迈出，体内灵气动荡，如同狂暴的飓风一样肆虐着。是！下一刹，杨顺攥握着一拳。苏寒见状，眼眸闪烁着一道寒光，就这样还想要教训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轰！苏寒满脸阴冷，同样是攥握着一拳，和杨顺的拳头狠狠地碰撞开来，低沉的声音如同闷雷一样炸裂了开来。杨顺不由吃痛一声，躯体狂颤，便是朝着身后倒退了10几步才停下来，他脸色显得更是难看。怎么会这样？众人不由失声道。灵海境5重巅峰的杨顺不是引气境对手，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满脸震撼。混蛋，你真是惹怒我了！杨顺暴怒无比，额头上青筋陡然间浮现，如同一条条怒龙一样鼓动而出。苏寒嗤笑一声，就这种实力也想要学他人收保护费，还是哪里凉快滚哪里去吧！混蛋，我要你生不如死啊！杨顺的眼眸顷刻间血红了起来，五指攥握，撕裂出了一道道波澜。眼前这混账竟然让他受到了这么大的耻辱，他一定要让这小子付出代价。众人不由惊呼道。杨顺已经将猎魂爪修炼成功了，那可是玄阶高级武技啊！这武技一旦抓住对方肢体或兵器，尽力透入，能瞬间锁死对方关节，那新人绝对挡不下的。苏寒满脸漠然，眼眸寒光愈发冷冽。唰！杨顺发出阴冷笑声，眼眸一凝，身影一闪，瞬间直冲而出。他发出暴怒道：臭小子，让你嚣张，现在给老子趴下！猎魂爪在虚空中划出一道刺耳的尖啸，仿佛撕裂了天地的寂静。杨顺宛如一头暴怒的孤狼，双目赤红，直接出手。他本想着后面在外门大比的时候动用这一招，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新人逼他出手。这一招虽然第一次祭出，但是杨顺有着绝对的自信，自然是可以让的眼前这小子明白什么叫做不知天高地厚。老大搞死他！杨顺两个小弟满脸怨毒，愤怒地吼道，看着苏寒带着无尽的恨意。从来没有新人敢这么对他们出手。老大教训完对方，他们也要补上2巴掌。哼！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同时他骨骼震动，依旧是八荒震天拳。五指攥握强横的拳风瞬间鼓动而至，一刹那间脚掌猛地踏步而出，如同风雷之势似的旋击攻势直接炸裂开来。咚！二人爪拳碰撞，杨顺试图用自己的猎魂爪将苏寒的拳头直接钻破，可是下一刹，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苏寒的拳头如同钢筋铁骨般，自己猎魂爪竟然完全渗透不进。与此同时，
一股更是强横的磅礴之力在地面上瞬间炸裂了开来，形成了2道截然不同的劲风而至。砰！杨顺连连暴退，脸色显得愈发难看。唰！苏寒冷笑一声，猛地一个箭步直接迸射而出，旋即脚掌狠狠地揣在了杨顺的小腹上。啊！杨顺面色难看至极，旋即整个人直接飞射了出去，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众人还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你！杨顺面庞抽搐，脸庞显得极其狰狞，双掌撑在地面上，眼眸充满了恨意。该死啊！卧槽！这个新人有点东西啊，竟然以引气境的实力击败了灵海境5重境界的杨顺，这越级战斗简直是不一般啊！不少人见状都是忍不住失声道。要知道，方才杨顺还祭出了地阶初级5技猎魂爪，配合着猎魂爪，其力量的恐怖程度何等逆天。但是苏寒挡下了，他们看着苏寒，眼神带着震惊。其中不少新人看着杨顺的眼神带着痛快，甚至暗道活该，毕竟他们都被杨顺强行收了保护费，若是不交，下场极惨。而且这杨顺身份不一般，所以他们只能忍着乖乖交出保护费了。就这，苏寒居高临下的看着杨顺，冷笑道：还想要收取保护费？到底是谁保护谁啊？你！杨顺磨牙凿齿，满脸恨意，他腹部断了好几根肋骨，眼眸狰狞至极，天大的耻辱！好，我们等着瞧。说完准备离去。哎，我让你们离去的吗？忽然间，苏寒忍不住冷笑了一声，看着几人的眼神带着丝毫不掩饰的寒意。什么意思啊？你还想要留下我们不成？杨顺暴怒，这个新人实在是太嚣张了。当然不是，想得美。苏寒忍不住冷笑道：将你们3人的那戒交出来，就当保护费了。什么？你要向我收取保护费？杨顺眼睛睁得溜圆，目眦欲裂，从来没有人敢收取他的保护费，这个新人竟然敢这么嚣张！而且一旦他交出那戒了，今后外门他杨顺的名声必然会臭的。我耐心有限，若是不给的话，那我只有抢了。苏寒冷漠地看着3人，阴冷地说道：好，这笔账我记下了。杨顺感受到苏寒身躯上散发着的无尽冷意后，他心有不甘地将那戒丢了出去。而2个小弟脸色也是惨白，在被杨顺瞪了一眼后，直接交出了自己的那戒。随后杨顺3人便是狼狈地离开了。这新人胆子也太大了吧，竟然抢杨顺的那戒。他不知道杨顺大哥可是灵海境7重境界的实力啊，而且还身怀着3品高级涛浪血脉，这小子一定会吃亏的。众人忍不住出声道：杨顺大哥杨浪在外门也是很出名的存在，虽然不是最强，但也是小有名气啊。对于一群人的谈话，苏寒自然是不在意，他冷哼一声，直接拿着3人的那戒回到了宿舍中。老大怎么办？那新人实在是太嚣张了。胖子看着杨顺，有些不甘心地说道：那戒中可是有着不少他最近几天捞的油水呢，自己还没有用，就要送给其他人了，而且还是灵剑宗的新人。杨顺满脸狰狞，阴冷地说道：哼，这件事情怎么就这么结束？我哥明天出关，由我哥出手，这小子必将趴下，他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都要给我还来。眼眸闪烁着怨毒和阴戾之色，这口气怎么能够吞下？他一定要让那个新人付出代价。最后脸庞彻底扭曲了起来，怨毒与不甘浮现，此人让他丢了这个面子，他必须找回来。新人宿舍区，苏寒乐呵呵的拿着3人的那戒走了进来。这杨顺那戒内有着5000多下品灵石，还有着1万多的中品灵石，以及20-30颗丹药，上面也都标配着名字：运灵丹，2品初级丹药，能够加大修士提升灵气的感知力。2品初级丹药在外面的价值也是相当昂贵的。苏寒很满意，然后再将魂力涌动着2个小弟那戒内，下品灵石居多，大约在1万颗左右，还有一些1品初级、中级的药材，以及一些丹药，丹药也都是在1品中级。看这样子，都是一些劣质的运灵丹，应该是在1品中级左右，约莫40枚左右。呵呵，收获还不错。苏寒眉头一挑，有些惊喜，就靠着这些资源就要提升灵海境。此时他直接运转着神魔霸体诀，一股股狂暴的力量瞬间涌动，直接大手一抓，顷刻间强势的力量直接吞噬所有。只是1刻钟时间，资源尽数被他炼化得干干净净。1个时辰时间过去了，苏寒眼眸一睁，一股强横的力量陡然间自体内爆发开来。灵海境1重巅峰，终于破境了。苏寒忍不住惊喜了起来，他道：这就是灵海境，丹田扩大差不多有引气境丹田的5倍左右，至于灵气则是引气境的10倍。感受到体内涌动着极其惊人的力量，苏寒忍不住一喜，眼眸闪烁着满意的光芒。苏寒实力提升到灵海境1重后，便是前往了混沌鼎内。
修炼着藏灭剑诀其他剑技，还有着熟练一下八荒震天拳。混沌鼎的时间差让得苏寒爽歪歪，别人修炼功法武技1天，他可以在相同的时间修炼100天。苏寒给我滚出来！混沌鼎内的苏寒双瞳一冷，宿舍外的声音自然是传到了他这里了。这熟悉的声音赫然是之前的杨顺。他直接离开了混沌鼎，神色显得极其冰冷。又有人来送资源了，他自然是没有理由拒绝，直接推开大门，便是见到几道人影立在不远处。其中一人苏寒自然是熟悉了，赫然是杨顺。而在他身边则是有着一名青年，这青年和杨顺的长相有7分相似，赫然是杨顺的大哥杨浪。果然来了，杨顺去找他大哥来了。杨浪，林海境7重境界的实力，身怀3品涛浪血脉的外门妖孽。涛浪血脉能够将体内的灵气尽数释放，形成浪潮一样的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敌人致命一击。众人望着杨浪，看着对方，眼眸深处只有凝重之意。你就是苏寒？杨浪眼眸闪烁着一抹寒光，冷声道：是我。苏寒点了点头。杨浪望着苏寒那副不冷不热的神情，脸色不由得阴沉下来，牙关紧咬，带着几分阴冷。你和我弟弟之间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他顿了顿，目光如刀般弯向苏寒，语气陡然转厉：把他们的资源还回去，这件事我可以当作从未发生。当然。话锋忽地一转，他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弧度，前提是你得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我本以为杨浪会那么好说话的，但是听到后面那句话就知道，杨浪显然是不准备放过这个新人。杨顺脸色傲然，阴冷狞笑，面目显得极其森然。他双手环抱，眼眸带着戏谑，似乎玩味地看着苏寒。呵，苏寒冷笑了一声，你们2人还真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都是这么狂妄。你弟来问我要保护费，你是一句也不提。面对着2人，苏寒显得很淡漠，毫不在意。杨顺脸色居然间变得极其难看，他怒吼道：哥，这个苏寒太狂妄了，别给他废话了，直接教训一顿得了。他看着苏寒，眼神满脸怨毒，这个新人实在是太嚣张了，他大哥都来了还这么嚣张。杨浪眼眸愈发阴冷，厉声道：本以为你会识相的认错，但是现在看样子你不领情啊，那就怪我了。呼哧，他瞬间爆射而出，林海境7重境界的气势犹如狂风骤雨似的直接横扫而出。叠浪拳，玄阶高级武技，一层层的灵气不断叠加着，瞬间爆发开来，令得周围不少人都是感受到了这一招的压迫。五指攥握，直接狠狠地砸下。哼！苏寒冷笑一声，旋即体内气息动荡，一股狂暴汹涌的气势陡然间汇聚。林海境，轰！现场众人脸色顿时骤变，这新人苏寒竟然达到了林海境，昨天的气息还只是引气境呢，这才1天时间，对方就直接达到了林海境。难道是之前故意隐藏实力了？怎么回事？这个家伙怎么是林海境啊？杨顺见状，神色显得极其难看，低沉的声音近似咆哮，还带着强烈愤恨以及不甘。砰！巨大的力量直接炸裂开来，杨浪神色变得难看了起来。在2人碰撞顷刻间，他便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整个人向着身后倒退了好几步。杨浪愤怒无比，自己倒退简直是耻辱啊！卧槽！林海境7重境界的杨浪不是对手，众人惊呼，一双双眼睛睁得溜圆，都是被苏寒的这一招直接惊到了。混账！杨顺面色铁青，他眼睛圆睁地看着杨顺，吼道：你不是告诉我他只是引气境吗？杨顺牙齿打颤，结结巴巴地低声道：昨天他确实还只是引气境啊！废物！杨顺一声怒骂，随后死死锁定苏寒，声音森寒似铁：就算你踏入林海境又如何？老子灭你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涛浪血脉开！刹那间血气翻涌，嗤嗤作响，一道道猩红血光如怒龙腾跃，撕裂空气，磅礴灵气随之奔涌而出，层层叠叠，宛如惊涛拍岸，席卷四方。杨顺脸上浮现出狂热的兴奋之色，血脉激发，威势暴涨。他大哥曾凭此血脉力战林海8重强者而不落下风，今日苏寒注定败亡于其手，吃我一击撼地拳！杨浪眼眸阴冷无比，地阶初级武技，而且杨浪已经修炼到了中程之境了。但是苏寒冷冷一笑，也没有必要和这个家伙继续浪费时间了。八荒震天拳，唰！随着一道恐怖的拳印瞬间而至，强横的灵气滚滚如虹，拳拳碰撞，刹那间拳锋相对，劲气交击，轰然爆响，震彻四野，余波激荡，卷起尘浪千重。噗！伴随着一口鲜血喷溅开来，杨浪脸色难看无比，直接飞射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脸色惨白，满脸惊悚。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败啊？杨浪不可置信，满脸怨毒，声音充满了愤怒和恨意。杨顺脸色也是变得极其惊悚，身躯如筛糠一样开始抖动了起来。他大哥竟然败给了这个新人啊！苏寒竟然跨越了6个境界，击败了杨浪。围观的外门弟子的脸色都是震惊无比，这实力还有这天赋，简直是可怕。好猛啊！刷！苏寒缓步走到了杨浪面前，冷笑地说道：“就这样还想要教训我？谁给你的勇气？”啪！一巴掌直接扇出，噗！杨浪惨叫一声，鲜血喷出，落在地面上。你个混蛋！他咬牙切齿地看着苏寒。哼！苏寒面无表情，就这么径直地走到了杨浪面前，将他的那戒直接一把夺了过来。你混蛋，将那戒交给我啊！那戒的资源可是我攒了好长时间啊，那是我破镜用的。杨浪目眦欲裂，语气有些哀求。苏寒默然看着杨浪，冷道：这那戒的资源就算是你们孝敬我的吧，来找我麻烦，还真想要什么都不付出就走啊？真当我这里是开慈善堂的？杨顺狰狞地看着苏寒，怒吼道：你最好将东西给我，我可是陈少的人啊！他满脸扭曲，声音嘶吼，发出了尖锐之声。陈少？苏寒面色平静，他不认识。呵呵，不知道了吧？陈少可是玄天城严家嫡系少爷，身怀着血脉比我更强，而且还是临海境8重境界的高手。我是陈少的人，你若是敢对我出手，陈少不会放过你的。杨浪眼眸阴冷地看着苏寒，试图用严尘威胁苏寒。严尘是外门顶尖的妖孽，身怀着3品蛮牛血脉，其血脉等级要比杨浪更强。最重要的就是严尘可是玄天城严家的人，玄天城东荒5大顶级城池之一，其中严家虽然不是最强，但是放眼诸多世家，也足以排列前10的存在。一个个声音响彻，一个个脸色都是骤然间变化。这杨浪没有想到竟然投靠严尘了，真是想不到啊！严尘不少胞兄胞姐，那可都是内门的妖孽啊，而且还是4品血脉，加入严家阵营，在灵剑宗那是最明智的。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音，苏寒面色显得极其平静。之前杀徐柏时，他就说徐家的主家乃是东荒顶尖家族，后面又跳出个曹家，看样子自己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东荒诸多势力了。不过杨浪的威胁，苏寒自然是不在意。你来招惹我，难道我还要跪舔你不成？苏寒眼眸逐渐冰冷刺骨，对于这些世家之人丝毫不感冒。怎么样，怕了吧？赶紧将那戒交给我。看着苏寒犹豫，杨浪冷笑一声，准备将那戒要回来。哼，就知道是个软蛋，知道我们是陈少的人，就不敢嚣张了吧？杨顺也是冷笑一声，看着苏寒的眼眸带着不屑，而苏寒眼眸一闪，直接猛地出手，噗噗2声闷响，那2人还未来得及反应，便如断线纸鸢般倒飞而出，重重砸落在地，瘫软如泥，宛如死猪一般。为什么还要对我们出手？我不说我们是陈少的人吗？杨浪大吼道，满脸愤怒。我不管他严尘是什么人，现在是你们2人惹的我，所以付出了代价了。至于你们所说的那个陈少，若是不爽，随时可以找我麻烦。苏寒冷笑了一声，滚吧！你！杨浪愤怒无比，他明明都说了陈少的身份了，这家伙竟然毫不在意。可恶，耻辱，天大的耻辱啊！你等着，陈少一定会为我们找你麻烦的，一定，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后悔的。杨浪脸庞都是显得有些扭曲，眼眸闪烁着恶毒之意，恨恨地说道。苏寒神色冷漠，他自然是不在意陈少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今天这杨顺、杨浪也要付出代价。随后苏寒转身便是离去了，神色如常。真的猛啊，这新人真是太可怕了，完全不在乎陈少啊。周围人看向苏寒的背影带着震惊和难以置信。不远处有着一个个外门的天才，看到这一幕，这小子当真是嚣张啊。一名身材修长青年笑道，穿着一袭紫色长袍，神色显得很俊朗。也不知道严尘知道这件事情后会怎么样处理。又是一人出声道。紫袍青年轻笑道，严尘这个人喜怒无常，而且这新人打了他的人，他要是不找回来的话，那就不是严尘了。不过严尘的实力再强，还是不如严家那2位。这几人眼眸闪烁着金光，似乎想到了谁，眼眸闪烁着一抹忌惮之意。狼狈离开的杨浪眼眸犹如毒蝎一样。哥，这件事情我们可不能算了啊。杨顺看着杨浪道。啪，杨浪一巴掌扇了过去。啊！杨顺惨叫一声，直接被打翻在地，定眼望去，他的左脸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巴掌印。混账东西，要不是你是我弟的话，现在你就是个死人了。杨浪吼道。你一天到晚
竟给老子惹祸！现在好了，被一个新人教训了，连老子都成为外门笑话了。看着杨顺、杨浪还是一脸愤怒，真的恨不得杀了眼前这个混蛋。杨顺面色铁青，不言语。走，去找陈少。陈少实力可是林海境8重境界，拿下那小子不在话下，而且还是严家的嫡系少爷。就算这个苏寒再怎么嚣张，他难道敢得罪陈少不成？我失去的都要千倍给我还来！杨浪眼眸尽是怨恨之意，紧握着的拳头发出了咔咔的声音。一个新人刚加入灵剑宗，都这么嚣张，自然是得教训的。此时宿舍，苏寒将杨浪的那戒取了出来，魂力探索。哟呵，苏寒脸色很惊喜，杨浪的那戒资源要比他弟弟那戒资源更多，像是中品灵石已经是达到了3万多，运灵丹则是高达70枚，还有着一些灵气孕育着的药材，这些药材也都是蕴含着顶尖的灵气，这些资源炼化起来应该是可以提升一个境界了。他笑容浓郁道，虽然资源不少，但是苏寒可是身怀着混沌血脉，还有着要比常人大好几倍的丹田，所以提升境界自然是不如其他人快，但是论战力的话，他越级战斗要比很多人夸张许多。炼化吧！运转着神魔霸体诀，苏寒体内灵气开始动荡，五脉疯狂运转着灵气，连他周遭的灵气都是被吸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灵气没了？不对啊，虽然我们这边是外门弟子区，但也是布置了聚灵阵啊，为什么灵气没了？此刻外门弟子区不少弟子神色都是大惊失色，他们正在修炼着呢，但是灵气却一点聚不过来。难道是聚灵阵出现意外了？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聚灵阵还能出现意外？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苏寒并不知道，他提升到灵海境后，灵气感知力大幅度上升，修炼过程如经溪水般，大约2个时辰。轰隆，灵海境2重巅峰，舒服。苏寒很满意，此时他灵气2重境界的力量要比1重强横数倍还不止。接下来进混沌鼎内修炼一下剑道。想到这里后，苏寒便是直接踏入了混沌鼎内。修武道过程可不能忘记剑道呢。与此同时，灵剑宗一处宿舍区，这里的宿舍区要比苏寒所在的宿舍区更加豪华一点，属于外门中最顶尖妖孽的住处。你们说这个叫做苏寒的新人，明知道你们是我的人，还教训了你们。在宿舍内，一名修长的青年神色显得无比阴冷，身穿一袭白色的长袍，俊朗无比，眼眸闪烁着一抹寒意。他便是严家嫡系少爷严晨。在他面前跪着2个人，分别是杨浪和杨顺，2人头埋得很低。听到严晨的话，他们犹如小鸡啄米般的狂点头。就是陈少，这个苏寒实在是太嚣张了，一个新加入灵剑宗的蝼蚁这么嚣张。杨顺眼眸闪烁着恨意，声音尖锐的吼道。严晨双眼虚眯着，哼，敢动我的人，这个新人胆子不小吗？说着，严晨便是缓缓的起身，神色显得很平静，冰冷的眼神深处闪烁着寒意。他虽然在严家天赋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严家嫡系少爷，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人欺负到他头上，这笔账不会算的。杨浪和杨顺2人的脸色无比惊喜。苏寒不过是一个新人，没有任何身份，他怎么敢和陈少为敌？想到苏寒很快就被陈少踩在脚下后，2人眼眸就显得愈发阴毒，满脸痛快。混沌鼎中，握着是渊剑的苏寒直接猛地挥出，一道道剑气密密麻麻的光束瞬间激荡着开来，于空气中撕裂着。在混沌鼎内待了差不多200天了，藏灭剑诀第1式也算是修炼的差不多圆满了。苏寒淡淡笑道，双眼闪烁着一丝丝的金光。不过下一刹，他的脸色便是一变。虽然在混沌鼎内，还是听到了宿舍外急促的脚步声音，由远而近，来找自己的。苏寒也没有想什么，直接从混沌鼎中出来。刚踏出，砰的声音响彻，只见下一刹，苏寒宿舍门直接碎裂了开来。苏寒眸子微微眯起，眼眸有着一道寒芒激荡着。混账东西，赶紧滚出来！陈少来了，还不赶紧跪拜！碎裂他门的是一名青年，对方满脸傲然，眼眸丝毫不掩饰地看着苏寒，带着轻蔑和不屑之意。就这玩意还敢得罪陈少，真是作死！苏寒看着对方，气息应该是灵海境。怎么吓傻了？那青年看着有些发呆的苏寒，直接怒喝道。砰！苏寒唇角挂着一抹冷笑，猛地出拳，扑哧一声，对方惨叫一声，直接飞射了出去，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严晨双手负手而立，想要看着苏寒跪在他面前，可是就很快，便是一道人影坠落在地面上，翻滚了几圈，落在了严晨面前。他满脸惊恐，陈少，那家伙太嚣张了。严晨脸色逐渐沉了下来，有些怒道：废物，起来！青年连忙起身，他的脸色难看，
满脸怨毒地看着苏寒的宿舍那边。苏寒出手了，连陈少的面子都不给。众人都是忍不住惊声道，满脸震惊。他们本以为陈少出现，苏寒必然会收起锋芒，没有想到人家毫不在意，连陈少的人都敢动。杨浪和杨顺惊讶了一下后，便是涌现出了狂喜之色。苏寒和陈少对着干，他必死无疑。真的很狂妄啊！你知道你面前的是谁吗？严晨的脸色愈发狰狞，身躯上的气息显得无比疯狂。苏寒淡淡的说道，尚不论你是谁，但今天你们无礼的举动就不是什么好鸟。若是方才我正在修炼，你们方才破门而入，我若是因此受伤的话，这算谁的？哪怕是现在我杀了你的小弟，宗门应该都不会过问什么。此言一出，现场众人脸色骤然间一变。在灵剑宗中，破门而入都是常见的事情，但是从苏寒口中说出来后，有理有据。若是苏寒真的杀了那个小弟，恐怕即便是外门长老也找不出个所以然。毕竟是你先出手的。严晨脸色阴沉如铁，眸中怒火翻涌，嘴角却勾起一抹讥诮冷笑，声音低哑道，伶牙俐齿的东西，今天本少就是来这里教训你的，胆敢对我的人出手，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听到严晨的话后，苏寒饶有兴趣地看着严晨。放肆！严晨自然是受不了苏寒的眼神了，他浑身气血沸腾，仿佛就像是一头横冲直撞的猛牛一样。他直接五指掌握烈金掌，轰隆！苏寒冷笑了一声，眼眸闪烁着一抹森然的寒光，直接一拳攥握着，顷刻间便是和严晨的一掌狠狠地撞击在一起。肆虐的劲风呼啸着，像是磅礴的呼啸的飓风席卷一样。砰！噗！啊！在和苏寒撞击那一刻，严晨脸色显得极其难看，直接一口鲜血喷出，直接倒退了好几步。严晨简直是难以置信，他身怀着蛮牛血脉，肉身相当恐怖，他竟然和苏寒碰拳被对方碾压，这让他相当难看和耻辱。就这，苏寒眼眸闪烁着轻蔑之意。不怎么样啊，我看和昨天的杨浪实力相差不大，好强啊！这苏寒的实力是不是又提升了？怎么才2天时间，他的实力就这么强了？那陈少可是灵海境8重境界的高手啊，而且还是身怀着最纯粹的蛮牛血脉啊，战力更是超越杨浪。怎么在苏寒口中，这陈少和杨浪的实力相差不大？外门这片区域已经是汇聚了不少人了，他们都是震惊无比，震撼苏寒的实力。严晨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他冷道，你这个混账，竟然拿我和那个废物做对比，我现在就让你好看。他身躯上滚滚的气息沸腾着，狰狞地看着苏寒，后者竟然这么说他，这简直是对他的耻辱啊！他可是严家的嫡系弟子，若是打不过这个新人，日后在外门，他严晨如何立足？催动着蛮牛血脉的严晨再度吼了一声，呵！苏寒忍不住嘲弄一笑，丝毫不在意来自严晨的气息压迫。八荒震天拳，他也不再犹豫，体内的气息动荡着，只见空间中时不时的撕裂了开来，他的五指攥握，同时向着下方狠狠的一压。而严晨怒吼道，我怎么可能败？蛮牛拳，这是和蛮牛血脉相互成就的一门武技，地阶初级，加持着蛮牛血脉的蛮牛拳更是可怕。众人脸色都是巨变，地阶初级武技再加上血脉所产生的压迫，这一招一出，他们都是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压迫。苏寒神色淡然，凭借着他的拳头和严晨的攻击碰撞一瞬间，严晨狞笑，仿佛像是要看到苏寒被一拳轰飞的场景。可是下一刹，他的脸色难看至极，强横的力量从苏寒的拳头中朝着他而来，使得他五官都是变得扭曲了起来。怎么会这么硬啊？砰！啊！骨骼碎裂的声音响彻，随后便是有着一股强大的劲气呼啸而动，顷刻间严晨便是被击飞了出去，瞬间落在了地面上，其身躯上都是传荡着碎裂的骨骼声音。啊！痛苦的惨叫声音响彻，严晨脸色显得愈发难看苍白。陈少、杨浪、杨顺二人脸色大变，旋即便是来到严晨身边，将他扶了起来。但是他们感受得到严晨似乎受了重伤，身上血肉模糊的。混蛋！严晨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恨意，怒吼道，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眼前这新人击败了，这对他来说乃是天大的耻辱。哪怕是杨浪和杨顺此刻内心也是颤抖，恐惧到了极点。这家伙怎么回事？这2天时间实力又强了，这是什么天赋啊？哼！苏寒冷漠一笑，双眼闪烁着轻蔑之意，直接将严晨的那戒取走了。师兄，这那戒我就收下来了。卧槽！这苏寒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连陈少的那戒都要拿。见到苏寒拿走严晨的那戒，所有人都是惊了。苏寒，你疯了？你竟然敢抢走陈少的那戒！杨顺声音尖锐的吼道。啪！随着一道巴掌声音响彻，
杨顺左脸血肉模糊，直接翻飞了过去。他满脸惊恐地看着苏寒，这家伙的实力好像更变态了。苏寒淡声道：“是你们来找我麻烦的，这内戒就算是我的战利品，我不管他什么身份，胆敢来找我麻烦，那就肯定得留下点什么。”杨浪脸色难看无比，身躯如筛糠一样。他们从来没有遇到如苏寒这样头铁的人，明明知道陈少石严家的人，还敢这么做，这不是疯了吗？苏寒，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将那戒给我。严晨怒吼道，面目狰狞的可怕，像是一头随时要爆发的妖兽一样择人而噬。滚！苏寒嘲笑道。你……严晨浑身颤抖，旋即似乎想到了什么，愤怒道：苏寒，那戒里面的资源可以给你，但是我得要那戒里面的一个白色水晶球，这对我很重要。苏寒魂力一扫，确实是发现了一颗白色的水晶球。忽然间，苏寒皱眉一闪，他便是感受到这白色的水晶球似乎极其不一般。不好意思，那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至于你所说的水晶球也是我的，好走不送。他冷冷地说道。这些家伙既然来找他麻烦，还想要从他这里取回东西，天底下可没有那么好的事情。苏寒，你若是这么做，你一定会后悔得罪我的。严晨双眼尽是恶毒之意，恨不得要将苏寒大卸八块。然而苏寒的话却只是冷淡回应，既然明知道那戒的东西很重要，还带着来，就不怕被抢。虽然我刚来灵剑宗，但是我也知道规矩，宗门就相当于一个生态环境，你若是对我出手，我可以视作敌人，可以索要你身上的任何资源。现在输了，还想要从我这里要白色水晶球，哪怕是一根毛，你都拿不走。他自然是不害怕严晨的威胁，他身怀着混沌鼎以及女帝留给他的各种传承，只要时间给足了，他的实力提升会极快。严晨神色更是铁青，身躯颤抖，目眦欲裂，恨意十足。还有，我给你们1个时辰的时间，给我将门修好。苏寒淡声道，他可不想自己的宿舍没门，这样还如何进入混沌鼎内？想要修门做梦？杨浪吼道，自然是不会同意为苏寒按门呢。砰！苏寒攥握着一拳猛地轰出，杨浪脸色大变，胸腔发出了咔嚓的声音，一瞬间鲜血喷溅，直接倒在了地面上。他看着苏寒的眼神更是惊恐，要知道2天前他还能够和苏寒一战的，但是这2天时间，苏寒的实力仿佛就像是质的突破，战力更强。呵呵，苏寒冷冷一笑，不想按门，看样子想要我将你们几个彻底打残。去，这就去。杨浪、杨顺还有最开始趾高气昂的那个青年也都是吓得屁滚尿流，他们生怕苏寒给他们再补上一脚，那样就太颜面尽失了1个时辰。总算是按好了新的门。苏寒冷冷地说道，下次最好火气收点，别动不动踹门。说完话，他便是直接进入了自己的宿舍中了。可恶啊！严晨破口大骂，脸庞很狰狞扭曲。那界内的白色水晶球对他很重要，这个苏寒竟然不给他，实在是该死啊！他死定了！眼眸尽是恶毒之色，还有着强烈的杀意。严晨起身，眼眸择人而视的盯着苏寒的大门，便是甩手怒道：这笔账老子记住了，你记得得罪严家，你会后悔的。他一瘸一拐的离开，样子显得颇为狼狈。作为严家的嫡系少爷，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耻辱的？这苏寒到底是什么来历啊？竟然真的敢无视陈少！一些人脸色都是震惊无比。要知道，他们可都是来自周边各大边陲之地的，没有任何的背景，能够加入灵剑宗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所以来灵剑宗，除了低调便是低调，自然是不敢招惹这东荒这边的世家大族，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新加入灵剑宗的新人丝毫不在意，面对着陈少的威胁，那苏寒竟然完全不在意。难道对方有身份？但是怎么看都不像啊。他们不少人目光不着痕迹地扫了一下苏寒的宿舍大门。宿舍内，这是什么东西？苏寒双眼一闪，便是从严晨那戒中取出了一颗白色水晶球。这水晶球巴掌大小，散发着晶莹的灵气波动。这水晶球简直就是一个装满灵气的球体，而且这水晶球内的灵气要比一些中品灵石的灵气都要精纯。苏寒满脸狂喜，这严晨那戒中竟然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此修炼资源，让我还给他，傻子才乖乖听话呢。他不屑一笑，眼眸闪烁着一抹激动。白色水晶球中蕴含着惊人的灵气，像是一种特殊灵气所形成的状态，这等资源价值极高，怪不得严晨想要走这水晶球。既然都已经落在我手中了，还想要走，做什么他的春秋大梦？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不屑和轻蔑地说道。除了这白色水晶球价值最高外，灵石资源倒是不多，有着1万左右下品灵石，数千块中品灵石，还有着不少运灵丹以及药材。这药材可以尝试炼制丹药。苏寒双眼虚眯着，闪烁着一道金光。
药材资源虽然极好，但是炼制成丹药价值更高。在混沌鼎的3年时间，苏寒可是接受过清月女帝的调教，炼制丹药什么，他也是拿手的。而且混沌鼎内同样是可以炼制丹药。在混沌鼎那一段时间，清月女帝时不时的炼制一些大补丹，甚至为了调情，更是暗中炼制了一些情丝丹，即便是自己不想，也都起了反应。还有，炼丹师是大陆上最尊贵的职业，女帝既然会炼丹，那么自己必须得学啊，这可是机缘啊。苏寒笑容灿烂道，这次他决定不浪费这些药材了。这些药材都是1品，最高的是2品初级，够用。先炼化这白色水晶球吧。苏寒笑容浓郁至极，也不知道这严晨到底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好东西。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强势将水晶球和诸多的灵石直接炼化。大约4个时辰后，苏寒的丹田逐渐扩大了许多倍，而灵气也是逐渐浓郁了些许。灵海境4重巅峰境界，2个境界。苏寒擦拭着下巴，笑道：神魔霸体诀消耗资源多，再一点就是自己现在的体质需要各种的资源堆积着，需要的资源要比其他人都是多上好几倍。他笑道：当然同境界无敌，也是加分项。扫视了一下，苏寒直接进入了混沌鼎内。踏入混沌鼎中，苏寒唤出混沌鼎内的分鼎，就类似子母鼎一样。清月女帝说，这就是混沌鼎的分身，可以借此炼制丹药，而且炼制丹药的品级都要精纯许多，就炼制运灵丹吧。望着眼前药材摆着，苏寒直接开始炼制，指尖一抬，便是出现了一缕火焰，呈现幽蓝之色，琥珀炎炎，一缕异火，是清月女帝送给他的。要知道，在大陆上拥有异火的炼丹师，那稀少得很，而自己现在身怀着一缕异火，若是传出去，绝对会引来无数人觊觎的。开始炼丹，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便开始炼制了起来。炼丹一共有着5个步骤：热炉、投料、淬炼、提纯、成丹。琥珀炎炎直接燃烧了起来，开始焚烧着混沌鼎。没有炉，烧鼎一样。哗啦啦，火焰焚烧着混沌鼎，大约过去了1刻钟时间，苏寒便是将炼制运灵丹的药材丢至了鼎内。接下来便是淬炼了，魂力直接笼罩着混沌鼎。就这样半天时间过去了，鼎内传来着低沉的声音，旋即便是从缝隙中传来着惊人的气浪滚动着。苏寒知道时间差不多了，就继续接下来就是提纯了。苏寒嗤笑一声，这些步骤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他在混沌鼎内可是炼制过3品丹药，在东荒内像他这样年纪的3品炼丹师，那绝对是妖孽中的妖孽。当然给他时间，4品丹药同样是可以炼制，只是现在药材有限。2品丹药虽然差点，但也是够用。很快提纯结束，苏寒便是直接水到渠成，顺道熔炼了丹药。哗啦，浓郁的药香气息蔓延着，令人精神大振。苏寒看着混沌鼎内的丹药，一共是炼制出了23枚，成丹率100%，而且都是极品丹药。丹药炼制的品质划为几个层次，分别是劣品、次品、下品、中品、上品、极品。炼制丹药成功率100%，而且还是极品丹药，就问问还有谁？苏寒神色淡然，他继续炼制。现在他身后的药材还有很多，最少还能炼制4、5次。丹药对于修士修炼有着极大的好处，尤其是极品丹药，已经是将丹药凝练最完美的层次了，也不会出现丹药吃多了会在丹田内生出丹毒来，那种丹药苏寒也不会炼制。继续，苏寒笑容灿烂无比的说道，直接开始继续在混沌鼎内炼制丹药了。在混沌鼎内炼制丹药，不论是炼制多少天，外界时间都像是在原地踏步一样，所以无论是修炼还是炼丹，苏寒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与此同时，外界严晨住所，陈少、杨顺和杨浪2人跪在地面上，2人显得极其难看。混账东西，就是你们2个狗东西，让本少丢人现眼的。严晨气不过，直接一脚将2人踹飞出去。噗噗，2人喷出了鲜血，满脸惊恐。陈少不会是要解决他吧？你们知道吗？你们害我失去了踏入通脉境的机会。严晨满脸狰狞，怒不可遏地说道。那水晶球可是他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才得到的，就这么拱手让人了。严晨越想越气不过，我要是将这口气忍了，我严晨怕是今后就要成为外门的笑话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忍。苏寒，你敢得罪我，我要让你付出代价。严晨凝然地说道，一双眼睛显得极其怨毒，恨不得现在就去苏寒宿舍将其碎尸万段一样。混沌鼎内过去了差不多3天时间，苏寒已经是炼制出了差不多150枚丹药，都是运灵丹，而且都是极品。这些运灵丹即便是拿出去卖，也能够赚不少钱呢。苏寒咧嘴笑道，运灵丹2品初级丹药，但是它都是极品层次，就算是一些2品中级和高级丹药都比不过。当然在2品丹药行列中，
只要不是极品层次，都不如他的运灵丹。接下来必须要在短时间提升实力，去找柳如烟和徐傲天报仇。苏寒眼眸闪烁着寒光，冷声道：“徐傲天不只是有着凌霄殿的帮助，同样身后还有着徐家在东荒主家的帮助，资源要比他更多。但是他有混沌鼎，他有着绝对的信心，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唰，一念至此，苏寒从混沌鼎出来了，眼眸微闪。来灵剑宗这么长时间，还不了解灵剑宗的一些规则呢。桌面上放置着一本手册，苏寒直接抓来研究一下。苏寒望着眼前的手册，神色淡然，便开始研究了一下灵剑宗的手册。灵剑宗分为外门弟子、内门弟子、真传弟子，在其之上还有着圣子圣女的存在。除了这些人外，还有着备选圣子、圣女，这些人物都是会成为圣子圣女的对手。不过苏寒倒是现在管不了这个东西，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些人。不过那裴秋雪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提起裤子不认人了。不该吧？苏寒皱眉道，自己好歹救了他的命啊。不过现在也不是研究圣女的事情。接着看，在灵剑宗内需要用贡献点兑换资源、修炼场还有武技、丹药什么的。总之在灵剑宗内任何东西都是需要贡献点兑换的，而这贡献点则是需要做任务才能获得的。苏寒眼眸逐渐闪烁着金光，第一次来东荒，也算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规则。苏寒接着看下去，果然是如此，在灵剑宗内是不允许杀人的，一旦被人发现杀人了，将会逐出宗门。当然若是想要选择解决仇怨，可以进行生死战。翻了几页后，苏寒也算是彻底了解了灵剑宗的一些规矩，于他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小意思罢了，现在还是得赶紧提升实力再说。苏寒沉默了一下，便是出声道，他现在并不知道徐傲天的实力多强，但是对方身后有着2家势力撑腰，而他现在只是外门弟子，并没有任何的背景，只有自己去寻找资源了。苏寒轻轻一笑，便是直接推门而出，准备先去做任务。忽然间，远处有几个人正在往这里走。苏寒眯起双眼看去，看到几个熟悉的人影后，苏寒的眼眸一亮。贵客，这些人中有着严晨，还有着杨浪、杨顺几人，只不过是后面这几人鼻青脸肿的。苏寒，你是不是知道我们来，所以才赶紧出来求原谅的？不远处，严晨看到苏寒出现在宿舍外的时候，便是大声怒吼道：“苏寒，这孩子真喜欢多想。”不过，在严阳身边，一名气宇轩昂的青年走来，眼眸冰冷异常，身躯上散发着强横的气势。林海境巅峰，苏寒很敏锐地感受到对方的境界，那是人榜30名的欧和师兄，林海境巅峰的高手。陈少竟然找来了欧和师兄啊！宿舍区不少人都是听到浩浩荡荡的举动，不少人都是震惊无比。人榜30名，苏寒微微一怔，幸好方才看了一下手册，他才知道人榜是什么榜单。在灵剑宗中有3个榜单，分为外门榜、单人榜，一共有50人，而人榜之上便是地榜和天榜。地榜属于内门榜单50名，至于天榜则是真传妖孽所在的榜单，但是无论哪个榜单能够上去，都属于这个级别的妖孽，令人羡慕的存在。对了，苏寒双眼一亮，好像那手册上有着打榜这一说，就是挑战榜单上的这些妖孽，可以额外获得奖励以及贡献点。苏寒的神色显得很兴奋，摩擦着手掌，眼眸闪烁着金光。你们看看那苏寒的眼神，好像很开心啊。是啊，这怎么回事？苏寒不怕，林海境巅峰的妖孽啊，苏寒竟然不怕，他这个新人真的天不怕地不怕啊。所有人看向苏寒的眼神都是带着震惊和骇然，不知天高地厚说的就是苏寒吧。很快，欧和便是傲然走来，你就是苏寒？他双手环抱着，便是淡淡的看着苏寒，眼眸冰冷，居高临下，就像是在看蝼蚁一样，轻蔑无比。苏寒点头道，苏寒这位是欧和师兄，是人榜30名的妖孽，你现在还敢那么嚣张吗？再嚣张个毛球，赶紧将我的东西拿出来，否则的话欧和师兄不介意将你打趴下。严晨眼眸闪烁着怨毒，阴冷地说道，他现在就想看看苏寒绝望的样子。可是苏寒的表情显得很惊喜，这位欧和师兄是人榜30名。不错，严晨笑道，他可是身为严家的嫡系少爷，自然是有人情可以利用的。若是我打榜的话，是不是还得奖励我2000贡献点？苏寒笑道，听说打榜比自己高1名的可以奖励100贡献点，而自己还不是人榜榜单上的，所以自己是跨越20人击败欧和，那不就是2000贡献点吗？什么？你要打榜？闻言的欧和脸色显得极其难看，就像是吃屎了一样，脸上显得青一阵白一阵，像是严晨几人的脸色也是短暂的惊愕。靠，苏寒你是想死吗？
竟然想要打榜欧和师兄。虽然他比我强一个境界，但是欧和师兄的实力毋庸置疑，在临海境中，欧和师兄绝对是无敌的。严晨大骂道：“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想要打榜？打榜那么容易的话，他天天打榜了。”不少人听到苏寒的话后，神色都是变得震惊无比。打不打？打榜的话，现在就去啊！苏寒笑道：“不是想要将我打趴下吗？”他看着严晨冷冷一笑道。严晨脸色阴冷：“你一个新人有什么资格挑战欧和师兄？可恶！既然你小子打榜，好，我欧和陪你。”欧和满脸阴沉，紧咬着牙齿怒吼道：“苏寒这么看不起他，他这个老人好好教训一下他，让他知道有些人不可惹。”呵呵，胆子真不小，胆挑衅欧和师兄，小子你这张脸怕是很快就要鼻青脸肿了。严晨阴冷至极地说道，眼眸犹如毒蝎一样。杨浪还有杨顺显得无比兴奋，满脸阴冷。苏寒冷冷一笑，毫不在意。1个时辰后，外门打榜舞台，你要打榜临海境巅峰的欧和。舞台面前，一名老者有些不确定地看着苏寒。苏寒见过手册长老的介绍，陈长老，对方是掌管外门打榜的主要负责长老，打榜需要经过对方的手。苏寒点头，是的，陈长老。陈长老也没有多说什么，打榜的原因他一般不会过问，便是点了点头。好，你们2人上台吧。此时演舞台周边涌现出了不少人，听说是新人打榜人榜30名的欧和师兄。欧和紧握着拳头，满脸狰狞地说道：“敢挑战我，我现在就将你打残！”轰隆，临海境巅峰气势瞬间席卷等等。苏寒叫停道：“怕了。”欧和眼眸闪烁着一抹玩味地说道：“他想也是，一个区新人有什么资格挑战他这个人榜30的妖孽？”严晨冷笑道：“想要道歉，跪下来诚恳道歉，也许本少会原谅你的无知。”哼，道歉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苏寒摇头，看向严晨还有欧和，笑容阴森地说道：“既然打榜，要不我们加一点彩头？没有彩头，这个打榜会显得有些无聊。”众人大惊：“彩头？”欧和的脸色猛地一变，旋即有些阴冷地看着苏寒，冷声道：“你需要什么彩头？”像是严晨的脸色骤然间沉了下来，这个新人竟然还想要加彩头，这令他神色极其阴沉。苏寒笑道：“只要我赢了，你的贡献点还有这严晨的贡献点都给我，以及你们那界里面的资源。”欧和眼眸逐渐虚眯了起来，寒芒在激荡着，面目显得极其可怕，狰狞道：“我们将贡献点给你了，那你要付出什么？”欧和师兄说的对。严晨眼神闪烁着一抹凌厉之意，贡献点都给苏寒，他自然是不可能吃亏的。要知道他的贡献点可是有着1000点啊，对于他来说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巨款啊。而欧和师兄是人榜30名的妖孽，他的贡献点必然比自己多，他们加起来最少都得3000贡献点。虽然知道他们肯定会赢，苏寒笑道：“若是我输了，我随你们处置，就算是你们杀了我，也算是我倒霉。”轰隆，这话一出，全场大惊失色，这个新人是疯了吧？竟然赌命啊！一旦输了，他这条命可就没了。严晨双眼一亮，旋即五官显得有些狰狞，阴冷地笑道：“你所言是真的？”“自然是真的，我随便你们处置。”苏寒笑道。严晨看着陈长老道：“陈长老您老可在呢，这是他说的话，若是他输了的话，随我们处置，就算是杀了他你也不能过问，更不能怪罪我们。”陈长老先是诧异，随后认真地看向苏寒道：“你确定要追加这赌约？”苏寒道：“玩的就是刺激，若是我赢了的话，不只是能够获得打榜的2000贡献点，还能够获得这2人的贡献点，何乐而不为？”陈长老沉吟了片刻，便是点头道：“好，既然你小子都这么决定了，本长老尊重你的决定。”苏寒笑了笑，欧和双眼闪烁着一抹狰狞：“欧和师兄，最好给我将这小子打残了。”严晨兴奋无比地说道。欧和冷笑道：“放心了。”“怎么感觉不对劲呢？”严晨身后，杨浪皱眉地说道，他明显地感觉到了不对劲，哪里会有人一心求死的？杨顺看着他，旋即脸色骤然间一变，有些惊颤道：“这小子实力不会又变强了吧？”杨浪心中一颤，他便是看着立在场中的苏寒，那自信的脸庞，他心中不好的预感愈发强烈。一定是！杨浪惊呼道：“我们现在去提醒陈少。”杨顺看着自己的大哥颤声道。杨浪脸色显得极其难看，他看着严晨兴奋的样子，便是紧咬着牙关：“不可！现在陈少很兴奋，我们现在去提醒他，这不是打他的脸吗？而且陈少一旦输了，会把所有的一切怪罪在我们身上。”听到杨浪的话后，
杨顺神色骤然间一惊，他们二人就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甚至缓慢向着身后退去，和严晨的距离远了一些。台上，小子受死吧！欧和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体内的气势源源不断地汹涌激荡开来。下一刹，毁灭的气势直接咆哮了开来。臭小子，胆敢挑衅我！我这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阴冷森然声音响彻，五指攥握，烈阳拳，地阶初级武技。攥握着拳头，被一层层宛若烈焰焚烧一样。苏寒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了欧和面前，五指同样是攥握在一起。八荒震天拳，轰隆！随着音量的炸裂开来，只听到拳拳碰撞的声音响彻，宛若惊雷一样炸裂了开来。咔嚓！随着清脆的骨骼碎裂的声音响彻开来，一道闷哼一声响彻，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下，欧和朝着身后倒退了好几步。本来兴奋的严晨，此时双眼睁得溜圆，难以置信。什么？这怎么可能？严晨声音尖锐，语气充满了震惊。欧和师兄可是林海境巅峰的实力啊，怎么会被苏寒击退呢？他无法相信这种离谱的事情。不对，你的境界竟然在林海境4重。在方才那一瞬间，苏寒身躯上掀起的气势赫然是林海境4重境界的实力。前2天不才是林海境2重境界吗？怎么现在的实力达到了林海境4重境界？陈长老表情显得诧异，但是他本就老谋深算，其实在苏寒答应打榜的时候，他便是暗暗打量了一下对方，灵气要比寻常人多数倍都不止。看来林剑宗这次倒是收了个好苗子。他轻捋长须，嘴角笑意渐深，语气中带着几分赞许与玩味。而场中，欧和的脸色早已铁青如墨。他堂堂林海境巅峰，人榜30名妖孽，竟被一个后辈逼退，此等羞辱如针般刺入骨髓，令他五指紧握，指节发白，心中怒火翻腾，几乎要喷薄而出。混蛋，小畜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欧和双瞳喷火，再度出手。这就是人榜30名，也太垃圾了吧！伴随着森然的声音响彻，苏寒直接再度闪现开来，身影像是疾驰的猎豹般抖动，攥握着一拳便是直接抡出。砰！噗！随着痛苦的声音响彻，欧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直接狠狠地砸在地面上，喷溅出了鲜红的血液。轰！场中寂静一片，一个个眼睛睁得溜圆，难以置信。欧和师兄败了，那可是人榜30名的妖孽啊，就这么被这个新人击败了。现场众人旋即便是发出了惊天的吼声，双眼满是惊恐和震惊。承让了，苏寒拱手道。欧和脸色难看，感受到莫名的耻辱，五官都是挤压在一起了。他可是林海境巅峰的高手，按理说击败一名林海境4重境界的蝼蚁，简直是小意思。但是现在竟然被瞬秒了，屈辱莫名。今后他必然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杨浪、杨顺满脸惊骇，看着苏寒的眼神带着惊恐，这家伙果然又变强了，更可怕了。严晨声音惊恐，怎么会？即便是他达到了林海境4重，应该也不是欧和师兄的对手啊。苏寒玩味地看着严晨，淡笑道：我还真的在想自己如何获得贡献点呢，没有想到陈大少爷就带着欧和师兄配合我送贡献点了，感激不尽。严晨脸色铁青，五官几乎扭曲成一团，胸膛剧烈起伏，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咬牙切齿的低吼：可恶，你该死，你该死！他何曾受过这样的耻辱，简直是气得浑身在发颤，恨不得现在就将苏寒五马分尸。众人杀人诛心。此时像是欧和的脸色更是难看，他的贡献点差不多有着1800点，这对于他这林海境来说，这1800点对他来说可是一份巨款啊！像是灵剑宗的各种修炼之地都是需要贡献点才能用，他还想要将实力快速提升到通脉境地啊！若是失去了这1800贡献点的话，还是相当肉痛的。打榜成功，比赛苏寒获胜。陈长老淡淡的说道：这苏寒刚加入灵剑宗，现在就已经是灵剑宗人榜30名的妖孽啊，而且他的实力还只是林海境4重境界啊！现场众人见状都是忍不住失声道：一个新人才来灵剑宗没有几天时间，以林海境4重境界的实力便是达到了人榜30名，简直是前无古人啊！要知道很多刚加入灵剑宗需要最少3个月时间才能做到打榜，而且上榜最低的实力都是在林海境6重境界，但是苏寒只来了还不到5天时间便打榜成功，简直是不可思议。将你们的令牌拿来。陈长老淡淡的说道。像是欧和还有着严晨两人表情极其难看，还有着苍白，他们真的是不舍得。苏寒倒是笑容浓郁，将令牌交给了陈长老。陈长老将欧和以及严晨两人纳界的贡献点划给了苏寒，同时苏寒还是一个新人打榜，更是额外获得了2000贡献点。
这合起来，苏寒一共是获得了4800贡献点。5000贡献点。苏寒神色一刹，感受到令牌中的贡献点后，不由好奇地看着陈长老。后者笑道：“一个新人挑战人榜30名，光是这种胆识，老夫就很欣赏。多余的200贡献点，就算是老夫额外奖励你的。除了这贡献点外，还有着丹药奖励：1瓶生灵丹，2品终极丹药。这都是新上榜的弟子才有的奖励的。接下来你打榜的话，将不会有这些奖励的，懂吗？”陈长老笑呵呵地说道：“好好加油，争取早点踏入内门。老夫很看好你啊。”多谢长老。苏寒满是感谢地看着陈长老，对着齐一礼。欧和和严晨二人灰溜溜地准备离开。欧和师兄，你们怎么这就要离开了？苏寒唇角微微掀起，挂着淡淡的笑容，看着二人。你还要怎么样啊？我们都已经将贡献点给你了。严晨表情显得极其愤怒，声音暴怒地说道。欧和浑身狂颤。可不是这么说的吧？除了贡献点外，你们那届的资源也归我。这可是陈长老在这里啊，我可没有诓你们呢。现场人都是听到的。我要是输的话，我可就是被你们随便处置啊。苏寒看着二人淡淡笑道。欧和眼睛赤红，声音带着几分恼怒。我都已经将贡献点给你了，你还要这么咄咄逼人不成？凡事留人情，日后好相见。苏寒淡漠道。我拒绝。他很清楚，若是自己输了的话，自己即便是再怎么求饶，这严晨和欧和也会整死他的。对于敌人留情，那就是对自己残忍。你……欧和和严晨二人脸色难看，尤其是严晨之前都已经被苏寒抢劫了那戒，现在还要他的那戒，真的当他开慈善堂的不成？给苏寒，他还没有说话，陈长老便是淡淡的说道：“在老夫面前做了赌约，还想要不履行，是不是将老夫当成摆设了？”随着陈长老的声音落下，一股强横的气势瞬间横扫了开来。二人脸色惨白。不，我们这就给。严晨和欧和二人直接将那戒丢给了苏寒，随后灰溜溜的离开了。来的时候有多么意气风发，离开的时候就显得多么狼狈。多谢陈长老。苏寒笑道。陈长老摇了摇头。这都是你应得的。苏寒道。那陈长老小子也告辞了。呵呵，去吧。陈长老笑呵呵的说道。苏寒转身就离去，现在他可是又得到了一份资源，先回去修炼再说。这小子，陈长老火眼金睛，自然是知道苏寒要回去做什么。他抚摸着胡须，淡笑道：“这下子外门最近一段时间要精彩了。那新人太猛了，一下子就达到了人榜30名的成绩，这可是我们达不到的成绩啊！不少人都是敬佩无比。挑战人榜30的欧和师兄还成功了，逆天啊！那苏兄竟然这么强！”人群中，一名白衣青年脸色震惊无比的说道：“他赫然就是前几天的守门弟子李岩，也是他带领苏寒进入报名的。不愧是圣女选择的人，这天赋这实力就是雕啊！”李岩对于苏寒的实力相当震惊，满脸敬佩。5000贡献点啊！人群中，有人眼神闪烁着火热之意。5000贡献点于外门来说，那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就在苏寒往宿舍走的时候，严晨几人拦住了他。苏寒皱眉，眼眸闪烁着一道冷意，冷笑道：“你们几人还想要挨打不成？你就是苏寒。”一道冰冷的声音响彻。苏寒眯起双眼。通脉境。在他们几人身后，一名褐袍的青年缓步走出，神色阴厉。苏寒，这是我严鹤哥，他可是严家二少爷，还是通脉境的高手。严晨看着苏寒的眼神尽是怨毒。苏寒，我严鹤哥可是人榜第15名的强者。他看着苏寒，声音森然，似乎想要从苏寒眼中看到恐惧来，但是他失望了。苏寒的神色依旧是冷漠的。我知道了，所以呢？有事。苏寒面色冷漠地说道。从气息感知上来看，眼前这个严鹤的实力应该是通脉境2重境界，以他现在灵海境4重境界，面对着对方确实是有些压力，但有压力不代表他怕。他不确定这严鹤的实力究竟强多少，甚至对方到底深藏着何等的底牌。不过他还没有暴露自己剑修的身份。不论怎么样，苏寒自然是没有理由惧怕眼前这严鹤。哼！严鹤声音微寒，眼眸泛着惊人的杀意，凝然道：“三番五次挑衅严家，真以为严家治不了你？”苏寒闻言，挑衅严家，随后忍不住冷笑地说道：“你看着我像是很闲吗？从加入灵剑宗开始，就是你们三番五次来挑衅我。即便是对方身为通脉境的境界，他也没有任何的惧意，神色显得很冷漠。真可恶啊！”严晨还有着身边的欧和，脸色极其难看。严鹤哥看到没有，这个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我们拿严家压他，他都完全不在意。严晨有些愤怒地说道。严鹤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杀意，
声音充满了愤怒。身为严家二少爷，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刚踏入灵剑宗的蝼蚁竟然这么狂妄。看样子你是真的很不识趣啊！将严晨几人的贡献点交出来，之后便是追随我便可以了。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严鹤脸色阴沉无比，声音森然地说道。苏寒冷笑地说道：这贡献点既然已经是我的了，我不可能将这贡献点还给你们。严晨和欧和二人脸色难看无比，他们没有想到严鹤出现，苏寒还不将那戒交给他们，尤其是贡献点。严鹤同样是感受到自己受到了天大的耻辱，他阴冷地看着苏寒：你真的不给？你如此也算是彻底将我严家得罪死了。他压低了声音，阴沉无比地说道。苏寒冷笑地说道：我和你们严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好说的，若是严鹤师兄你真想要这贡献点，不然我们回去打榜的地方问问陈长老怎么样？还有，让我追随你，你也配？听到严鹤竟然说让自己追随他，苏寒差点没有笑死。先不说对方的身份和背景，就他的通脉近二重境界，有什么资格让自己成为他的人？追随者，这不是贻笑大方吗？混蛋，可恶！严鹤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身为严家二少爷，而且还是人榜15的高手，一个刚来灵剑宗的新人，竟然这么放肆和他说话。自己让他追随自己，那是看得起他，这小子竟然不要，让得他还敢言语嘲讽他，令得严鹤双瞳闪烁着极致的杀意。严晨、欧和很清楚他们二人的贡献点是要不回来了去找陈长老理论，那不是彻底将那位长老得罪死吗？好，第一次有新人敢这么威胁我的，这件事情我记住了。苏寒，你最好不要落在本少手中。说完话，严鹤阴冷地看着苏寒，带着强烈的杀意转身就离去。严晨、欧和二人也是紧随而至，满脸怨恨。苏寒双眼抹过一道寒意，心中愈发紧迫，必须提升实力。他也没有在意什么，转身就离开了。严鹤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这小子根本不将严家放在眼里，我气不过啊！严晨扭曲着脸庞，怒吼道：他真的好恨啊，废物东西！严鹤盯着严晨，眼中闪烁着一抹轻蔑和厌恶。就是你这个废物，让得严家成为了笑话。严晨没有说话，只是眼中闪烁着恶毒之意。要不是苏寒的话，他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小子死定了！哼，这件事情我严鹤自然是不会放过对方的，胆敢招惹严家，我严鹤自然是不可能放过对方的。严鹤冷声道，他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此时外门宿舍，苏寒宿舍内，旋即苏寒便是将欧和的那戒取出，那戒中下品灵石2万。咦，竟然中品灵石也有2万，这次真是赚大了。二品初级、中级的药材都是有着数十株，这些先放起来，后面炼制丹药用。还有运灵丹以及生灵丹数枚，虽然不多吧，但是于我来说已经够了。苏寒咧嘴笑道，双眼再度看向严晨那戒，本来就对严晨那戒不是很感兴趣的，毕竟上次自己也是抢了他不少灵石，可是没有想到这次那戒中竟然还有着不少灵石呢，而且中品灵石居多呢。好，很好，这些资源就交给我吧。苏寒旋即掌心一翻，便是将先前自己炼制的运灵丹取了出来，催动着神魔霸体诀，他直接将眼前的种种资源直接炼化得干干净净，诸多气息汇聚着，苏寒肌肤上开始流淌着晶莹的宝光，他的神色愈发冰冷。二品中级生灵丹是可以汇聚天地灵气冲击境界的，在二品中，这种级别的丹药价值十分昂贵。欧和手中有着7枚，而陈长老奖励了自己1瓶，一瓶内丹药的数量差不多在27枚，所以此时灵海中灵气沸腾炽盛，像是一条攀爬的灵蛇一样。很快苏寒便是感受到了迫近的气息，1刻钟，1个时辰，2个时辰，直到第5个时辰，砰！随着一道恐怖的声音炸裂开来，苏寒的气息境界直接提升了起来。灵海境5重，灵海境6重，灵海境7重，跨越了3个境界。苏寒眼瞳微微一亮，露出了一抹淡然的笑容。灵海境7重境界掌控着的灵气更加恐怖，以现在自己的实力，若是在面对着欧和，足以将其一巴掌拍死，哪怕是面对着通脉近2重境界的严鹤，都是有着绝对的实力将其碾压，更何况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暴露出自己的剑修身份。苏寒淡笑道，虽然灵剑宗是东荒唯一的剑道宗门，但是在东荒剑道传承断绝，很多拥有剑道天赋的妖孽都是改修武道了，所以即便是灵剑宗也并不都是剑道妖孽。剑道传承断绝，但是在我这里没有断。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旋即便是起身，他周身更是湮灭出了一道道强横的气息。现在自己身怀着5000贡献点，正好可以前往灵剑宗的修炼场一去。苏寒起身便是轻笑道，贡献点5000多，
自然是可以前往灵剑宗的修炼场挥霍一下。说完这话，苏寒便是推门离去。一刻钟，灵剑宗中心区域，修炼场之地。苏寒缓步走来，目视前方，人影错落，他轻笑一声，直接踏入。他在灵剑宗手册中可是看过，修炼场内能够提升实力的，那赫然是试炼塔。灵剑宗的试炼塔据说是祖师爷所利用特殊原石所锻造的至宝，据说是有着9层，每一层都是加持着各种聚灵阵，同时在这试炼塔中，每一层更是有着历练，若是能够闯关成功，更是可以试炼塔内的修炼士闭关修炼，越高层的修炼士灵气越丰饶，越可怕。所有人都很清楚试炼塔中修炼士何等珍贵，能够在里面修炼1天都要比在外界修炼10天还要逆天。苏寒望着不远处一座巨大的金色宝塔，占地数百里，恢宏无比，没入云端。这就是试炼塔，确实是逆天。苏寒忍不住开口道，他眼眸闪烁着金光，在苏家还身为少主的时候就知道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只有经历过生死战，才能将实力提升到了极点，也只有不断经历生死战，才能使得实力不断蜕变，变得更强。这试炼塔确实是很适合他。苏寒刚准备过去的时候，苏寒，你小子竟然敢来这里！一道冷漠的声音响彻，不远处一个个人影走来，为首带领着的人赫然是严鹤，严家2少爷，而在他身边则是跟着严晨，对方看向自己的眼神带着浓浓的恶毒之意。苏寒冷笑道，这是修炼场，难道你们还插手着修炼场的事情？这手未免也太大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严家已经是在灵剑宗一手遮天了呢。哼，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家伙。严鹤听到苏寒的话后，神色显得极其冰冷，双眼闪烁着寒光，冷笑道，苏寒，你是不是想要挑战试炼塔？难道不明显吗？苏寒耸了耸肩说道，他的神色显得很平静，而这淡然的态度更是让的严鹤严晨内心仿佛有着怒吼声音在咆哮着，心中的恨意难以消灭。一个新加入灵剑宗，而且还是走后门的家伙，这么嚣张。既然这样的话，咱们2个比试一下如何？严鹤的双眼浮现着一抹怨毒之意，凝声笑道，他心中已经是想到了一个计谋，准备将苏寒打压下来。比试？苏寒双眼闪烁着金光，不由得笑道，你说怎么比试？我们2人相同的时间，谁要是闯关高度系数越高的话，谁就赢如何？严鹤淡淡的说道，我要是输了又如何？苏寒自然是很清楚，严鹤既然提出这个比试，自然是有着惩罚，只要我赢了，你便得跪地向我磕头认错，从此俯首称臣，你敢接吗？严鹤满脸疯狂。苏寒眼眸逐渐眯起，寒光闪烁着，我要是赢了你呢？哈哈，你怎么可能赢过严鹤哥？严晨冷笑道，眼眸闪烁着蔑视。严鹤满脸傲然，哼，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我即便是赢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自己还是一边玩去啊，这赌约我可没时间陪你浪费。苏寒忍不住嘲笑道，你！严鹤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旋即扭曲着脸庞，怒声道，好，你要是赢了我，我给你1万贡献点，同样的我那届准备的5万中品灵石也给你如何？他满脸愤怒。严晨阴毒地看着苏寒，他很清楚严鹤哥上一次可是已经成功挑战了4层高度，苏寒一个新人，而且还只是灵海境，想要踏入4层高度，那无疑是做梦。苏寒眼眸一亮，1万贡献点，5万中品灵石，天降财富啊！好，我接了。苏寒道，这送钱来的，没有理由拒绝。严鹤师兄要和那个苏寒比试，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个新人竟然想要挑战严鹤师兄，人榜15的妖孽高手。前几日严鹤师兄可是已经闯过第4层关卡了，就算是苏寒先前击败了欧和师兄，但是想要挑战试炼塔，那绝对是找死，甚至可能在挑战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伤的。这个走后门的小子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个外门弟子看着苏寒的眼神带着冷漠之意，还有着讽刺。你现在有多少贡献点？严鹤冷冷地看着苏寒道。苏寒道，5000贡献点。好，既然你准备了5000贡献点，那么这次我也同样画出5000贡献点，和你在相同的时间内比试。可以。苏寒点头，他神色显得很自信。2人走到了试炼塔前方，试炼塔旁一名黑衣老者拦住他们。苏寒认识眼前长老，在手册都有着介绍，对方是驻守试炼塔旁的江长老。2人身份令牌上便是直接划走了5000贡献点。你们2人可以进去1天时间，1天时间后就离开试炼塔。江长老淡淡的说道。苏寒神色显得极其震惊，这试炼塔进去1天时间竟然需要5000贡献点，他其实想过了试炼塔贵，但是没有想到这么贵，眨眼间就把他挣到的5000贡献点花没了。怎么，怕了？见苏寒神色不动，
严鹤冷笑一声，眼中闪过轻蔑，认定对方已是心虚胆怯。苏寒唇角微扬，眸光清冷如霜，淡淡道：“我倒不是怕，只是担心你输得太难看，到时赖账不认。”你。严鹤脸色骤然阴沉，眼中怒火翻涌，继而化作一抹阴狠的狞笑，声音低哑如毒蛇吐信：“好，好得很，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赢我。”江长老淡声道：“入吧。”苏寒和严鹤二人直接踏入了试炼塔内。严晨眼眸闪烁着阴毒之意，冷笑道：“小子，想要赢严鹤哥，那是不可能的。严鹤哥的蛮牛血脉要比我更加精纯些，而且还是通脉境。你是真的没有研究过试炼塔？想要和严鹤哥达到一样的高度，最少都是需要通脉境。”看着苏寒进入了试炼塔，他眼眸阴冷之意更加浓郁，就等着苏寒出来打脸了。苏寒刚进入试炼塔第一层，他便是传送到了一片虚无的空间，四周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而就在此时，在他面前则是浮现出了一道手持长剑的虚影。苏寒眼眸一闪，和他家伙打。他再度回头望去，看到严鹤，后者冷冷一笑地说道：“这是你的对手，我去另一个区域，小子等着出去跪着求我叫爷爷吧。”严鹤狂笑地说道，丝毫不在意苏寒的眼神，直接离去。看着严鹤的背影，苏寒的眼眸逐渐眯起，闪烁着冷芒。唰！忽然间，那虚影握着手中的黑色虚影长剑，猛地便是爆射而来，速度快到极点，一剑倒刺而至。望着眼前的攻击，苏寒眼眸一冷，直接一个闪现便是躲过了对方的攻击，旋即攥握着一拳，对着他身影直接轰出。砰！虚影崩碎。苏寒望着第一层的修炼场，他摇了摇头，当然是越高越好了，自然是不准备在第一层浪费时间，撸了撸袖袍，直接来到了二层。苏寒来到第二层，也是发现了一个人影，手持着战剑，周身的气势极其沸腾。而此时这边并没有严鹤的影子，他摇头也不去想，没有任何犹豫，脚掌猛地一跺，地面瞬间沸腾了开来，直接崩碎。八荒震天拳，随着一拳击出，远处的虚影持着战剑陡然间挥下，空气泛着波澜。咚！随着撞击声音响彻，苏寒脸色顿时变得极其动容，这次影子所蕴含着的力量赫然是灵海境巅峰的力量。后者被他震退数丈后，再度持着剑斩下。苏寒攥握着五指，顿时发出了咔咔的响彻声音，直接砸下，砰的一声碎裂了开来。苏寒神色淡然，这试炼塔前两层属于最简单的，即便是拥有着灵海境的力量，但是对方毕竟是磨练而出的虚影，所以即便是灵海境巅峰，他的实力也不如真正的灵海境巅峰的修士。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涌入而来，从着他的窍穴不断密入体内，令他整个人体内的灵气一瞬间壮大了数倍。这试炼塔简直是天然的修炼之地啊！苏寒笑容无比浓郁，感受到来自这片区域的天地间灵气相当的惊人。虽然他的实力还是在灵海境7重境界，但是大有破境之势。接下来去第3层，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阵法转动，下一刹便是被传送到了第3层，也不在意闯关后第2层的修炼室，这修炼室自然是越高越好。吃了！眼前出现的虚影，恐怖的气息赫然爆发，竟然是达到了通脉境2重。苏寒眼眸一凝，而且他持着长剑更是精妙无比，刺杀而出的剑光冷冽无比，疯狂至极。苏寒神色淡漠，他似乎听说过这试炼塔，之前便是称之为剑道试炼塔，但是后面剑道传承断绝，所以便是称之为试炼塔。不过以面前通脉境的剑修来说，苏寒自然也没有必要施展出自己的剑道。唰，脚掌跨步，苏寒身影狂闪，一下子出现在了对方面前。咚，眸子一抹狰狞，苏寒右手攥握着，灵气疯狂吞吐着，泛着金色的光芒，直接轰然间爆出。轰隆的声音响彻，虚空上直接炸裂了开来，虚影倒退数十丈外。苏寒唇角浮现着笑容，乘胜追击，身影再度一闪，直接出现在了虚影面前，将其直接拍碎。呼！感受到被杀的虚影后，苏寒笑容依旧是灿烂，这第3层的天地灵气也是疯狂地吞吐而来，再度灌顶，体内源源不断的灵气如同潮水般疯狂肆虐着，还差一点就可以顺利踏入灵海境8重境界了。接下来去尝试第4层。苏寒脸色极其冰冷，一瞬间便是跨入了第4层。第4层血色汪洋一片，刷刷，2个人影。苏寒皱眉，凝眸看着远处2道虚影，这2道虚影身躯上散发着的气息竟然是达到了通脉境4重境界，恐怖如虹的气势横扫而下，整个空气都是发出了丝丝的声音。苏寒眼眸有些凝重，这第4层似乎有些不一般，4层了，一定是严鹤哥踏入了4层。外界，严晨望着试炼塔4层区域闪烁着光束后，不由惊喜道：
这次岩鹤师兄踏入第4层的速度，竟然比往常时间踏入了快1倍的速度。看样子，岩鹤师兄极有可能在1个月时间踏入第5层的高度啊！那苏寒什么玩意，还敢和岩鹤师兄挑战？这是作死的行为，不过是一个走后门的罢了。现场不少人都是冷笑的说道，眼眸闪烁着轻蔑之意。岩鹤狞笑，眼眸闪烁着阴毒之意。他就不相信苏寒能踏入第4层。望着第3层闪烁着的光束后，岩鹤轻笑道：“小垃圾，还挑衅岩鹤哥，不作死就不会死。”江长老双眼倒是显得很平静，没有任何波澜。第3层，轰隆，轰隆，大约过去了1个时辰，岩鹤脸色阴冷无比，看着眼前空间，他勾出了一抹冷笑。这次比上次更快达到了第4层，那苏寒就乖乖等着，再被我蹂躏吧。岩鹤狂笑道，恨不得现在就将苏寒踩在脚下。此刻，苏寒所在之地，2名通迈进4重境界的虚影攻杀而来。苏寒眼眸冰冷至极，闪烁着强横的血光，旋即右手一抬，便是直接祭出一掌，狠狠地砸在其中一尊虚影身上，后者退去了好几步。另一道虚影便是紧随而至，展现出惊人的杀招。苏寒望去，神色森然，直接大步流星而出，双拳顿时轰隆隆作响，和2尊虚影碰撞在一起，爆发出骇然的余威。2尊虚影倒退，苏寒眼疾手快，一步迈出，身影闪烁着残影，一掌掌落下。砰砰砰，2尊虚影倒退，苏寒冷笑一声，还想要退？给我破！随着森然的声音响彻，八荒镇月拳顷刻间便是将2尊虚影直接震碎了开来。这试炼塔多多益善，自己现在贡献点只能够自己1天时间，所以接下来再去一趟试炼塔第5层，在那里的修炼室先将实力提升再说。毕竟那岩鹤可是应允了自己1万贡献点。苏寒冷笑道，那岩鹤以为吃定自己了，殊不知道自己才是那个猎人。伴随着灵气不断涌入身体内，苏寒体内的灵气愈发澎湃。场面一转，又是一道极其惊人的空间，周围的空气更是有着漩涡般的波动流淌着。虽然还是灰蒙蒙的，但是这场面要比前面4层更大。咻！还没有当苏寒看清楚，一道白光骤然间掠下。剑芒！苏寒有所警觉，赫然是倒退了10几步，眼眸一抹凝重，他望着虚空看去，在那里立着一道虚影，持着一柄剑，而他身躯上散发着的气息赫然是达到了通迈进5重境界，但是虚影所散发着的剑道要比前面4层更强。有意思，当真有意思。苏寒眸光微闪，一抹难以掩饰的兴奋在眼底悄然荡开。他抬手轻招，是渊剑应面而出，寒光乍现，如渊低吟。呼哧，虚影执剑，凌空骤斩，剑势如烈云破雾，撕开一道森然轨迹。苏寒眼眸一闪，当即是爆射而出，轰隆隆的声音响彻。苏寒持着是渊剑，直接虚空上一点，一股极其恐怖的剑气便是应声而出。而那虚影似乎也有所捕捉到，握着手中的剑和苏寒的剑碰撞在一起，爆发出了恐怖的轰鸣声音，荡起了一圈圈触目可见的涟漪。苏寒倒退了10几步，远处的虚影再度持着剑杀来，恐怖的剑光掠动着。面对着来自虚影的搏杀，苏寒自然是没有任何的惧意，再度持剑有来有回的攻击着，砰砰砰的声音炸裂了开来。八荒震天拳，攥握着拳印的苏寒眸子闪烁着森然之意，右手一握便是彻底的爆发开来。金色的拳印仿佛像是流动着流星轰击而至一样，砸落在虚影胸腔上，似乎出现了一道细微的碎裂之状。对方没有任何痛意，反倒是手持着剑朝着他肩膀一侧砍下。不好！苏寒脸色一抹凝重，直接侧身一挡，但是对方的攻击还是很快的，在他肩膀上留下了一道细微的剑痕。衣袍上染血，苏寒冰冷的脸上满脸寒意，掌心推动着石渊剑，流光掠影，锵锵锵，密密麻麻的剑气犹如实质一样贯穿了眼前的虚影。咔嚓的声音响彻，很快虚影便是彻底散去。呼！苏寒呼出了一口浊气，眼眸有着一道极其惊人的光束，终于是杀掉这家伙了。很快他便是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剑气似乎已经是达到了实质提升了。苏寒狂喜，初入剑道，凝练剑气，剑气分为2种，一种是虚剑气，另一种则是实剑气。只有凝练实剑气才能跨入下一个阶段，凝练剑势。实剑气加上现在灵海境7重巅峰已经很不错了。苏寒对于自己能够踏入第5层已经是很满意了。现在他的贡献点所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便是准备在这第5层先修炼下来，后面的几层就留给后面吧。而且苏寒很清楚，他毕竟是新人，若是成绩太过于超前，必然是会引来不少人的注意的，对他来说不是很有利。苏寒收起石渊剑，转身看着第5层的修炼室，直接迈步踏入。这时刚走没几步，苏寒眼眸便是狂喜，
他发现方才虚影碎裂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块血红色的晶体。这难道就是试炼塔中偶然能够碰到的修炼资源——血焰晶石？他眼眸一道道金光便是绽放开来。血焰晶石是试炼塔中诞生的资源，是一种特殊的修炼晶石，里面则是蕴含着纯粹灵气所凝聚的结晶体。据说这一枚血焰晶石的价值可是差不多2000贡献点。哈哈，没有想到达到5层后，竟然遇到了一枚血焰晶石，这是天助我也啊！苏寒笑道，拾起这块血焰晶石，踏入了修炼室。在试炼塔第5层，再加上5层的灵气，苏寒感受到无数道灵气疯狂地涌入自己体内的各个窍穴。运转着神魔霸体诀，苏寒将血焰晶石吞噬了开来。血焰晶石蕴含着的灵气果然非同凡响，加上本身就卡在了灵海境7重巅峰。当涌入灵气、血焰晶石的力量后，苏寒的境界一下子跨入了灵海境8重。但是还没有结束，运转着神魔霸体诀的苏寒，整个人像是一尊巨大的熔炉一样，疯狂地肆虐着，整座5层的灵气灌入苏寒的躯体内。一刹那间，闷雷声音响彻。1个时辰，2个时辰，苏寒满脸惬意，诸多的灵气都是不断灌入着自己的体内。第4层，正在修炼室坐着的严鹤神色有些惊讶，他眼瞳闪烁着诧异之色。这是怎么回事？我这边区域的灵气好像是正在慢慢减弱啊。不对啊，按理说第4层的修炼室灵气应该是很惊人的呢。难不成是我方才已经是吸收太多灵气，导致我身体灵气饱和了？似乎想到了什么，严鹤忍不住出声道：“一定是这个样子。”随后，严鹤笑容冷漠地说道：“也不知道那苏寒现在是在2层还是在3层苟延残喘着，等出去之后狠狠地羞辱他。”虽然感受到灵气变得薄弱，但是严鹤并没有当回事，全当是自己吸收灵气饱和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现在已经是巴不得出去试炼塔，好好羞辱苏寒了。第5层，轰隆，苏寒周身的气势直接暴涨，伴随着混沌血脉的吞噬，他的境界已经是达到了灵海境巅峰。不错，苏寒满意的出声道，灵海境巅峰再加上剑气达到了10质剑气，他的实力已经是很可怕了。这试炼塔当真是好东西，等后面攒足了一些贡献点再来冲击一波。他道。很快，修炼室这边传荡出了一道道声音，苏寒便是知道他进入试炼塔的时间已经是到了，随后起身便是准备离开试炼塔。试炼塔外，没有想到严鹤哥竟然突破了自我，踏入了5层试炼塔。望着5层方向，严晨满脸震惊地说道：“只是没有想到那个新人踏入了4层，实在是该死，这小子真是可恶啊！”严晨满脸扭曲着，要知道他现在顶多是能够前往3层的方向，而苏寒前往了4层，这不是碾压了他吗？他相当不爽，眼眸尽是怨毒之意。在众人拥戴下，严鹤的身影出现了，他满脸傲然，双眼带着满意的光芒。那苏寒哪里去了？还不赶紧跪地迎我？他傲然地说道：“严鹤哥，你终于出来了，没有想到你登上了5层，恭喜恭喜啊！”严晨满脸笑容的来到了严鹤面前。啊，5层？什么5层？严鹤先是惊喜，不过当听到严晨的话后，表情显得有些迷惑。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踏入了5层，我只是踏入了4层啊。4层？严晨双瞳一缩，他呆呆地看着5层的方向，有些难以置信道：“不可能，那家伙怎么可能踏入第5层啊？他不过是个新人啊！”什么？现场众人的表情都是一变。那么，既然不是严鹤踏入了4层，难道是一个个眼睛尽是惊骇了起来？不可能！严鹤看着第5层的光束渐渐熄灭了开来，他的神色一下子有些疯狂了起来。除了我和苏寒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在试炼塔内啊？他满脸狰狞，脸庞的肌肉都是扭曲了起来。他不相信那个新人踏入了5层现场，所有人都是齐齐的看向江长老。江长老冷漠的说道：“这次除了你们2人，没有其他人进入试炼塔。不可能，为什么他能够踏上第5层？他不过是一个新人啊。”严鹤脸色难看，踏入第4层的时候还沾沾自喜，但是没有想到苏寒竟然踏入了第5层。要知道林海境能够踏入第5层，那根本就是奇迹啊！而且他踏入4层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而苏寒只是一次机会就登上了5层。啊，真是那个新人！现场众人都是哗然了起来，显然都是无比震惊，都是没有料到会出现这个结果。踏入第5层的并不是严鹤，而是苏寒。严晨咬牙切齿，心中咆哮：为什么是他啊？可恶！严鹤脸庞扭曲，满脸阴沉。走！他咬牙切齿，继续留在这里，那就是丢人现眼。赶紧离开试炼塔这边。呵呵。此时，一道冷笑声音传来：严鹤师兄，这么着急离开，是不是忘记了些什么东西？严鹤身躯一颤，
旋即脸色阴毒地看着苏寒，怒吼道：“苏寒，你确定要和我为敌吗？”“呵呵，为敌？来这里挑战，也是你提出的赌约，现在就当这赌约没有发生不成？当着江长老的面，还有所有人的面，都是说话不算话。未来，你猜猜会不会再有人和你们赌约了？”苏寒冷笑了2声道：“找死！”严鹤怒吼道，一拳包裹着金色的光芒瞬间喷涌来。哼，今天这1万贡献点你不给也得给。冷哼一声，苏寒大手一抓，瞬间抓握住了对方的拳头。严鹤脸色一变，咬牙切齿，想要抽出自己的拳头，但是他根本抽不出来。砰！苏寒冷笑了2声，一脚踹出。噗！严鹤痛苦地哀嚎了2声，躯体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脸色显得极其苍白。他满脸惊怒，他可是通脉境2重境界的高手啊，怎么可能不是苏寒的对手？这让他浑身颤抖，满脸扭曲，眸子尽是恨意。你！当众人看到苏寒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严鹤的时候，所有人脸色都是狠狠的一变。严鹤师兄，人榜15的妖孽就这么被苏寒击败了。苏寒忍不住冷声道：“答应我的赌约，难道想要赖账？若是赖账的话，我不介意将你废了。”语气渐渐的有些发寒了起来。江长老淡淡睨了眼严鹤，平静地说道：“在老夫面前立下了赌约，老夫可是当了你2人的见证者。严鹤，你想要赖账？”闻言的严鹤脸色难看无比，咬牙切齿：“不敢，我给。”严鹤令牌1万贡献点划给了苏寒，以及那界的资源交给了苏寒。他眼眸阴毒地扫视了一下苏寒，便是灰溜溜的和严晨离去了。身为严家少爷，竟然遭受这样的耻辱。严晨的脸色依旧是显得极其难看，他也想不通，一个才来灵剑宗多长时间的家伙，竟然能够击败严鹤哥人群中。混账！杨顺，你给老子记得，若是再敢招惹苏寒师兄的话，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杨浪满脸恐惧，苏寒现在能够击败通脉境2重境界的严家2少爷，击败他岂不是更简单？甚至杀他都可以无形中出手。多谢江长老。苏寒望着眼前的江长老，不由得笑道。江长老淡淡一笑道：“既然现在有着1万贡献点，要不要再继续？”沉默了一下，苏寒便是拒绝道：“这12个时辰已经是让我获益良多了，所以算了。”江长老笑着点了点头：“好，期待你下次来试炼塔。”苏寒点头，旋即便是离去。他现在有着1万贡献点，虽然在外人眼中看着1万贡献点很多，但是苏寒很清楚，这1万贡献点兑换各种资源都是很费的，尤其是一些品阶高的资源，可能1万贡献点都不够用。不行，趁现在找时间，先做几个任务再说，先攒攒贡献点。苏寒想了想，便是笑道。刚回到宿舍没有多久，苏寒出来吧。外面传来了一道冷漠的声音。苏寒皱眉，随后走出宿舍。在外面立着4个人，看着这几人，苏寒神色冷淡。你们是？一名黑衣青年上下打量着苏寒，忍不住笑道：“苏寒，你走大运了，刚加入灵剑宗就得到高峰少爷的认可，可以准许你加入高盟。”高盟？苏寒一怔，见到苏寒这表情，几人就知道苏寒肯定是不知道高盟，毕竟这小子才加入灵剑宗。黑衣青年笑道：“高盟乃是外门第一人高峰少爷所创建的帮派，也是给你机会让你加入高盟，你就感激涕零吧。”苏寒算是明白了，这种事情他倒是听说过，像是各种的大门派内也会有着各种的小势力。高峰，外门第一人，你加入高盟，每次做任务，甚至外出寻找到了各种资源，高盟都得抽6成，你同意吗？黑衣青年傲然地说道，那骄傲的眼眸看向苏寒，就像是给对方的施舍。苏寒冷冷地说道：“不好意思，我拒绝加入。任务还有搜寻到的资源，这高盟都要抽6成，他看得像是冤大头吗？”什么？黑衣青年瞪着苏寒，怒道：“你敢拒绝我们高盟的邀请？”苏寒冷笑道：“我自己一个人习惯了，可没有给别人当狗的习惯。”可恶！黑衣青年几人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们怒喝道：“这是高少给你的机会，今天你就算是不加入，我们高盟也有的是方法让你入，不然日后你在灵剑宗外门就要寸步难行了。”苏寒眼眸虚眯了起来，狞笑道：“威胁我？高盟就是有这个实力。”黑衣青年哈哈大笑道，笑得显得十分张狂。苏寒冷冷一笑，身影一闪，一下子出现在了黑衣青年身前。黑衣青年眼眸一冷，怒喝道：“想要对我出手，你够资格吗？你认为自己击败了严鹤，就有资格和我一战？尝尝你爷爷的攻击吧！”说完话，突然间抡起拳头迎击苏寒的拳头，2拳碰撞，咔嚓！啊！伴随着凄厉惨叫声音响彻，一股强大的气流直接绽放，黑衣青年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你混账！你竟然敢这么对我！”黑衣青年面目狰狞，
仇恨地吼道：“什么？”黑衣青年起身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液，一脸吃惊地看着苏寒：“你竟然这么强！”其他两人脸色也都是变得极其震惊，随后咬牙切齿：“这当然很强了，他连人榜15的严鹤都击败了，你不是他的对手，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黑衣青年眼眸阴冷无比：“我们3个人一起出手，拿下他。就算他能够击败人榜15的严鹤，但我们3人的实力加起来，即便是严鹤也得避其锋芒。我们必须将他带到高少那边，不然若是怪罪下来，我们都吃不了好果子。当然不需要你提醒。”3人似乎达成了共识，满脸狰狞，下一刹便是连连爆射而出。既然你们想要找虐的话，那么成全你们。苏寒冷哼一声后，当3人出现在他面前，他直接攥握着拳头，疯狂朝着几人而去。轰隆隆，数道拳印分别轰向黑衣青年3人胸腔，鲜血喷出，咔咔的声音作响，骨骼碎裂的声音响彻。几人像是死狗一样趴在地面上。我们可都是高少的人，你敢这么对我们？3人脸色愈发难看。苏寒冷笑一声：“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胆敢与我出手，都要付出代价。”3人浑身颤抖，面目狰狞的可怕。你会后悔的，高少不会放过你的。高手可是人榜第1的妖孽，而且还是外门大长老的孙子，你和高少为敌，必死无疑。其中黑衣青年咬牙切齿地说道：“他们真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拒绝高少的提议，加入高盟。”苏寒神色平静，内心冷笑无比，让他加入高盟，说是加入，根本就是帮他高少争取资源、贡献点的下人罢了。这哪里是好意，分明是在羞辱。施舍于他，他可没有那么廉价。你等着吧，等着高少的报复。几人搀扶着准备离去，但是苏寒冷笑地说道：“既然要走的话，将你们贡献点留下来，以及那界的资源。”啊！什么？你还敢抢夺我们的东西？我们可是高盟啊！黑衣青年面目张得铁青，根本来不及说完话，迎面便是迎来苏寒的强烈一击，砰的声音响彻，鲜血喷溅，黑衣青年的牙齿似乎都要崩裂了几个。哼，我管你们是高盟还是低盟的，来我这里找我麻烦，都要付出代价。说完话，苏寒便是冷漠的将3人身份令牌的贡献点直接画到了他身份令牌上。哼，3个人加起来不过才1000贡献点，就这种实力还想要找我加入高盟？搞笑吧？苏寒嗤笑道，有些嫌弃。那界的灵石都这么少，出来装逼兜里这点实力，真是丢人现眼。他淡淡的扫了眼3人，便是将其资源直接收入了那界内。3人脸色难看，这个混蛋将他们资源贡献点拿走了，还在这里羞辱他们，实在是可恶啊！一个个眼眸猩红，恨不得将苏寒杀之而后快。苏寒冷冷地看了眼3人，转身就离去，回到了宿舍内。苏寒，你拒绝高少，在外门你绝对寸步难行。愤怒的声音响彻。我们回去将苏寒的暴行告诉高少。好，还有1个月就是外门大比的日子了，高少明明需要人手，这小子拒绝高手，死不足惜。回到宿舍后，苏寒直接将严鹤和方才几人的资源直接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吞噬得干干净净，体内灵气沸腾，在丹田内滚动着，朝着4只百骸掠去。苏寒的眼眸闪烁着一道异色。还不行，他皱眉道，严鹤和方才那3人的资源就算是再强，想要提升到通脉境还是差点意思，看样子自己还是准备前往外面寻找一些资源再说吧。苏寒出声道，东荒土地资源丰饶，各种的修炼资源都是数不胜数，比他所在的苍兰城那个区域好太多了。苍兰城所在的区域属于边陲之地，资源土地都是相当贫瘠。那去哪里呢？苏寒扬起了眉头，有些皱眉的说道。想了想，先出了宿舍。苏寒师兄，一道声音传来。苏寒看着对方，前面走来了一名黑衣青年，而这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李岩。当日也是对方带他前往长老那边登记的。李岩也没有想到见到苏寒，在灵剑宗实力强者被称之为师兄。苏寒虽然是后来者，但是人家够强，那自然是师兄了。李兄，你来的正好，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苏寒脸色一喜笑道，在灵剑宗他现在根本没有认识的人，这李岩正好可以询问。苏寒师兄有事？李岩好奇地问道。苏寒问道，这东荒哪里有资源之地，就是可以寻找修炼资源的。李岩闻言旋即道，我们灵剑宗附近就有着一座开启的秘境，赤炎秘境。这秘境终年都是可以进入的，若是苏寒师兄想要找资源，那必然是这赤炎秘境了。苏寒闻言双眼一闪，赤炎秘境可以随时进入的秘境，这可以啊，多谢。苏寒道。李岩道，这种事情即便是我不说，苏寒师兄随便找个人也能够问出来的。不过他眉头紧皱着，看着苏寒沉声道，苏寒师兄，你要小心高盟的人，我听说你刚才好像是教训了高盟的成员。苏寒皱眉道，这高盟很强。
李岩沉声道。高蒙在外门是很强的组织，高蒙盟主是外门大长老的孙子，现在实力已经是通脉境8重境界的妖孽，而且还是人榜第一，身怀着4品初级血脉。闻言的苏寒双眼微微眯起，通脉境8重，还是4品初级血脉，确实是很强。不过苏寒倒也是无惧，放心，我知道了。苏寒冷声道，若是这高蒙找我麻烦，我也不介意用血来告诉他们，有些人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他确实是无惧高蒙的威胁，通脉境8重虽然很强，但是于他来说，他也不是不可以一战。对了，苏寒师兄，1个月后要举行外门大比，前5名可以提前晋升内门，而且第1名据说还能得到特殊奖励。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外门大比，第1名还有特殊奖励，这外门大比他自然要参加。1个月时间，于他来说还很早呢，到那个时候，想必他的实力已经是达到了通脉境。苏寒师兄，你是准备参加吗？看着苏寒的表情，李岩有些好奇地问道。苏寒笑道，1个月时间，到那个时候看看再说。不过这外门大比需要报名吗？不需要，外门弟子想要参加都是可以的，也不需要报名。闻言的苏寒点了点头，便是了解了。既然这外门大比有奖励，他自然是要参加了，而且还是要进入内门。苏寒很清楚，灵剑宗的内门天地灵气远比外门强许多，虽然进入内门自然是最好的。李岩道，苏寒师兄，你若是想要前往赤炎秘境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前往任务大堂找一些秘境做的任务，这个样子不只是可以在秘境内获得资源，还可以获得贡献点。还能这样？苏寒眸光一闪道，可以的，很多师兄师姐都会按照这种形式去做任务，这样不会特意浪费时间再去寻找任务了，获得贡献点了。听到李岩的建议后，苏寒便是点了点头。要知道他过2天回到宗门内，还想要再前往试炼塔，而且贡献点不只是可以兑换试炼塔的时间，还可以兑换资源。他若是前往赤炎秘境，倒也是可以前往任务大堂寻找一些任务做。我明白了，多谢。苏寒笑道，不谢的。苏寒师兄小心，赤炎秘境各种妖兽盘踞，还有着来自其他势力的天骄。李岩提醒道。苏寒点头，转身便是离去。李岩叹声道，哎，要是能够有苏寒师兄这样的天赋就好了。他看着苏寒背影，显得很羡慕。什么？本少给他机会，他竟然拒绝。在外门一间豪华宿舍内，一名白衣青年脸色显得极其难看，浑身的气息疯狂抖动着，令得周遭的气势都是变得极其骇然了起来。外门第1人高峰，高少，那苏寒太嚣张了，我们诚心邀请他加入高盟，没有想到他直接拒绝了，更是将我重伤了一堆，而且还将我们的贡献点、资源都给划走了。黑衣青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身边2人也是如此。可恶，一个刚加入灵剑宗的新人，我是看他天赋极佳，才想要让他加入高盟的，没有想到他拒绝也罢了，竟然敢对高盟的人出手，实在是该死。等我进入内门后，高盟的地位也必然水涨船高，成为外门第1势力。高峰脸庞都是有些扭曲了开来，一双眼眸闪烁着极度的怨毒之意，通脉境8重境界的气势绽放。而且要不是为了1个月后的外门大比，我根本不需要用人，他苏寒也根本得不到这个机会。我给他的机会，他竟然像是丢垃圾一样将其随意丢弃，我怎么可能当作没有发生？高峰脸上尽是阴冷之意，他身边的1个人脸色都是异常难看，他们都是来自高盟的人。要知道高盟的成员足有200名，在外门那绝对是相当恐怖的人数，虽然比不上内门3大势力。唰！忽然间，一名身穿紫袍的青年走来，沉声道，高少，我方才发现苏寒前往了任务堂。高峰眼眸眯起，冷道，他去任务堂了，看样子是想要去做任务，给我派人盯紧他，在灵剑宗杀不了他，那就去外面给我解决了他，让他明白我高峰的提议不可拒绝。明白。紫袍青年点头，眼神闪烁着寒意。高峰神色阴厉，犹如毒蝎。灵剑宗任务堂，苏寒踏入任务堂大殿，这片区域人满为患，有着不少弟子都是来这里寻找任务的。任务堂的内容按照困难等级分别10个级别，最简单的就是1级。这1级任务苏寒随便扫视了一下，帮外门长老遛狗一趟，可得贡献点100；为外门要员浇灌灵药3日，奖励贡献点120。任务虽琐碎，却胜在轻松易得，正适合初来乍到之人积攒资历。苏寒这1级任务甚至懒得扫视，他现在寻找的赤炎秘境的任务，以他现在的实力，即便是通脉境的任务他也有实力去做。苏寒直接找到了5级往后的任务，他自然是选择贡献点多的任务做，像是100贡献点这种任务，你就算是让他做，
他都懒得浪费时间在这任务上。有了，苏寒眸子一凝，在6级任务一栏中，前往赤炎秘境，斩杀一头通脉境5重境界黑岩牛，将其尸体带回宗门。完成任务可以奖励1500贡献点。任务建议通脉境6重境界及以上弟子做。第二个，赤炎秘境有一处赤炎悬崖，前往此地采摘2颗3品级别的灵元果。此地盘旋着的妖兽众多，多以通脉境5重境界的妖兽为主。完成任务可以获得2500贡献点。任务建议通脉境7重及以上弟子做。苏寒神色淡然，同时再往下瞅了瞅，还有2张赤炎秘境的任务，但比前2个任务级别要难一些，7级任务，但他还是想要尝试一下，也都是诛杀妖兽的任务，而且贡献点还不少呢。苏寒笑了笑，便是直接将任务取了下来。他随后便是来到了任务堂的柜台前，掌管任务堂任务登记的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苏寒从手册中认得他，此人叫做梁谷。看着苏寒的任务后，梁谷皱了皱眉。年轻人这任务上都是有着标记的难度，而且建议何等实力的弟子去完成。你现在不过是灵海境，要去赤炎秘境完成6级甚至7级困难的任务，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他认为眼前的少年是一个好高骛远的人。梁长老，这些任务要是完不成，可都是会死人的。你认为我苏寒会去送死吗？听到苏寒的话后，梁谷神色有些古怪。既然不是送死，那你……等等，你叫苏寒，就是前不久闯过试炼塔第5层的新人，还击败了通脉境2重境界的岩鹤。苏寒没有想到他这么出名，他便是笑着点了点头。虽然你小子很妖孽，但是这些任务都是极其困难的。梁谷看着苏寒有些欣赏。苏寒咧嘴笑道：梁长老，既然我说要做这些任务，自然是有实力做准备。梁谷深深地看着苏寒，看到苏寒这么坚持，他也没有继续劝说了。若是太危险，任务可以不做，赶紧撤。他凝重地看着苏寒提醒道，这样的一个妖孽，他自然是不希望看到出现危险。苏寒看着梁谷笑道，明白梁谷长老。说完便是离开了任务堂，取了4张任务，他直接前往赤炎秘境。按照李岩所给自己秘境的位置，苏寒直接离开了灵剑宗，前往了赤炎秘境。赤炎秘境所在的位置便是在灵剑宗西北方向，大约4个时辰的路程。赤炎山，这里就是赤炎秘境的入口了。来到赤炎山的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凌厉的光芒。要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前往秘境，对于秘境还是有几分期待的。又有猎物了。就在苏寒刚踏入赤炎山的时候，几个冰冷嘲弄的声音响彻，苏寒双眼忍不住散发着冷意。刷刷刷，7个人出现。哼，一个灵海境的蝼蚁竟然也敢私自踏入赤炎山，想要进入赤炎秘境。说话的是一名魁梧男子，他双眼玩味戏谑地看着苏寒，冷冷笑道：接下来你就别去赤炎秘境了，将你那戒交出来，同样将你神魂给我释放，我亲自打上奴役，成为血魂团的奴隶。这魁梧男子就这么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眼眸闪烁着冷然之意。苏寒眼眸冰冷无比，在灵剑宗师手册中，他也算是了解了东荒的一些势力。手册记载着血魂团，这血魂团属于东荒最顶尖的佣兵团，麾下有着各种穷凶极恶之辈，将自己神魂放出，让他们打上奴役，这辈子自己注定无法脱身，只能世世代代的成为对方的奴隶。哪怕是自己生的子嗣，他们神魂中同样会有着奴印传承，自己子子孙孙都会成为血魂团的奴隶。苏寒看着面前的魁梧男子，冷冷一笑：我要是说不呢？找死！魁梧男子闻言，脸上变得极其森然，狞笑道：小子让你狂妄，既然不答应，那我本大爷亲自将你神魂捕捉出来。下一剎，直接出手，一拳轰杀而至。一名通脉境的杂碎也想要杀我。见到魁梧男子出手，苏寒忍不住狞笑道，旋即便是一拳而至。咔嚓一声，伴随着清脆的骨骼碎裂声音响彻，魁梧男子直接惨叫了起来。他的手臂瞬间炸裂了，鲜血喷溅，化作了血雾。魁梧男子目眦欲裂，你敢动手？枪！祭出是渊剑，苏寒抓住是渊剑，眼眸闪烁着冰冷森然的寒意，直接持剑猛地抡出。噗！一道剑气肆虐开来，从魁梧男子的脖子直接掠出，鲜红的血液溅洒一地，脑袋坠落在地，双眼带着惊恐和不甘心。另外6人脸色齐齐惊变，一个个眼眸睁得溜圆。这个家伙不只是灵海境，还是一名剑修。混蛋！逃！这笔账我们血魂团记下了，杂碎你等着。感受到苏寒浑身杀气腾腾，其他6人都是感受到苏寒气息的恐怖。若是继续留下来，他们必死无疑。苏寒冷冷地说道：既然来了，还想要逃走，我可没有说让你们离开。葬灭剑诀第1式，流光掠影。锵锵锵，
剑气铺天盖地笼罩而下，刚要脱身的几人露出阴冷的笑容，看着苏寒，满脸怨毒，试图要将苏寒的身影记下来。毕竟他们血魂团可是东荒第一大暗杀佣兵团，胆敢杀佣兵团的人，不论你是什么势力的人都要死。可是猛地他们要发现一道道剑气落下，眼眸闪烁着惊恐之意。不好！不！随着一道道痛苦绝望的声音落下，6人狠狠地遭受着苏寒的攻击，砸落在地。不，你不能杀我们，我们是血魂团的人，你若是杀我们，将会成为血魂团的猎物的。其中一人脸庞狰狞，恶狠狠地看着苏寒吼道。苏寒冷笑一声，丝毫不在乎几人的威胁，将几人直接诛杀，随后运转着神魔霸体绝轰隆隆，几人的血脉精血以及体内的诸多能量都是涌入了他的身体内，只是壮大了丹田中所储备的力量，但是想要提升自己的境界还是不行。哼，这几人都不过是普通的修士，能够达到通脉境已经是费尽了天才地宝才是。苏寒忍不住冷道，最强的血脉竟然也不过是2品高级。那戒！苏寒双眼闪烁着一抹异色，将几人那戒收了起来，旋即掌心探出琥珀炎炎，将几人的尸体直接烧得干干净净。他直接离去。1个时辰，赤炎秘境，赤炎山峰顶处浮现出了一个赤炎秘境的入口。苏寒轻笑一声，直接踏入了赤炎秘境。望着眼前的秘境空间，苏寒眼眸中闪烁着一抹兴奋之色。这就是东荒之地的秘境。苏寒沉默，在苍兰城他只听说过秘境，而他所在的苍兰城地形处于极其偏僻的区域，根本不曾诞生出任何秘境。怪不得柳如烟为了徐傲天背叛自己，想要来到这东荒，这里确实是不一般。徐傲天有着城主府撑腰，而自己只是苏家养子，即便是自己再妖孽，苏家也不允许自己成长起来。第二个就是徐家在东荒中还有着主家存在，柳如烟看中了就是徐傲天身后有着种种背景，才会爬在徐傲天的床背叛自己。苏寒神色森然，但就算是徐傲天再有背景，只要给足他时间，他的背景统统会被自己踩在脚下。他有着混沌鼎，而且还身怀着混沌血脉，即便是徐傲天再强，但是他身上的血脉可是自己的，血脉终归不是自己的，想要借助我的血脉踏上更高层次，我岂能如你所愿？冷冷的声音响彻，带着无尽的寒意和杀意交织着。不论是徐傲天意或者是柳如烟，都是在他的必杀名单上。若是这徐家想要帮助徐傲天对自己出手，那么自己也不必留情。哼，好，先去击杀黑岩牛，把自己所取的4个任务先做了。苏寒将任务后面的地图扫视了一下，茫茫秘境，这黑岩牛自然是不需要他寻找，若是为了寻找黑岩牛，那可是会浪费太多时间的。这黑岩牛还有着赤炎悬崖都是属于一个区域啊。黑岩牛栖息在赤炎悬崖，正好顺道采摘2颗灵元果。苏寒看了一下地图，便是知道了大体方位，直接没有多余的废话，一个纵身刹那间朝着赤炎悬崖的方向而去。赤炎秘境中蕴含着的资源极其丰饶，即便是赤炎秘境属于下品秘境，里面的资源也是相当惊人的。秘境分为下品、中品、上品，而像是一些下品秘境在东荒都是没有任何禁制的，几乎都是对外开放的。但是据苏寒了解，像是一些中品秘境以及上品秘境都是有条件才可以踏入的，秘境等级越强，其资源也就越多，当然危险程度也会大大上升。1天时间，根据地图上画出来的位置，苏寒很快便是来到了赤炎秘境赤炎悬崖附近。当他来到此地的时候，眼眸逐渐凝重了起来。虽然没有踏入赤炎悬崖附近，但是周遭强横的妖兽气息疯狂肆虐着，有着道道兽吼声音响彻，仿佛要将空间震碎一样，很强。黑岩牛虽然是通脉境5重境界的实力，但是它的肌肉极强，堪比通脉境6重境界。苏寒道，尤其是黑岩牛这种妖兽，还是属于群居妖兽。他眼眸闪烁着金光，就算是通脉境6重境界的实力又如何？现在我虽然只是灵海境巅峰，但是加持着剑道实力，就算是通脉境6重巅峰，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正好趁着这个秘境的时间，不只是多猎杀一些妖兽，也多寻找一些药材，炼制一些3品级别的丹药。现在2品级别的运灵丹，哪怕是生灵丹，对自己来说也是微乎其微。苏寒很清楚，他来秘境为了什么？寻找自己，提升实力才是现在关键要做的事情。唰，他落在赤炎悬崖附近地面上。当他落下后，便是捕捉到地面上开始轰隆隆的颤抖了起来，像是有着什么特殊的生灵朝着他这里而来。苏寒眯起双眼，冰冷的眼眸看到了一头巨大的妖兽袭来，是一头棕熊。棕熊目光冷若至极，磅礴的妖威席卷着。暗炎棕熊，通脉境4重巅峰境界的实力。苏寒道，轰隆！还未等他说完话，暗炎棕熊便是攥握着拳头朝着他杀来，拳印席卷着恐怖的力量，悍然而下。苏寒脸色无比冰冷森然。一头暗炎棕熊
还想要对我出手？唰！他五指张拢着，旋即一股强横的力量瞬间涌现而出，轰隆！一人一兽的拳头狠狠地碰撞在一起，咔嚓声音响彻。暗炎棕熊痛苦地哀嚎了一声，他艰难地看着自己的手掌竟然出现了血液，他清晰地捕捉到自己掌心中骨骼似乎破碎了。枪！噗！还未等暗炎棕熊有下一步动作，苏寒抓握着噬渊剑，猛然间爆刺而出，刹那间从对方的脖子中掠过去，鲜红的血液便是飙射而出。通迈境4重巅峰的暗炎棕熊就这么被杀了。苏寒冷笑一声，将其血脉精血蚕食，随后取出妖兽的妖丹。妖兽除了体内的精血外，便是妖丹中蕴含着顶尖的力量，这些资源若是攒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资源。收起妖丹后，苏寒继续，在他记忆中，此间之地属于一片妖兽栖息之地，所以杀完一头暗炎棕熊并不算是结束。吼吼吼！杀完暗炎棕熊后，又是出现了几头妖兽，其实力都是在通迈境4重以及5重境界。苏寒看着这些妖兽，笑容显得无比灿烂。既然都出现了，那么就杀了。你们的血脉精血还有这妖丹都是我的。想要提升实力，击杀比自己强大的妖兽，能够获得其体内精血和妖丹，何乐而不为？似乎感受到苏寒的杀意，一群妖兽满脸狰狞，眼眸闪烁着凶光，个个施展着自己的天赋武技，对着苏寒杀来。流光掠影，持着噬渊剑，苏寒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杀意。一群孽畜，想要杀我！锵锵锵！恐怖的剑气卷起一层层毁灭的波澜，当即是灭杀了妖兽的天赋武技。一个时辰后，苏寒衣袍燃血，脸色森然，双眼泛着凶光。在他身前已经出现了一头头妖兽尸体。呼！杀着杀着，灵海境巅峰的境界已经是彻底扎实了。苏寒双眼微微眯起，笑容无比浓郁地说道：现在掌控着妖丹已经达到27枚了，还不错成果。苏寒轻笑一声，抬眸望去，在那不远处一侧悬崖峭壁上有着一棵歪脖子树，树上有着一颗颗果实，金色的果实，灵元果，3品初级药材。苏寒眼眸一喜，虽说灵元果也是属于药材一类，但是果实一类一般在药材中划分到灵果中，这种灵果可以用来炼制丹药，也可以炼化服用。刚要去采摘，忽然苏寒眸子微微眯起，不远处3头通体漆黑的独角牛出现在他视线。黑岩牛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苏寒冷冷地说道。黑岩牛虽然也是通迈境5重境界，但是据他了解，黑岩牛的血脉精纯度要比暗炎棕熊那些妖兽强很多，尤其是黑岩牛的独角好像是蕴含着精纯的灵液灌注在其中，同样黑岩牛提升的速度也要比暗炎棕熊要强。这些家伙是看准时机了才出现的吧？黑岩牛的灵智还挺高，怪不得这任务高达6级。苏寒道。哞！一头体型庞大的黑岩牛看向苏寒，像是看猎物一样，眼眸一抹赤红浮现，直接对着他轰撞而来。磅礴的气息碾压虚无空间，苏寒眼眸一闪，攥握着拳头，一拳轰出。咚！惊人的气息疯狂交织着，苏寒眉头皱起，连连倒退10几步才停下来。牛的力量竟然要比暗炎棕熊的力量还强，他脸上一片震惊。轰隆隆，3头黑岩牛凶眸闪烁着寒意，分别从这3个不同方向而来。他们身躯上缭绕着黑色的光芒，尤其是他们眉心处的独角更是激荡着凌厉之意，似乎在虚空上裂开一道道裂纹。天赋武技蛮荒角。苏寒见状眉头一皱，妖兽并不是只会使用蛮力，同样会施展武技，只不过他们的武技是与生俱来的，名叫天赋武技。普通妖兽一般只有1个天赋武技，而实力强横、血脉强大的妖兽则会拥有数个天赋武技。3个方向像是3柄利剑绞杀而来。苏寒狞笑，他身躯连连暴退，握着噬渊剑，眼眸闪烁着暴戾之意，暴喝道：流光掠影。藏灭剑诀第1式流光掠影，苏寒已经是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了。密密麻麻的剑气朝着黑岩牛3个独角方向而去。黑岩牛独角蕴含着相当恐怖的破坏力，纵使是一些通迈境6重境界的修士都受不住他这毁灭的一击。但是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苏寒，即便是苏寒只是灵海境巅峰，但是苏寒的肉身可是经过神魔霸体诀的修炼，肉身早就堪比通迈境了。再加上剑道的增幅，就算是对方的实力达到通迈境6重境界，他也能将其击杀。3者的攻击瞬间碰撞在一起，痛苦的哀嚎声音响彻，一头头黑岩牛眸子充满了惊恐。看准时机，先杀老大。苏寒凝然一笑，捕捉到一头体型最大的黑岩牛，身影闪烁着，握着噬渊剑瞬间穿透黑岩牛的脖子，猛地一划，噗！嗷！黑岩牛痛苦哀嚎，他没有想到苏寒竟然先杀他。他是3头黑岩牛年龄最大的，
每一次战斗都是通过他的指引才能杀掉猎物，而且还是施展着3个天赋武技啊，怎么会如此不堪啊？眼睛渐渐地浮现出强烈的不甘，随后彻底惨死。另外2头黑岩牛见到老大被杀，转身就要逃走。苏寒见状轻笑一声，说着便是直接攥握着石渊剑，猛地划破虚无空间，狠狠地钻入2头牛的脖子处。扑哧一声，鲜红的血液喷溅洒落，他们都是直接惨死在当场。老大被杀，没有了主意，想要逃走，这样死得更快。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冷意，随后将黑岩牛的尸体直接送入那戒中，运转着神魔霸体诀，直接吞噬着黑岩牛的精血，同时将他们的妖丹收入那戒中。至于独角，苏寒自然是也没有浪费，将其切掉，直接送入了那戒内。好了，接下来该采摘灵元果了，这是第2个任务。苏寒轻笑一声，一瞬间来到了赤炎悬崖附近，而这片区域的妖兽都是瑟瑟发抖。当苏寒一人之力屠杀了他们这边大约30头妖兽后，妖兽都是不敢再上了。他们是妖兽，但是他们不傻。灵元果，在灵元果树上，苏寒数了数，一共是生着10颗灵元果。苏寒笑道：“3品初级灵果，市面价值极高，一颗大约都高达10万灵晶。灵元果中蕴含充沛着灵气，食用1颗可增加3年修为。”望着灵元果，苏寒眼眸有些狂热，很想要将10颗灵元果都是占有，但是随后便是摇了摇头，其他8颗自己占有就可以了。想着想着，便是露出了笑容。师弟，得到了什么这么开心呢？苏寒转身，眼眸微闪，远处一名身穿青色衣袍的少女，容颜精致，眼眸如水看来。少女身边还站着3名青年身影，眼中皆是闪烁着戏谑和玩味，仿佛看向苏寒的眼神像是看蝼蚁一样灵剑宗的。苏寒捕捉这4人的气息都是通脉境，其中一名白衣青年身穿长袍，眼眸显得极其凶厉，看着苏寒笑道：“将你杀掉黑岩牛的任务以及灵元果都交出来。”苏寒淡淡睨了眼几人，想要灵元果，拿命来换。哈哈，高少说的没错，你小子确实是一个硬骨头。白衣青年狞笑道。苏寒闻言略显沉吟，高少，高萌的。刷，逐渐白衣青年冷笑了一声，通脉境3重巅峰境界绽放，下一刹右手攥握着一拳，追风暴拳，地阶终极武技，拳印激荡，虎虎生威，势大力沉。苏寒冷哼一声，五指张拢着，顷刻间便是施展着8荒震天拳。轰隆，空气中瞬间炸裂了开来，2股强横的力量逐渐撞击碎裂，随后在强横的力量下，白衣青年吃痛一声，连连倒退10几步，他的脸色像是吃了大粪一样，五官都是积压在一起。混账，你这新来的胆敢对我萧飞出手！牙齿紧咬，枪！苏寒持着石渊剑，齐肩斩下，扑哧！啊！痛苦的声音响彻，萧飞脸色难看，他看着苏寒，眼眸充满了怒火。他可是人榜第13的妖孽啊！苏寒嗤笑地看着萧飞，冷道：“来杀我，抢我任务，还想要我饶你一命？”萧飞愤怒：“你！”枪！噗！苏寒懒得听这家伙废话，一剑直接削掉了对方的脑袋。萧飞眸子圆睁，带着强烈的痛苦和不甘，一瞬间便是诛杀了通脉境3重巅峰的萧飞。苏寒自语道：“你要是在灵剑宗和我挑战多好啊，我还能获得贡献点，现在杀了什么都没了。”林海静还是一名剑修，青袍少女几人的脸色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杀意。怪不得高峰哥哥要我们出手呢。青袍少女冷道：“外门妖孽！”云月，云月袖口一颤，便是一柄薄如蝉翼的银剑出现在玉手中。青灵剑，玄阶初级灵气。至于其他2人，眼眸阴冷。杀高萌的人，苏寒你已经有取死之道。说话的则是一名瘦瘦高高的青年，他冷声呵斥道：“孙宁！”他眼眸的寒光和杀意在交织着，杀念咆哮。出手！云月俏脸阴沉无比，迈着步伐瞬间纵身而出，通脉境4重巅峰，剑出流云。云月冷声道：“青灵剑瞬间祭出。”苏寒冷漠一笑，这也算是第一次遇到剑修对决。抬手是渊剑剑尖，瞬间与对方的青灵晶碰撞开来，一股股强横的灵气瞬间便是激荡了开来。云月闷哼一声，巨大的剑威滚动着，肆虐着强横的剑气喷涌而至。他脸色发白，狠狠地砸落在地面上，张口便是喷出一口鲜红血水。他俏脸简直是扭曲到了极点。一个新人还未得到长老教导，为什么你的剑道实力比我强？混蛋，胆敢对云月师姐出手，死啊！孙宁2人脸庞逐渐沉了下来，2人咬牙切齿，瞬间朝着苏寒杀来。胆敢忤逆高峰师兄的意志，所有人都得死！怒喝声音响彻，
带着无尽的怨毒。望着二人的攻击，苏寒冷冷道：“既然你们找死，那么我成全你们。”孙宁和另外一个青年身躯上的气势绽放到了极点，冰冷的眼眸锁定着苏寒，强烈的仇恨之色达到了极点。二人对着苏寒便是施展出了惊人的攻势。然而二人的攻击，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不屑，握着噬渊剑，陡然间一划，虚空上便是出现了一道道肆虐的剑气。不好，不，怎么可能？二人瞳孔收缩，他们两人的攻击在强横的剑气下直接搅碎得干干净净。旋即余威剑起，将其二人狠狠地砸在了云月身边。云月脸色发白，俏脸显得极其难看。他们都是通脉境的实力啊，而且他云月本身出了通脉境4重巅峰，还是人榜第11的名的妖孽啊！苏寒出现在三人面前，混账！苏寒，你太嚣张了，我们都是高盟的人啊，你敢这么对我们，高少不会放过你的。孙宁咬牙切齿，满脸阴沉至极地说道。苏寒冷笑了一声，既然如此，那就直接杀了你们吧。孙宁脸色居然间僵硬了起来。你，噗！握着是渊剑的苏寒直接猛地抡起，孙宁的脑袋瞬间飞射了出去，鲜红的血液溅洒一地，他的双眼还残留着惊恐和绝望，更是强烈的不甘。高峰安排他们4个人来秘境诛杀苏寒，这件事情简直是太简单不过了。4名外门顶尖妖孽联手诛杀一名灵海境的蝼蚁，简直是小意思。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折翼在这里。苏寒，你竟然敢杀孙宁！云月俏脸扭曲无比，眼眸尽是恨意。呵呵，苏寒忍不住嘲笑了2声，阴沉的眼眸看向云月，冷笑道：“这么说你们来杀我，我应该将兵器让出去，然后让你们将我碎尸万段，是这个意思吗？”云月脸色更是难看，屈辱莫名。他沉声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我们不会和你为敌的。”另外一人忍不住点头，犹如小鸡啄米一样：“师姐，你们来杀我，还想要让我放你回去？”苏寒凝然着脸庞，阴森笑道：“什么？你还想要杀我们不成？你若是杀我们灵剑宗高层，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云月俏脸扭曲到了极点，怒吼道。另外一人愤怒地说道：“苏寒，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不好吗？你若是继续咄咄逼人的话，一定会死得很惨的。”他眼中满是仇恨之色。哼！苏寒忍不住冷笑一声：“你们4个人来杀我，那2个先死了，这就是报应。所以你们也得死。至于你们所说的不和我为敌，说实话，我还真的不在乎。”云月和另一人脸色居然间变得极其难看，来不及说话，苏寒便是冷笑一声，抽剑一划，2颗脑袋瞬间飞射了出去，鲜血喷溅。云月和另一人眼睛睁得溜圆，即便是到死都不敢相信。苏寒面色冷肃地看着4具尸体，在这个武道世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他不会相信敌人任何的话，对方说不会和他为敌，信那才是傻子。这2人肯定会回到灵剑宗，将自己的秘密告诉那外门第1人的高峰帝，将4人那戒收起来。旋即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只是一瞬间，4人血脉精血便是被吞噬干净。旋即苏寒掌心攥握着琥珀炎炎，唰，一把火直接将几人的尸体焚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堆黑灰。此时苏寒眼睛冷酷的可怕，自己这是拒绝加入高盟，这高峰便是安排人对自己下杀手，还真是该死。外门大比是吧？我倒是看看你这外门第1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冷笑道，眼眸内闪烁着强烈的寒光和杀意交织着。接下来还剩下2个任务。苏寒出声道，另外2个任务同样是猎杀妖兽，不过这2任务猎杀的妖兽要比黑岩牛还要强一些，7级任务。不过现在自己实力还只是灵海境，趁现在这些家伙送来的资源，自己先找一个地方先破境再说。苏寒淡笑道，他望着赤炎秘境，这秘境蕴含着如此丰饶的灵气，在这里修炼破境正好。说完，苏寒便是一个箭步消失原地，离开了这赤炎悬崖附近。大约1个时辰，苏寒便是来到了一片灵海中，他神魂扫荡附近，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人。方才那几人那界的资源还不少呢，令牌上的贡献点都花到我令牌上吧。看着云月几人令牌上的贡献点，加起来足有4000呢。一瞬间，苏寒手中的令牌的贡献点便是达到了14000。接下来将任务做完，自己令牌上的贡献点差不多也有2万左右。还有什么？苏寒扫荡着云月4人的那界，几人下品灵石加起来有着3万，中品灵石有着15000左右，还有2品、3品级别的药材大约有着数十株，以及一些运灵丹。这是……忽然间，苏寒便是在他们那界中发现了6道赤色印记，难不成这是赤炎秘境中所形成的赤炎印记？赤炎印记，其内蕴含着磅礴的灵气，可以拿来修炼，效果甚至比一些2品、3品丹药好一些。有不少修士来到秘境都是为了寻找一些印记，
赤炎印记则是赤炎秘境所形成的印记，每一种秘境中都会凝练出各种印记，其作用都是极其惊人的。哈哈，高峰让人来杀我，却不想到送给自己如此磅礴的资源，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了。苏寒冷然笑道，望着眼前的资源，还有之前他所获得的灵元果以及妖丹，都是摆放在了地面上。神魔霸体诀，轰隆，催动着功法，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直接开始强势吞噬着眼前的资源。苏寒的肉身不断壮大，肌肉开始疯狂蠕动着，他的身体好像是一座巨大的熔炉一样。与此同时，赤炎秘境外，呼哧，下一刹，一名身穿褐袍中年缓步踏入了秘境中，在他身边则是跟随着一名白衣青年。那小子确实是踏入了赤炎秘境，不会错的，他就是踏入了赤炎秘境，我亲眼所见。白衣青年扭曲着脸庞，怒声道。褐袍中年阴森森地说道，好，既然在赤炎秘境，那此地就是他的埋骨之地。眼眸阴冷，杀意暴涌。赤炎秘境，灵海。大约过去了一天一夜，苏寒周身的气息疯狂暴涌了开来，一道道灵气贯穿天地，更是朝着他体内涌现而至。他的四肢百骸以及五脏六腑都是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苏寒眼眸暴睁，强横的力量瞬间贯穿全身，而他的灵海境境界终于是松动了开来。轰！通脉境一重，通脉境二重，直至通脉境三重境界才停下来。而此时苏寒肌肤上泌出了一丝丝的黑色杂质。苏寒见状，通脉境是将修士体内的五脉杂质给彻底洗涤干净，这样有利于后面的修炼。只有武道前期打好夯实的基础，后面的修炼才会一帆风顺。苏寒笑道，所以他也是见怪不怪了。通脉境三重境界，这个境界自己的丹田再度比灵海境丹田大了3倍左右，至于五脉也比灵海境时宽阔了一些。他仔细感受了一下，同样是显得很兴奋。随后苏寒便是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衣袍。吼！忽然间背后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吼声。苏寒皱起眉头，只见不远处一头赤金色的狮子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这头赤金色的狮子浑身森然无比，双眼闪烁着强烈的杀意，看向苏寒，低沉的气息波动更是疯狂地横扫了开来。赤焰狂狮，苏寒惊讶地说道。赤焰狂狮就是他另外2个任务之一，对方的实力乃是通脉境6重巅峰。本想着修炼破境之后再去寻找你的，没有想到你自己倒是送上门来了。看着这赤焰狂狮的出现，苏寒没有任何的绝望，反倒是唇角挂着一抹阴冷的弧度，笑道，我还是很想要知道现在自己的实力，没有想到你竟然蹦出来了。苏寒冷笑道。吼！赤焰狂狮怒吼，眼眸闪烁着怒意，好像是在气愤苏寒踏入了他的地盘。苏寒皱眉，忽然间扫视了下地面，地面上一具具骸骨浮现，更有着腐烂的尸体。看样子这片区域是赤焰狂狮的食堂啊。他冷道。唰！赤焰狂狮一跃而出，对准苏寒，全力挥动利爪，劈出一道赤色的爪印。苏寒眼眸一凝，天赋武技赤焰爪，金色爪印掠下，好像是在虚空上闪掠着一道道爪印般。苏寒即便是没有出手，也能够清晰感受到那赤焰爪中所蕴含着的千斤之力。哼！他冷笑，八荒镇月拳，攥握着拳头，苏寒猛地轰出一拳，和赤焰狂狮的赤焰爪碰撞在一起，疯狂地撞击，形成了连连的余威。下一刻便是传来一道愤怒的惨叫声音，赤焰狂狮施展赤焰爪的那一只脚瞬间崩碎，化作了血雾。吼！赤焰狂狮不甘地看着苏寒，同时眼眸带着惊怒和愤恨之色，更是有着恐惧。苏寒走来赤焰狂狮面前，抬起手掌，有些兴奋地说道，果然是很强，他现在实力是通脉境3重境界，面对着通脉6重巅峰境界的赤焰狂狮，能够一击击杀。说着，苏寒运转着神魔霸体诀，以强横的姿态将赤焰狂狮的血脉精血吞噬，随即将其妖丹直接送入了自己那戒中。尸体同样是送回去，还差一个。苏寒咧嘴笑道。最后一个和赤焰狂狮相当的妖兽，也是通脉境6重境界，他眼眸闪烁着金光。来赤炎秘境寻找资源是真，任务则是顺道做着的。就这样，苏寒继续在赤炎秘境行动，一下子就是过去了3天时间。3天时间内，苏寒也是猎杀了不少的妖兽，获得了不少的妖丹。同样这几天时间，苏寒的实力也是愈发的恐怖了起来。虽然没有提升实力，但是和妖兽对战，对于他来说，战力自然是有着不小的提升。铁背山，赤炎秘境中一处特殊的山脉。铁背山的铁背狼，通脉境6重巅峰。铁背狼和赤焰狂狮有所不同，他们的群居性活动极强。苏寒沉声道，他刚现身而下，一双眼眸似血的铁背狼便是凝视着他。铁背狼不同于赤焰狂狮一大只，
但也是有着半个成人大小。铁背山属于铁背狼活动的区域。苏寒眯起双眼，忽然间，他心脏一紧，骤变又是涌现出了大量的铁背狼，足有13头，一双双眼睛猩红蔓延，杀意滔天。随着其中的铁背狼王一声怒吼，所有的铁背狼尽数的朝着苏寒而来，就像是将苏寒当成了猎物一样。苏寒狞笑一声，直接唤出是渊剑，枪猛地抡出，一道道肆虐的剑气瞬间激荡开来，一头头铁背狼惨叫，下一刹直接劈开，扑哧一声，鲜红血液喷溅。杀！苏寒冷笑的说道，握着是渊剑便是疯狂的出手，一头头铁背狼惨叫，很快便是发出了绝望的惨叫声。铁背狼王满脸惊恐，转身便是准备放弃他的族群，然而苏寒却冷冷一笑，猛地抽出是渊剑，一瞬间便是将铁背狼王直接诛杀，鲜红的血液溅洒一地，彻底死绝。妖丹、精血都是一个不能落下。苏寒望着地面上的铁背狼王，将其最有价值的东西直接收起来，精血吸收之后，将所有的尸体直接送入了那戒中。苏寒转身便是离去，随后他自语的说道，自己离开灵剑宗已经是有着7、8天时间了，该回去了。唰，下一刹，苏寒便是直接爆射而出。苏寒，大约过去了2刻钟时间，一道爆喝声音响彻。苏寒神色一变，突然间不远处一道流光直接而来，是攻击自己的。唰，光束奔涌，一名褐袍中年直接攥握着拳头瞬间而下，对方眼眸闪烁着强烈的寒意，凝然道，终于找到你这杂碎了。苏寒脸色顿时变得极其凝重，通迈进8重境界。砰！苏寒满脸狰狞，攥握着拳头，顷刻间便是汇聚着强横的灵力，直接与对方的拳头碰撞在一起。轰轰的声音响彻，苏寒闷哼一声，倒退了数步，脸色显得极其阴沉。阁下是？他森然地看着眼前的褐袍中年。身边一个白衣青年猛地笑了起来，他盯着苏寒看去，带着怨毒和阴冷。苏寒，你死定了！这是我严家6长老。苏寒看去，眼眸一冷。严晨。苏寒冷道，竟派出了长老级别的人来阻杀我，这笔账我记下了。他眼眸闪烁着疯狂的杀意和血色粒子。严晨哈哈狂笑，眼眸闪烁着讥诮之色。都要死了，你还有命记账？笑话，天大的笑话！苏寒面色微沉。严晨看着苏寒狞笑道，苏寒，我可是警告过你不要惹我严家，是你不听的，现在这完全是你自找的。6长老别那么快杀了他，我还要好好折磨他一下。望着眼前的苏寒，严晨内心只感觉很是兴奋，他现在很想要将苏寒折磨到死。要不是这小子，他严晨岂能是灵剑宗外门的大笑话？当知道苏寒离开了灵剑宗后，严鹤哥便是调查了起来，终于知道这小子来到了赤炎秘境。严鹤哥便是安排他回严家，安排长老出手。回到严家后，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家族，严家更是暴怒，直接安排了6长老。6长老可是一名通迈进8重境界的高手，诛杀苏寒这临海境的蝼蚁简直是太简单了。好办。6长老阴冷地看着苏寒，冷漠地说道，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竟然还3番5次招惹我严家，即便是严家再怎么落魄，也不是你一介蝼蚁可以挑衅的。苏寒脸色显得无比冰冷，冷道，你们严家的弟子没有本事，还要到处挑衅，踢到铁板了，更是肆意的报复，这就是你们严家弟子做的，现在不过就是装逼不成，反被教育而已。他唇角挂着一抹狞笑的说道，你们严家应该感谢我。你……严晨脸色异常难看，俊朗的脸上除了狰狞更是狰狞，这个混蛋敢这么说。6长老冷笑一声，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子，本长老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允许你加入严家。严晨脸色显得更是难看，有些惊颤道，6长老怎么让他加入严家啊？6长老摆了摆手，示意他先别说话。苏寒冷笑道，加入严家怕是有附加条件吧？他绝不相信严家这么大度。自然。6长老轻声道，能够加入严家是你的荣幸。他的脸上显得傲然，我的需要在你的神魂处烙印下奴印，你世世代代只会成为我严家的奴隶。6长老冷道。严晨起初还是很不爽的，但是听到6长老接下来的话后，他眼睛一亮，在神魂处烙下奴印，这小子岂不是成为了严家人？到时候自己要求他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吗？想到这里，严晨满脸兴奋，这个好啊。6长老听到苏寒一个刚加入灵剑宗的新人，没有任何背景，况且现在严家正在走下滑路，是时候往家族招揽一下妖孽了。但是想到苏寒和严晨他们的冲突，即便是让苏寒加入严家，他也不相信苏寒。既然如此，只有在神魂处烙下奴印了，相信对方也不会拒绝。
能够加入东荒世家之中，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了，神魂外放吧，本长老现在就给你烙印。六长老看着苏寒，淡淡的说道。严晨冷冷的看着苏寒，笑道：赶紧的，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他现在已经是巴不得要羞辱苏寒了。呵，苏寒忍不住讽刺一笑，我可没有答应加入你们严家啊，况且你们严家还没有资格让我加入你们。此言一出，六长老以及严晨的脸色逐渐凝固了起来，两人身上的气息都是显得极其愤怒。苏寒，你太嚣张了，我严家可是东荒的世家啊，你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家伙，竟然敢瞧不起严家。苏寒的嚣张话语彻底激怒了两人。这小子该死！六长老的脸庞也是逐渐扭曲了起来，怒道：我倒是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有什么资格嚣张。唰的一声，他直接一巴掌打下，轰隆，呼啸的音爆声音响彻，掌印恐怖至极，蕴含着相当惊人的力量。严家六长老通迈境8重巅峰境界的高手。严晨满脸狰狞，恨不得现在就看到苏寒倒在地面上绝望的样子。望着严家六长老的攻击，苏寒脸色显得极其森然，没有犹豫，同样是大步流星跨出，肌肉鼓动，其骨骼爆发出了咔咔的声音。一拳携裹着强横霸道的力量，直接和严家六长老的掌印狠狠地碰撞在一起，爆发出了相当恐怖的余威。六长老脸色微沉，他直接倒退了2步，而苏寒的神色显得极其阴沉，倒退了5、6步。你不是林海静，你是……通迈境六长老脸色显得极其震惊，旋即目光闪烁着一抹阴沉之色，看着严晨：你告诉本长老，这小子是林海静？这哪里是林海静？此子的实力明明就是通迈境3重境界。什么？通迈境3重境界？严晨直接吓了一跳，他吼道：六长老，我没有骗你，这小子前不久还是林海静呢，怎么可能是通迈境呢？这才几天时间呢？难以置信。严晨根本无法相信苏寒竟然达到了通迈境，而且还是3重境界，这不是比严鹤哥都要强了吗？他眼眸闪烁着妒忌之色。林海境到通迈境这才几天时间，便是让你达到，你小子果然是有秘密，看样子必须让你成为我严家的奴隶。六长老冷然地看着苏寒，幸好他们及时赶来了，不然要是这小子逃走了，后面猥琐发育，严家就要麻烦了。苏寒，我现在给你机会，你现在立刻俯首称臣，否则我会让你后悔。六长老冷道。苏寒冷冷一笑，也没有多说什么，当即是身影一闪，化作了一道残影出现在六长老眼前。后者脸色显得极其阴沉。好胆，既然你这么嚣张，那本长老就给你上上课。即便是你达到了通迈境，和本长老境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六长老怒吼道，旋即手掌直接朝着苏寒拍下，恐怖的劲气呼啸而至，仿佛像是生出了一道道凌厉气旋，荡起了骇人的波动。这小子竟然还敢对他出手，当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唰，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毫不畏惧。感受到六长老拍出手掌的攻击后，眼眸光束愈发森然，当即是攥握一拳。哼，八荒震天拳。随着双方的攻击狠狠地碰撞在一起，劲气呼啸着席卷而出，令得空间狠狠地动荡了开来。六长老的脸色显得极其震惊，旋即变得异常难看，眼眸全是血丝。在碰撞下，他朝着身后倒退了10几步。不可能，本长老可是通迈8重巅峰境界的实力，杀你简直是易如反掌啊！六长老此时只感觉到莫名的屈辱，内心更是烦躁无比，更是耻辱莫名。六长老不可能拿不下苏寒的。严晨面色难看无比，宛若见鬼了一样，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苏寒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通迈境这才几天，而且连六长老都奈何不了他。苏寒冷冷一笑，你想不通的东西多了去了。一个箭步瞬间跨步而出，身躯上更是掀起了极其强横的力量。小子，你还想要对本长老出手？可恶啊！六长老脸色显得更是难看，一双眼睛充满了阴冷、嗜血，还有着愤怒之意。苏寒眼眸一狠，拳头瞬间轰然间砸落而出。六长老脸色显得异常难看，旋即右手一抬，直接攥握了起来，顷刻间压下。砰！瞬间空间炸裂了开来。六长老脸色愈发阴冷，双眼一抹惊怒，旋即便是在巨大的余威下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可能？他实在是难以置信，没有想到眼前这小杂碎这么难缠。刷刷刷，六长老眼眸闪烁着血光，凝声道：太狂妄了，本长老还不信邪了，拿不下你。森然的眼神闪烁着冷芒。轰隆隆，六长老疯狂催动着体内的血脉，一瞬间他的气息变得更加狂暴。严晨狞笑道：苏寒，你完蛋了，这是我们严家的生血术，这手段一旦提升，可以强行提升一个境界。没有想到为了杀你，竟然让得六长老施展了这样的手段。
苏寒，你足以自傲了。生血术。苏寒眼眸一闪，他便是捕捉到了六长老体内磅礴的气血，要比方才更强了。唰！一瞬间，六长老满脸森然再度杀来，强行提升一个境界，他的气息已经是堪比通脉境9重巅峰境界。苏寒直接纵身跃出，抬手便是狠狠地砸去。轰隆！砰！苏寒倒退了几步，眼眸闪烁着一抹震惊之意。小子给我去死！六长老身影一闪出现在了苏寒面前，他看着苏寒，眼眸闪烁着森然杀意，便是出拳要将苏寒的脑袋直接轰碎。唰！而苏寒冷笑一声，抬手一抓，手中的噬渊剑便是应声而出，剑鸣声音响彻。枪！一道剑气顷刻间划出，闪掠着空间，六长老瞳孔收缩，始料不及，扑哧一声，鲜红的血液炸开。六长老捂着胸膛的血水，倒退了好几步，他的眼睛闪烁着震惊和难以置信。严晨的脸色也是显得极其难看，二人皆是看着苏寒手中持着噬渊剑，瞳孔狂缩，浑身在颤抖。黑色的刀锋闪烁着骇人的光泽。剑修！苏寒，你竟然是剑修！严晨瞳孔骤缩，眼眶几乎瞪裂，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与惊骇。在灵剑宗中可从来没有见过苏寒用剑啊，谁能想到对方是剑修？要知道剑道传承早就断了，即便是有不少天才成为了灵剑宗弟子，但也不擅长剑道啊。苏寒怎么就成为了剑修？这不是一个小地方没有任何背景的蝼蚁吗？唰！苏寒冷笑一声，握着噬渊剑朝着严家六长老而至。混蛋！六长老脸色难看，他疯狂地朝着苏寒出手，但是都被苏寒一一拦截。流光掠影，苏寒持着噬渊剑便是疯狂横扫而下。扑哧一声，鲜血狂溅。六长老吃痛一声，狠狠地砸在地面上，眼球充满了惊恐和骇然。他本以为苏寒持着剑是装样子，根本不是剑修，但是根本不是的，苏寒是货真价实的剑修啊！砰的声音响彻，在严晨惊怒的目光下，六长老坠落在地，砸倒了一棵巨树，鲜血喷涌而出，夹杂着内脏碎片四散飞溅。严晨骇然，目眦欲裂，满脸惊恐，转身就要逃走。六长老都不是苏寒的对手，他留下来只会死得更惨。严晨师兄，你要去哪里啊？苏寒满脸森然，抬手便是猛地一抡，枪的一声，严晨背后划过去，鲜红的血液喷溅。啊的一声，严晨面色惨白地坠落在了六长老身边，眼球都要瞪裂出来了一样，充满了恐惧和惊悚。都一起来了，何不一起走呢？你们说是吧？苏寒冷道。混蛋！六长老满脸难看，色厉内荏地吼道。苏寒，你现在还有路可以选择，你若是敢对我们出手的话，严家不会放过你的，会发了疯的报复你。求报复！苏寒冷笑道，丝毫不在意严家的报复，这严家都已经来劫杀他了，已经是不可善了的结局了。他一脚踩在六长老胸腔上，脚掌猛地一压，咔嚓一声，骨骼碎裂的声音响彻开来。六长老痛苦哀嚎，眼眸充满了血色和恨意。苏寒冷道，劫杀我，还想要奴役我，严家这是你们先找我麻烦的。冰冷的眼神闪烁着疯狂，真以为老子身后没有人吗？六长老脸色骤变，颤声道，你身后有人？是谁？说不定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枪！噗！苏寒满脸阴冷，是渊剑齐肩斩下。六长老痛苦哀嚎，五官狰狞扭曲，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苏寒真的敢下手。啊！严晨吓得瑟瑟发抖，一股尿骚味蔓延开来。吓尿了！要是他早知道会有这样的下场，打死他也不会招惹苏寒的。你混蛋，严家不会放过你的，一定会杀你全家的。六长老恨意十足，眼眸产生了强烈的血色，看着苏寒恨不得怒火将对方蚕食干净一样。苏寒冷冷地看着严家这位六长老，森然一笑，他握着噬渊剑将其诛杀，穿透对方的胸腔，一片血花喷溅开来。六长老双眼带着恨意和不甘，就这么惨死当场。他通迈进8重巅峰的高手啊，就这么死在了一个无名小子手中。苏寒冷冷一笑，旋即目光带着轻蔑地扫了一下严晨。严晨师兄，我还没有出手呢，你怎么就吓尿了呢？严晨脸色惨白，眼眸全是恐惧地看着苏寒。苏寒，你不要杀我，六长老都已经被你杀了，你只要放了我，我什么都不说，我会和严家的人说，就说六长老出现意外了，绝不说。他真的被苏寒的威势吓坏了，身躯不断蜷缩着。苏寒冷笑，持着手中的噬渊剑准备了结严晨。不，住手！苏寒，你要是不杀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一个绝对让你认为很值得的秘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针对你吗？为什么吗？严晨发出了愤怒的声音响彻着，他已经看出来了，苏寒想要杀他，他不想死，真的不想死。哦，
听到严晨的话后，苏寒脸色有些古怪地看着对方，难道还有什么隐秘？是，只要你发誓，我就跟你说，不然的话，你就杀了我吧。严晨大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苏寒笑道：好，我发誓，你必须以剑道起誓。这种发誓没啥作用。严晨眸子闪烁着疯狂，吼道：苏寒！严晨很清楚，剑道必须需要一颗纯粹的剑心，对方用剑道起誓的话，对方绝对不会说话不算话的。苏寒看着严晨，旋即便是道：好，我用剑道起誓，绝不会杀你。严晨闻言顿时松了口气，旋即深深地看着苏寒，眼眸带着怨毒、惊恐，还有着不甘的复杂情绪。现在可以说了吗？苏寒冷声道。严晨沉默了一下，颤声道：其实针对你是曹家那边安排的，这也是我偷听到严鹤哥和曹家那边人对话才知道的。曹家？苏寒神色显得极其阴沉，看样子曹家知道自己已经加入灵剑宗了。你们严家不是很强吗？难道还要听从曹家的安排吗？苏寒忍不住讥诮地看着严晨。强？那也得和谁比啊？曹家可是东荒顶尖世家，而我们严家只是后来崛起的家族，怎么可能和曹家能够相提并论？闻言的苏寒忍不住嗤笑道：说到底还是太弱了。你！严晨气得浑身发抖，但是想到苏寒强横的武力，他又不想和对方理论。这么说是从你针对我开始，就是曹家的吩咐？那倒不是。严晨道：你和我的冲突完全是意外。苏寒听到这里才算是明白，他严晨和自己的冲突是意外，那么也就是后面严鹤突然间针对自己，那就不是意外了，完全是因为曹家。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可以放了我吧。严晨看着苏寒可怜巴巴地说道。好。苏寒点头。严晨看着苏寒没有动手的样子，便是狂喜，旋即准备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发誓一定要苏寒发出代价，杀了他们严家六长老，这笔账他们一定要让苏寒还。刚走一步，忽然间脖子一凉，严晨有些诧异，便是用手触摸，猩红的血液出现在手上。不！严晨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忽然间感受到了什么，便是用双手攥握着脖子，他愤怒地看着苏寒，吼道：你骗我！你不是说不杀我的吗？眼睛逐渐失去了焦距，砰的一声响彻，严晨倒在了地面上，鲜血弥漫着地面上，看上去极其的不甘。苏寒冷冷的一笑：说不杀就不杀嘛，即便是以剑道起誓，苏寒对于敌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怜悯。轰隆！苏寒脸色逐渐有些沉重了起来，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是产生了一种禁锢力量。誓约约束，他双瞳释放出了一道冷芒。誓约约束赫然是因为他刚才用剑道起誓所产生的副作用。他未曾恪守誓约，尤其是那面对大道立下的剑道誓言，此类誓约往往蕴含着无形的禁锢之力，一旦违背，便会如锁链缠身，桎梏修为，使人再难寸进。苏寒神色沉静，眸光如古井无波，冷冷地说道：剑道所求，唯无愧于心。我所行所为，皆问心无愧。敌人生来便是用来斩杀的，而非怜悯或爱惜的对象。剑修亦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俱全，若以为剑修便不能说谎，那不过是愚者的执念。真正的剑不在言语，而在心之所向。执迷于虚妄信条者，不过是一柄锈蚀的钝铁和足言剑。他的话说完话，自身躯上一股股禁锢之力宛若玻璃一样淬裂了开来。苏寒笑了笑，眼眸闪烁着一抹金光，而他的剑气也是逐渐更加实质了起来，甚至他感受到了一种剑势的气息波动。实剑气之后便是凝剑势，果然遵从内心才是王道，一味的遵守规则，到最后只会成为规则的奴隶罢了。他道。旋即他看着严晨和严家六长老的尸体，冷冷一笑，便是直接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将二人体内的蛮牛血脉直接吞噬了开来。虽然只是3品，但也足以了。那戒。随后苏寒取出二人的那戒，严晨那戒中倒是没有什么好东西，毕竟这家伙先前可是被自己打劫了一番。倒是严家六长老的资源有不少，下品灵石、中品灵石虽然不少，但是想要借此提升一个境界的话，怕是不太可能，不太现实。握着琥珀炎炎，看着严晨二人，直接一把火将两人烧得干干净净，任何想要杀自己的人都该死。还有曹家。苏寒眼眸愈发的冰冷，倒是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找到我，不过就算是再快，想要杀我也不现实。哼哼。他冷哼一声，即便是知道曹家已经发现了他也丝毫不在乎。自己身后可是有着清月女帝做靠山，现在也该回灵剑宗了。苏寒想着继续留在赤炎秘境也没有什么的，便是准备先离开秘境回灵剑宗。也不知道这外门大比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正好自己也回去，
兑换一下任务贡献点，再度尝试一下灵剑宗的试炼塔，提升实力。刷，一瞬间，苏寒便是消失原地。一天后，灵剑宗，苏寒直接纵身回到了灵剑宗，他也没有直接回到宿舍，而是转身前往了任务堂。两股长老，我来兑换任务。来到任务堂后，苏寒直接找到了两股长老，将4张任务直接丢掷给了对方。这4个任务你都做完了？望着苏寒，两股神色显得极其震惊。毕竟苏寒只有灵海境，而对方所接的任务都是6级任务，甚至7级任务，都是需要通脉境修士才能做的。是的，苏寒点头，旋即将灵元果以及朱砂的妖兽直接祭出，瞬间出现在了两股长老面前桌子上，而桌子更是承受不住妖兽的重量，直接坍塌了。这都是你杀的？望着苏寒，两股长老的脸色都是变得说不出话来了。苏寒点头，不是我做的，难道还有谁替我将任务做完，送我贡献点吗？两股长老深深地看着苏寒，道：不过有一件事情你应该得知道，即便是你杀的再多妖兽，本长老也只能给你任务上的贡献点，不可能你杀了2只，本长老就要给你2只贡献点。苏寒一怔，有些苦笑，他还以为任务上的妖兽杀得越多，贡献点就会越多。似乎看到苏寒的苦笑，两股长老笑道：在你之前就有许多弟子踩着这个漏洞，若是贡献点真的这么容易得到的话，恐怕现在灵剑宗弟子都会变得懒惰的。也是，苏寒闻言忍不住认同了两股长老的话，将你的身份令牌拿来吧。两股道。苏寒将自己的身份令牌送了上去。两股自顾自地说道：2个6级任务加起来是4000贡献点，还有另外2个7级任务加起来算是6000贡献点，合计起来1万。说完，两股在苏寒令牌上画下了1万贡献点。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狂喜，现在他的令牌内已经是有着2万4的贡献点，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可以好好利用了。多谢长老。苏寒笑道，便和两股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两股有些诧异地说道：这几天时间，这小子就踏入了通脉境，这等天赋不同寻常啊，血脉是极品啊。唉，等过几天外门大比的时候差不多就知道了。他淡淡地说道。刚离开任务堂的苏寒没多久，便遇到了几个人，直接拦住了他的去路。苏寒眼神微微眯起，带着一丝丝审视的目光看向几人。有事？他冷声道。方才见你从任务堂中走出来，是不是获得了一些贡献点？一个尖嘴猴腮的青年冷笑答道，看着苏寒，将贡献点交出来，别怪我们心狠手辣。阴冷的声音响彻，他看着苏寒狠辣地说道。在他身边3人也是露出威胁之意。哼！苏寒冷冷一笑，猛地跨步而出，瞬间一拳一掌直接悍然而下，砰砰砰的几声，4个人直接喷血砸在了地面上。你！4人脸色奇差无比，目眦欲裂，死死地看着苏寒。他们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少年实力这么强。你对我们出手，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这尖嘴猴腮的青年显然是没有见过苏寒，当即是忍不住吼道。要是他知道苏寒击败了严鹤的话，恐怕就不会是这个表情了。谁？我叫王成，我们是为了高盟办事的，趁现在10日之前搜寻贡献点，只要是外门的弟子都必须上缴贡献点。苏寒神色微微一变，10日前，看样子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外门大比的时间了。怎么样，知道怕了吧？望着苏寒，王成脸庞闪烁着一抹阴沉之意，当即冷笑道：又让我逮到你们了。苏寒还未说话，远处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紧接着走来一名紫色衣裙的少女，头发梳着2个马尾，玉容比较精致，衣裙下的一双玉腿非常亮眼。你们几人又在这里帮着高盟勒索贡献点？王成本来还是很嚣张的，可是忽然间看到紫色衣裙少女后，脸色直接变得惊骇了起来。青瑶师姐，4人害怕的瑟瑟发抖，眼前这位林青瑶可是外门最强的师姐。林青瑶俏眸闪烁着一抹冷意，要是再让我看到你们为了这高盟勒索其他师弟师妹的话，就别怪我林青瑶心狠手辣，打断你们的狗腿。是，我们这就离开。王成4人连滚带爬的离去了，生怕林青瑶秋后算账。林青瑶俏脸还是很冷的。那王成几人彻底离去后，林青瑶才看向身边的苏寒。苏寒微微一笑道：多谢青瑶师姐。他能够猜得出来，眼前这位青瑶师姐应该就是外门的妖孽，同样也是人榜第2的妖孽。这都是小意思啊，这高峰是真的越来越不要脸了，为了赢不择手段。林青瑶冷声开口，眸光微闪，眼底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怨恨，对高峰的厌恶几乎毫不掩饰。然而当他目光落在苏寒身上时，神色却微微一滞，眼中浮起几分疑惑与好奇。我怎么觉得你有些眼熟？忽然他灵光一闪，抬手轻拍了下自己的额头，恍然道：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传说是靠走后门才进灵剑宗的苏寒。苏寒，走后门，这消息是真的越传越离谱了。林清瑶看到苏寒后，满是兴奋地说道：“我记得前不久你打赢了人榜第15的言鹤啊，更是以新人姿态突破了试炼塔第5层。”苏寒笑道：“运气好就是了，这位师姐有点过度热情了吧？”林清瑶道：“运气好能够从1层试炼塔达到5层，运气好你林海境能够战胜通脉境2重的言鹤。”他自然不相信苏寒所说的运气好，这根本就是有着真材实料啊！咦，还有我听说高萌邀你加入，你拒绝了，还将高萌的几个人打了一顿，是吧？他眨了眨眼道。当时在宿舍中听到苏寒教训了一下高萌的人后，林清瑶还是蛮兴奋的，让你们高萌的人嚣张，现在终于是被人教训了吧？看着林清瑶一双眼眸闪烁着金光后，苏寒点了点头道：“高萌的人要我加入，还提出了只要我寻找的资源以及贡献点都要抽我6成，所以这高萌怕是只有傻子才加入吧？”苏寒平静地说道。林清瑶脸色很冷很冷，真是痴心妄想。高峰乃是外门第1人，身怀着4品初级灵剑血脉，就得意上天了。听说他这个血脉天生对于剑道的领悟相当的惊人，所以高峰没有进入内门，但已经被天剑锋的人看中了。再加上他爷爷是外门大长老，所以做起事来狂妄无比，无法无天。天剑锋，苏寒一怔，林清瑶谈口微张：“你还不知道吗？内门有着3大象征的修炼锋，分别是天剑锋、凌元锋还有百炼锋，而现在最强的修炼锋便是天剑锋。据说天剑锋有着完整的剑道传承。”听完林清瑶的话后，苏寒眼神微微一闪，他在之前的手册中也是看到了3座修炼锋，只是当时他没有在意，原来那高峰已经是被天剑锋选中了。苏寒眼眸微微闪烁着，对了，高峰还有个哥哥在内门，就在天剑锋呢，叫高虎，是地榜第29名的存在。林清瑶说道。闻言的苏寒神色一怔，他还有个哥哥，内门天剑锋的，地榜29。是啊，你不知道啊？林清瑶出声道。苏寒摇头，这件事情他确实是不知道，地榜29已经很强，远远不是现在自己能够战胜的存在。说起来，这高峰看到我时那一副贱兮兮的样子，真的恨不得给他打成猪头。林清瑶愤愤地说道。苏寒笑了笑，这位清瑶师姐还真是一副暴脾气啊，不过这得看人，对待那高峰就得用这种暴脾气。苏寒，这高峰找你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林清瑶给你撑腰。好嘞。继续和林清瑶聊了一会后，苏寒便是离去了。他从林清瑶口中也得知了外门大比的日子就在半个月后，趁着这点时间再将实力提升一些。什么？你说苏寒回来了？在言鹤的宿舍中，言鹤脸色显得极其阴沉，他目光阴冷地看着眼前的一个黑衣青年怒道。对方点头道：“我们方才看到他进入任务堂了。”言鹤的双瞳阴沉无比，显得极其愤怒，他随后咬牙切齿地看着对方：“言晨回来没有？言鹤师兄，没有看到言晨。没有看到？难道是他们没有碰到，还是出现什么意外了？”言鹤脸色愈发阴沉，他紧握着的拳头满脸阴冷。6长老的实力可是通脉近8重巅峰境界，有他带着言晨去捉拿苏寒，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的，极有可能是没有碰到苏寒。真是该死，不过这次没有杀他，下次一定会杀了他。言鹤冷声道，他可是和曹家有过约定，只要杀了苏寒，曹家必然会扶持着严家的。他眼瞳充满了一丝戾气，当然其实不只是因为曹家，也是因为他的私心。那小子让他难受，他又岂能放过这个混蛋？废物，真是废物一样的东西。你们说林清瑶拦住了你们？高萌搭建处，在其中，一名身穿银袍的青年脸色显得极其阴沉，磨牙凿齿，怒吼道。而他就是高峰，外门第1人。高萌的人脸色难看无比。我们几个人看到一个少年从任务堂中准备让他交出贡献点，没有想到反被他教训了一顿。后面青瑶师姐便是出现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抢夺，而且青瑶师姐还警告我们了，若是下次出手，她必然要打断我们的腿。3个之前想要抢夺苏寒那界的青年颤声道：“好像青瑶师姐和那小子很熟一样。”王成出声道：“很熟。”高峰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面孔扭曲到了极点，双眼满是赤红，怒道：“不知道这林清瑶是我看中的女人吗？竟然有人和她很熟。虽然林清瑶是外门的妖孽，爷爷告诉他必须要拿下林清瑶，哪怕是生米煮成熟饭也要拿下。这林清瑶身后可是丹道世家，在东荒中地位极其强大。现在竟然告诉他有人和林清瑶关系很熟，有谁能够比得上他高峰？是谁？”他冷漠地盯着王成3人，戾气十足。我知道高少和青瑶师姐的关系，所以我们3人没有走多远，
后面便是听到林清瑶叫那个少年苏寒。王成想了一下，出声道：“苏寒。”高峰脸色显得极其震惊，旋即他目光阴折地看着身边高萌的一群人。云月四人还没有回来吗？高少，没有回来。一人皱眉道。高峰脸色异常难看，眸子闪烁着阴沉之意。云月他们的实力可都是在通脉境4重境界，怎么会没有杀掉那小子呢？既然云月几人没有回来，高峰没有认为是他们没有遇到，一定是出事了，不然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联系他？高峰阴沉无比，冷声道：“这苏寒和我杠上了，要他加入高盟他不加入，现在更是和我的女人走得这么近，我要他不得好死。”王成几人瑟瑟发抖。接下来本少先利用这些贡献点前往试炼塔历练去，这次必然要踏入第9层。说完，高峰便是起身直接离去。苏寒回到了宿舍修炼了一天后，第2天便是前往了灵剑宗的试炼塔，见过江长老。来到试炼塔面前，望着黑衣老者，苏寒笑道：“又来闯塔了。”江长老看着苏寒，自然是认出了对方。苏寒点头：“准备多少贡献点？”江长老问道。苏寒道：“24000。”江长老笑着说道：“24000，虽然还差1000贡献点，但是老夫看你很顺眼，就直接让你入试炼塔5天吧。”苏寒脸色居然间变得狂喜了起来，试炼塔5天对他来说那可是意外之喜啊！多谢。试炼塔中蕴含着浓郁的灵气，而且越往上灵气越是浑厚，他自然是想要在这试炼塔多待1天了。江长老从苏寒令牌中画出了24000的贡献点后，苏寒便是迫不及待地踏入了试炼塔内。当踏入试炼塔第1层时，面前依旧是先前的虚影，不过现在的虚影实力明显是比之前强横了起来，而且对方上来的实力就是通脉境3重境界。苏寒神色微微一怔，好像是听说过试炼塔是根据试炼者调整对战模式的。正好望着眼前的虚影，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森然，眼前的虚影持着战剑再度杀来，一拳，仅仅是一拳，眼前的虚影瞬间便是崩碎了。苏寒神色淡然，画面一转，便是再度出现在了第2层，迎面继续有着一个虚影持着劲儿来。2层的对战虚影也比第1层更强。就这样，苏寒唤出是渊剑，他想要快速前往第9层修炼。流光掠影，锵锵，剑气纵横，流淌于天地间，直接飙射开来。咔嚓，对方直接被他击碎了。随后画面继续转动，出现在了第3层。苏寒目光看去，发现在第3层中还有不少人，但是都在各个区域。毕竟每日来试炼塔的弟子有很多，自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是面对着一种虚影。唰！不待苏寒有反应，那虚影持着战剑直接杀来。通脉境6重境界，苏寒眼眸逐渐闪烁着一丝震惊。上次第5层才是通脉境6重，这次第3层就已经是通脉境6重了。苏寒毫无惧意，猛地便是爆射，持剑一瞬间便是将其击碎了。第4层、第5层、第6层很快便是来到了第8层通脉境巅峰。唰！一名持着长剑的虚影凝视着自己，虽然苏寒看不到对方的眼睛，但是能够感觉到这2个家伙极其危险。轰隆！枪！只见对方挥出一剑，一道凌厉的剑气横扫而下，苏寒同样是挥出一剑，10剑气激荡，绚烂无比，和那虚影持着剑挥出的剑气碰撞在一起。苏寒脸色微沉，倒退了数丈。唰！虚影闪烁了一下，很快出现在自己面前。苏寒脸色顿时变得异常凝重，好快的速度！枪！右手持着剑对着自己脑瓜子而来，冷冽的剑气呼啸而来。苏寒神色变得异常阴沉，是渊剑反手便是抵挡。砰！苏寒倒退10几步。好强！对方虽然是通脉境巅峰实力，但是他本身所展现的剑道极强。枪！虚影跨步而下，剑气狠狠地肆虐而出，像是形成的巨龙一样。实质剑气！妈的！苏寒当即是忍不住惊声道，不过他还是很快便是发现了虚影攻击的漏洞，同样是挥出一剑，可怖的剑气疯狂汹涌，狠狠地碰撞对方。虚影倒退了10几步。八荒震天拳！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狠狠地轰出一拳，这拳头瞬间迸发开来，强横的劲气打在了虚影胸腔上。只听到咔咔的声音响彻，虚影退出10几步，他刚要再度出手的，但还是晚了一步。苏寒一剑斩下，唰！凌厉的一剑瞬间破碎了眼前的虚影，直接化作了一些米粉，消失于天地间。呼！苏寒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先在第8层先调整好状态。咦，血焰晶石！忽然间，苏寒双眼闪烁着一道金光，便是看向不远处那碎裂虚影下方，一块块血焰晶石浮现，足足有着18块呢。爽！苏寒将血焰晶石直接收了起来了，
这些资源对他来说自然是雪中送炭。也不知道第9层是什么通关奖励。苏寒眼眸闪烁着期待之意。都说第9层通关后有着通关奖励，望着第9层的方向，苏寒深吸了一口气，朝着传送阵方向而去。下一霎，苏寒便是出现在了第9层的位置。唰！与此同时，在第9层中出现了2个虚影，他们手中都是各持着一剑，他们身上登时爆发出了强横的气息。万象镜虽然只是1重境界，但是有2个，自己通脉境3重，迎战2名万象境1重的虚影，他的神色显得无比凝重。刷刷，2道虚影朝着苏寒而来，苏寒脸色显得无比凝重，握着噬渊剑直接硬刚。万象镜他也不惧，流光掠影，一道道剑气瞬间汹涌咆哮而去，2个虚影很快便是闪过去了。苏寒脸色微沉，这2个虚影再度联手祭出了一剑，一道道游动的剑气瞬间悍然而下，实质剑气，而且要比第8层的剑气更强。苏寒握剑抵挡，砰，噗，一口逆血喷出，他的衣袍逐渐被血液染红，脸色显得愈发阴沉极强。即便是这2个家伙不如真正的万象境，但是其实力已经属于通脉境顶级了。苏寒满脸沉重道，虽然陷入了危局，但是苏寒眼眸闪烁着兴奋。死战，危局之战，苏寒眼中唯有兴奋和激动，只有面对着如此强敌，自己才能变得更强。战！望着2道虚影，苏寒眼眸暴睁，当即再度爆射而出，面色显得极其森然。其中一个虚影斩杀而来，苏寒直接闪掠了过去，随后体内气息迸发，望着另一道虚影，就在他身边。好机会，想要偷袭自己？哼哼！八荒震天拳，强横的灵气包裹着拳头，疯狂地朝着对方胸腔落下。咔的一声响彻，一道虚影仿佛随即崩碎一样。斩！另一手握着噬渊剑，直接朝着虚影脑袋顺势而下斩下。轰！虚影崩碎，消失不见。正当苏寒斩杀完一尊虚影后，另一尊虚影同时握着一剑而至。不好！另一道虚影速度极快，持着剑想要刺碎他的心脏。苏寒自然是不可能让对方如意的，当即便是身体倾斜一下，虚影的剑直接顺着他的肌肤撕裂了开来，血液喷溅。他脸色微沉，看准时机，左手握剑直接挥出。枪！砰！很快，眼前的虚影便是瞬间震碎了开来。呼！苏寒如释重负，终于是杀完了，差点交代在这里。但是从方才的生死对战中，苏寒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剑意似乎有了质的提升。轰隆隆！忽然间，一道巨颤声音响彻，苏寒面色微沉，陡然间看着不远处。难道第9层还有其他挑战？恭喜通过试炼塔第9层，奖励一门天阶高级武技。随着一道苍老的声音响彻，远处青色铜柱瞬间爆发出了一道光束，直接坠落在了苏寒脑海中。封神部。脑海中出现了3个字，苏寒脸色一惊，旋即变得狂喜了起来。竟然是一门武技，而且还是一门天阶高级级别的身法武技，这就是第9关的通关奖励。现在自己正缺少这等身法武技呢，这就来了。苏寒忍不住狂喜地说道。虽然女帝给他了一些传承，不过苏寒到现在还没有用，但是现在自己闯过了试炼塔第9层，这试炼塔送来的武技自然是很香的。接下来就在这第9层的修炼室修炼。苏寒望着第9层的修炼室，没有任何犹豫，转身便是直接踏入了修炼室，旋即将之前搜刮的资源以及血焰晶石取出，利用着神魔霸体诀直接吞噬炼化。现在苏寒的境界在通脉境3重境界，想要利用现在的境界提升通脉境4重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提升的。就这样，苏寒利用着试炼塔的灵气，便是在试炼塔第9层修炼。1天2天，很快便是到了第5天时间。苏寒眼眸一闪，一股强横的气息逐渐自身躯直接激荡了开来，很快便是踏入了通脉境4重境界。没有资源堆积，但是利用在试炼塔第9层的灵气，自己还是踏入了通脉境4重境界。也快到外门大比了，自己的时间也到了，该出去了。他平静地说道。唰，起身便是望着远处的传送阵，虽然还想要继续在这试炼塔内修炼，不过现在他已经得到了试炼塔第9层的传承，而且还由此提升到了通脉境4重境界，已经很开心了。竟然有人冲到了第9层，到底是谁？是哪位啊？试炼塔外，不少人脸色都是无比震惊。要知道，能够踏入试炼塔第9层的，无疑是妖孽之资。每个人脸色都是显得无比震惊、狂喜，还有着羡慕之意。唰！就在此时，一名身穿白衣的青年踏步而出。是高峰师兄。现场望着出现在塔外的白衣青年，众人都是震惊无比的说道。高峰有些震惊，他登上第8层而已，要这么夸张吗？
第9层。听到众人的话后，高峰脸色诧异，难道自己不是登上了第8层，而是第9层？自己太过于专注，忘记了自己所在的层次。想到这里，应该是踏入了第9层的高度，但是通关奖励怎么没有？难道是因为自己太妖孽了？这通关奖励可有可无，一定是被那苏寒气的。可恶！看着众人簇拥、满是敬畏的眼神，高峰神色傲然，淡漠无比，露出了一抹笑容。好说好说，小子不错嘛。就在此刻，一道苍老声音传来，不愧是老夫的孙子。高峰身边一名白衣老者拍了拍了高峰的肩膀，笑道：外门大长老高琼。现场围观的一些长老神色复杂，没有想到时隔这么长时间，又有人踏上了第9层。走吧，先回去准备过几天的外门大比。大长老笑道。闻言，高峰点了点头，便是跟着大长老离去。而就在众人离开后，试炼塔中苏寒缓缓地走了出来，神色显得极其淡然。他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虽然说是他踏入了第9层，但是有人认领，那他自然乐得高兴。苏寒可不想抢这种风头，毕竟他现在招惹了不少仇敌。随后苏寒便是和江长老拱了拱手，悄然离去。江长老望着苏寒的背影，眼眸闪烁着一道金光，大有深意。一时间，外门高峰的名字名声大噪，有不少人都认为这次外门大比，高峰绝对会力压全场。苏寒很快便是回到了宿舍中，转身就进入了混沌鼎内，准备修炼藏灭剑诀的第2式拔剑断命，以及方才在试炼塔得到的天阶身法武技封神步。那苏寒出来了。在另一个区域宿舍，严鹤脸色显得极其阴沉。那踏入第9层的是不是他？他看着身边的小弟冷声道。对方摇头笑道：严鹤师兄不是苏寒，是高少。高少？高峰？竟然是他！严鹤听完后顿时松了一口气。若是踏入第9层的是高峰的话，那就没事了。在苏寒进入试炼塔后，他便是回家了一趟，得知严晨还有6长老的死讯，赫然是让他无比愤怒。虽然严家和他猜测苏寒并没有实力诛杀6长老，一定是遭遇了秘境的妖兽才遇到不测的，不然怎么可能死了？自然不可能和苏寒有问题。他不相信，他绝不相信。但是严晨和6长老的死，这笔账严家必须算在苏寒头上。严鹤的神色愈发阴沉。唰！就在他满脸愤怒的时候，一个褐袍青年便是推门而入。严鹤无比震怒，他正在烦恼呢，竟然有人在这个时候打扰他。当他转身看去，看到出现的人影后，他脸上的怒容完全消失。哥，褐袍青年不是别人，正是他哥，严家少主严明。哥，你出关了。严鹤惊喜道。严明点头，沉声道：我刚出关，便是听到了家族传来的消息，没有想到我闭关才1个月，竟然有人踩在我严家的头顶上拉屎。他冷声道：确定那小子没有背景吗？严明阴冷看着严鹤。严鹤点头，冷声道：绝对没有背景。还有一个消息，这家伙还得罪了高峰，即便是我们不搞死他，以高峰那家伙的脾气，想必在外门大比的时候必然会对苏寒出手的。严明点头，旋即冷笑道：一个没有背景的蝼蚁还敢对严家出手，简直是找死。外门大比必须让那小子付出代价，虽然在大比期间不可以杀人，但是可以将其搞残废。严鹤眼眸也是闪烁着阴冷之意。混沌鼎，苏寒握着石渊剑猛地挥出，此时他的剑气更是惊人，像是一道流光一样直接贯穿了天地。这就是藏灭剑诀第2式拔剑断命。他笑容浓郁无比地说道。在混沌鼎修炼了差不多3个月，已经是将拔剑断命修炼的圆满了，而封神步已经是稍有雏形了。苏寒正准备继续修炼的时候，门外忽然间传出了一道清脆的声音：苏寒，外门大比开始了。混沌鼎内的苏寒双眼一闪，青瑶师姐的声音，外门大比。苏寒双眼一凝，自己在混沌鼎内差点忘记了。唰！离开混沌鼎后，苏寒推门而出，眼前豁然映入一道倩影。林青瑶身着一袭青衫，衣袂清扬，宛若春水染就的烟柳浮动，清雅之姿悄然映入苏寒眼帘。青瑶师姐。苏寒笑道。林青瑶道：你不要告诉我你忘记今天是外门大比的日子。苏寒道：方才修炼呢，忘记了大比的日子。要不是青瑶师姐你来找我的话，我怕是就要错过这次外门大比了。那走吧。林青瑶道。他真没有想到外门大比的日子这么重要，竟然还有人能够忘记，那可是进入内门的机会啊。青瑶师姐，这次外门大比的奖励是什么？苏寒双眼闪烁着一道金光，旋即问向林青瑶。哦，大比的奖励我内部渠道已经知道了，这次奖励很丰盛，有杂交血、3品终极丹药剑灵丹1瓶，还
还有着10万中品灵石。至于贡献点忘了，虽然没有说贡献点，但是奖励的资源还是让的苏寒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杂交血拥有极其稀薄蛟龙血脉的妖兽，如独角蟒、水蚺这些妖兽身上提取的价值惊人，这些妖兽最弱可都是万象境8重甚至9重。至于剑灵丹这丹药，他也比较清楚，炼化后能够捕捉到一丝丝的剑识，提升剑道的悟性。对剑修来说，这剑灵丹简直是雪中送炭。至于10万中品灵石也不用说了，奖励的资源相当的恐怖。灵剑宗外门大比这么阔绰的吗？苏寒忍不住出声道。林清瑶冷笑道，这奖励都是大长老要求的。大长老？外门大长老？苏寒眼眸微闪，似乎想到了什么，唇角勾出了一抹淡然的笑容。原来如此，大长老这般大张旗鼓的提升奖励，分明是早有预谋。他这是铁了心要把这第1名的位置稳稳地留给高峰。林清瑶冷道，前不久高峰还踏上了试炼塔第9层，所以大长老对于他这个宝贝孙子很自信。苏寒冷笑一声，试炼塔第9层，呵呵。苏寒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和不屑。随后两人有说有笑地离开了宿舍区，很快便是来到了外门的练武场。这是外门最大的练武场，犹如一座巨大的斗兽场一样，整座练武场足以容纳上千人。练武场中间有着一个巨大的舞台，而练武场四周的阶梯呈现圆形状，此刻早已经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苏寒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脸色还是显得很震撼的。这练武场第一次来，外门大比的考核都是通过比武的方式进行，来选出外门最优秀的10名外门弟子，而这10名弟子可以选择进入哪座修炼峰。而且苏寒你有所不知，外门弟子虽然有着1万多人，但是真正报名考核的只有人榜榜单上的50名。林清瑶看着苏寒眨眨眼说道，对了，我还没有报名呢。听到报名2字后，苏寒脸色一变。林清瑶眼眸浮现出一抹笑意道，我帮你报名了呢。昨天我去报名的时候看了看报名单，发现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我就猜测你肯定是忘记了，亦或者是在修炼，所以我便是替你报名上了。说着还拍了拍小胸脯道。苏寒感激道，多谢清瑶师姐。说实话，他是真的忘记了。没事，小意思。林清瑶笑道。都安静一下。一道淡然的声音响彻，闹腾的场面陡然间便是安静了下来。紧接着外门5大长老出现在现场，维持着现场的秩序。外门5大长老的实力都是万象境，除了这5大长老外，苏寒还看到了像是之前打榜时见到的陈长老、试炼塔的江长老，还有任务堂的2股长老，都出现在了现场。清瑶师姐那3人是谁？忽然间，苏寒看到在练武台正后方坐着3个年轻人影，他能够捕捉到这3人身上都是散发着极其危险的气息，似乎都是在万象境。2名华袍青年，还有1名年轻女子，年纪不大，穿着一袭白色衣裙，容颜绝美，肌肤如雪，犹如画中仙子一样。林清瑶看了过去，随后笑道，这3人分别是内门3座修炼峰的妖孽。那最左边的就是高虎，高峰的哥哥，来自天剑峰，中间那青年叫做于墨，则是来自百炼峰，同样也是得榜榜单上的妖孽。而剩下的月儿姐是来自凌元峰。月儿姐？苏寒一怔，月儿姐就是5月儿，和我关系很好的呢，而且她为人也很好。他们3人则是代表着身后的修炼峰来选人的。林清瑶出声道。闻言的苏寒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啊，来选人的，怪不得身上所散发着的气息那么恐怖。就在这时，外门大长老高琼开口道，本次考核和往年一样，都是通过擂台上不断淘汰对手，最终决赛出10名外门最强妖孽。本次比赛第1名的奖励有着2万贡献点，还有着杂交血、剑灵丹1瓶以及10万中品灵石。排名第2名至4名的奖励是贡献点1万5，生灵丹1瓶，8万中品灵石。排名第5名到第10名的奖励贡献点1万，生灵丹1瓶，5万中品灵石。哗！现场一片哗然。第1名的奖励真的是太诱人了，虽然第2名后面也都很诱人，但是哪有第1名诱人啊？这杂交血据说放在外门储藏室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这次竟然要拿出来做奖励啊！现场外门所有弟子脸色都是巨变，心动不已。不过很多人脸色都是有些无奈，因为第1名只有1个，而这第1名赫然是那前不久踏入试炼塔第9层的高少，他们怎么可能和对方争第1啊？参赛的选手弟子都很有自知之明。人群中，高峰昂首而立，神色倨傲，宛如众星拱月般承受着4面8方投来的艳羡目光，唇角微微上扬，尽显得意。他目光忽的一凝，视线穿过攒动的人头，落在林清瑶的方向。当看清苏寒与他并肩立，距离极近时，他脸上的从容骤然碎裂，
神情扭曲，仿佛吞下了一口寒铁。这个贱人，明知自己早已是我的人，竟还敢与别的男人如此亲近。高峰的脸庞瞬间冻结，眼眸深处寒光涌动，阴毒如蛇性吐信，他现在连带着林清瑶都恨上了。高峰身为外门第一人，自然是要有一个美貌与天赋并存的美女做道侣，但是现在林清瑶竟然和一个异性走得那么近。高少，那就是苏寒。在高峰身边，一名青年沉声道：“就是这小子。”高峰声音低沉，如寒潭深处传来，脸色愈发阴冷，牙关紧咬，仿佛要将苏寒的名字嚼碎咽下。他盯着苏寒的目光森然如刀，杀意隐现。敢和我女人走这么近，我会让他后悔出现在外门大比的现场。这次大比是我高峰的一枝独秀。高峰满脸傲然。对，身后一群人谄媚道：“这次外门大比其实根本不用举办的，直接给高少颁发第一名的奖励就是了。”高峰享受着一群人的彩虹屁。不过随后他眉头紧皱着看着苏寒和林清瑶：“你将陈玉找来。”高峰道：“陈玉，人榜第6。”身边的青年直接被吓到了，不过他点了点头，便是去将陈玉找来了。而此时高琼扫视了一下四周的弟子，严肃地说道：“方才老夫已经是将奖励告诉了大家，那么接下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考核规则了。考核采用淘汰制，第一轮是混战。据老夫统计，这次参加外门考核的一共是有着46人。混战中决出20名优胜者进入第2轮。第2轮是2-2对决，直到进行到最后一轮决赛出考核第1名为止。还有严重警告，比赛期间绝对不允许以命相搏，点到为止，绝对不允许害人性命，否则有权利解除你的比赛资格。甚至更严重的则是逐出林剑宗。”听到这里，现场众人都是点了点头。每一次大比都是严峻的，不能出现任何意外的。高琼旋即看向高虎3人：“可以开始了，爷爷。”高虎道。高琼点头，同样是很欣慰，自己的大孙子进入了内门，而且还是进入了林剑宗最大的修炼峰，自然是欣喜无比。比赛现在开始，第1轮混战，决出20人为止。他看准参赛弟子，沉声道：“现在参赛弟子上台准备。”说完话后，外门5大长老直接离开了舞台上。此刻苏寒、林清瑶一群人便是踏上了舞台内。舞台很大，即便是再进入100人都足以容纳。苏寒面色微微眯起，忽然间他捕捉到了一些目光，似乎都在盯着他。苏寒忍不住冷笑，也没有说什么，不会是想要结成一个联盟，先把他搞出去吧？面对着诸多目光的锁定，苏寒丝毫没有任何惧意。林清瑶皱着眉头小声道：“苏寒，你要小心呢，他们好像是准备对付你呢。”苏寒冷道：“我知道，但是凭借着他们想要让我第1轮下台，那是不可能的。”林清瑶看着苏寒咧嘴笑道：“我相信你。”高峰看到这一幕，气得牙痛。苏寒，先前我让你加入高盟，你为什么拒绝？他冷声道。苏寒冷道：“我应该说过了，我没有给人当狗的权利。”高峰脸色冰冷，沉声道：“之前你还有资格给我做狗的机会，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加入高盟，臣服于我。这外门大比考核，我可以让你过。”他冷道：“不然你将止步于第1轮。”高峰的语气很冷，严鹤还有严明看向苏寒的眼神带着阴毒之意，更是带着不怀好意。苏寒得罪了高峰，那可是很不明智的，即便是他们出手，苏寒怕是也撑不过这1轮。所有人都是看向苏寒，眼眸带着怜悯和玩味。然而苏寒只是冷冷一笑：“好，这是你自找的。”高峰见到苏寒这种姿态，气得脸庞都是显得极其扭曲。都准备好的话，那就开始吧。高琼的声音再度传来。46人的混战，也不知道究竟何人能够率先赢下第1轮。不用说，那也知道啊，赫然是咱们外门的人榜那前20名。现场众人已经开始议论了起来，到底谁率先会在第1轮决出？随着高琼声音落下，舞台上的46人瞬间出手了起来，一个个人影直接朝着苏寒而来，尽是通脉境的实力。最先发难的是7人，如猛虎扑食，瞬间封锁苏寒退路。招惹高少，还敢在此参加考核？滚下台去！苏寒冷然一笑，眸光如刀，迎着那7道凌厉攻势，眼中竟无半分惧意，只余下彻骨的轻蔑。不过通脉3重，至多4重罢了，蝼蚁之辈也配对我出手？他低语如冰，眸中寒芒迸射，凌厉如剑，直刺人心。八荒震天拳，双拳紧握，筋骨齐鸣，一股狂暴的气势自他体内冲天起。他身形暴冲而出，快若惊雷，势如破竹。7人的攻击在苏寒的拳术之下，直接轰得粉碎。随后一个个人脸色变得异常难看，怎么可能？你达到通脉境了啊？该死！不！噗噗噗噗的几声，啊啊！
出手的七人甚至都没有接触到苏寒，便是被后者直接击出了场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音。他们挣扎着抬起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与滔天怨毒，死死盯着苏寒，可那怨恨深处却掩不住深深的恐惧。要知道，他们都是人榜上的天才，而且7人中有3人是通脉境3重巅峰，4人是通脉境4重巅峰，加起来，即便是通脉境5重境界的修士，都要陷入苦战的。看着瞬间被击出场外的7人，现场顿时安静了起来，旋即沸腾了。苏寒好强啊，怪不得先前能够击败人榜第15的妖孽炎河师兄，现在的实力更强了。全场死寂，刹那的寂静后，如烈火烹油，骤然沸腾。苏寒一瞬间便击败了7名通脉境3重、4重的外门弟子，引起全场的震惊和错愕。随后全场哗然，无比震惊，一个个弟子内心都是狂颤。这苏寒实力未免也太可怕了吧！忽然，他话锋一转，目光斜睨向高琼，神情淡然：“老家伙，我听说这个苏寒似乎和你家孙子有些过节。”高琼神色不动，语气不冷不热：“天资卓绝者，历来招人妒忌，有恩怨，再正常不过。”他淡淡扫了二长老一眼，唇角微扬：“你我之间不也记了不少旧账吗？”二长老轻笑一声，不以为意：“这场考核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谁也说不准这头名最终花落谁家。”高琼负手而立，声音沉稳而傲然：“这一战，我那孙儿必夺魁首。”大长老此言可未必稳妥。二长老摇头轻叹：“比赛场上变数诸多，谁又能断言万无一失？意外常有，胜负难料，你说是也不是？”高琼缓缓转头，目光如冰刃般刺向对方，眸底寒光乍现，戾气隐现。他冷冷道：“既然二长老如此不幸，不如与老夫赌上一局，如何？”哦。二长老眼中金光一闪，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不知大长老想怎么赌？我赌我孙儿必夺第一，押5万贡献点。高琼声如铁石，掷地有声：“你敢接吗？”5万贡献点对任何一位外门长老而言都堪称巨款。然而二长老却毫不迟疑，沉声道：“好，我赌此次大比魁首乃苏寒，同样押5万贡献点。”此言一出，全场微震。高琼眉头微蹙，眼中掠过一丝诧异，他竟未料到这老家伙竟敢押一个籍籍无名的新晋弟子胜出。苏寒，他自然也清楚此人，高峰早已提过此人，不过是区区蝼蚁而已，也想要和高峰、张衡夺第一，痴人做梦罢了。呵呵，希望你届时莫要后悔。高琼冷冷开口，语气森然。他心中清楚，高峰已踏入试炼塔第9层，天赋妖孽，此次大比于他而言不过是一场顺理成章的登顶之路，根本没有任何人是高峰的对手，更遑论一个初出茅庐的苏寒。三长老站在一旁冷笑出声：“二长老莫不是老眼昏花了？高峰那孩子可是咱们看着长大的，实力如何，谁人不知？你竟为一个新人白白糟蹋5万贡献点。”他语气中满是讥讽，又隐隐透出几分讨好之意。毕竟高琼在外门不仅位高权重，大孙子更是在内门天剑锋呢，而且还是榜单上的妖孽。三长老何必急着否定？二长老神色从容，淡然一笑：“若你愿赌，赢了，老夫同样奉上5万贡献点，如何？”你说真的？三长老瞳孔一缩，眼中骤然迸发出炽热光芒，几乎是脱口而出：“既然如此，老夫也押5万，赌高峰夺魁。”这等稳赚不赔的买卖，他岂会错过？还有谁想参与？尽可下注。高琼环视四周，唇角噙着一抹冷笑，声音低沉却清晰：“今日这场赌局，老夫全接着。”四长老与五长老对视一眼，眉头紧锁，似在权衡利弊。就在此时，打榜舞台的陈长老、试炼塔的江长老以及任务堂的2股长老缓步走来，3人相视一笑，齐声道：“我们也押苏寒，各出5万。”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高琼脸色骤然阴沉，眼神如刀锋般扫过众人，声音冷得几乎结出霜来：“你们3个也要掺和进来，而且全都赌苏寒赢。”他怒极反笑，袖袍微颤：“好，好，好，我倒要看看那个苏寒究竟有何通天手段，能逆天改命。既然你们执意送钱，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把你们腰包里的贡献点统统准备好，待结果一出，尽数交来。”一声冷哼，余音回荡，却掩不住他心头翻涌的怒意与不安。他本以为这场大比不过是孙儿登顶的序曲，却不曾想一群老家伙竟为了一个新人集体与他作对。哼，就好好让全场人知道他孙子如何能够力压全场。二长老神色淡然，不过整个人还是有些忐忑的。其实苏寒此子他倒是没有认识过，全是昨天他和老梁还有老姜喝茶的时候聊了起来，他才知道在外门中新出了一个妖孽，而且这老家伙还和他说了很多。况且他本身就和大长老不对付，正好趁现在好好压一下这家伙。
小子，千万不要让老夫失望啊！望着舞台的苏寒，二长老默默祈祷着。高琼神色阴冷极点，眼眸闪烁着一抹寒光。这小子竟然赢了！高峰脸色骤然铁青，眉宇间阴云密布，仿佛暴风雨前的沉闷压得人喘不过气。严鹤与严明二人面色阴沉，眸底翻涌着难以掩饰的惊怒与不甘。该死！一道冰冷声音在牙缝间蹦出，冰冷刺骨。上！一声厉喝如裂帛般炸响，划破死寂。刹那间，数道身影暴起而动，满脸狰狞，眼眸的恨意如同刀刃般肆虐着。苏寒神色冷漠，眼瞳翻涌着寒光，五指猛然张开，旋即狠狠一握，体内灵力如江河奔涌，瞬间爆发。拳风怒啸，一道道拳印撕裂虚空，宛如流星坠地，轰然炸裂。不好！该死！这股力量太恐怖了！噗噗噗，血花四溅，拳印所至，几人胸膛应声爆裂，鲜血如雨洒落，染红了地面。滚下去！伴随着一声怒喝，一道道人影如断线纸鸢般被轰飞，重重砸向远处，尘土飞扬，哀嚎不绝。苏寒神色如常，而下面众人脸色难看，又很无奈。其实他们也不想要招惹苏寒的，但是高少命令的，他们要是不做的话，未来在外门的话，将会没有他们立足之地了。所以只能出手了。哼！一道冷哼声音响彻，苏寒皱眉，突然间眼前出现了一名白衣青年，容颜俊朗，双眼深处散发着强烈的寒光。那是陈玉，我们外门人榜第6的天才啊！当看到出现在苏寒面前的青年后，眼眸都是闪烁了一下，随后惊呼道：林清瑶沉声道：苏寒小心，那家伙是通脉近8重初期境界的实力。苏寒点头，当然他对于这人榜第6也没有任何的畏惧。方才给你那么多机会不下去，既然如此的话，那本少亲自将你丢下去。陈玉冷笑道，眼眸闪烁着一抹不屑之意，旋即神色淡漠，当即是跨步而下，猛地攥握着拳头，直接朝着苏寒宛若奔雷一样的席卷而至。土黄色的拳印上散发着恐怖威势，苏寒眼眸闪烁着冷漠之意，毫不在意，直接便是迎接上。恐怖的拳印蕴含着强横的力量，疯狂的撞击，直接和陈玉的拳头狠狠地碰撞开来，爆发出强横的气劲。一股股骇人的气浪疯狂交织着，仿佛生出了毁灭余威一样。陈玉脸色微沉，噔噔噔的几声，他倒退了好几步，眼眸闪烁着一抹惊色，同时内心极其愤怒，自己竟然被这个混账击退，甚至压制，这是耻辱啊！什么？那可是陈玉啊，人榜第6的天才啊，而且还是通脉近8重境界的实力。他和苏寒碰撞，竟然不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现场众人神色都是异常震惊和凝重，还有着惊恐。可恶的东西，砸碎！陈玉满脸屈辱，当即是暴吼道，他五官狰狞扭曲，像极了一头仿佛像是残忍出笼的凶兽一样。他是真的怒极了，作为外门最顶尖的天才，竟然没有办法压制一个新人，这传出去不是笑话吗？晴空掌！陈玉怒吼道，他体内的灵气不断的灌输到4肢百骸，疯狂地向着周遭延伸着。当即他便是施展出了压箱底的武技，地阶终极武技。晴空掌一出，空气仿佛都像是低沉了开来，疯狂的炸裂。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戏谑，迎击着对方的晴空掌，他依旧是不惧，冷冷一笑，五指张拢，顷刻间握紧。轰隆一声响彻，惊雷般的声音炸裂开来，当即再度和陈玉的掌印狠狠地砸在一起。陈玉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和不屑之意，真是找死，竟然敢对着他的掌攻击，这可是地阶终极武技，若是挡不下的话，苏寒的手就彻底废了。这小子还不知道，呵呵，冷冷一笑，眼眸闪烁着漠然。砰！噗！啊！陈玉脸色难看，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音，他的手掌仿佛像是轰砸在一堵钢铁上，骨骼碎裂的声音响彻，那种剧痛感深入骨髓。苏寒直接施展着封神步，一步迈出，瞬间爆出，当即是利用这一拳狠狠地砸在对方的胸腔处。陈玉直接跪地在舞台上，整个人就像是弓着的大虾一样，不可能。陈玉吼道：滚下去吧！苏寒忍不住轻笑道，眼眸闪烁着蔑视之意，抬脚便是踹在对方的下巴，后者愤怒无比，但是根本阻止不了，随后整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飞射到了外面，砸在地面上，传来了一道哀嚎之声。你！苏寒！陈玉咬牙切齿，五官都是扭曲了开来，眼眸满是恨意和屈辱。身为外门人榜第6的妖孽，竟然被一个新人击出了场外，这是天大的耻辱啊！我的天哪！苏寒简直是太可怕了，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陈玉，这个人榜第6的天才啊！现场众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满脸惊骇。
他们看向苏寒的眼神都是带着惊恐之色。这不是表示现在苏寒展现的实力已经有着人榜第6的实力吗？苏寒才加入灵剑宗的，没有想到竟然如此强，所有人都是忍不住惊呼了起来。场上苏寒神色如常，淡淡睨了眼陈玉，便是收回目光。于他来说，陈玉不过是一介蝼蚁罢了。通脉近8重境界也想要拿下他。高琼神色有些不自然，眼眸闪烁着一抹阴戾，突然间内心有着一个极其不好的预感。那小子不会真的能够赢下高峰吧？很快他内心便是将这个想法掐灭了。开什么玩笑，于灵剑宗外门中他孙子高峰那绝对是人中之龙，那小子怎么可能赢过他孙子呢？不屑。混战场上高峰脸色阴翳，愈发难看，自己先前已经说明了苏寒在这第1轮考核绝对会止步于此的，然而现在现实却打了他的脸，让他愈发难看。苏寒轻蔑地看着高峰一眼，唇角挂着一抹冷笑。林清瑶笑道：苏寒打得好，那陈玉是高峰的狗腿子，苏寒展现的实力还是让他很震惊的。苏寒笑了笑，忽然眼眸落在了一个地方，似笑非笑，脚掌微微一压，旋即后脚猛地用力，直接纵身跃了过去。严鹤正当迎敌时，眼前忽然间出现了一个人影。苏寒，你做什么？望着苏寒，他惊怒吼道。没有想到苏寒要对他出手，看你不爽。苏寒淡淡的说道，这样垃圾的实力就别继续浪费考核名额了。严鹤满脸愤怒，屈辱莫名，他人榜15的名次已经被苏寒抢夺走了，而对方更是能够轻而易举击败陈玉，那他根本不可能是苏寒对手的。混蛋，你敢招惹我，我滚下去吧。苏寒淡淡的说道，右手一抬，掌心内滚滚咆哮着的灵气轰砸在对方胸腔上。严鹤满脸痛苦，惨叫一声，挡不下来自苏寒的力量，直接轰飞了出去。啊！可恶！狼狈离场的严鹤满脸愤怒，他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恨意。要知道以他的实力定然可以撑到第2轮的，况且还有他哥在呢，可没有想到苏寒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屈辱的面容让他愈发扭曲，心中在咆哮着，苏寒，你给我等着，招惹严家以及曹家，这东荒你寸步难行。场外几个人影看到这一幕，心中忍不住一颤，分别是杨顺、杨浪等人，他们心中满是恐惧。苏寒已经这么强了吗？人榜第6的陈玉师兄都给轻而易举的击败了，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他们招惹得起的，以后见到了绝对要绕路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又是过去了1刻钟时间，现场终于剩下了20人。高琼见状便是淡淡的说道，第1轮考核20人成功晋级。休息片刻便开启第2轮对战，全场寂静无比，随后开始惊呼了起来。20人成功踏入了第2轮。苏寒，你竟然敢对我严家之人出手！严明脸色阴沉无比，方才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严鹤这边的动静，没有想到严鹤被苏寒击出了场外，这是在打严家的脸。望着仇恨无比的严明，苏寒神色不变，你们严家对我出手那一刻，我想我们就应该是不可能和解的，所以我凭什么不对严家动手？严明闻言，俊朗的脸庞上逐渐阴沉了开来。你找死！你最好祈祷着大比，千万不要碰到我，否则我一定让你后悔招惹严家。他眼眸掠过一抹仇恨之色。苏寒听到严明的威胁，神色冷漠，嘴角勾勒出一抹冰冷的弧度。从严家派出6长老来杀他，帮助曹家想要铲除掉他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不死不休了。既然如此，苏寒只有重拳出击，也是告诉全场所有人他不可惹。苏寒懒得搭理严明，便和林清瑶离开了练武场。混蛋！严明作为人榜第3的妖孽，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无视？哼，等着本少亲自教训你一顿。严明冷冷地看着苏寒，眼眸带着寒意。苏寒对于严明的寒意选择无视。林清瑶看着苏寒，之前陈玉对你出手必然是高峰安排的，他现在怕是要气死了。苏寒唇角勾勒出一抹冷笑道，若是能够让他气爆了更好。林清瑶不由一笑。第1轮考核结束后，长老给了大家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练武场后方，高虎兄，你们天剑锋应该是早就选择了一部分人加入天剑锋吧？百炼锋的于墨神色淡淡，旋即瞥了眼身边的青年。青年长相和高峰有7分相似。高虎，于墨淡淡说道。高虎淡淡的点了点头。身为天剑锋，赫然是早就选择了不少外门妖孽投资。于墨看着现场，旋即唇角挂着一抹无奈的弧度。这次的外门大比第1名应该就是高峰的了。这次的外门大比第1名还是你们天剑锋，真羡慕啊，我们百炼锋只能捡你们剩下的。高虎神色淡淡，旋即笑了起来。他自然认为外门大比第1名是高峰的，谁也夺不走。听闻高峰好像是4品初级血脉，还是灵剑血脉，剑一类的血脉，
这要是好好培养的话，未来天剑峰必然再度出现一尊妖才。于墨出声道。高虎神色傲然，旋即他看向身边的五月儿。五月儿，这次你们凌元峰可有什么好的目标啊？若实在不行的话，随便在外门找一些落选的往凌元峰塞几个吧，这样总好过没人选择凌元峰要好吧。五月儿冷漠地看向高虎，他岂能不知道这个家伙的想法？他冷道：就不需要你的好意了。这怎么能行呢？我们可是灵剑宗最重要的3尊修炼峰啊！凌元峰3峰会比已经是拿了5年的垫底了，这要是今年3峰会比还是最后一名的话，凌元峰怕是就要解散了吧？高虎冷笑地说道，眼眸掩饰不了其中的讽刺之意。五月儿俏脸一沉，3峰会比是灵剑宗3峰最大的盛事，每1年举办一次。凌元峰已经是垫底了5年，5年每次资源倾斜都是向着天剑峰、百炼峰倾斜，天剑峰占据5成，百炼峰则是占据3成。至于凌元峰，虽然看似占据2成，但是有时候2成还是极少的，不足2成。未来新弟子加入修炼峰，首当其冲的都会选择天剑峰还有百炼峰。五月儿神色如常，淡淡的说道，我凌元峰倒是很好看这次外门大比的苏寒。苏寒，高虎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之意，冷哼道，真有意思，方才击败通迈进8重境界不过是运气而已，高峰和苏寒的事情他自然是听说过，对他来说简直是搞笑，一介蝼蚁而已，还敢挑衅他弟弟，我倒是很想看看你看好的这个小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屑道。五月儿看着高虎嗤笑道，你不要和我说3个月前你输给我那一次也是意外。你高虎面孔有些扭曲，感受到莫大的耻辱，这个贱女人竟然将这个事情拿在这里说，你等着好了，老子迟早会在地榜上超过你的。他冷漠地说道。五月儿轻轻瞥了眼高虎，也没有说话，而这种姿态更是让得高虎气得发抖。眨眼间半个时辰的时间过去了，老夫宣布本次外门大比第2轮考核开始，这一轮先采取抽签比武，现在20名参赛者都立刻上台抽签吧。高琼淡淡的说道。随着高琼的话音一落，所有的参赛者都是陆陆续续的上台进行抽签。很快，苏寒和林清瑶也出现在了练武场上，开始抽签了。苏寒抽签抽到了12号，而林清瑶则是抽到了7号。等所有人抽签完毕后，高琼淡声道，本次参赛者有20名，所以考核分为10场。接下来老夫宣布第1轮考核，12号苏寒对战9号严明，请上台。随着高琼的声音落下，现场众多弟子都是极其吃惊了起来。要知道严明可是外门第3强大的妖孽啊，人榜第3的存在，通迈进9重境界，据说身怀着4品初级蛮牛血脉，要比严鹤、严晨蛮牛血脉还要高一个级别。严鹤闻言脸色猛地激动，兴奋了起来，紧握着拳头望向舞台。有哥出手，那苏寒必败无疑，最好好好羞辱一下这个嚣张的小子。林清瑶猛地一惊，旋即看向苏寒道，苏寒，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加油。好。苏寒淡淡一笑，直接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登上了舞台上。严明脸色显得极其阴沉，小子，接下来我就让你知道招惹我严家的后果。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在舞台上对着我下跪，我可以考虑原谅你。苏寒认真的打量了眼严明，旋即笑道，我的建议是你找个地方直接闭上眼睛睡过去，做个梦，梦里什么都有。严明脸色一沉道，你找死。轰隆，他体内的气势瞬间爆发开来，通迈进9重境界，狂暴的力量瞬间席卷全场，令得所有弟子都是大惊失色。至于苏寒的神色倒是显得极其平静，他3重境界都能够击杀通迈进8重境界的严家6长老，所以通迈进9重境界的严明又岂能是他通迈进4重境界的对手？今日我亲手弄残你。严明暴喝一声，身影瞬间暴冲而出，冲向苏寒眼前，随后一拳轰出。身为通迈进9重境界，严明有着绝对的自信，一拳便是轰出，强横的力量足以将人的脑袋轰得粉碎。苏寒运转着封神步，刹那间出现了一道残影。严明脸色难看，他的拳头打空了。你在朝着哪里出手呢？淡淡的声音从严明身后传来，后者神色大惊，怎么会出现在自己背后？严明五官登时变得极其愤怒，同时咬牙切齿，穿心掌，他吼出，紧接着手掌疯狂激荡，充满了极其庞然的力量。坐在观众席上的严鹤脸色显得异常兴奋和惊喜，这是我们严家的穿心掌地阶终极武技，这种阵势想来哥已经是将这穿心掌修炼到了中程境界了，即便是中程弄残苏寒也是轻而易举。他眼眸闪烁着怨毒目光看向苏寒，现在要是可以用眼睛杀人的话，苏寒已经是千刀万剐了。
哼！苏寒冷哼一声，挥出一拳而出，拳掌相撞，强横的灵气激荡着。严明神色猛地一变，感受到巨大的力量席卷而至，从他的掌心穿透，仿佛像是要碎裂着他的五脉一样，忍不住吃痛一声。不可能！噗！一口逆血喷出。严明倒退了好几步，他的五官愈发狰狞，咬牙切齿，眼眸闪烁着血色粒子。现场众人见到这一幕，都是惊呼了起来。严明师兄，人榜第3的妖孽，竟然被苏寒激出血了！严鹤神色诧异，随后愤怒地吼道：怎么可能？哥怎么可能失败啊？作为严家少主，其本身底蕴和实力都要远超他们其他寻常弟子。混账！我不可能输！愤怒的声音响彻。严明眼眸猩红，怒火焚烧，运转着蛮牛血脉，他的气息更加狂暴，一下子体内的气息境界便是直接助他提升到了巅峰，肌肤上出现着一道道恐怖的光束。吼！伴随着可怖的气息席卷着，来自严明的气息更加恐怖，尤其是他的身躯上更像是浮现出一道道特殊的战甲，像是灵气覆盖一样。众人瞳孔缩成了针尖状，失声道：那是严明的血脉天赋，蛮牛战甲可加成战力，尤其是可以令得肉身不受到伤害，属于蛮牛血脉顶尖的血脉天赋呢。他们眼眸闪烁着震惊之意。苏寒，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招惹严家的代价，给我死啊！怒吼声音响彻，加持着蛮牛血脉的血脉天赋，严明的神色更是阴冷无比，怒吼一声：除了穿心掌，我严家的破煞掌你也试试吧！哗啦，挥出一掌，掌心浮现出大片的黑色气息缭绕着，劲气流淌。哼！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异色，随后唇角挂着一抹狰狞，丝毫不惧，同样是攥握着一拳，体内源源不断的力量汇聚而来，融入拳头中，当即再度和严明的掌心狠狠地碰撞在一起了。恐怖的灵气贯穿空间，发出了嗤嗤的声音。严明脸色阴沉无比，磨牙凿齿，陡然间覆盖他全身的蛮牛战甲如淬纸般淬裂了开来。砰！啊！很快，他身躯上覆盖着的蛮牛战甲彻底消失了。来自苏寒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面门上，噗嗤，鲜血狂喷。一下子，严明便是在舞台上滚动了起来。混账！苏寒，你真是该死啊！我可是严家少主，你敢这么让我难看？严明咬牙切齿，俊朗五官彻底扭曲了开来。滚吧！苏寒自然是毫不在意来自严明的威胁，他现在只想要赶紧结束外门大比。不啊！痛苦的哀嚎声音响彻。严明始料不及，下巴遭受着苏寒一脚踹下了舞台，狠狠砸落在地，脸色显得极其难看。他一口鲜血喷出，脸色显得极其不甘心。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败给苏寒，怎么可能？自己会输？真的吗？严明师兄，人榜第3竟然败给了苏寒。众多弟子见状，内心震惊，眼眸睁得溜圆，极其惊悚。要知道，严明师兄可是在人榜第3已经是有着1年时间了，根本没有人将对方从人榜第3的位置挤下来啊！原先被击出场外，失去第2轮资格的陈玉，此刻脸色也是一阵惊悚。他先前也曾经挑战过严明，但是被对方轻易击败。他这么强，可恶！这件事情我记下了。严明咬牙切齿，阴沉道：现场外门长老在，还有来自内门的师兄师姐，即便是他在这里杀掉了苏寒，恐怕灵剑宗也会杀了他的。那个时候，就算是严家上门找事，也根本无济于事。苏寒冷笑，眼眸一片轻蔑。现在老夫宣布，外门大比第1轮考核获胜者苏寒。高琼眼眸看向苏寒，带着一丝阴厉，没有说什么，只能说，苏寒确实是让他极其意外，竟然能够击败严明。要知道，苏寒能够和严明对战，自然也是他暗箱操作，让两人凑在一起。只是没有想到严明这么废物。二长老喜笑颜开，这小子老夫是越来越喜欢了，真是这次外门大比的一匹黑马，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高琼冷哼一声，显然是很不爽。三长老看着高琼，有些担心道：大长老不会出现意外吧？高琼不屑道：就凭这小子，怎么可能是高峰的对手？三长老看着高琼信心十足的样子，也不由得放心下来了。哥失败了。严鹤脸色难看，奇耻大辱啊！突然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显得极其难看，牙齿紧咬。难不成六长老以及严晨的死和苏寒有关系？苏寒能够击败哥，而且哥可是展现出血脉天赋的实力啊，还输了，一定是苏寒杀的。他眼眸浮现出一抹猩红。远处，高峰眼眸闪烁着一抹冷意，也没有说什么。他冷道：以为能够击败一个严明，就能够与我为敌了吗？太小看本少了。淡淡的声音响彻，语气充满了傲然。唰！苏寒从舞台上落下后，迎面便是走来了林清瑶。林清瑶身材玲珑有致，一头乌黑长发随意披散，容颜显得很精致，
笑颜如花道：“苏寒，你赢了呀！”苏寒摆了摆手，击操了青瑶师姐。林青瑶嘿嘿一笑：“苏寒，你真爱装。”苏寒，考核继续。接下来第二轮，5号刘广对战17号曹九，现场再度响彻起大长老高琼的声音。考核继续，现场比赛依旧是高燃的。苏寒已经结束了考核，他现在就等着决出最终10人了，然后再继续对战便是可以了。很快便是轮到了林青瑶上台，林青瑶的对手也是一名女子，二人很快开始交战了开来。对面的女子根本不是林青瑶的对手，很快败给了林青瑶。接下来随着喊这几个名字过后，就轮到了高峰的战场。在他面前的是一名蓝衣青年，他浑身颤抖，面露恐惧。今天出门没有看黄历吗？竟然是高少，我认。说还没有说出来，迎面一道火焰的拳芒疯狂地释放而来，砸在了他的脸上，大口的鲜血喷出，整个人狠狠地砸在了场外，看起来很凄惨。高峰冷冷地说道：“老子憋了一肚子火了，你还要认输，老子玩什么？”哼！随后轻蔑地扫向苏寒，带着一抹冷冽之意。苏寒神色倒是显得很平静，面无表情。这小子，高峰脸庞扭曲，眼眸的寒光愈发阴冷，恨不得现在就将苏寒大卸8块一样。而且在苏寒身边还坐着林青瑶，更是让他极度的发狂。等自己将他狠狠地踩在脚下，青瑶应该就知道自己的实力和魅力了。现场众人见到高峰一招解决了一名通脉境7重境界的弟子，没有丝毫的惊讶，本该如此。相比较第一轮的苏寒更加有震撼力。苏寒，高峰方才并没有动用全力。林青瑶沉声道：“我知道。”苏寒点头。要是方才那一拳就是高峰最强的实力，这外门第一人那就是笑话了。不过苏寒你要小心一点，高峰还是一名剑修，尤其是有着高虎相助，即便是他没有进入内门，天剑锋那边也会给高虎穿小鞋的。林青瑶沉声道，眼眸有着一抹凝重。剑修？苏寒眼眸一亮，他噙着笑容，冰冷地看着高峰，这才是他的底牌。他倒是想要看看高峰的剑道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第二轮考核很快结束了，10人名额已经算是彻底定下来了。除了苏寒外，还有着林青瑶也是进入了前10，对方的实力可是通脉境巅峰呢。在第3轮开始前，高琼依旧是给了大家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半个时辰后，高琼目光扫向苏寒等人，沉声道：“现在你们10人已经是本次外门大比的前10了，等考核结束之后便可以进入内门了。接下来就是个人战了，将决定你们的排名。”说着，他手中出现了一个抽签筒。抽签筒一共是有着5个颜色，抽到相同颜色的签将进行2两对决，结束之后再进行抽签，抽到红签者将直接晋级。苏寒等人点了点头，其后他们便是登台。苏寒抽到了一根黄签，而同样是黄颜色签字的则是一名光头，对方脸色阴冷，眼眸闪烁着阴狠的寒芒，就像是猎人在捕猎的眼神一样。林青瑶见状有些吃惊地说道：“你抽到了和罗青的对决，这罗青很强吗？”苏寒好奇地说道。林青瑶沉声道：“罗青可以说要比严明更强，而且听说他曾经是在佣兵团内担职，身怀着4品初级妖狼血脉，拥有着妖狼的残忍性。还有，他比现场任何人都狠，对自己狠，对他人也狠。还有，他是高峰的跟随者。”苏寒神色倒是显得很平静，总感觉有些奇怪。第1轮考核他和严明交手，第2轮考核和罗青交手。他扫了眼不远处的高琼，心中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猜测，也没有说什么。现在所有人都上台比赛，除了主舞台外，此时这场考核依次开放了2号到5号舞台。3号舞台，苏寒没有着急动手，罗青眼眸闪烁着怨毒之意，冷道：“苏寒，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连高少都敢得罪，别以为击败了一个严明就可以放肆了。所以呢，你是想要替你主子教训我？那就开始吧，别浪费游戏时间了。”苏寒轻描淡写的说道。“什么？游戏？苏寒，你真的成功惹怒我了。”罗青彻底被激怒了，今天老子就将你留在外门，以后出门见到你罗青爷爷都给老子跪下来。声音一落，他的小腿便是弯曲了起来，随后借助着力量，一瞬间朝着苏寒而去，五指攥握着一拳，便是挥出红山拳。一拳是大力沉，像极了红山猛兽一样滚滚咆哮着。苏寒冷笑一声，眼眸闪烁着阴冷之意，运转着封神步，顷刻间整个人就像是化作了一道残影一样，彻底躲过了来自罗青的攻击。这么快？该死！罗青脸色显得极其难看，眼眸闪烁着一抹惊骇，难以置信。混账！苏寒，你是兔子吗？有本事和我正面对抗啊，看我不锤爆你！罗青豹怒吼道。如你所愿。苏寒冷笑一声，看着苏寒回应自己，
罗青脸上一抹狠辣之意，再度朝着苏寒出手。砰的一声，恐怖的声音响彻，挥拳垂落。红山拳，是大力沉，八荒震天拳。苏寒面无表情，神色冰冷，紧握着拳头和来自罗青的拳头碰撞开来，剧痛传荡全身，让他愤怒地哀嚎了一声。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骨骼好像是碎了。可恶！你刷！苏寒运转着封神步，一下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神色冷然，比严明强。你们两个人水平好像是没差吧？一脚随意踩下，咔嚓！只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响彻，罗青浑身抖动，他的一只腿被踩断了。围观众多弟子脸色都是变得惊骇。好狠！混蛋，不得好死啊！罗青咬牙切齿，催动着体内的妖狼血脉，他的身躯变得赤红了起来。那是罗青的血脉天赋狂怒，催动着天赋，整个人陷入狂怒状态。断裂的腿脚，罗青根本不在意，他额头青筋怒气，眼眸猩红如血，陡然间起身。苏寒，我要弄死你！苏寒见状，怪不得青瑶师姐说这罗青不只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也狠。唰！罗青怒气，挥拳垂落。然而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不屑之意，直接一巴掌抽出，啪的一声轰砸在罗青脸上，惨叫声音响起。砰的一声，苏寒踩碎了罗青另一只脚，痛苦声音再度传来。罗青的意识渐渐的熄灭，耳中只听到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若是再有下一次威胁我，我会毫不犹豫了结你。轻而易举击败罗青，苏寒便是直接离开了3号舞台。这小子不简单呐！二长老看着苏寒的战力，忍不住笑道。高琼眼眸闪烁着一抹冷意，冷到这罗青前不久可是受过伤的，所以被苏寒击败不会有任何悬念。不过苏寒这小子也是投机取巧，罗青的速度不如他，所以在速度上取胜的。更令人不齿的是，竟对同门下手如此狠辣，毫不留情。这般弟子不过逞勇斗狠之徒，唯利是图，毫无同门之意。三长老认同道。大长老说的是，这小子出手实在是太狠了，这还是同门呢，要不然将这小子的比赛资格直接剔除得了。他眼眸闪烁着一抹冷意，苏寒的强大还是让他有些不安的，毕竟赌了那么多贡献点。呵呵，人物堂的两股冷冷地看着两人，他冷笑道：莫非大长老还有三长老忘记了，半年前罗青可是将3个外门弟子手臂给掰断了，理由只是看他们不爽。那3名弟子大约过了3个月手臂才能活动，我听说这件事情好像是被谁压下来了，这才没有令得全宗都知道。老夫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将这件事情压下来的。听到这里，高琼脸色微沉，因为那件事情是他利用关系压下来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两股知道这件事情，令他脸色很是阴沉。不只是那3名外门弟子的事情，例如1个月前任务堂选择任务，这罗青也没有问人家答不答应，便是将几个弟子拉去做任务了。但是那一次回来的只有他。后来老夫调查才发现，这罗青竟然利用我灵剑宗弟子引诱妖兽，导致那些弟子尽数被妖兽残杀，而他却完成了任务。敢问大长老，这样的弟子灵剑宗为何还留着？相比较罗青的狠，老夫更认为苏寒还不够狠。要是老夫出手的话，直接将那畜生给废了。两股冷冷地说道。高琼脸色阴冷无比，变得愈发难看，被人3番5次服了面子，更是令他苍老的容颜逐渐阴沉了下来。二长老冷冷一笑，眸光如刃。苏寒在比赛台上未曾有任何犯规之举，若想剥夺他的资格，岂是你空口一言便能定论？总得拿出凭据来，得让人信服吧。二长老。三长老脸色骤沉，额角青筋微跳，周身气息顿时凝滞。二长老李电冷冷笑道：大比的奖励，只怕最后某些人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哼！高琼脸庞扭曲，眼眸有些阴毒，冷道：你们几个老家伙还真是相信这小子，我倒要看看他能够走到哪里。李电冷笑一声，他岂能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大比的奖励要比前几次奖励更多，甚至翻了好几倍？那赫然是高琼做的，就是认定了他孙子必将第1名。高虎，你弟弟地位不保啊，我很看好苏寒这匹黑马，说不定真的让选中宝了。武月儿噙着一抹笑容，看着高虎冷哼道：不过是击败了一个外门第4名罢了，这次外门大比第1名必然是我弟弟。是吗？这很难说啊。武月儿笑道。看到武月儿脸上的笑容，高虎的脸色阴沉，面目阴冷地看着苏寒，杀意悄然蔓延。余墨淡淡地说道：武月儿这大比还没有结束呢，虽然这苏寒挺厉害的，但那高峰可还没有使用全力呢，也许很快那苏寒就要落败了，到时候你武月儿的脸可就要难看了。武月儿淡淡地说道：这有什么难看的，我看好苏寒，就算是他败了又如何？
他前前后后加入灵剑宗不过才1个多月，就已经能够拿到这种名次。这样的妖孽，要是林元峰稍加培养一下，说不定我林元峰必然能够起来一个妖孽。于墨脸色微沉，武月儿说的不错，苏寒从来灵剑宗不过是1个多月，就能够有如此成绩，确实是妖孽。这小子要是真的取得不错的成绩，我百炼峰也愿意给他这个机会。他傲然道。于墨脸色显得很森然，冷道：毕竟百炼峰的资源可要比你们凌元峰强吧。武月儿脸色一变，不过没有说什么。秋雪这苏寒真的能够进入凌元峰吗？秋雪，裴秋雪，灵剑宗的圣女。但武月儿有些搞不明白，秋雪那种身份怎么会和这个新人扯上关系呢？现场大比继续，不一会，几个舞台也是陆续结束了战斗。高琼扫了眼5人后，冷淡地说道：外门大比前5名者分别是高峰、苏寒、林清瑶、杜子峰、林墨。围观台上，严鹤严明咬牙切齿，满脸狰狞。他们看着苏寒的眼神闪烁着怨毒之意。没有想到苏寒竟然进入了前5，这等辉煌的成绩竟然落在了这个没有身份的小子身上，实在是可恶。接下来你们继续抽签，继续决定下一轮的个人战，红签轮空。高琼大手一挥，便是场中再度出现了一个抽签筒。听到高琼的话，苏寒等人依次抽签。红色的，苏寒取出签子，赫然是红签。他也是有些意外，苏寒你竟然抽了红签，直接晋级啊！林清瑶看着苏寒，忍不住惊喜地说道。高峰等人脸色明显阴沉了起来，眼眸有些羡慕。苏寒抽到红签，这表示无论后面战况如何，对方肯定就是第3名。哼！高峰脸上有些阴冷，冷笑道：运气还真的好啊。闻言的苏寒忍不住轻笑道：我这运气一向都很好，不过这空气中怎么嗅到了一股酸味呢？他望着空气，忍不住遮了遮鼻子。林清瑶一笑：是啊，这酸味太刺鼻了。高峰脸色一沉，他岂能不知道苏寒和林清瑶意有所指？呵呵，他忍不住冷笑了一声，眼眸很冷地看向苏寒。就看看你到时候遇到我，这运气还能不能一直这么好？高峰的眼睛就像是要将苏寒活吞了一样。运气好不好，待会就知道了。林清瑶冷冷地说道。高峰脸色一沉，我啊，对我的运气一向是很自信的。苏寒讥诮地看着高峰道。高峰眼眸冰冷森寒，更是携裹着强烈的怨毒。但是还没有说完话，耳边便是传来他爷爷的声音：苏寒轮空，高峰对战杜子峰，林清瑶对战林墨，现在请上舞台准备。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高峰的下场。高峰扫了眼苏寒，冷声道。苏寒点了点头，好。可恶，实在是岂有此理。高峰阴沉着脸便转身登上了舞台。3番5次招惹我，我一定会亲自宰了他。眼眸浮现出一抹阴厉之色。林清瑶几人转身依次登上了舞台。苏寒倒是显得很平静，在台下观望。不出所料的2场比赛分别是高峰和林清瑶赢了，其他2人决定4、5名。接下来再抽签，红签轮空，其余2人个人战，然后外门大比最后一轮最终一战定下第一。高琼冷冷地说道。苏寒3人再度上了舞台，而这次抽到红签的则是高峰。高峰握着手中的红签，旋即冷冷地看着苏寒，忍不住冷笑道：苏寒，你可不要还没有和我交战就输给了青瑶啊，那样我会显得很失望的。他狰狞地看着苏寒。苏寒冷冷一笑：你现在心里巴不得我输掉吧，然后好好的嘲讽我，何必装得那么虚伪呢？不累吗？唉。说完话后，苏寒和林清瑶登上了舞台。高峰脸色一僵，脸庞变得更加扭曲了起来，双眼有些阴折，像是毒蝎一样。要是没有旁人的话，他现在就将苏寒杀了。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更是没有人敢当面对他这么说，简直是将他脸上的遮羞布直接撕开了一样。畜生一样的东西，我要你死！他眼眸血红。舞台上，苏寒和林清瑶相视一笑。我认输。还没有出手时，林清瑶大方地说道。什么鬼？清瑶师姐竟然认输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想要看看苏寒和清瑶师姐谁强呢。现场一众弟子显得无比懵逼。要知道在外门中，林清瑶可是外门的女神一样的人物啊，但是那样的美女只可远望。认输？苏寒一怔，有些惊讶。林清瑶笑道：我不是高峰的对手，高峰还是交给你去解决吧，我第3名很知足了，你一定要拿到第一啊。苏寒笑了笑：好，我答应你。高琼脸色微沉，但也没有说什么。林清瑶，你要认输？啊，是的，大长老。林清瑶落落大方地承认道。好，既然如此，这场比赛苏寒获胜，林清瑶外门大比第3。高琼也没有说什么，冷淡地说道。
高峰脸色显得很阴沉，磨牙凿齿。林清瑶竟然为了苏寒认输，可恶，这个该死的贱人，竟然如此不要脸。高峰内心的杀意愈发炽盛，终于到苏寒和高少的对决了。现场众多弟子对于这场交战是非常期待的，不知道外门的不败记录是不是要被打破了。实在是苏寒太强了，外门的天才根本挡不下他的实力。高琼冷声道：接下来就是最终一战，将定下第一第二，现在请双方上场。苏寒和高峰二人来到了舞台上，高峰眼眸虚眯了起来，阴冷的眼眸闪烁着寒光，冷笑道：到头来还是靠女人才能和我交战。苏寒闻言冷笑道：我有女人能够帮我，你有吗？这不就是代表我人缘要比你好吗？你……闻言的高峰脸庞逐渐扭曲了起来，满脸寒意，这小子竟然敢让他这么难看。好，接下来我要让你知道和我交战的代价。阴森无比。轰隆，随着高峰的声音落下，他气息直接爆发了开来，这股气势要比通脉镜更强。现场众人脸色都是一变，高少踏入万象境了不成？有人惊呼。二长老李殿脸色有些凝重，震惊道：这不是万象境，而是半部万象境，一脚踏入了万象境的存在。高琼冷冷一笑，眼眸闪烁着骄傲。高峰踏入了半部万象境，这场比赛没有任何悬念了。三长老满脸惊喜道，四长老和五长老也都是不由得点了点头。半部万象境的实力确实是不简单。苏寒只有通脉境4重境界，高峰比他足足高了6个境界，而且对方还是半只脚踏入万象境的实力，这实力毋庸置疑。二长老，咱们这还需要比吗？要不你们还是赶紧给我们打贡献点吧，这结果已经是很明显了。三长老冷冷的一笑。李殿冷道：三长老，这比赛还没有开始呢，乾坤未定，比赛会发生各种意外，也许苏寒超常发挥呢。哼，老夫倒要看看苏寒如何超常发挥。高琼冷冷一笑，这场比赛胜负已经是在他这边了。李殿有些担忧。舞台上，高峰冷道：苏寒，我可以考虑一下，只要你现在给我跪下来，我或许会下手轻一点，当然你要彻底发誓成为我高峰的狗。苏寒冷道：你是脑子犯抽了吗？若是犯抽了，要不要我给你换个脑子？好样的，我让你彻底明白，有些人不是你能够招惹起的。说完话，高峰被彻底激怒，强横的半部万象境气息滚滚，一下子迈步而出，狂暴的气息疯狂激荡，掌印疯狂爆发，灵气缠绕在高峰手掌上，像是雷电疾驰一样。奔雷手，地阶终极武技，他已经是修炼到了大成之势。苏寒眼眸一闪，身影猛地一闪，化作了一道流光，一拳直接挥出。找死！见到苏寒要和自己对拳，高峰眼眸闪烁着一抹嘲弄之色。他身怀着4品初级血脉，有着血脉之力的加持，即便是一些通脉境9重巅峰境界都不敢和他对拳。砰！当二人拳掌那一刻，强烈的劲气疯狂迸发，高峰的脸色陡然间僵硬，他的掌心有着一股恐怖的力量凝聚而来，直接在无数人的惊呼下倒退了好几步才停下来。现场众人神色陡然间是惊变，声音惊呼到高少在第一回合竟然落入了下风啊！高琼的脸色陡然间一沉，变得极其阴厉，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坐在舞台后面的高虎的脸色也是变得阴沉了开来，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无人敢相信眼前一幕。苏寒真的强啊，那可是高少啊，还是半部万象境的天才啊，前不久更是踏入了试炼塔第9层的存在啊，如今竟然第一个回合被苏寒压制，太牛了！围观弟子都是忍不住失声道，一个个眼神皆是无比惊骇，难以置信。严鹤、严明二人脸色阴沉无比，磨牙凿齿，他们也是难以置信，苏寒的实力怎么会如此恐怖？高峰脸色难看，眼眸闪烁着一道阴毒之意，凝然地说道：苏寒，你真是惹怒我了，今天我一定要将你打残，任何阻拦我高峰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轰隆隆，恐怖的气势激荡着，疯狂肆虐，朝着周围滚滚而出，霸道绝伦。唰！虚无化剑，高峰怒吼道，一指点出，灵气凝聚出了一柄血色的剑影，由无到有出现的剑体。李殿有些凝重的出声道：这虚无化剑是来自天剑锋的武技，地阶中级，但是比外门的地阶中级的武技还要强，凝聚的力量刚猛霸道，灵气凌厉，犹如剑体一样。这招有些卑鄙了，那门武技苏寒根本没有学过。他看着高琼阴沉着说道。高琼淡淡一笑，外门大比也没有人说不可以动用内门的武技吧，而且我孙儿有内门这层关系，为什么不用？这就是人脉，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小子也配和我孙儿为敌，不知天高地厚。他洋洋得意地看着李殿，李殿满脸难看，梁谷等人的脸色也是阴沉无比。赤，虚无化剑
剑芒流淌，疯狂激荡，汇聚在一起，更是恐怖。唰！苏寒望着那攻击而来的虚无化剑，他没有犹豫，身影一闪，化作了一道道残影。八荒震天拳，冷漠的声音落下，苏寒挥出一拳，强横的力量破碎了来自高峰的虚无化剑。噔噔噔，高峰再度倒退了数步才停下来。怎么可能？他惊呼，脸上布满了难以置信和震惊之色。虚无化剑的实力之前可是试过的，就算是一些刚踏入万象境的师兄师姐都挡不下他这一招，怎么会被眼前苏寒挡下呢？可恶，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虚无化剑竟然不行！高虎脸色难看，惊呼了一声。五月儿淡淡笑道：“某人给自己弟弟开小灶，但是这小灶开成了，竟然还是被苏寒轻而易举挡下了。这小灶简直就成为了笑话。”刚才当高峰施展出虚无化剑的时候，他的脸色还是很难看的，因为很清楚虚无化剑的可怕。可是高虎却浑然不在意，直接冷嘲热讽地说道：“高峰是他弟弟，而且还是准内门弟子，早修炼虚无化剑对他好，也是对宗门好。”这种恬不知耻的说话，真的让的五月儿很愤怒。苏寒溃败了高峰的虚无化剑，真是大快人心啊！你，五月儿，你给我闭嘴！高虎脸庞扭曲，阴毒地看着五月儿。五月儿冷冷一笑道：“高虎嘴巴长在我脸上，我劝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不然指不定我将你在这里胖揍一顿。”高虎脸色阴沉无比，想到来自五月儿的实力，他便是紧咬着牙齿，自然是不敢轻易动手。随后他一双眼睛充满杀意地看着苏寒，这小子该死，实在是该死！要是高峰师兄就这种实力的话，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苏寒眼眸一冷，身影爆闪，施展着封神步，唰，一道残影浮现，掌心浮现着恐怖的灵气，朝着高峰而去。可恶啊！灵剑斩，这是老子的血脉天赋！轰隆！看着苏寒的狂妄，高峰面庞更是冷漠到了极点，催动着他4品初级灵剑血脉。吃吃吃，一道道剑气激荡着，身躯上出现了可怖的剑气纵横。苏寒冷漠，他依旧是不在意，对方施展着灵剑斩，直接呼斥而下。砰的声音响彻，高峰的攻击再度崩碎。苏寒右手犹如灵蛇般掠来，狠狠地冲击在对方的胸腔上。咔嚓一声，鲜血喷出。高峰的脸色铁青，眸子猩红。好小子，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呢。李健哈哈大笑，看着舞台上的苏寒，这小子方才施展着的身法武技很不简单啊。高琼脸色无比难看，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寒竟然以通迈进4重境界的实力，竟然碾压他的孙子，半步万象境。这种表现啪啪的打脸，令他愈发阴沉。三长老脸色奇差无比，5万贡献你啊，不会就这么白白送给人吧？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就不能断定高峰能够输？高琼冷然地扫了眼李健，李健冷冷一笑，高琼眼眸闪烁着一抹阴冷。唰，舞台上，苏寒右手一抬，瞬间挥出一掌，狠狠地砸在了高峰身躯上，令得对方朝着身后再度噔噔地倒退了好几步。苏寒，你成功激怒了我，这是你逼我的。枪！高峰神色阴冷，怒吼了一声，他手掌一抓，凭空中出现了一柄银色的长剑，剑长约莫3尺，剑刃极其锋利。现场众人见状，都是忍不住惊呼了一声：高少果然是剑修啊！剑修，在我们灵剑宗中，剑修都是十分稀少的存在啊！高少身怀着灵剑血脉，必须走剑修一途啊！一个个人惊呼道，满脸羡慕和敬畏。当然，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高峰施展出剑道的实力，都是被苏寒逼的。苏寒一怔，这家伙真是剑修啊！他眼眸深处隐隐约约的有些锋芒。什么？那高峰手中的剑？见到这一幕的李健怒吼道：老东西，你这是在作弊！高峰手持的剑不就是你的银冷剑吗？而且还是地阶初级灵气。他冷冷地看着高琼道。高琼皱眉，有些不悦地说道：二长老，老夫劝你慎言。高峰是我孙儿，他喜欢银冷剑，我难道拒绝给他不成？关键这是外门大比，你完全是可以在外门大比结束之后将银冷剑交给他，而不是现在，这明显是超纲了。李健怒道，气得身体都是有些发颤。地阶初级灵气银冷剑给了高峰，对方的战力必然是大幅度加持着，这对苏寒根本不公平。高琼神色阴冷，轻蔑地笑道：二长老，难道给自己孙儿兵器还得挑选时间给？老夫可不知道我们灵剑宗有这个规矩的。他看着气得要杀人似的李健，冷冷地说道。李健脸色极其难看，这已经不是卑鄙了，而是无耻。高琼负手而立，淡然自若，神色更是自信了起来。高峰持着银冷剑，那苏寒又怎么可能是对手？李健眼神阴冷地看着高琼，为了赢，这老东西当真是不要脸。舞台上，小子，我让你狂妄，得罪我是你最不明智的决定。
提着银冷剑的高峰脸上无比狰狞，一剑拔地而出。他可是灵剑血脉，蕴含着最纯正的剑道感悟力。看着苏寒抽出银冷剑，施展剑技炫雷斩，枪！恐怖的剑气爆发开来，绚烂无比，犹如道观的水柱一样滚动而下。高峰眼中闪烁着狠辣之意，苏寒脸色骤然间一变，眼眸浮现出一道幽光。加持着银冷剑的高峰战力一瞬间递增了一个阶段，若是让他按照现在的实力击败高峰，有些不现实。炫雷斩！看到苏寒暴退后，高峰更是狂喜，紧握着银冷剑继续催动，剑芒闪烁，快如奔雷，碾压而下。苏寒面色微沉，胸前出现了一道细微的伤口，他神色冷漠。苏寒，你不是我的对手，你现在给我跪下来，我也许会给从轻发落你，不然你这场比赛少个胳膊少个腿的话，也许内门就没有人要你了。看着苏寒，高峰发出了疯狂的笑声。高峰浑身激动兴奋，他这剑修的身份本想着前往内门再展现的，没有想到在这里因为一个苏寒需要动用剑修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他的奇耻大辱。这下苏寒要完蛋了吧？见到实力再加上半部万象镜，苏寒已经是必败了。不少人出声道，他们这一刻自然是不再看好苏寒。林清瑶神色有些担忧地看着苏寒，他提醒过苏寒的，苏寒应该有反击手段吧？他小心脏不停地跳动，祈祷苏寒能够赢。高峰阴冷地看着苏寒，身躯上的气息不断变得更强，阴着的眼眸散发着寒意。做你的春秋大梦吧，这次外门大比，我苏寒必然要拿下第一名。那些资源这么诱人，这不就是给我准备的吗？苏寒冷笑地说道。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高峰满脸狰狞，哼，谁规定只有你是剑修的？苏寒冷哼一声道。高峰有些疑惑。只见苏寒抬手一抓，从混沌鼎内直接将是渊剑取了出来，冰冷的剑锋甚至要比高峰的银冷剑锋利许多。什么？李殿惊呼了起来，震惊至极。苏寒竟然也是剑修，这怎么可能？方才还自信高峰能够拿下第一名的高琼神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他真的没有想到苏寒也是剑修。这个才来灵剑宗不过1个多月的少年，用了没多久的时间达到了通脉境，而且还是剑修。最重要的就是此人没有在灵剑宗显现出来剑道实力。现场众人大惊失色，苏寒竟然也是剑修。林清瑶俏脸狂喜，苏寒也是剑修，我就知道他一定可以的。武月俏脸满是惊喜，苏寒倒是给了他一个大惊喜啊！不可能，你明明在灵剑宗没有展现出剑道啊，怎么可能是剑修？高峰眼球都要瞪裂了，愤怒地吼道。苏寒嗤笑一声，就凭外门那些找我麻烦的家伙，你认为他们有什么实力能够让我出剑？这话无疑是浓浓的嘲笑和耻辱，让得严鹤、严明、陈玉以及罗青脸色显得异常难看，他们同时满脸惊恐。苏寒本身就是实力已经可怕了，要是再加持着剑道呢？混蛋，我绝不相信你的剑道能够强过我！高峰怒吼道，持着银冷剑再度施展出炫雷斩，地阶初级的剑技。苏寒冷然一笑，抽剑挥动，流光掠影，锵锵锵，剑气扑面扫来，碎裂着来自高峰的炫雷斩。怎么会这样？高峰不相信，还有这一招，拔剑断命。枪！苏寒神色淡然，再度抽出一剑，藏灭剑诀第2式。随着剑鸣声音响起，苏寒握着石渊剑，抽剑猛地垂落，实质剑气疯狂落下，断裂着一切。不好！愤怒的声音响彻，高峰用着银冷剑抵挡，但是挡下后，强横的剑气崩裂，将的高峰直接震出数丈，胸腔下陷，骨骼碎裂，逆血喷出，眼眸猩红如血，强烈的不甘。现场众人都是震惊无比。苏寒冷笑一声，苏寒，我是高虎。突然间，脑海中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高虎，高峰的哥哥，天剑峰的妖孽，现在立刻认输，让高峰拿到第一，我会允许你进入天剑峰的，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高虎不像是求人的，而是一种冷漠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说到最后更是充斥着无尽的威胁。苏寒忍不住露出了冷笑，自然是毫不在意高虎的威胁。唰，苏寒风神步一闪，出现在了高峰面前，豁然一巴掌挥出。啊！高峰惨叫了起来，披头散发的倒在了舞台边上，他脸庞狰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去屈辱无比。混蛋！他怒吼道，双眼赤红无比。高虎脸色难看，他咬牙切齿，自己已经那么警告苏寒了，这家伙竟然视若无物，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实在是该死啊！紧握着拳头，杀意无比冷冽。苏寒冷笑地说道，就因为我不加入你组建的高盟，就派人对我3番5次出手，你什么玩意？
也配让我加入？还想要抽我6成资源？你是真的贪啊！啊啊！高峰脸色直接变得难看了起来，他眼眸闪烁着恨意，耻辱莫名，怒吼道：“苏寒，你需要这么狂妄？今天这场比赛，我必须赢！”苏寒的言语刺激，令他直接丧失了理智，持着银冷剑，左手从那戒取出了一枚丹药，圆润的，赤色，几道丹纹浮现。看着高峰手中的丹药，林清瑶惊呼了起来：“是3品终极丹药爆炎丹，这是烈性丹药，服用这丹药后能够短暂提升实力，但是服用过后根基将会尽毁啊！”他疯了！现场众人都是大惊失色。李殿怒道：“阻止比赛！”高琼扭曲着脸庞狰狞道：“这场比赛没有结束，这次大比也没有说不允许动用烈性丹药。”他眼眸猩红，愤怒吼道，气息爆发，阻止李殿。李殿怒道：“你这个老匹夫是真的疯了吧？”唰，高峰直接服下。轰轰，他肌肤上出现了一道道血色气息，森然的眼神看向苏寒，怒吼道：“老子杀了你！”呼哧，恐怖的劲风呼啸，高峰化作了一道强横的剑光，朝着苏寒斩下。苏寒眼眸阴冷，神色显得极其冷然：“这是你自己在作死。”唰，现在的高峰实力已经彻底达到了万象境，肌肤上呈现出极其骇人的力量。他望着苏寒的眼神带着寒意和杀意，银冷剑在手，怒吼道：“苏寒，你为什么要阻碍我？这场大比本来就是我的个人秀啊，你为什么？我是高峰啊，外门第一人，而且还是踏入试炼塔第9层的最妖孽天骄。”高峰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歇斯底里。灵剑斩！加持着灵剑血脉的高峰暴怒道，他眼眸的血丝一根根的清晰可见，咬牙切齿，显然此时内心强烈的不甘。剑芒爆发，空间仿佛要被这一剑斩裂下来一样。苏寒冷冷一笑，即便是现在这高峰踏入了万象境而已，对他来说也构不成任何的威胁。枪！咔嚓！他一剑抽出，流光掠影，一道道剑气挥动而出，漫天的剑气悍然间抵挡住了来自高峰的攻击。旋即清脆的咔嚓声音响彻，灵剑斩破碎。唰！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寒意，催动着封神步，猛地踏步而出，身影无比可怕，快到极点。他握着一拳，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砸在了高峰胸腔上，低沉的声音响起。高峰痛苦哀嚎了一声，他脸色显得愈发难看。去死吧！高峰面目狰狞，他服用了爆炎丹，所以即便是伤势再严重，也能够忍住这一刻的痛苦。他要让苏寒死，这小子胆敢和他唱反调，必死无疑。枪！秋风扫落叶，高峰暴喝道，银冷剑以极其刁钻的角度对着苏寒的脑袋劈下。若是躲不过去，苏寒必死无疑。现场众人呼吸都是寂静了起来，落针可闻。苏寒冷冷一笑，这一招剑技要比之前那几招剑技都要强。高峰是铁了心要杀了他。哼，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了。苏寒冷笑道。封神步，催动。唰，高峰挥剑落下，瞬间落在了苏寒身上。哈哈，你小子终于是被我杀了。他满脸兴奋，五官狰狞。这就是招惹我高峰的下场。高峰脸上有着一抹兴奋之色，而远处高台上的高琼神色骤然间一紧，怒道：“小子身边苏寒没死。”高峰神色大变，刚要转头看去，却见到苏寒攥握着一拳，猛地垂落在他的丹田处。砰！噗！啊！痛苦的哀嚎声音响彻，高峰狠狠地砸在地面上。此时他身躯上的气息也是骤然间散去。这一刻，高峰爆炎丹的作用彻底没了。你废了我丹田啊！你找死啊！沉默一瞬后，高峰面目狰狞的可怕，怒声道。现场众人都是忍不住大吃一惊。苏寒废掉了高少。苏寒冷冷一笑，蔑视地看着高峰，冷笑道：“你想要杀我，那就别怪我下手狠了。”众人大惊失色。苏寒竟然废掉了高峰啊！高峰面目痛苦到了极点，愤恨至极。高虎满脸惊怒：“啊，小畜生，你找死！竟然敢对我孙子下如何狠手！”高琼见状，气得浑身发抖，强大的万象境气息滚滚而出。他一步迈出，杀意滔天。苏寒看去，脸色顿时变得极其凝重。眼前是外门的大长老，乃是一名万象境7重巅峰境界的高手。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击败万象境7重境界，那无疑是做梦。该死！他满脸阴冷，骨骼乱颤，五脏六腑都是受到了惊人压迫感。唰！就在高琼准备出手那一刻时，唰唰的几声，苏寒身边出现了一道道人影。为首的赫然是二长老李殿。李殿，你要拦我？高琼咬牙切齿，脸色难看无比。
李店身边有着江长老、陈长老以及梁谷等人，几人的气息爆发，恐怖无比。李店冷声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孙子服用烈性丹药，本长老已经是提醒你了，结束了。但你竟然还要继续，而且在舞台上服用爆炎丹的高峰，处处是杀招，分明是要置苏寒于死地。即便是今天苏寒杀了高峰，那也是他咎由自取。还有，若你真的杀了苏寒，恐怕你长老的身份也做到头了。”你，高琼脸色难看，像是吃了屎一样。今天他孙子高峰吃的这亏，他没有办法报仇。可恶啊！而且李店说的不错，一旦这件事情闹大了，对他极为不利，极有可能这长老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人了。要知道他在这个位置上可是捞了不少油水啊。高琼怒道：“高峰当日可是踏入了试炼塔第9层了，这样的妖孽被毁了，这小子没有责任吗？”高峰当日确定是踏入了试炼塔第9层。江长老冷冷地说道：“什么意思？”高琼冷道。江长老淡淡的说道：“当天踏入试炼塔的可不只是有你孙子呢，还有苏寒，他也踏入了试炼塔。”高琼神色居然间变得难看了起来。听到江长老的话后，他顿时感觉到了不安了起来。现场众人听到这话后也是震惊了起来。难不成前几天踏入第9层试炼塔的不是高峰，而是苏寒？他们惊呼了起来，像是严鹤、严明几人的脸色难看无比。杨顺、杨浪惊惧至极。现在苏寒所展现的实力已经是相当逆天了，他们在招惹苏寒，无疑是自寻死路。你的意思是？高琼咬牙切齿看着江长老。江长老淡淡的说道：“你可以问问你宝贵孙子，他要是踏入试炼塔第9层，按理说会有第9层的通关奖励，他有吗？”淡淡的声音落下，令得高琼神色更是难看，他面目黑白交替，因为他之前询问过高峰，在试炼塔第9层获得了什么奖励。高峰说没有啊。当时他就觉得奇怪，本想着外门大比结束之后去找江老头问问，原来高峰根本就没有踏上第9层，这是个大乌龙。什么？怎么会？为什么是他啊？高峰目眦欲裂，逆血喷出，直接血染舞台，眼眸布满了血丝，表现出强烈的不甘和屈辱。苏寒闻言冷冷地看着高峰，带着一丝不屑。高琼脸色很难看，愤怒无比，今天算是丢人丢大了，更是他作为外门大长老天大的耻辱。现场众人都是震惊无比，他们终于知道了，当日踏入试炼塔第9层的不是高峰，而是苏寒。走！高琼阴沉着脸冷声道，准备带着高峰准备离开。大长老怎么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别忘记我们之前的赌约啊！还有3长老。李店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好，这笔账我记下了。高琼阴沉无比，便是直接从他的身份令牌划出了20万贡献点，给予李店4人。20万贡献点，那可是他接近3年所存的贡献点，就这么没了，肉痛啊！身为大长老，他自然是不可能赖账的。小子，最近宗门不是很安全，走夜路的时候仔细点。说完话，高琼阴沉地看着苏寒一眼，便是带着高峰离去。李店等人脸色也是一沉威胁。苏寒脸色显得无比难看，眼瞳一抹杀意浮现中。大长老实力虽然是万象境7重境界的高手，但是他有着混沌鼎，想要达到那个境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他不惧怕。同时他还感受到了杀意，来自舞台后方。苏寒望去，在那里坐着一名年轻人，一双血色的眼眸闪烁着杀意，来自高虎。苏寒冷笑，看样子自己还没有踏入内门就已经被人盯上了，但真的是要是将他当成软柿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3长老，您要去哪里啊？忘记贡献点的事情了？突然间，李店冷冷地看着不远处准备撤离的3长老，后者脸色更是难看，身躯如筛糠一样。老夫只是开个玩笑。3长老憋屈地说道。身为长老，这20万贡献点拿不出来，还是要我强行抢了？李店冷冷地说道，他实力要比3长老实力更强。听到他的话后，3长老咬牙切齿，他知道这20万贡献点怕是守不住了。他怎么就那么贱啊，非要下赌注，还想着大赚一笔呢？其身边的4长老和5长老没有任何的同情。不久前，这3长老还幸灾乐祸的在他们面前说他好要获得20万贡献点了。你们2人没有眼力劲，怎么不赌？现在好了吧？后悔了吧？4长老和5长老确实是后悔没有站在李店那边。若是如此的话，他们也能够获得不少贡献点啊。在李店几人的威慑目光下，3长老咬牙切齿，但是现在这个局面，连大长老都将贡献点给了他，要是再拒绝的话，怕是这李店会饶不了他。便是痛心的将贡献点划了出去，眼眸狠狠地看着苏寒一眼，便是离去。苏寒手指划了一下鼻子，有些无奈，又不是自己的问题，这家伙这么仇视自己，明明是你们自己赌的，关我什么事情？多谢几位前辈。
苏寒看着李店几人躬声道：“要是没有这几位出手的话，恐怕那位大长老就要得手了。当然，苏寒既然敢废掉高峰，就有着绝对的自信不会遭受大长老的黑手。大长老和二长老本身关系就不好，自己废掉高峰在理，所以二长老他们一定会阻止的。”李店哈哈一笑：“你小子很妖孽，老夫很看好你啊！多谢二长老。”苏寒躬声道：“这一场外门大比，独占鳌头者苏寒。”淡淡的声音响彻：“这是你一名的奖励。”说完，李店便是将那戒递了出去。苏寒脸色狂喜，望着那戒中的资源，有着杂交血，还有着10万中品灵石，更是有着剑灵丹1瓶，还有着2万贡献点。不过苏寒看着身份牌内，足足有着22万贡献点。二长老这是？苏寒望着二长老，有些震惊地说道。李店笑着说道：“我们方才拿你做赌约，但是这赢了，自然不能我们几个人享受吧？我们商议一下，便是一人取出5万贡献点。可是，就这么定了。”李店直接打断了苏寒的话。苏寒，他内心暖暖的，宗门还是有好人的。成功晋级的进入舞台，第2名高峰丹田破碎，无法入内门，所以第11名陈南补位进入前10。场中一名黑衣青年在听到李店的话后，脸上无比兴奋，连忙跑了出来。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捡了这么一个便宜啊！李店看着高虎等人点了点头，便是退下了。高虎脸色显得极其难看，满脸杀意地看着苏寒。林清瑶站在苏寒身边道：“你方才废掉了高峰，这高虎肯定会难为你的。”苏寒无奈耸了耸肩：“随他。”林清瑶笑了笑：“还有啊，明明是你踏入了试炼塔第9层，你为什么没和我说呢？”他有些幽怨地说道。苏寒怔了一下：“你好像也没有问我吧？”林清瑶：“苏寒，你可愿意进入我天剑峰？”就在此刻，淡淡的声音响起，说话的是高虎：“你有如此剑道天赋，进入天剑峰才是你的选择。”现场众人都是难以置信，没有想到高峰的哥哥高虎竟然要苏寒加入天剑峰，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不过我需要你跪下来求我。”高虎冷冷傲然说道。现场众人巨变，果然有反转，跪下求高虎。李店几人的脸色有些难看，这高虎明显是欺负人。苏寒淡淡的扫了眼高虎，冷笑的说道：“跪下求你？你认为我会加入天剑峰吗？动动你的脑子想想，我废掉你爹，然后我去天剑峰找虐啊！”他自然是不会选择加入天剑峰的，苏寒不可能那么傻，而且就算知道天剑峰资源极多，但以他和高虎的恩怨，对方一定会各种针对他的，倒不如去其他的峰。什么？你？高虎脸色愈发难看，感受到了天大的耻辱。灵剑宗天剑峰可是最大的修炼峰，灵气浑厚，资源最多，他以为那么说，苏寒必然会跪下来求他的，到时候自己再拒绝他，只是没有想到苏寒根本就没有同意加入天剑峰，好像他是一厢情愿的样子。高虎眼中的杀意犹如实质一样崩裂了开来。武玉儿笑了，这苏寒可越来越有意思了。苏寒，既然你不加入天剑峰，就加入我们百炼峰吧，我百炼峰可是灵剑宗第2峰。于墨这时候淡淡的说道，满脸傲然。你加入我百炼峰才是你的选择，不过入百炼峰，我希望你最好能够听话点，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入我百炼峰的，即便是外门大比第1名，在百炼峰中也没有任何的含金量。他神色倨傲地看着苏寒，说的话就像是在向苏寒施舍一样。于墨可不想收一个不听话的新人，所以在这里准备先打压一下，这样日后让他办事的话也会听话。他可不想选一个不听话的新人。苏寒淡淡的扫了眼于墨，抱歉，我拒绝入百炼峰。我拒绝一出，于墨的脸色变得极其阴沉了起来，他咬牙切齿，满脸阴冷的说道：“你既然拒绝！”现场众多弟子也都是无比震惊，苏寒拒绝天剑峰还在情理之中，他们没有想到苏寒竟然也拒绝了百炼峰。我百炼峰可是灵剑宗第2的修炼峰，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于墨冷道，他未曾想到眼前苏寒竟然敢拒绝加入百炼峰，多少新人都想要加入百炼峰都没有机会，眼前这小子明明有这个机会却拒绝，这种感觉是非常愤怒的。苏寒有些诧异的说道，难道只允许你们选人，而不允许被选的那个人拒绝？他对于百炼峰的人有些不感冒。眼前叫做于墨的家伙居高临下，态度一气指使，他不喜。既然看不上他，那为什么要加入百炼峰的？苏寒可没有被虐倾向。于墨神色阴冷，冷冷的说道，你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的，本来是看你有点天赋，想要培养你的，既然你不愿意的话，那么随你。高虎脸色也是阴沉无比，紧握着拳头，尽是杀念。那你可愿意加入凌元峰？武玉儿一张白皙的脸庞浮现出一抹动人的笑意，她轻启朱唇，声音清脆若风铃摇曳，穿透山间薄雾，悄然回荡在耳畔。苏寒看着武玉儿，随后笑道，我愿意，还希望日后玉儿师姐多多照顾。
好说好说。五月笑容更是浓郁了起来。苏寒加入了凌元峰。是啊，这也是第一次有外门大比第一名加入凌元峰的。往年外门大比第一、第二不是天剑锋就是百炼锋，从来没有人会选择凌元峰啊，这是头次见。现场众多弟子纷纷出声道，言语无比震惊。那青瑶你呢？五月笑着说道。林青瑶刚要开口，却听到高虎冷冷地说道：青瑶，凌元峰不适合你，即便是你和五月关系再好，你最适合的也是天剑锋，在这里资源倾斜最大。他沉声道。林青瑶，东荒单道世家林家的掌上明珠，他自然想要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林青瑶长得很美，这样的小妖精谁不喜欢？现场众人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林青瑶，也不知道这位外门大比第二名会选择加入哪座峰啊。我选择凌元峰。林青瑶道。他很讨厌高虎和于墨这些人看他的眼神，很厌恶。而且在凌元峰内除了有月儿姐外，还有苏寒，这是他第一个不讨厌同辈异性。什么？高虎脸色愈发难看，满脸阴沉，他就像是吃了屎一样，根本无法相信林青瑶竟然会选择凌元峰，再怎么说也得优先选择天剑锋啊。而且即便是不愿意入天剑锋，也可以选择百炼锋，但没有，他还是选择了凌元锋。好，五月笑道，他本身就和青瑶是好姐妹，而且也知道林青瑶的天赋。于墨神色也是很不好看，怎么这次看他们百炼锋以及天剑锋像是过来陪衬的。很快其他几人也是陆陆续续的选择了其他的锋。凌元峰这边加入了3个人，除了苏寒和林青瑶外，还有一个陈南，就是因为高峰被废，所以挤进来的。高虎冷冷地看着五月儿，冷笑道：五月儿，既然都已经选择结束了，倒不如测一下苏寒的天赋。现场所有的弟子都知道自己的血脉品级，而苏寒是后面加入的灵剑宗的，倒还不知道他的血脉品级啊。现场众人神色都是一变。是啊，苏寒是什么血脉，我们也很想知道啊。五月儿冷冷地扫了眼高虎，旋即看向苏寒道：苏寒，你同意测试你的血脉品级吗？你也可以拒绝。我都可以的。苏寒笑道，倒也没有拒绝。五月儿点头，旋即便是直接祭出了一块测验石。测验石不大，修士将手掌放在测验石上，可以检测出血脉的品级，一共是有着9道光束，而根基光束的强弱可以分析出初级、中级、高级来。苏寒很清楚，他身怀着混沌血脉，品级早就超越了9品。在双修过程中，清月女帝曾经和他说过，若是想要定义混沌血脉的品级，那就是至尊级别，无上存在。五月儿告诉了苏寒使用方法，苏寒了解，他将手掌直接放在了测验石上，哧哧哧的几声响彻开来，便是出现了3道光束，而这3道光束还显得很弱，3品初级血脉，但为什么没有测验出什么属性呢？五月儿俏脸微变，有些好奇地说道。按理说，血脉测验石不只是可以测出血脉的品级，还能够测出来血脉是什么品种，可是目前来说，测验石中并没有浮现出这等迹象，原来只是3品初级血脉啊！这样的血脉确确实实没有资格进入天剑锋。高虎见到苏寒只是3品初级血脉后，便是冷冷地说道：至于测验石中为什么没有测出血脉属性，想来也是一种不重要的血脉而已。看样子这次苏寒你能够赢下外门大比，也不过是运气使然罢了，还好没让你加入天剑锋，也只有凌元锋才适合你。于墨轻笑一声，眼眸闪烁着一抹不屑之意。哈哈，原来只是3品初级血脉啊！幸好你拒绝加入了百炼锋，要不然我百炼锋还多了一个无用的废物。苏寒神色如常，倒是显得很平静。3品初级血脉自然是不可能的，混沌血脉可是至尊级别的血脉，他之所以显示出3品初级，是因为清月女帝教了他一门压制血脉品级的手法，不然若是太张扬，必然会遭受妒忌，遭受更大的危险。只是没有想到压制到了3品初级，倒也还行，没有压制到太差劲。现场众多弟子都是不由得失望了起来，原来苏寒是3品初级血脉呢，我还以为是5品血脉呢。林青瑶眨了眨眼，看了眼苏寒，对方神色平静，不被外界影响。不对，他不相信苏寒只是3品初级血脉，这等血脉能够在短短1-2个周时间踏上试炼塔第9层，这可能吗？五月儿冷冷一笑地说道。高虎，你还是去看看你那丹田被废的弟弟吧，就怕他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选择一个地方了结自己了。4品初级血脉还不是苏寒3品初级血脉的对手，这血脉品级是有多水啊？他眼眸泛着一抹轻蔑不屑之意。你，高虎面色有些挂不住了，他咬牙切齿，转身带着他天剑锋的人离去了。苏寒和他高家兄弟的仗不会结束的。至于于墨，也是冷冷地扫了眼苏寒，带着方才加入百炼锋的弟子离去了。苏寒不过是3品初级的血脉，
就算是加入凌元峰，对他们百炼峰和天剑峰也没有任何的威胁性。但是今天这件事情让他记住了苏寒。好了，你们三人也跟我回去吧。武玉儿盈盈起身，容颜如画，眉目如星，乌黑的长发如瀑垂落肩头，身姿袅袅。苏寒几人点头，便是跟随着武玉儿离去。大家都可以回去了。外门大比这一届结束了，想要进入内门的，下一届加油。李殿看向全场，淡淡的说道。很快，所有人便是直接离去了练武场。苏寒的血脉只有3品初级，是不是检测错了？而且连血脉品级都没有出现，这有些离谱啊！李殿眉头紧锁，当见到苏寒的血脉只有3品初级的时候，自然是无比震惊的。而且苏寒所展现的实力根本不像是一名3品初级血脉能够拥有的实力和天赋。两股道，老夫可不相信这小子只有3品初级血脉。当日这小子可是仅仅只是临海境，便是完成了6级和7级的任务。3品初级血脉有很多，但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妖孽的家伙。江长老皱眉，莫非是测验时没测出来？陈长老摆了摆手，笑道：测不测出来已经不重要了。苏寒已经是踏入了内门了，虽然是加入了凌元峰，但是总好过天剑峰和百炼峰。几人点头，但是高琼那里应该不会放过苏寒的。李殿忽然间沉声道：高琼的儿子和儿媳因为一次受潮，导致2人齐命丧其中，只留下2个孙儿。如今一个孙儿已经是在内门天剑峰了，而且还是得榜第29名的妖孽。至于另一个就被苏寒废掉了，高琼肯定不会算的。几人沉默不语。哥那小子只有3品初级的血脉，根本不是什么妖孽，竟然得罪了曹家，这小子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而且严晨还有6长老的死极有可能和苏寒有关系。严鹤阴冷的出声道。严明双眼虚眯，阴冷无比，满脸怨毒。现在可不是和曹家有关系了，这小子在舞台上丝毫不给我严家面子，他必须死。先回严家。明白。严鹤点头，眼眸如毒蛇，散发着森然的杀意。外门，一座府邸，我要杀了那畜生，那畜生必须死了。府邸屋内，高峰脸上尽是狰狞，声音咆哮，带着愤怒的火焰。他紧握着拳头，本想着今天外门大比铸就他外门第1人的辉煌，却没有想到成为了天大的笑话。苏寒踩着他成为了外门第1人，这笔账绝对不能算了。丹田废了，想要修复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已经彻底成为了废人了。但是他内心的杀意根本挡不下，他只想要让那个杂碎死。高琼神色阴冷无比，咬牙切齿：小风，你放心，老夫不会让那小子活下来的。敢废了你，断了你修武天赋，我如何向你父母交代？这笔账我绝对会让他付出的。唰，一道人影走来，赫然是高虎。小虎，那小子呢？应该进入了天剑峰了吧？望着出现的高虎，高琼冷声道：你将他给老夫带过来，我现在就将他丹田碎了。高虎脸色显得很难看，那小子加入了凌元峰，没有入天剑峰。什么？竟然没有选择入天剑峰？高琼显然是没有想到苏寒竟然拒绝了加入天剑峰。天剑峰，内门最强的一座修炼峰，苏寒外门大比第1，不选择天剑峰，竟然选择了凌元峰，这小子倒是很聪明啊。高琼冷声道：是。高虎点头，他清楚若是加入天剑峰，我必然会找他麻烦，所以他选择了最弱的凌元峰。而且也看出来了，我和凌元峰的武玉儿不对付啊，难道我就这么废了而不能报仇了？高峰神色苍白如纸，满脸怨毒。高虎扫了眼高峰，冷声道：杀他简单，只要找准时间将他引出灵剑宗就可以杀，而且此人不过是3品初级血脉，一个没有任何天赋的蝼蚁罢了，想来能够废掉你，运气占极大的一方面。3品初级。高峰闻言脸色更是难看，他没有想到苏寒的天赋只有3品初级血脉，而他可是4品初级血脉啊！可恶，可恨啊！他咆哮，言语间尽是不甘和懊悔之意。内门，凌元峰，一座巨大挺拔的修炼峰林立着，一座恢宏壮阔的修炼峰林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山势峻峭，灵雾缭绕。苏寒几人跟随着武玉儿来到了凌元峰。凌元峰虽然属于3峰垫底的存在，但是这凌元峰峰顶一点也不夸张，浩瀚无垠，灵气浓郁，这可要比外门的灵气还要浑厚呢。苏寒忍不住吃惊地说道。林清瑶道：那可不，灵剑宗下面可是贯穿着好几条地脉呢，每一条地脉都是相当恐怖的，这些地脉形成了自然灵阵，聚灵气，吞气运，即便凌元峰没落了，但也是3峰之一呢，很强的。武玉儿微微一笑：我带你们去宿舍，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再熟悉一下凌元峰。3人点头，随后便是在武玉儿安排下进入了宿舍。
苏寒进入宿舍后，转身便是踏入了混沌鼎内，准备提升实力。踏入混沌鼎后，苏寒盘膝便开始将外门大笔的奖励取了出来，10万中品灵石，还有着杂交血以及剑灵丹，这些东西都是好资源啊！望着眼前的资源，苏寒便开始在混沌鼎内准备利用神魔霸体诀修炼了起来。看样子这些资源想要在短时间炼化是不可能的，不过有混沌鼎，即便是在混沌鼎修炼了1-2个月，外面也只是过去了不到1天时间。说着，苏寒便是催动着神魔霸体诀，疯狂地吞噬着眼前的资源。种种资源被炼化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灵气巨浪吞吐体内。轰隆，惊人的炸裂声音响彻，苏寒眸子闪烁着极其惊人的光芒，他的体内诸多资源不断炼化，仿佛像是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灵气海洋，尤其是杂交血所蕴含着的力量，仿佛像是牵扯着身躯体内的每一条五脉。杂交血毕竟是蕴含着蛟龙之血的血脉，即便是不如真正的蛟龙之血，但依旧是霸道无比。这些资源是高琼想要借助着自己的身份奖励给高峰的，但是谁知道这高峰竟然如此没有用，竟然成为他的资源了，真是天大的收获啊！苏寒神色不动，1天、2天、3天，在混沌鼎内差不多度过了半个月时间。苏寒终归是将其资源炼化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无比的纯粹。轰隆，通脉境5重，通脉境6重，通脉境7重，3个境界。不对，自己的剑气也变得更强了，而且这剑气比方才没有修炼前足足强了5倍左右。苏寒皱眉，突然间他脸色狂喜，这应该就是剑灵丹的作用了。除了这些外，吞噬着杂交血的他，血脉也是稍微提升了一些。杂交血竟然没让混沌血脉变得更强，他有些不爽地说道。清月女帝说过，想要混沌血脉变得更强，只有吞噬更强的血脉，或者吞噬混沌本源，但是混沌本源比更强血脉还要难以寻找。不过不碍事，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什么混沌本源，什么更强血脉，都是手到擒来的事情。苏寒眼瞳闪烁着金光，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徐傲天亦或者是柳如烟他们的实力，或许已经是超越了通脉境。毕竟他们身后可是站着东荒徐家以及凌霄殿，想要资源，手到擒来的事情。而他没有任何的背景，想要资源，只有自己去争抢。苏寒神色如常，此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直接从那戒中取出了一枚玉佩。眼前这一枚玉佩，则是清月女帝离开时交给他的。据说里面有着不少传承地，从清月女帝那里拿到后就很少动用了，现在正好有时间。自己现在还有22万贡献点，用来去兑换武技的话，有些划不来，像是封神部这样的武技送来便是可以了，但是兑换就算了。苏寒道，这些贡献点最好的就是兑换修炼资源，亦或者是修炼室。苏寒持着玉佩，旋即神魂探索，直接钻入了玉佩内，在这玉佩中竟然是一片虚弥空间。清月女帝那边果然都是好东西。苏寒暗道，游动于虚弥空间内，苏寒寻找现在极其需要的传承，而太强的传承，以他现在的实力也没有办法修炼。呼哧，大约过去了1个时辰，虚弥空间内一道流光穿过空间，垂落在他的脑海深处。苏寒的神魂遭受着这股流光的碰撞，他神魂一下子便是从虚弥空间内出来了，而他的脸色没有任何难过，反倒是无比惊喜。焚天掌、风魔王拳，在苏寒脑海深处浮现出了2门武技，而且这武技都是极其强大的。在他们的纲要中记载着，眼前的武技虽然都是天阶高级的。苏寒笑容灿烂，现在自己除了八荒震天拳外，还有这2门武技，一个是焚天掌和风魔王拳。苏寒淡淡笑道，便开始在混沌鼎修炼了2门武技了。时间很快便是过去了，又是过去了10几天，而没有多久，外面突然间传来了冷喝声音：苏寒，苏寒滚出来！冷漠的声音响起，苏寒神色逐渐阴沉了起来，敲门声音令得苏寒脸色冷漠无比，也没有犹豫，直接从混沌鼎离开了。旋即推门而出，映入眼帘的有10几个人，而且个个都是通脉境巅峰，还有着半部万象境的气息。你们什么人？苏寒淡声道，我们是萧盟的，我们萧盟决定录取你，你应该很开心吧？说话的是一名小眼睛、大脸盘子，体型有点发福，尤其是头发极其稀少，就像是秃顶了一样。大叔你贵庚？苏寒忍不住问道。噗嗤，林元峰不少弟子脸色一变，旋即噗嗤一笑。这个苏寒是新人，所以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人吧。对方闻言的脸色极其难看，紧握着拳头，满脸狰狞，竟然敢这么说他。苏寒，这位是前明师兄，来自萧盟的。忽然苏寒身边出现了一名青年，苏寒认识他，
和他还有青瑶师姐一起加入凌元峰的叫做陈南。陈南眼眸有着一抹忌惮之色。萧盟很强吗？苏寒出声道。陈南沉声道，这萧盟是内门3大盟之一，除了萧盟外还有战盟以及凤盟，比高峰所组建的高盟还要强数10倍。钱明怒道，苏寒，你要为你方才的无礼给老子道歉，你现在跪下来，将你方才外门得到的资源拿出来，像是杂交血还有10万灵石。苏寒看着他一眼，嗤笑一声道，搞了半天还是为了我的资源来的，我不会加入萧盟的，更不想和你们扯上任何关系。想要杂交血可以，20万贡献点，或许会考虑一下。他冷眼扫了眼钱明。陈南，怕是敢和萧盟人这么说话的，恐怕也只有苏寒了。现场众人惊变，杂交血20万贡献点，杂交血若是在宗门购买的话，差不多需要10万贡献点，而苏寒直接翻了1倍。钱明眼神一抹凌厉，什么？你小子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别告诉我，只是进入了内门就有资格在内门嚣张了。这里是内门，新人进来就得给我认清规矩。他满脸阴森，威胁地说道。钱明阴冷地看着苏寒，他的威胁无比森然，在面对着萧盟的威胁，不可能不怕。然而，苏寒冷冷的一笑，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之意。规矩，不错，萧盟给你机会，只要加入萧盟，就必须将杂交血，还有这先前外门几名长老给你的20万贡献点交出来。钱明看向苏寒说道。滚！苏寒冷道。什么？你竟然敢让我们滚？小子，你是不想在内门混了是吧？钱明闻言，神色愈发阴冷，紧咬着牙关，冷声道：上，教训他一顿，让他知道招惹萧盟的代价。在萧盟面前还敢这么嚣张？钱明冷声道。一个个萧盟成员神色愈发阴冷，朝着苏寒便是扑杀而下。苏寒冷然一笑，催动着八荒震天拳，扑杀而来的萧盟成员都是脸色骤变，同时眸子缩成了针尖状，凄厉惨叫了几声，一个个人直接飞射砸在地面上，哀嚎不已。陈南表情十分震惊，呆呆地看着苏寒，有些骇然。这还不到1天时间，苏寒的实力似乎明显变得更强了。面前都是内门的人，但他们的实力肯定是要比外门人绑的都要强，但是在苏寒不出一招下，尽数败了。这是什么实力啊？恐怖！这是3品初级血脉，扯犊子吧！陈南感受到苏寒那近似变态的妖孽天赋，内心还是很震惊的。凌元峰众多弟子的脸色都是变得极其震惊。这位新加入凌元峰的苏寒好强啊，这实力不简单啊，竟然轻而易举地将萧盟的成员击败了。钱明神色难看无比，混蛋的玩意，你这个畜生竟然对萧盟的人动手！苏寒看向前面，豁然迈步而出。封神部，好胆，还想要对我出手，简直是找死！钱明惊怒无比，看向苏寒的眼神满是杀意和戾气，轰轰轰的声音响彻，半步万象境的气息疯狂交织。赤焰战拳，他手臂拳头都是燃烧着一簇簇惊人的火焰，幽蓝色的火焰霸道至极，好像是燃烧着虚无的空间一样。地阶终极武技，苏寒运转着八荒震天拳，仅仅是片刻间，二人的拳碰撞在一起，劲气呼啸，咔嚓一声，骨骼脆裂的声音响彻。钱明痛苦地哀嚎了一声，他五官扭曲，狰狞地怒吼道：混账，你这个杂碎，实在是找死啊！你死定了！呵，都这个处境了，还敢威胁我？苏寒冷笑一声，大步流星再度抬起掌指，哗啦，焚天掌，掌心似火焰喷涌而出。不好，尔敢啊！钱明大惊失色。砰！噗！一口鲜血喷出，钱明狠狠地飞了出去，鲜血如注，他的脸色惨白无比，满脸惊怒。为什么？你的实力不是通迈境4重境界吗？为什么现在是通迈境7重？而且就算是通迈境7重，老子可是半步万象境的实力啊！他怒火焚烧的吼道。苏寒冷笑一声，淡漠地看着钱明，抢东西抢到我身上了，你也是真够有胆子的。他冷冷地看着钱明，蔑视地说道：内门什么规矩我不懂，但是在我这里就要给我认清楚，我的规矩才是规矩。钱明神色无比难看，阴沉至极，咬牙切齿。你知道得罪萧盟的代价吗？砰！苏寒一家踹出，噗嗤，脚掌落在钱明脸上，痛苦的惨叫声音响彻。钱明咬牙切齿，满脸痛苦和愤怒。他们是来自萧盟做事的，新人刚进入内门，不论在外门多么妖孽，在内门就得按照内门的规矩。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苏寒如此狂妄，实在是嚣张得很呢。凌元峰众多弟子见状，看到钱明惨状，都是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这钱明仗着萧萌作恶多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坏事做多的代价。萧萌的人也敢动手。突然间，一道身材纤细的女子缓步走出，穿着一袭罗裙，容颜清秀，眉眼如画。萧萌妖孽，罗慧！现场众人皆是一惊，是萧萌的罗慧，实力前不久才迈入万象境一重中期境界，无数人眼眸皆是震惊了起来。罗慧师姐，救命啊！这个新人无视萧萌的规矩，对萧萌之人出手啊！看着出现的罗慧，钱明哭诉道。罗慧眼眸地扫了眼钱明，随后看向苏寒，冷冷地说道：跪下，忏悔。萧萌不可辱。苏寒眯起眼眸，淡淡地说道：萧萌不可辱，我可辱。你是在自讨苦吃。罗慧冷冷地说道。苏寒淡淡一笑：找死。罗慧一双眼眸冷冽的杀意飙射开来，玉足一点，唤出一柄黑色镰刀，空气中传荡着撕裂声音。苏寒冷冷一笑，唰，噬渊剑在手，拔剑断命。枪，数丈剑气瞬间爆出，直接轰砸而下。罗慧俏脸骤然间变化，手中的镰刀豁然出现在眼前，抵挡来自苏寒的剑招诡计。但是他太轻视苏寒的力量了，镰刀发出了一道当啷的声音响彻。罗慧脸色难看，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再也没有任何轻视。他是万象境的实力，眼前这新人不过是通脉境实力而已。焚天掌！苏寒眼眸一抹森然，催动着封神步，闪烁着一道道残影。只见他轰出了一掌，携裹着狂暴力量，像是焚炎天地的火焰一样，直接砸在罗慧腹部。啊！罗慧惨叫一声，满脸恶毒。你！负伤的他连连倒退了10几步，他满脸难看，阴毒地看着苏寒。他万象境本应该是可以碾压苏寒的，但竟然不是对手。这苏寒好强啊！凌元峰众弟子见到这一幕，脸色都是一变。他们本以为萧萌的罗慧出手能够眨眼间便是重创苏寒，然后结束战斗，却没有想到落入下风的竟然会是罗慧。对方不只是萧萌成员，还是百炼峰弟子，修炼过百炼峰的炼体功法，战力更强，应该是怎么会败呢？钱明的声音都是忍不住颤抖的说道：不可能，怎么会这样？罗慧沉默片刻后，冷漠地看着苏寒，贝齿紧咬道：你这么做会后悔的。罗慧的声音很冷很冷，眼眸的仇视光芒愈发阴毒和森然。钱明等人面色惨白如纸，身躯剧烈颤抖，宛若狂风中的枯叶，陡如筛糠。罗慧师姐，万象境一重中期境界啊，这苏寒不过是通脉境，而且还只是3品初级的血脉，怎么会这么强？他声音愤怒，带着歇斯底里。萧萌一群人脸色难看无比。苏寒嗤笑一声，后悔。哼！随着他冷哼一声，催动着封神步，身影闪烁着一道道残影。罗慧俏脸阴沉如水，玉手猛地抬起，攥握着镰刀，冰冷的眼神闪烁着寒意。狂风怒狼，吃了！是罗慧的招牌武技，这一招罗慧已经是修炼到了圆满境界，配合着他手中的玄气，更是无敌啊！凌元峰一众弟子的脸色相当震惊，看着罗慧施展的武技后，神色都是变得震惊了起来。他们可是很清楚，在很多战场的时候，罗慧利用着这一招，即便是面对着一些万象境2重甚至3重的，都游刃有余。唰，镰刀宛若割头封喉一样掠下。苏寒眼眸一抹狰狞，翻涌着寒光，拔剑断命。枪！催动着神魔霸体诀，强横的力量自骨骼中翻腾而出，挥剑爆发3丈高的剑气喷涌，疯狂肆虐。枪！轰隆！瞬间2股力量猛然间撞击在一起，爆发出了极其骇然的力量，形成了恐怖的余威，朝着周围翻腾而去。罗慧俏脸大变，满脸惊骇，形成的余威更是滚动而来。他紧握着镰刀，抵挡。砰！一声低沉的声音猛地响彻，旋即罗慧直接倒飞了出去，手中的镰刀唰的一声飞出了手中，坠落在地。怎么会？罗慧低声，脸色难看。而苏寒握着一掌，直接以强横姿态狠狠地砸在罗慧腹部。噗！一口血水喷出，罗慧惨叫砸在地面上，俏脸也是瞬间惨白了起来。现场众人脸色都是齐齐巨变，满脸骇然，就像是有手掌攥握住了他们脖子一样，话都是卡在了喉间。好强啊！我听说我们凌元峰引来了外门大比第一第2，后面还说第1名不过是3品初级血脉，这传言不会是假的吧？一个3品初级通脉境7重境界的实力，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罗慧。他们声音震惊无比，看向苏寒的眼神带着敬畏之意。陈南看向苏寒，也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不过才1天时间，苏寒的实力就已经是变得如此强大了吗？罗慧磨牙凿齿，满脸狰狞，眼眸翻涌着滔天的怒火。苏寒，你会后悔的，我萧萌妖孽不知反己，而你竟然对萧萌出手，简直是犯了大罪。他怒道：后悔？大罪？
你现在的下场就是招惹我苏寒所付出的代价。苏寒傲然地站在罗慧面前，萧盟强行逼我加入，还想要我的22万贡献点，各种的资源，你们萧盟是一群强盗吗？不给就抢，我今天话就撂在这里了。你们萧盟胆敢再来，你们会清楚我的手段的。他冷漠地看着罗慧，眼眸丝毫不掩饰其中的讽刺之意。罗慧感受到苏寒那丝毫不掩饰的讽刺之意，内心顿时一寒，他无比愤怒。身为萧盟的人，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屈辱，这个混蛋竟然敢这么嚣张，实在是该死啊！既然来了，将你们那届的资源都给我交出来，至于贡献点，我也不想废话了，同样给我拿出来。苏寒平静地扫视了一下钱明和罗慧。什么？罗慧眼眸涌动着强烈的杀意，怒道：为什么？苏寒眼神闪烁着一抹寒意，直接一巴掌抽了下来，没有丝毫的怜悯。痛苦的惨叫声音响彻，罗慧被苏寒甩了一个大嘴巴子。苏寒直接走来，低头看着罗慧，神色冷漠。你们来抢我的资源，这表示抢资源在宗门已经是很盛行了，而且现在我很缺少资源，你们来找我麻烦，那么这资源必须得给我，否则我不介意给你拆骨。你……罗慧脸色难看，满脸屈辱。苏寒也不在意罗慧的表情，自顾自地开始在罗慧还有钱明等人的身份令牌上画出贡献点，他22万贡献点一下子加到了24万，随后将他们那届的资源也都是尽数搜刮，10几个人加起来不过才2万贡献点，这么穷就别来找我麻烦了。苏寒有些嫌弃地说道。你……钱明咬牙切齿地看着苏寒，带着愤怒和不甘，但是半天时间一句话都不敢说，他生怕苏寒又补上一脚，那样就得不偿失了。罗慧阴冷地看着苏寒，没有说话，只是眼神中闪烁着恶毒之意。苏寒毫不在意，仿佛就像是没有看到对方眼中的恨意一样。苏寒这下捅破天了。陈南道：捅破天？此话怎讲？苏寒笑道。陈南眼眸闪烁着一抹忌惮。萧盟的万象境妖孽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据我所知，高虎也在萧盟中，而且是萧盟的3把手之一。苏寒闻言，神色倒是显得很平静。高虎，萧盟3把手之一，这萧盟得几人找自己麻烦？莫非是高虎的安排，还是别人？我知道了，你方才说这内门有着3大盟。忽然间，苏寒说道。陈南点头道：对，战盟、凤盟、萧盟。苏寒好奇地说道：这3盟的势力谁更强？陈南想了一下，最强的应该是战盟，至于凤盟和萧盟都是彼此牵制，即便是强也只是有限的。闻言的苏寒点了点头，眼眸闪烁着一抹异色。苏寒进入内门，我们最好还是低调点好，因为通脉境在内门只能是垫底的存在，即便是达到了通万象境，也没有嚣张的资格。在内门还有不少真传妖孽，他们的实力都是达到了超脱境。你方才所教训的萧盟，萧盟盟主萧天策便是超脱境5重境界的实力。除了他实力，还身怀着5品初级大日血脉，以及血脉所演化的体质大日无体。苏寒眼眸浮现出一抹震惊之色，5品初级大日血脉，还有着大日无体，双重天赋加持，这么妖孽。苏寒想过内门的妖孽，但他还是轻视了，原来内门的妖孽这么强，怪不得一些内门弟子看向外门弟子的眼神带着不屑和轻蔑。不过苏寒对于萧盟的威胁根本不在意，以他混沌血脉的天赋，再加上本身混沌鼎的力量，想要达到万象境甚至超脱境都很简单。陈南想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一件事情，你在外门大比废掉了高峰，这高琼长老可是对待高峰宝贵的很，你废了高峰，他一定会找机会对你出手。苏寒，你这一段时间最好在内门中待着，一旦离开宗门，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听到陈南的警告，苏寒闻言便是点了点头道：多谢，我知道了。苏寒，你快别和我说谢了，我应该谢谢你的。要不是你废掉了高峰，我根本没有机会加入内门。我来凌元峰也是因为你。陈南笑道：确实是这样的，苏寒要是没有废掉高峰，他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内门，还要准备下次外门大比，所以他对苏寒是很感激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苏寒和陈南继续闲聊了一段时间，陈南便是离去了，唯有苏寒留在宿舍外。他神色冷漠。高峰被废，不只是高琼想要杀了我，还有高虎。这次萧盟出现在凌元峰绝对不是偶然，必然是因为高虎的运作。苏寒眼瞳杀意森然着，就在他转身进入宿舍的时候，忽然一道声音传来：留步苏寒。苏寒驻足转身看去，在不远处2个人影走来，其中一名青年高个子，长相清秀，气息则是在万象境1重后期，另一个人则是胖子，气息同样是如此。苏寒道：你们是？高个子介绍道：我叫做于飞，来自凤盟，我们想要邀请你加入凤盟。
苏寒听到对方的介绍后，神色一怔。凤盟难道不都是女子所组建的势力吗？听到这个名字，差不多是个人都能够猜得出来，这个势力中都是女流之辈。于飞闻言旋即笑道：并不是，因为我们盟主是女子，所以便是以凤命名。大家都很清楚，相同境界中大部分都是男性的实力占据优势，所以不可能凤盟都是女子。苏寒点了点头，也算是清楚了。苏寒告诉你，只有我们凤盟才能救你。那胖子冷喝道。苏寒眉头皱起，我叫刘鹏，你方才已经是得罪了萧盟，现在只有加入凤盟才能得到我们的庇佑。战盟的话就别想了，你不过是3品初级，即便是战盟收了你，也只是沦为收贡献点的。刘鹏冷冷地笑道。旁边的于飞没有说话，但是眼神已经是很说明什么了。苏寒现在必须选择加入凤盟，对方虽然只有3品初级的血脉，但是战力很强，加入凤盟众还是很有帮助的。看着两人的态度，苏寒的神色有些冷冷地说道：加入凤盟就算了，我这人闲散惯了，不喜欢被束缚。刘鹏脸色难看，阴沉无比地说道：苏寒，你确定敢和我们凤盟这么说话吗？要知道你已经是得罪了萧盟了，还想要得罪凤盟吗？若是如此的话，你将来在内门将会寸步难行。苏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苏寒眼眸微微眯起，涌现出了一抹寒意。什么？意味着未来不会有人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和你有任何联系，胆敢接近你的人，我们凤盟都会给予警告。刘鹏冷笑道。于飞皱眉，胖子有些过了。没过，这就是让他知道招惹我凤盟的代价。只要他加入凤盟的话，什么事都没有，但是非要拒绝，搞得我们不开心，那他就别想好过。刘鹏冷冷地看着苏寒，眼眸翻涌着冷意，竟然在这个时候威胁我。苏寒怒极反笑。刘鹏双瞳一扫，赫然是看到苏寒出现在他面前，让他内心怒火焚烧。霸王拳，竟然敢对我出手，你找死！这小子方才虽然击败了罗慧，但毕竟已经是灵气用的差不多了，所以他相信苏寒现在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催动着一拳，恐怖的气息迸发，狂暴的力量蕴含着极致的破坏力。苏寒直接祭出八荒震天拳，一拳轰砸而出，好像是四海八荒气息疯狂流淌而来一样，直接狂暴的撞击在一起。可怖的余威直接横扫，噔噔噔！刘鹏的脸色很难看，倒退了2-3步。不可能，老子不可能败的！尖锐的声音响起，刘鹏的肌肉鼓动着，直接催动着自己3品高级豺狼血脉。他感觉到了耻辱，阴毒地看着苏寒。苏寒见状，忍不住冷笑一声：来威胁我，还想要继续出手？谁给你的勇气？焚天掌！轰隆！掌心如焚天烈焰一样滚滚燃烧了开来，疯狂地撞击而来。恐怖的掌印摊开，竟然搅碎了来自刘鹏的拳印。强横的力量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碎裂着刘鹏的骨骼，后者狠狠地飞出了去。不少弟子见状都是忍不住惊声道：刘鹏的实力万象境一重后期，甚至要比罗慧的实力都要强一些，竟然在苏寒手中完全招架不住。刘鹏艰难地起身，面庞狰狞的可怕，咬牙切齿，宛若厉鬼一样，怒声道：苏寒，你敢这么对我？你想死吗？我哥可是地榜第50名的强者，你若是继续的话，下场自负。不少弟子惊道：刘鹏他亲哥是地榜第50名，万象境2重境界，实力极其强大。苏寒这次怕是要糟糕了。苏寒大脚一踹，踩在了刘鹏的面门上，发出了一道凄厉的惨叫声音。刘鹏惨叫一声，鲜血喷溅，狠狠地坠落在地，痛苦不堪。他屈辱莫名，死死地看着苏寒，眼瞳布满了血丝和恨意。他都告诉对方他哥的身份了，这个混蛋竟然还敢对他下狠手。苏寒冷道：你哥不爽，来找我便是。对于来找自己麻烦的家伙，苏寒自然是不会留情，不管他哥意或者是他身后究竟是什么势力，胆敢招惹他，下场可想而知。唰！苏寒手掌一抓，将刘鹏的那戒以及身份令牌拿了出来，直接将他的贡献点划到了自己的身份令牌上。你做什么？刘鹏怒道。苏寒冷冷笑道：这些就当是我的赔偿了，滚吧！说完冷冷地看着刘鹏一眼，转身就离去。刘鹏的神色异常难看，感受到来自凌元峰不少弟子看向他眼神的戏谑和玩味，他内心无比屈辱，满脸扭曲。他可是万象境，而且还是来自百炼峰的妖孽，更是加入了凤盟，地位自然不是这些蝼蚁可以媲美的。但是这些凌元峰的垃圾看他的眼神这么戏谑，整个人都要气炸了，可恶至极！等着吧，苏寒，你一定会后悔招惹我的。而且你既然敢招惹高虎师兄，还废了高峰，在内门你将会寸步难行。刘鹏满脸怨毒地说道。于飞看着刘鹏一眼，再度深深地看着苏寒，他眉头紧皱。苏寒明明是3品初级的血脉，而且还只是通脉境的实力，
但为何能够击败万象境一重境界的刘鹏？不论是实力还是血脉，刘鹏都能够碾压苏寒，但对方能够眨眼间击败了刘鹏，这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很强。也不知道凤萌和苏寒为敌是不是正确的。于飞暗道，因为方才他没有动手，所以苏寒只从刘鹏的身份令牌内划走了贡献点和纳界的资源。他倒是有些庆幸没有对苏寒出手，否则他现在的资源也要被苏寒一扫而空了。二人很快离去了。苏寒好强啊，我们凌元峰来了一位猛人啊，先是萧萌，再是这凤萌，苏寒都没有给他们一点面子，直接开打了啊！而且苏寒还只是通脉境啊，通脉境碾压万象境的罗慧，刘鹏这战绩简直是恐怖。不少凌元峰的弟子深深地看着苏寒的宿舍，眼眸闪烁着一抹震惊之色。怪不得苏寒的宿舍要比他们豪华一些，这就是妖孽的特权啊！凌元峰不远处，一栋建筑上，两道人影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名身穿粉色衣裙的女子看着身边的中年道：怎么样父亲？女子容颜绝美倾城，精致的容颜不含任何的粉黛。5月儿，而在她身边的中年身材消瘦，长相很硬朗。凌元峰峰主武罗。武罗道：你说这小子在检测血脉的时候只诞生出血脉品级，而没有出现血脉名称以及属性。5月儿颔首一点，是啊，这一点很奇怪。武罗双眼深邃地看着苏寒的宿舍，这次我们凌元峰倒是来了一个挺不错的小子，听说你还将林家那小公主也招来了。啊。5月儿笑道，青瑶除了修武外，她的炼丹天赋甚至要比她的武道要强。武罗道，那小妮子诞生的可是5品初级赤炎血脉，火属性血脉是很多炼丹师梦寐以求的，这小妮子天生炼丹师，听说徐家想要和林家联姻呢。5月儿眼眸闪烁着一抹冷意，道，是徐家的徐超，虽然有着不弱的天赋，但我听说那个徐超已经暗地里有了不少女人，若是让青瑶嫁给徐超，那是害了她。身为林青瑶的好姐妹，自然是不想要看到对方迈入深渊。武罗也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他忽然间话锋一转，你说苏寒是圣女向你推荐的。5月儿点了点头，这圣女和苏寒有什么关系呢？武罗有些好奇的说道，那圣女地位何等崇高，而且对方本身的身份也极其不简单，到底这二人有什么关系？5月儿摇了摇头，这件事情他也是很不解。他问过对方了，但是对方没说。宿舍内，苏寒进入了混沌鼎内，转身就将从罗慧几人身上抢夺的资源直接祭出。顷刻间面前浮现出了诸多的资源，虽然不是很多，但想要借此提升到通脉境8重境界，这些资源足够了。唰，神魔霸体诀，运转着神魔霸体诀的苏寒直接将眼前的资源尽数的炼化了起来。苏寒神色如常，眼眸闪烁着金光，资源不断熔炼，在混沌鼎内过去了大约5天时间。轰隆，一道破镜的声音直接响起，苏寒的通脉境7重直接顺利的达到了通脉境8重境界。通脉境8重了，他眼眸闪烁着金光，出声道，自己现在有着24万贡献点，先去兑换一些资源再说，不过现在自己最需要的就是药材。苏寒眼眸翻涌着金光，现在自己可以炼制一些3品终极丹药，适合现在自己境界所需要的丹药就是金刚丹，而金刚丹所需要凝血草、赤阳花以及岩心果，还有碧血藤，至于其他还有不少药材，不过自己都有了，这些主要药材想来灵剑宗的资源大殿应该可以兑换，炼制金刚丹加以辅助，自己达到通脉境巅峰必然万无一失。苏寒随后离开了混沌鼎，转身就推门而出，兑换资源的地方就是资源大殿。1刻钟后，资源大殿，一栋恢宏的殿宇就立在不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苏寒踏入了资源大殿内，来到了大殿前台，眼前有着一名褐袍的老者，这位就是资源大殿的掌管长老云老。要来兑换点什么？云老抬眸看着苏寒，淡淡的说道。苏寒道，凝血草、赤阳花以及岩心果，还有碧血藤。云老有妖兽精血一类的资源吗？随后他问道。云老笑道，有一头魔猿精血，不过价值不便宜，需要4万贡献点的。这魔猿精血是一头万象境4重境界的妖兽，赤怒魔猿。赤怒魔猿。苏寒听到云老的介绍后，他脸色狂喜，这精血我要了云老，还有之前的药材都给我来3份，这些加起来总共需要多少贡献点？赤怒魔猿，万象境4重境界的妖兽精血，这对他来说乃是大补之物，自然是要了。再配合着金刚丹，自己踏入通脉境巅峰简直是妥妥的。云老算了一下道，一共53000贡献点。53000贡献点于内门所有弟子来说，那绝对是巨款了。不过这对苏寒来说简直是小意思，
他刚要刷身份令牌时，突然一道冷冷的声音传来：“等等，那魔元精血我看中了。”苏寒转身看去，迎面便是走来一名黑衣青年。青年神色淡然，傲然无比，躯体上气息更是霸道至极。万象金二重境界，是王强。众人看到出现的人影后，一个个脸色都是一变。苏寒倒是显得很平静，对于王强的态度很淡然。就是你想要魔元精血？王强平静地看着苏寒。苏寒点头。有什么问题吗？王强淡淡地说道。这魔元精血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你不能买。当然你也可以购买，购买之后这魔元精血最好老实地交给我。他冷冷地说道。我记得王强的血脉是4品初级妖元血脉，好像是前不久王强就对这魔元精血虎视眈眈的，但是身上的贡献点不多，所以便是去攒贡献点了。这王强是万象境2重初期境界，而且还是4品初级血脉，那家伙应该是没有办法拿下魔元精血了。周围不少弟子纷纷出声道。苏寒闻言忍不住嘲笑地说道：“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想要我帮你购买魔元精血？脸呢？至于魔元精血对你很重要，难道对我不重要了？现在这魔元精血就剩下1份了，我自然是不可能给你。”他冷笑地说道。王强闻言神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起来，冷声道：“你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眼眸闪烁着凶狠之色，厉声道。苏寒呵呵一笑：“王强啊，他们不是说了吗？”看到苏寒那森然笑容的表情，王强神色异常阴沉。他本想着借用着自己的身份，让这小子为自己购买魔元精血。要知道，他还差一点贡献点才可以购买，因为这个方法他可是用了很多次，百试百灵。但是这家伙竟然拒绝了。从气息上感受到苏寒的境界只有通脉境，一个通脉境的蝼蚁竟然和他作对。你确定不将魔元精血为我购买？王强冷道。苏寒终于按捺不住，嘴角扬起一抹讥诮。你既非倾城美人，也非故交旧时，凭什么让我为你破费？我倒是见过不要脸的，可没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的。他轻笑出声，语气里满是不屑与嘲讽。现场众多弟子都是没有想到苏寒竟然拒绝了。你……王强脸色骤变，青筋暴起，怒意如潮水般翻涌，却一时语塞，竟被一句话堵得哑口无言。苏寒随后目光微抬，看向云老笑道：“云老麻烦了，刷身份令牌。”云老点了点头，便是接过了苏寒手中的身份令牌主戒刷了下来。大约1刻钟的时间，便是取来了一瓶精血，还有这药材。苏寒道谢后，便是将药材和精血直接收了起来。小子，将魔元精血交出来，否则你出不去这个门。王强声音阴冷无比，语气满是阴折，散发着惊人的杀意。苏寒看着他，老夫还在呢。他还没有说话，云老的声音便是响彻了开来。是不是需要老夫将你的名字设为资源大殿的黑名单？云老就这么盯着王强，后者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了起来。要知道，这资源大殿闹事的话，这是对云老的无礼，而且也是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资源大殿闹事。对不起云老，我这就离开。说完话，他对着云老鞠了一躬，便赶紧离开了大殿。要是被云老定为大殿内的黑名单话，那就完了。只是王强眼中的恶毒根本遮掩不住，这笔账他一定要找那个狗东西讨回来。苏寒看着王强的背影，忍不住冷笑，随后对着云老微微前身，便转身离去。离开资源大殿，你要去哪里？一条小路上。王强眼眸阴厉地看着苏寒，神色显得极其阴冷。那王强果然在外面等着这家伙啊。有不少人是跟着苏寒一起离开的，当跟着他走了没多长时间后，便发现不远处等着的王强。苏寒神色冷漠，嘴角勾出了一抹玩味和阴冷的笑容。你将魔元精血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让你会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王强怒道。眼前这小子竟然让他在云老那边差点成为黑名单，这笔账可不能算了。阴冷的眼神凝视着苏寒，充满了无尽的怨气。他需要魔元精血，自己身怀着妖元血脉，若是炼化魔元精血，可以让自己在短时间踏入万象境3重，可以冲击德榜排名了。但是这小子竟然没有眼力劲，不将魔元精血交给他。我倒是很想要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要不师兄给我演示一下。苏寒冷道。众多弟子神色都是狠狠的一变，这家伙竟敢这么和王强师兄说话，哈哈哈，好的很呐。王强闻言忍不住怒极反笑，一双眼睛散发着残忍的杀芒。唰的一声，王强身上的气息开始疯狂地激荡开来。万象金2重初期，苍元拳，一道拳印豁然间凝聚着强横的力量，仿佛出现了一头发怒的巨猿一样，恐怖的气息交织着。唰，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抬手猛地一抓，噬渊剑出现在手，流光掠影，枪，密密麻麻的剑气瞬间暴涌，约莫3丈的剑气疯狂肆虐。砰！
巨大的撞击声音响彻，王强脸色猛地骤变，他阴冷地看着苏寒手中的噬渊剑，咬牙切齿：“你是剑修？”周围弟子的脸色登时一变。剑修？难道是天剑锋的弟子？可是没见过啊！啊，我记得他是谁了？前不久外门大比的时候拿下第一的家伙叫做苏寒，据说身怀着3品初级血脉，后面选择了加入凌元峰。有人脸色一变，直接失声道，众人神色猛地变化着，眼眸闪烁着震惊之色。3品初级血脉还是剑修，没有加入天剑锋，选择了凌元峰，这家伙什么脑回路啊！本是忌惮着的王强听到那人的话后，脸色阴冷无比。原来是凌元峰的蝼蚁，你竟然……苏寒狞笑一声，豁然再度出手，速度快到极点，拔剑断命。枪！再度恐怖的剑气疯狂朝着王强而去，后者脸色大变，又惊又怒，根本挡不下，一口鲜血喷出，狠狠地砸在地面上，脸色变得铁青，还有着惊恐。他怎么会这么强啊？这是3品初级的血脉所拥有的实力吗？什么？众多弟子大惊失色，眼瞳都是狠狠地收缩了一下。好强啊！苏寒冷冷地看着王强，就这种实力也想要抢夺我的资源？万象金2重境界，真是弱爆了！王强神色显得愈发难看，躯体有些颤抖，他阴毒地看着苏寒，怒道：“你不过是凌元峰弟子，胆敢对我这百炼峰弟子出手，你就不怕被百炼峰惩戒吗？”怒吼声音响彻，此刻内心蔓延着强烈的不甘，阴毒的眼眸深处更是涌现出了杀意。他万象境被凌元峰的通脉境蝼蚁压制，这要是传出去，他王强的脸是不要了吗？苏寒冷漠地看着王强，冷笑道：“惩戒，百炼峰为灵剑宗第2峰，修行资源极多，还能培养出你这等废物。即便是惩戒，也是惩戒你，来抢夺资源，结果没有实力，还想要耀武扬威。”唰！苏寒说完话，一脚迈出，催动着焚天掌。王强神色难看，长啸一声，挥动着拳头，朝着苏寒轰砸而至，试图挡下苏寒的攻击。要知道他的血脉品级比苏寒高，而且就连境界都要比苏寒高很多，怎么可能被压制？他不信，不信这个邪啊！轰隆，砰，咔嚓，啊！痛苦的惨叫声音响彻，王强满脸狰狞，躺在了地面上，出手的那一拳已经是折了下来，骨骼倒刺透过肌肤。现场一众弟子的脸色无比震惊和骇然，这苏寒哪里像是3品初级的血脉啊？这样的实力简直是空前的恐怖好吗？而且还是通脉境8重境界，竟然跨越了个大境界，击败万象境2重境界的王强，实力简直是逆天啊！一个个弟子声音惊悚，难以置信。王强额头汗水涔涔，面色惨白，满脸恐惧地看着渐渐朝着他走来的苏寒。苏寒一手将对方的身份令牌取了出来，13000的贡献点，也还不错了。你要做什么？不，这贡献点可是我做了很多任务才得到的，你想要贡献点，你可以自己去做任务啊。王强看着苏寒的眼神带着愤怒，然而苏寒却忍不住冷笑道：“你也知道可以做任务，但既然知道做任务了，为何还想要抢夺我的魔元精血？是没有手吗？得罪我就想要拍拍屁股走人？既然来了，就要付出代价。”冷漠的声音响彻，苏寒将王强的贡献点直接划到自己的令牌内了。现在他的令牌再度有着20万了。你，王强难看，你招惹的可不只是我，我是来自百炼峰啊！他近似狂怒的嘶吼道。苏寒冷冷地看着对方，随后再度将对方的那界资源搜刮了一点不留。记住，我在凌元峰，我叫苏寒，想要找我麻烦可以尽情去找，不过希望下次你能够攒点贡献点再找我麻烦，不然我要是没有见到贡献点还有资源的话，我心情会很不爽的。说完便是在众人目光下离去了。一个个弟子满脸震惊，王强神色变得极其痛苦，双眼闪烁着强烈的怨毒之意。他想要找苏寒报仇，可是方才苏寒所展现的力量实在是太强了，自己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啊！可恶，可恨啊！百炼峰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身为凌元峰最弱的峰，即便是你实力再强，也不应该挑衅百炼峰。望着苏寒的背影，王强眼眸闪烁着猩红之色，状若疯狂，发出了怨毒的嘶吼声音。苏寒对王强的威胁自然是不惧怕，他现在则是赶紧的先回凌元峰。1刻钟后，回到凌元峰后，苏寒便进入了混沌鼎内，将方才的3份药材直接祭出。3品终极丹药金刚丹，也是属于一种破境丹，在3品丹药行列中属于绝品的丹药。放眼现在市面上，金刚丹早就已经失传了，但是在清月女帝传授给自己的9天丹典内，可是有着不少的丹药，每一个品级丹药的佼佼者自己都能够寻找到，所以他选择了最高品级的金刚丹，召唤出混沌鼎。
开始按照他的步骤炼制丹药。随后苏寒唤出琥珀炎炎，先将各种的药材杂质吞噬干净，便开始炼制了起来。热鼎、投料、淬炼、提纯、成丹。时间一点点过去，苏寒聚精会神，将药材投掷在混沌鼎内。苏寒随后掌心内调出一缕混沌之气入了混沌鼎内。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药材逐渐相融了开来。大约过去了2个时辰，苏寒魂力探索鼎内，成丹。随着一道冷喝声音响彻，混沌鼎内的药材直接汇聚，熔炼成了一个个丹药。呼哧！随后混沌鼎上空出现了一缕缕光束交织着，像是彩虹一样，极其震撼，令人震惊不已。苏寒看着彩虹光芒的交织，神色平静。丹道异象，当炼制水平达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地步，炼制结束之后会产生丹道异象。能够达到丹道异象的炼丹师，在东荒绝对是妖孽般的存在。唰！随后苏寒开鼎，发现混沌鼎内大约出现了10枚丹药。苏寒笑容浓郁，药材炼制到了极点，将药力大幅度浓缩了10枚丹药。像是寻常丹药可以炼制出20多颗，但炼制一些高品质的丹药，成丹数一般是控制在10颗左右。苏寒笑道，看着面前的丹药，双眼闪烁着一道道金光。都是极品，继续，还不到时候休息呢。自己购买了3份资源，现在用了1份，还有2份。苏寒再度炼制，稳如老狗一般投掷药材，花费了1天1夜时间，又是炼制出了2炉丹药，总共是30枚金刚丹，都是极品，还有魔元精血。就现在开始炼化吧。混沌鼎内，苏寒双眼闪烁着一道金光，盘膝在地面上，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将30枚金刚丹以及魔元精血一股脑直接吞噬。他体内种种力量疯狂交织，仿佛在体内形成了磅礴的力量一样，汇聚在丹田内。轰轰轰！一道道惊雷的声音响彻，苏寒肉身鼓动，疯狂爆发，强横的气息在周遭开始流淌着。苏寒深陷于混沌鼎空间内，疯狂的气息波动，就像是产生了毁灭之势一样。1天2天，瞬间过去了10天时间。而苏寒气息猛地爆发，一股股强横的力量像是利剑一样贯穿虚无空间。苏寒的境界踏入了通脉境巅峰，但是想要借此踏入万象境还是不够，这么多资源竟然无法踏入万象境。苏寒皱眉自语，神色有些难看。自己身怀着混沌体，而且还是混沌血脉，至高无上的血脉，天赋无敌，自己想要踏入更高境界，寻常资源根本不行。看样子自己还得需要更多的资源，只有资源多了，自己方才能够迈入万象境。他道，方才其实他想要试图尝试一下冲刺万象境的，但最后发现冲刺的劲始终是不足。刚开始还好，上去了，但是后劲不足，想要踏入万象境显然是不太可能的。30枚金刚丹、魔元精血种种资源，若是换了一个人的话，足以踏入万象境的，但他需要的资源更多。看样子自己还是得去外界历练一下。苏寒沉默了一声说道，虽然灵剑宗有着资源大殿，但灵剑宗的资源并不像是外界寻找的资源恐怖，所以即便是去资源大殿兑换资源，想要在短时间内踏入万象境是不可能的。也不知道现在徐傲天和柳如烟是什么实力。苏寒眼眸闪烁着寒光，声音冰冷至极地说道，还有曹家、徐家的危险。苏寒很清楚，现在他周边是布置着各种的危险，必须加强速度，变得更强。苏寒随后走出了混沌鼎内，离开了宿舍。去哪里历练呢？苏寒皱起了眉头，现在泛起了嘀咕。唰！忽然间，在他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道人影，身穿白衣，神色淡然。苏寒直接被吓了一跳，随后有些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的中年，他发现对方和武月儿有6、7分相似。他好奇地说道，前辈莫非就是凌元峰的峰主？不错，正是本峰主，我叫武罗，月儿的父亲。武罗淡淡地说道，见过峰主。望着眼前的中年，苏寒躬声道，眼前这位峰主实力深不可测，放眼这东荒，那绝对是最顶尖的强者之一。武罗笑着点了点头，你是不是想要找地方历练？是啊，峰主。忽然间，苏寒眼眸一亮，随后有些期待地看着武罗道，不知道峰主有什么高见？这可是凌元峰峰主啊，想来有推荐。武罗笑道，今天早晨西北天蛮山脉突然间出现了异象，疑似有秘藏。月儿他们早早就出发了，其实月儿本想着喊你一起的，但是你不久前在资源大殿兑换了一些资源，想来应该是在闭关，所以我就没让月儿他们打扰你。秘藏？苏寒眼眸浮现出了金色。秘藏属于修士机缘，每一处秘藏可能都有着天才地宝，还有着各种的传承，总之都是大机缘、大造化。既然西北天蛮山脉有秘藏出现，那么自己就前往那个地方。苏寒暗道，出去小心点，
针对你的威胁可不少呢。武罗出声道，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苏寒明白武罗所说的危险，随后沉声道：我知道了，峰主。即便没有凌霄殿、徐家那些威胁，在灵剑宗中还有着高琼那些长老的威胁，苏寒很清楚现在的处境。好了，既然知道，那就出发吧。武罗道。苏寒点头，说完便是朝着天蛮山脉而去。他对天蛮山脉的秘藏还是很期待的。眨眼消失在了武罗面前。武罗看着苏寒的背影，通脉境巅峰，但是这股气息怕是万象境1重，2重都压制不住，甚至直逼万象境4重。圣女还真是为我们凌元峰送来了一个顶尖的妖孽啊！3个月后的三峰会比会很有意思吧？1天后，根据武罗所说的方向，苏寒很快便是现身到了天蛮山脉，双瞳散发着金光，望着巨大匍匐在地，像是一头栽大地上的战甲巨兽一样。天蛮山脉内盘踞着各种的妖兽，而这些妖兽要比赤炎秘境中的妖兽甚至更强。苏寒眯起双眼，猛地化作了一道流光，纵身跃入了天蛮山脉内。不过刚来到天蛮山脉，就遇到了一些家伙，堵住了他的路。小子一个人啊？一名白衣男子淡淡地看着他说道。苏寒面无表情。是，你一个人踏入天蛮山脉的话，需要我们手中绘制的地图。白衣男子看着身边的一个人，在他手中捧着一卷地图，但是看不到内容。苏寒道：什么意思啊？你也是来天蛮山脉寻找秘藏的吧？只要我们手中的地图，找秘藏那简直是如虎添翼。白衣男子介绍道。什么价钱？苏寒平静。白衣男子道：也不多，只需要3万中品灵石。苏寒闻言嘲笑道：你这地图是镶金边的，一张地图就需要3万中品灵石，你怎么不去抢？白衣男子摇了摇头。抢的话太明显了，太招人显眼了，所以我们才买地图。苏寒道：我要是不买呢？白衣男子笑容依旧是平静的，不买也是可以的，只是我提醒一句，你可能命不久矣。苏寒笑了，这家伙已经开始威胁了。他身边捧着地图的男子冷笑一声，身后还有着几个人都是露出玩味之意。苏寒眼眸一厉，直接唤出噬渊剑，拔剑燃血，数丈剑气猛地便是飙射而出。什么？白衣男子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他双拳直接轰然间爆发，和苏寒的剑气碰撞在一起。吃了！鲜血喷溅，白衣男子惨叫一声，眼眸闪烁着滔天的恨意。你！枪！苏寒凝然一笑，剑气暴涨，化作一缕光线，穿透白衣男子眉心。扑哧一声，鲜红血液溅洒，白衣男子瞳孔缩成了针尖状，生机逐渐散去，难以置信。苏寒冷冷地说道：威胁我？你也配？当看到白衣男子被杀的时候，一个个人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目眦欲裂。混账东西，敢杀血魂团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脸色阴沉无比，直接吼道：血魂团又如何？杀！苏寒目光浮现出杀戮之意，握着是渊剑挥出，噗噗噗噗的一声声响彻，一个个头颅飞出，鲜红血液炸裂开来，鲜血如注。惨死，彻底死去！血魂团虽然属于北荒最大的佣兵团，但是苏寒很清楚，这血魂团即便是再强，也无法媲美灵剑宗。毕竟灵剑宗可都是一群剑修，血魂团想要犯灵剑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吞！苏寒看着地面上一具具尸体，将他们的血脉精血彻底吞噬干净，巩固自身的底蕴。随后将几人的那件收走，看着他们捧着的地图，直接取出一个地图，便是观摩了一下。苏寒皱眉冷笑道：这是哪个傻子画的地图？这么乱，值3万中品灵石？开什么玩笑？苏寒冷冷地说道，眼神有些不屑。杀完人，苏寒便不在这里逗留，直接纵身离开，朝着天蛮山脉深处而行。现在需要资源，要是能够遇到秘藏更好。相传秘藏不是资源，就是顶尖传承。苏寒现在很需要这些，只有得到才能提升实力。半天后，一座峡谷之地，这片区域灵气浑厚至极，铺天盖地的灵气潮水般滚动着。苏寒眼眸浮现出一缕神芒，看着附近，这里的灵气是最浑厚的，应该会出现什么资源吧。他没有犹豫，以强横的气息包裹着躯体，混沌血脉沸腾着，冰冷的眼神凝视着远处。突然间在峡谷深处发现了一棵巨大的古树，古树参天，上面一颗颗金色的果子浮现出惊人的灵气，这好像是3品终极灵果赤金果。苏寒忍不住惊声道：赤金果在3品终极中，那绝对是排列靠前的存在。赤金果蕴含着相当惊人的力量，服用之后可以淬炼肉身，是很多体修最喜欢的果实。对于苏寒来说，这赤金果自然也是大补之物。苏寒看着赤金果，一共是有着4枚果实，他手掌一挥，将果实尽数收走了。转身
忽然间看到几道人影，便是虎视眈眈地看着他，森然的眼神闪烁着贪婪之色。方才我看到了，这小子拿走的是3品终极灵果赤金果，这果实生长起来相当苛刻的。一名黑袍青年冷声道，神色显得极其冰冷，杀意激荡着，宛若一尊杀神。小子趁我们没有发怒的情况下，将赤金果交出来，同样的将你手中那戒交出来，也许我们会放你一条生路。他看着苏寒冷冷地说道，神色冷酷无比。不想死的滚远一点。苏寒冷声道，眼眸闪烁着杀意。好小子，竟然和我曹家敢这么说话。一名白衣青年阴沉着脸色，怒声道，曹家。苏寒眉头紧皱，竟然是曹家的人。他后面了解了一下东荒的势力，最强的2大世家便是曹家和徐家，都是东荒千年世家，家族内高手如云。等等，你们看看这小子是不是有点眼熟？他是不是曹东哥所说的苏寒？黑袍青年脸色冷漠无比，声音冷酷到了极点。苏寒，就是那个杀了曹南的那个边陲杂碎。其他几人脸色逐渐阴沉了起来，满脸杀意，杀气爆发。苏寒神色冷漠无比，混账东西，苏寒还不缴械投降，随我们回曹家听候发落。黑袍青年冷道。苏寒眼眸一闪，抓握住石渊剑，拔剑染血，数丈的剑气瞬间暴涌而出，只是顷刻间，黑袍青年脑袋直接被轰碎了，鲜血如注。什么？曹瑜？看着曹瑜被杀后，曹家的众人神色冷到了极点。苏寒，你胆子实在是太大了，竟然敢明目张胆杀我曹家之人，现在就将你宰了。说话的青年身穿白衣，曹家妖孽，万象金2重境界的天才曹辉，烈虎血脉，给我开！轰隆隆，随着烈虎血脉浮现，一股强大的血脉气息爆发而出。4品终极血脉，尝尝我的烈虎天杀。曹辉凝声道，烈虎天杀属于他的血脉天赋，手掌猛地垂落而下，好像是有着一头巨大的老虎虚影包裹着他一样，展现出了无尽的杀意。望着曹辉的攻击，苏寒冷笑一声，完全不在意。他的眼瞳好似绽放出2道锐利的剑光，拔剑断命。枪！恐怖的剑气汹涌如潮水般疯狂爆发开来，疯狂地和曹辉的攻击撞击在一起。曹辉冷笑一声，感受到苏寒的境界不过就是寻常的通脉境而已，而他可是万象金2重境界的实力。当他的拳头相撞的瞬间，他的笑容便是凝固了起来。苏寒所挥出的剑气恐怖无比，将他直接震退了数步，让他脸色奇差无比。与此同时，苏寒迈着封神步，顷刻间爆射而出，运转着焚天掌。砰！噗！五脏六腑都像是受到了重创一样，鲜红的血液喷出。随后，苏寒眼眸浮现出一抹狞笑：“你敢？我可是来自曹家的人，你敢杀我？”曹辉怒不可遏，来不及抵挡，一剑封喉，鲜血如注激荡着。很快，他的眼眸的生机彻底散去，倒在了地面上，惨死。怎么可能？连曹辉都不是苏寒的对手，他不就是通脉境吗？即便是修剑，也不可能如此之强吧？曹家剩下的3人脸色难看无比，满脸绝望，看着苏寒的眼神带着惊恐和不甘。苏寒，你莫要嚣张下去，你得罪的不只是我曹家，还得罪了徐家，现在你立刻付诸。其他3人望着苏寒怒吼道。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握着石渊剑，体内的剑气浑厚无比。杀我不成，就想要借此威胁我？你们认为我是吓大的不成？枪枪枪！石渊剑直接一挥，剑鸣声音嘹亮，噗噗噗的几声，3颗脑袋直接飞射了出去，鲜血如注，惨不忍睹。苏寒眼眸愈发阴冷，曹家的人看样子是和他杠上了。既然这样，但凡是遇见曹家之人，那就不要留情，直接杀。曹家想要杀他是不可能的事情。苏寒眼眸中闪烁着强烈的杀意。这一段时间，不论是曹家，亦或者是徐家，但凡是招惹他，都是一个死。苏寒眼眸阴冷到了极点，旋即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强行吞噬着几人的血脉精血，融入混沌血脉内，令他体内的底蕴变得更强。那戒，苏寒自然也不会忘记几人的那戒，搜刮对方的那戒后，他的眼眸便是闪烁着金光，神魂掠动着，探索着那戒中的资源。那戒内资源倒是不少，除了药材外，还有不少灵石，大部分都是下品和中品灵石居多。苏寒也没有在意什么，反正都是赚到的，附近应该没有其他资源了。继续在天蛮山脉寻找。苏寒沉声道，说完便是化作了一道流光，朝着远处爆射而去。天蛮山脉很大，半天时间后，苏寒来到了一处灵海。灵海区域笼罩着一层迷雾，像是云雾一样弥漫而出，蔓延着云雾的灵海，这是天蛮山脉特有的云海密林。苏寒满脸狂喜，发现云海密林后，自然是极其惊喜的。在他来到天蛮山脉前，峰主已经将天蛮山脉的一些特殊的地理位置告诉了他，像是云海密林之中
蕴含着极其稀少的矿脉，每一处矿脉都是蕴含着十分精纯灵气的。不过因为云海密林浓郁的迷雾，倒是让的林海形成了一座巨大的迷宫，甚至有人踏入了云海密林都没有出来过。对此，苏寒倒是不在意，他一个箭步瞬间迈出，踏入了云海密林内。不过刚踏入而下，苏寒便是发现了一处矿脉，太意外了，太惊喜了！他狂喜道：“眼前的矿脉足有10斤呢，而且矿脉的品质堪比中品灵石。混账小子，这矿脉是我们的！”此刻，在他不远处，一个个人脸色阴沉无比，杀念激荡，狂暴无比。苏寒眼眸微闪，一共是3个人，从气息上感知，都是万象近2重巅峰境界。将矿脉交出来，不然死！一名白衣青年冷声道，眼瞳深处冷冽的杀意交织着。苏寒没有犹豫，握着是渊剑，一道狂暴的剑气直接涌动了开来，血色的剑气仿佛搅动着绝世狂龙一样。白衣青年脸色难看，咬牙切齿，祭出一拳，狂妄至极的砸碎，胆敢和天元府为敌，找死！苍生一拳，呼哧，恐怖的拳印贯穿而至，动！瞬间2股力量恐怖的炸裂了开来。白衣青年脸色难看，出拳的手臂宛若碎纸一样彻底破碎了开来，他的手臂化作了血雾。白衣青年痛苦的惨叫了一声，脸庞变得无比狰狞。秦陵，其他2人脸色骤然间巨变，死死地看着苏寒，杀意如念：“你个混账，胆敢下如此黑手！”杀！苏寒眼眸无情，催动着封神步，一步跨出，残影闪烁着，持着是渊剑，以极其骇人的速度压下。滚滚滚！2人脸色骤然间巨变，他们催动着自身的血脉，恐怖的血脉天赋似乎遮天蔽日一样，霸道绝伦。轰隆！噗！2人惨叫了起来，满脸狰狞，充满了愤怒和绝望，身躯齐齐遭受着苏寒一剑诛杀。负伤的秦陵脸色骇然，他满脸惶恐，这次似乎踢到铁板了，这位兄台是在下不好。矿脉您取走吧。苏寒嘲笑一声，眼眸丝毫不掩饰其中的讽刺之意。枪！不！秦陵双瞳圆睁，根本抵挡不住苏寒的攻击，直接痛苦惨叫了一声，心脏轰然间炸裂。苏寒冷漠地扫荡着几人一眼。天元府的人，在东荒中，天元府属于4大势力垫底的存在，而灵剑宗虽然比不上凌霄殿，但是放眼东荒，绝对是数1数2的存在。宗门宗主那可都是剑修的存在，即便是天元府弟子杀了又如何？而且现在杀了他们，也没有人知道是自己杀了他们。一眨眼睛，便是将几人的血脉精血吞噬干净，随后将他们那界搜刮。苏寒随后继续在云海密林中搜寻资源，花费了1天时间，又是找到了一处矿脉。但是这次矿脉的品质有些低劣，不过都是堪比下品灵石的矿脉，但有比没有强。他将矿脉收了起来。接下来苏寒便准备离开了，但转身却发现四周一片迷雾，他冷冷一笑，若是以此想要困住他，那是不可能的。唰的一声，他魂海中魂力彻底爆发，璀璨的光束化作了一缕幽光探出。找到了！苏寒低语一声，直接爆出，很快他就离开了云海密林。刷刷！就在此刻，苏寒神色骤然间一变，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眼前2道恐怖的乌光杀来，他催动着焚天掌，一掌探出，焚灭一切。他脸色阴冷地看着虚空上方，2道人影落下，神色略显玩味和轻蔑，竟然挡下了，好小子，确实是不简单。不过苏寒，我倒是很好奇，你从踏入云海密林中也不过是1天时间，怎么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出来？说话的是一名玄袍青年，神色冷冽，冰冷异常，低沉气息呼啸着，宛若咆哮的巨浪。万象境3重，而玄袍青年身边则是一名紫衣青年，对方的气息则是在万象境2重巅峰境界。他看向自己的眼神带着仇恨之色。苏寒眉头紧皱，这2个家伙认识自己。他冷漠地看着2人。灵剑宗的。玄袍青年冷道。李玄一，来自萧盟。果然是灵剑宗的。萧盟。紫袍青年眼眸闪烁着极致的冷意。你前不久可是教训了我刘宇的弟弟，这笔账我可没有算了呢。刘宇。苏寒眼眸一闪，似乎猜测到了对方是谁，刘鹏的亲哥哥，得榜50名的天才。苏寒冷声道。萧盟和凤盟都要来劫杀我。李玄一冷声道。因为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刘宇冷声道。李玄一别这么废话，宰了这小畜生。唰的一声，他体内的气息疯狂流淌着，万象境2重境界的气势瞬间爆出，杀念飙升。苏寒眼眸有着一抹冷酷嗜血之意，冷笑道：就凭你们2个就想要杀我，未免有些太自大了吧。他冷冷地说道，便是探出掌指，其中蕴含着的力量相当恐怖。焚天掌，破玉拳。
冷漠的声音响起，刘宇的双眼闪烁着强烈的杀意，挥出一拳，拳头包裹着一层青色的光芒，刹那间便是和焚天掌狠狠地撞击在一起。他满脸狰狞，刘宇已经能够看到苏寒的掌印被他轰碎凄惨的样子。虽然他和他弟弟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友善，刘鹏的天赋太差，一直追赶不上他，但即便是如此，那也是他刘宇的弟弟。若是不找苏寒麻烦，外人都认为他刘宇害怕了苏寒一样。轰隆，强横的力量猛地碰撞在一起，刘宇的脸色骤然间凝固，他的眼瞳有些震惊，瞪得宛若牛眼一眼。恐怖的声音甚至让他骨骼都是传出了碎裂的声音。啊！刘宇痛苦地惨叫了一声。你的肉身怎么会这么强？倒退了好几步的刘宇，他五官变形，死死地看着苏寒，怒声道。李玄一的表情有些震惊，万象境2重巅峰境界的刘宇竟然完全不是苏寒的对手。苏寒冷笑道，连我真实的实力都不清楚，就想要来劫杀我？凤萌的脑子都是一群脑瘫吗？八荒震天拳。说完话，苏寒催动着封神步，紧握着拳头朝着刘宇而来。恐怖的声音仿佛像是惊雷一样。可恶！刘宇脸色难看无比，声音愤怒极点，他再度出手，可是拳头和苏寒撞击那一刹那间，他便是被弹开了。噗的一声，鲜血喷出，血洒当场，一双双眼睛满是狰狞和戾气。苏寒冷漠地看着刘宇，一脸轻蔑。怎么可能？这才几天时间，你的实力竟然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刘宇声音都是颤抖了起来，他眼眸闪烁着不甘，还带着一丝怨毒。苏寒冷冷地说道，永远不要小瞧你们的敌人。哼，苏寒你实在是太放肆了，接下来就让我地榜第48名的李玄一来杀了你。他可是要比刘宇更强的存在，蕴含着4品终极血脉苍鹰血脉。唰，可怖的撕裂声音响彻。鹰准之眼。李玄一冷声道，一双眼瞳诡异变化，像是一双展翅飞翔的鹰准一样，变得极其犀利，就像是俯身而下发现奔跑的猎物。这是苍鹰血脉所附带着的血脉天赋，能够发现对手的弱点，再给对方一致命一击。而苏寒他可是知道的，不过是3品初级，没有任何的属性血脉，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加持着鹰准之眼的他，随后催动一招武技推山掌，地阶终极武技，但这武技放眼灵剑宗中都属于顶尖的地阶终极的存在。苏寒冷笑，一手抓握，是渊剑出现在手，锋利的剑芒闪烁着，拔剑断命。轰隆！看准时机的李玄一狞笑一声，找到空子后，裹着恐怖的灵气，轰然间杀出数十丈的剑气，直接凝聚出可怖的剑威。李玄一的拳头猛地遭受着剑气的绞杀，让他瞳孔收缩极点，砰的声音响彻。李玄一连连倒退了10几步才停下来。不可能，老子可是万象境3重中期的实力啊！你不过是一名通脉境的实力，也想要和我叫板？这不可能啊！怒火咆哮，屈辱莫名。噗的声音响彻，李玄一逆血喷出。重伤的刘瑜脸色阴沉无比，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恶毒地看着苏寒。李玄一，我们2个一起上，我就不信了，这苏寒能够上天不成？刘瑜咬牙切齿道。这个节骨眼了，就别浪费自己的底牌了。李玄一阴冷的眼眸寒光冷冽着爆发。好，现在苏寒展现的实力让他们又惊又怒。刷刷，2人瞬间出手。苏寒见状，眼眸浮现出嘲弄之色，体内的混沌血脉沸腾，他手臂骨骼宛若刀刃般坚固。一剑挥出，即便是刘宇和李玄一的实力再怎么强，2人痛苦哀嚎，狠狠地摔倒在地面上，龇牙咧嘴，鲜血喷出。你！李玄一、刘宇2人眼球都要瞪裂了。不可能啊！按理说你只是3品初级血脉，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为什么我们俩会输给你？他们2人都是不敢相信。苏寒冷笑道，下辈子去想吧。你要杀我们，你若是杀我们的话，萧萌和凤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会死得很惨。李玄一惊怒道。苏寒看着2人的眼神闪烁着轻蔑之意，从萧萌、凤萌对他出手那一刻，他就已经和这2个势力不死不休了。枪的一声，是渊剑直接挥出，剑气飘荡，从2人脖子处掠过去。微凉，2人目眦欲裂，捂着脖子，痛苦不堪，直接倒在了地面上，气息全无，眼睛渐渐失去了焦距，眸内有着不甘和恶毒之色。唰！苏寒冷冷一笑，望着2人，他混沌血脉像是一头饥饿的妖兽，直接催动着神魔霸体诀，将几人的血脉精血吞噬干净。他的肉身之所以强大，那就是因为神魔霸体诀的原因，肉身吞噬着众人的血脉精血，不断喂养着血肉之躯，骨骼坚硬如铁，5脏6腑都是汇聚着各种力量。随后苏寒将2人纳戒收走，转身就离去。至于李玄一和刘宇的尸体，苏寒也懒得处理，他飞速的消失原地，才来天蛮山脉第2天呢。你藏在哪里呢？
苏寒忍不住好奇地说道。又是过去了半天时间，林家小姐，嫁给徐超哥才是你的归宿呢，何必再犹豫？徐超哥可是3品高级炼丹师，与你这般天赋出众之人结为道侣，那可是天作之合啊！日后还能在炼丹之道上携手共进呢，没有比徐超哥更好的选择了。况且你林家大部分人可都同意啊？那声音似笑非笑，字字如真，带着冷意。苏寒双瞳微闪，眼眸一眯，听到这声音后，他抬眸望去，在林海深处看到了一名熟悉的倩影。青瑶师姐。少女俏脸显得无比冰冷，眉宇间尽是嫌恶。让徐超做她的春秋大梦吧，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嫁给他。林青瑶紧咬着薄唇，阴沉着俏脸，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徐家等人。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徐家的人，而且她十分讨厌徐超这个人，喜新厌旧，光是被他玩弄的女人2只手2只脚都数不过来了。徐家这边，一名少年冷冷一笑，眼眸闪烁着锋利之色。徐家作为东荒第一世家，你林家没有拒绝的权利，我劝你善良，最好不要得寸进尺。他乃是最近加入主家，叫徐明，之前一直在苍兰城小小的徐家中，当他和傲天哥拜入主家后，才知道世界多么广阔。这个时候的他，自然早就将自己带入了徐家内，为徐家办好事，后面好处大大的有。而且他知道徐超可是徐家的丹道妖孽，3品高级炼丹师，于东荒内那绝对是妖孽中的妖孽。青瑶师妹，徐超少爷很妖孽的，你不妨考虑一下吗？林青瑶俏脸一变，转身看着在她身边的一名白衣女子。女子长相还算是过得去，比较清秀，一双美眸看着林青瑶。赵倩师姐，你……林青瑶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道：徐家人之所以知道我的踪迹，是因为你。赵倩笑道：青瑶师妹，我也是为了你考虑啊，现在正是婚嫁最好的年龄，错过了，可就真的错过了。你应该懂得师姐的苦心。林青瑶紧咬着贝齿，满脸难看。她没有想到和她关系比较好的师姐，一定是收到了徐家的好处，才将她的踪迹告诉了徐家。徐明冷笑道：林青瑶，我徐超哥可是一表人才啊，还是丹殿2元老的亲传弟子呢。你嫁给徐超哥绝对是最明确的决定。丹殿，东荒的炼丹势力，汇聚了一群顶尖的炼丹师，而徐明所说的2元老更是丹殿中一尊5品初级的炼丹师，放眼东荒内绝对是一尊顶尖的炼丹宗师。林青瑶冷声道：你们做梦，我不陪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说完，林青瑶便准备转身走人。徐明满脸阴森，随后看着身边徐家的人，青瑶小姐准备离开呢，徐超哥还没有见到青瑶小姐呢，就别走了，等等徐超哥再说。林青瑶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她没有想到徐家的人这么卑劣，竟然要拦她。虽然林家没有徐家强，但放在东荒中，那绝对是有着重量性的。在这里等徐超，他很清楚徐超那个好色的家伙，若是继续留在这里，绝对会遭了对方的毒手的。紧咬着薄唇，都有着一丝丝的血丝浮现。徐明冷笑，眼眸带着阴谋得逞的光芒。青瑶师姐。下一霎，一道人影瞬间出现在了现场，熟悉的声音直接将林青瑶拉回现实，猛地看了过去。一名白衣少年缓步走来，神色淡然。苏寒。林青瑶一喜，没有想到在绝望的时候竟然遇到了苏寒。苏寒。徐明满脸阴沉，忽然间一双眼睛闪烁着狰狞的寒光，直接看向远处。那熟悉的人影仿佛刺痛了他的视线一样，让他五官都是变得扭曲了起来。真的是他，这个家伙现在还没死。滚，这是徐家地盘。一名徐家之人冷哼道，通迈进巅峰的实力。苏寒忍不住冷哼一声，旋即催动着焚天掌轰在了对方的胸腔，扑哧一声，鲜红血液炸裂，对方眼睛睁得溜圆，彻底死去。无法相信，这个家伙面对着徐家的人，竟然也敢出手。你混蛋，你竟然对徐家的人动手，你是想要连累青瑶吗？突然间，在林青瑶身边，赵倩满脸怨毒地说道。苏寒看着对方，冷冷地说道：收了徐家的好处，真以为自己能够活成？若是青瑶因为你受伤，你认为林家会放过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你。赵倩脸色一变，变得难看了起来。啊！苏寒豁然出拳，直接砸在赵倩身上，后者惨叫了一声，倒飞在地面上，俏脸惨白，满脸恶毒。他死死地看着苏寒，带着怨念之意，怒吼道：你敢伤我！苏寒冷笑一声，丝毫不在乎赵倩的愤怒。他对于这种背叛朋友的人深恶痛疾，绝不原谅。苏寒，你竟然没死！徐明眼眸阴冷无比地说道：还在这里蹦跶着。苏寒眼眸渐渐地眯了起来，方才他就注意到了徐明，这徐明正是徐傲天的弟弟。徐傲天呢？他冷声道。徐明冷冷地看着苏寒，狞笑道：我哥也是你能见的吗？
本就是该死之人，竟然还蹦跶了起来。我哥说了，就算是你能够修炼又如何？现在他可是凌霄殿最炙热的妖孽，今天我就将你的脑袋掰下来，杀我全家！苏寒，你死定了！苏寒神色冷漠，没有任何惧意。他和徐家早就是不死不休了，即便是知道徐家现在属于东荒第一世家，他也没有任何的惧意。唰！徐明狂暴的气息涌动着，一手探出，裂金石爪。森然的声音响起。苏寒望着徐明，神色显得很冷漠，眼眸闪烁着一道幽冷之色。这徐明的实力达到了万象境一重，在苍兰城中本身天赋就不行，来到东荒竟然达到了万象境，想必是用天才地宝堆积上来的。徐明都达到了万象境，那么徐浩天的实力想来应该更强了。唰！苏寒冷笑一声，豁然出拳，砰的声音响彻，只听到惨叫声音响起，徐明狠狠地摔到了地面上，摔了个狗吃屎，他的手臂都是弯曲了开来，清脆的骨骼碎裂的声音令他满脸仇恨和震惊。苏寒，你敢伤我，你死定了！我现在代表的可是徐家主家的人。徐明面目狰狞，愤怒吼道。他满脸悲愤，要知道他可是万象境的实力啊，怎么不是苏寒的对手？在苍兰城这种实力都已经是王的存在了。苏寒嘲笑道，我不管你是主家还是其他分家，胆敢招惹我就是死。你哥徐傲天抽我血脉，这笔账我还没有算呢，你在我面前叫嚣，你算什么东西？咔嚓，唰的一声，他脚掌直接踩碎了徐明的腿，那剧痛感让得徐明眼眸尽是怨毒。住手啊！愤怒的咆哮声音从徐明口中吐出，他的脸色极其难看，阴冷的眼眸满是怨恨之色，恨不得现在就将苏寒杀之而后快。这个家伙怎么敢这么嚣张啊？他徐明现在可是东荒第一世家徐家的人啊，即便是苏寒和他们有仇，也应该知道孰轻孰重，不应该找他麻烦，更应该有求必应，自己叫他跪下他就跪下。可是现实和他想的有些出入啊。苏寒默然笑道，让我住手，你也配！唰的一声，他一巴掌扇出，徐明鲜血喷溅，狠狠地飞了出去。可恶的杂碎，你们都在干什么啊？还不赶紧的将这个小子杀了，他就是徐家要通缉的那个苏寒啊。这小子明显和林清瑶关系匪浅，徐超哥要是娶不到林清瑶，就是你们的原因啊。痛苦的徐明看着附近，声音响彻天地，带着无尽的怨恨之意响彻开来。刷刷刷的几声，灌木丛内一下子又是出现了几个人影跳出来，气息皆是万象境。赵谦俏脸发白，看着林清瑶，有些尖锐的说道，清瑶，你看看这个小子，都是因为他让徐家发怒了，听师姐的话，和徐超少爷先接触看看才是最优的选择啊。望着林清瑶，他一双眼眸尽是阴沉之色，同样内心满是羡慕。林清瑶明明有着这一副好皮囊，还在这里装贞洁玉女，若是他长着林清瑶这一张脸，早就爬上徐超的床了。徐超要天赋有天赋，要颜值有天赋，而且除了徐家外还是丹殿的顶尖妖孽啊，这样的妖孽谁见了不爱？也不知道林清瑶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放着这样的妖孽不找。苏寒神色冰冷无比，林清瑶脸色无比难看，他道，苏寒，这些家伙是徐家的护卫，要不你先离开吧，这里我能够解决的。离开？想屁吃呢？苏寒今天必须留在这里，谁来了也没有用，不要轻而易举杀了他，先废了他，我要慢慢折磨这个畜生。徐明满脸狰狞地看着苏寒，仇恨地说道，他绝对不想要苏寒死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好，一名万象境二重境界的男子，身穿着一袭白色长袍，冷漠的眼眸闪烁着森然的杀意，看向苏寒。其身旁三道人影静立，或负手而立，或抱臂冷视，气息皆在万象境一重至二重之间起伏，隐隐形成合围之势。四人成阵，寒意弥漫，空气仿佛凝固，只待一声令下，便将雷霆出手。林清瑶脸色难看，杀！白袍男子吼声道，他一拳挥出，恐怖的气息携裹着庞然的力量汹涌而来，万象境二重巅峰。苏寒神色冷漠，握着是渊剑了，随后凌厉地挥出一剑，流光掠影，锵锵锵，密密麻麻的剑气像是剑气铺天盖地笼罩而下，来自白袍男子的一拳根本挡不下苏寒的一剑，他的拳头出现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伤口，咬牙切齿，旋即朝着身后倒退了好几步才停下来，脸色显得更是扭曲。剑修，你竟然是剑修！随后白袍男子怒吼道，徐明，你可没有跟徐家说这个苏寒是剑修啊，你是在有意欺瞒主家。徐明脸色苍白，眼瞳瞪得宛若灯笼一样大，失声道，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是剑修啊？他的语气满是震惊之色。在苍兰城中，苏寒虽然妖孽，但是众所周知，苏寒根本不是剑修。苏寒冷冷一笑，眼眸尽是嘲讽之色，我是不是剑修还需要给你们报备一下？可恶！
白袍男子阴冷地看着苏寒，冷声道：“我们乃是徐家之人，苏寒你一介蝼蚁，最好不要嚣张，否则徐家必然让你见见血。”苏寒冷笑地看着对方，完全不在意徐家的威胁。徐家帮助徐傲天对自己出手，这已经是想要将自己斩草除根了，而且未来徐家只会变本加厉地对自己下狠手。枪！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寒光，随后抽出一剑，是渊剑，像是斩杀出流光的剑刃一样，周遭的剑气疯狂流淌而来。不好！白袍男子没有想到自己的威胁，苏寒根本不在意，他满脸狰狞，随后气势滚滚，双掌轰然间爆出，砰的声音响彻，白袍男子痛苦惨叫了一声，随后便是喷出一口鲜红的血水。徐雷，另外3名徐家之人脸色十分阴沉，在爆出徐家名声之后，还有人敢和徐家为敌，真是找死！你小子给我死来！徐家其他3人怒吼一声，随后朝着苏寒而去，扑杀而下，一个个人催动着自己的血脉，开始对着苏寒进行绞杀。混沌血脉沸腾，苏寒通迈进巅峰的气势绽放，随后右手持着噬渊剑猛地一划，一道撕裂的声音响彻，噗噗噗的声音炸裂开来，3人不敌落在了徐雷身边，而徐明的脸色则是变得异常难看。苏寒的实力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强了。林清瑶微微一怔，他满脸惊讶，现在苏寒面对着万象近2重巅峰，都是一招败敌混蛋，你想死啊？和徐家为敌，没人会就得了你的。徐雷怒吼道。苏寒冷笑地看着徐雷一眼，森然地说道：“不需要你操心了。好了，送你们去死。”徐雷瞳孔收缩，来不及反抗，唰的一声，4颗脑袋瞬间飞射了出去，鲜血喷溅。苏寒持着噬渊剑，低淌着鲜血，徐雷几人直接在苏寒的剑招下彻底毙命。徐明满脸难看，怒吼道：“苏寒，你！”苏寒缓慢走到徐明面前，居高临下，傲然地看着徐明。徐傲天有徐家凌霄殿罩着，就以为能够活命。他从我这里拿走的一切，我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的。眼眸爆射出一道冰冷森然的杀芒。可恶！徐明满脸愤怒地看着苏寒，凝声道：“苏寒，你杀的可是徐家的人，你必死无疑。我哥一定会杀了你的。他现在的实力可是已经达到了超脱境，而你即便是剑修又如何，也必死无疑。”说到这里，他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恶毒之色。说完了吗？苏寒神色显得很平静，淡淡的看着徐明，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眼眸还泛着一抹冷意。你！健壮的徐明满脸难看，他方才说的话仿佛就像是打在了棉花上，让他无比憋屈恼火。说完了就上路吧。苏寒冷声道。不，苏寒，你不能杀我。我……徐明满脸狰狞，他吼道：“我哥不会放过你的。”唰，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寒光，一剑封喉。他自然是也不想和徐明继续浪费时间，这家伙必须死。这就是利息，徐傲天还有柳如烟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我都会连本带利讨回来的。至于你先下去和徐柏他们会合吧，不然他们会很孤单的。徐明双手捂着脖子上的血口，听到苏寒的话后，脸色无比难看，嘴巴嘟囔着说不清楚一句话，只是眼神无比怨毒。他说不清的话，更像是对苏寒的咒骂。徐明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他最看不起的人手中。砰的一声，徐明眼睛圆睁，躺在了血泊中。苏寒眼眸有着一抹锋利的神芒。徐明话中有着一个关键的事情，那就是现在的徐浩天已经是达到了超脱境。当然，苏寒没有任何的意外，融合自己血脉的徐浩天已经是达到了5品血脉。这等血脉在东荒中那都是妖孽的标配，而且还有徐家和凌霄殿资源的支配，提升实力那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苏寒收起几人那戒，旋即以神魔霸体诀强横的功法快速地吞噬着几人的血脉精血。徐明的血脉乃是3品高级的血脉，柴爆血脉。至于剩下徐雷几人的血脉同样没有很高，也都是3品，所以被自己的混沌血脉吞噬倒也没有任何提升，不曾激起一道道浪花轻摇尸检。苏寒转身看着林清瑶，林清瑶堂口微张，苏寒，你既然已经这么强了，明明还是通脉境，就比我强那么多了。他一双眼眸泛着异色看着对方。苏寒摆了摆手，常规操作，强有什么用啊？赵倩俏脸扭曲，怨毒地说道：“他可是杀了徐家的人，清瑶师妹，你认为徐家的人会放过他吗？他必死无疑的。”林清瑶眼眸一闪，一脸担忧，同样有些自责。若不是他的话，苏寒就不会和徐家起冲突了。徐家，东荒第一世家。苏寒冷漠地看了眼赵倩，随后看向林清瑶道：“清瑶师姐不用担心，我和徐家的恩怨早就结下了，就算是没有你这件事情，我和徐家也不可能善了的。吹牛也不打草稿，就凭你还想要和徐家硬碰硬？徐家的实力何等恐怖！”赵倩脸色更冷，她眼眸有着不屑，自然是认为苏寒在吹牛，想要和徐家硬碰硬，苏寒必死无疑。
即便是再强，在徐家的围攻下也必死无疑。苏寒冷笑地看着赵倩，所以你就这么背叛青瑶师姐，将她送给徐家？赵倩俏脸一变，赵倩师姐，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和你说过，我不喜欢徐超，你竟然和徐家通风报信，要不是你的话，苏寒怎么可能杀徐家的人？林青瑶看着赵倩的脸色很冷很冷，眼眸无比的冰冷。我也是为了你好啊，青瑶。徐超一表人才，你嫁给徐超一定会幸福的。赵倩还想要说什么，苏寒却懒得听她说话，直接抽剑一挥，扑哧一声，赵倩脑袋被一剑穿透，鲜红的血液溅洒一地。林青瑶没有说什么，她本来是最信任的赵倩师姐的，但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想要将她推入万丈深渊，而且赵倩被杀，就没有人知道谁杀徐明他们的。苏寒，我们先离开这里。林青瑶道，她害怕徐超等人来到这里。苏寒点了点头，二人离去了此地。青瑶师姐，这徐超是什么人？苏寒望着林青瑶询问道。林青瑶俏脸冰冷无比道，徐超是徐家顶尖的丹道天骄，身怀着4品高级木灵血脉，如今更是3品高级炼丹师。他喜欢你？苏寒问道。林青瑶厌恶道，这个徐超为人好色，只要是女人他就没有不喜欢的。前些日子我去丹店交易，恰巧被他撞见，自那以后他就如影随形，像块甩不掉的膏药似的贴上来。我根本不喜欢他，而他更是向徐家提议，想要和林家联姻，联姻对象就是我。为了摆脱他，我才从林家来到了灵剑宗。闻言的苏寒点了点头。3品高级炼丹师，以他现在的魂力，早就超越了3品高级炼丹师，即便是4品丹药，他也能够炼制出来。10天后，丹殿举办炼丹盛事，邀请各方丹道妖孽参加，获胜者可以获得1道无主的异火冰心岩，以及1瓶自古老遗迹中捕捉到的1道本源，以及10万中品灵石。而这徐超想要借此参加这盛事，问鼎这丹道盛世第1名，然后便是向我林家提亲。想到那件事情，林青瑶便紧握着粉拳，对于徐超提亲的事情愈发憎恶。冰心岩，苏寒双眸骤然一亮，眼中掠过一丝惊异，脱口道：异火竟还无主，按理说早该引得争抢才是。林青瑶轻声道：此火乃近日才在遗迹中寻到的，尚未认主。正因如此，各方势力皆欲得知，谁也不肯退让，无奈之下，丹殿才设下比试，以实力定归属，胜者得火，败者无言，如此方能服众。苏寒闻言恍然，心中微动，他体内已炼化1道异火，琥珀炎炎，若再得冰心岩，两火相辅，必能大幅提升控火之能。更何况对一名炼丹师而言，多1道异火，便如多了一柄开天辟地的利器，不仅火力更纯更稳，更能驾驭诸般难炼之药。异火越多，丹道之路便越宽广，前途不可限量。那本源是什么？属于什么的本源？苏寒对于本源倒是有些好奇。林青瑶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我也不清楚，丹殿一众炼丹师也从未发现那种本源，但是这本源却蕴含着极其强横的力量，所以拿出来做奖励了。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不论是这冰心岩还是本源，亦或者是10万中品灵石，他都是很感兴趣。忽然他看着林青瑶询问道：青瑶师姐，这丹殿的丹道盛世谁都可以参加吗？闻言的林青瑶摇了摇头：不可能的，能够参加丹殿举办的炼丹比赛，第一个就是来自大势力，其二丹道水平最起码要达到3品级别，缺一不可。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金光，既然如此的话，那这丹道盛世我倒是想要参加一下。他现在是灵剑宗的弟子，而且丹道水平早就超越了3品，那冰心岩以及不知名的本源，苏寒倒是很感兴趣，还有这10万中品灵石呢。这些资源若是搜刮，他的实力必然能够上升一个档次。林青瑶眨了眨眼，随后有些好奇地说道：苏寒，你还是3品炼丹师吗？算是吧。苏寒笑道：当然我更不想看到丹道盛世中徐家人那么嚣张，这徐超是徐家的丹道妖孽，那么那一天必然要踩着徐家这丹道妖孽一脚。冰冷的眼神闪烁着寒光，他自然是看不惯徐家嚣张的姿态。苏寒，你和徐家有仇？林青瑶询问道。苏寒眯起双眼，冷声道：生死大仇。林青瑶面色无比震惊，他想了半天，沉声道：但徐家很强，属于东荒第一世家，麾下妖孽无数，高手如云，你若是和他们碰上的话，极其不利。他眼眸有着一抹担忧之色。徐家强吗？很强，强得可怕。苏寒淡声道：放心吧师姐，我知道该怎么做。还有丹道盛世这冰心岩以及特殊本源，已经是吸引了东荒各大势力的丹道妖孽，他们势在必得。林青瑶沉声道：师姐你也参加吗？苏寒点了点头，
随后一双眼睛看向林清瑶，有些好奇地询问道。林清瑶摇头，沉声道：我现在炼丹实力不过是3品初级炼丹师，就算是参加了丹道盛世，也拿不到冰心岩。想了想，还是不去了。苏寒点头，这短短的时间内，也算是了解了丹道盛世的事情了。既然这样，清瑶师姐，我们现在在这天蛮山脉寻找秘藏吧。好呀，林清瑶笑道，他对苏寒还是很放心的。苏寒和林清瑶朝着天蛮山脉深处而去。另一边，徐超少爷刚死不久，在徐明的尸体身边，一名身穿蓝色长袍的青年满脸阴沉地看着地面上一具具尸体。听到自己护卫的话后，他的眼眸似乎燃烧着血色的杀意。岂有此理！是谁胆敢杀我徐家的人？这是找死！说话之人就是徐家的丹道妖孽徐超。那护卫神色阴沉无比，如同要滴几滴墨水一样，咬牙切齿。徐超少爷，此女就是赵倩，就是她为我们通风报信林清瑶来这里的，但是她也死了。莫非是林家人出手的？护卫阴沉着脸沉声道。徐超眼眸阴冷无比，扭曲着脸庞，冷声道：林家现在还没有胆量和徐家为敌，这出手的肯定不是林家人。而且本少记得，这次天蛮山脉之行，林家人没有人来天蛮山脉，所以绝对不是林家人。他的声音冷冰冰的，杀我徐家的人，不论是谁，都该死。至于林清瑶是我徐超看中的女人，10天后丹殿举办的盛世，我徐超拿定了冰心岩，那天我问鼎盛世第1名，到时候就向林家提亲，我不相信这林家会拒绝我。冰冷的声音充满了森然，满是淫荡的笑容。脑海中想到林清瑶的小蛮腰，一双纤细的玉腿，真想要现在把玩一下。林清瑶，你是我，也只是我的。徐超傲然笑道。护卫拍着彩虹屁道：徐超少爷，这次丹殿举办的盛世，必然是以你为尊，而您还是丹殿2元老的徒弟，冰心岩必然是您的。徐超哈哈一笑。徐超少爷，他们的尸体，徐雷他们倒还好办，这徐明是那个人的弟弟。护卫随后出声道。徐超眼眸微微眯起，自然知道护卫所说的那个人是谁，他眼眸闪烁着一抹阴厉之色，就将这里的事情如实告诉他就行了。明白徐超少爷。天蛮山脉，苏寒和林清瑶2人大约花费了1天时间，他们来到了一座广场处。眼前广场比较残破，看眼前广场似乎已经是有着好长时间了。苏寒和林清瑶踏入这座广场，眼前广场地面古老残破，这片区域有着不少年轻人出现。月儿师姐去哪里了？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看到月儿师姐。苏寒有些好奇地看着场面，这片区域人虽然多，但并没有发现五月儿的踪迹。我也不知道月儿姐去哪里了，她走得比我更早，我是后面被赵倩找来的。本来我也没有想着来天蛮山脉的。林清瑶摇了摇头道，但没有想到赵倩竟然背着我已经和徐家联系上了。想到这里，她内心还是有些受伤的。谁能想到赵倩这么做，而且明面上和她关系好，转身就将她卖了。苏寒道，清瑶师姐，你并不懂得人性的可怕，有些人为了利益，哪怕是你至亲好友也会将你出卖。林清瑶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我们先去找秘藏吧。好。林清瑶颔首一点，苏寒双眼一闪，便是望着这片巨大的广场。广场看上去极其残破，但是苏寒很明显的能够捕捉到，这片区域似乎隐隐约约的有着什么波动席卷着。要知道，他身怀着至尊血脉、混沌血脉，感知力都是远超其他人。两人走了一段时间后，苏寒有所感知，他喊道：清瑶师姐跟我走。好。林清瑶颔首一点，显得很是可爱。约莫半个时辰后，两人便是发现了一座大室。这座大室看起来很简单，里面有着不少尸骸。这里竟然有着这么一座大室。林清瑶叹口气微张，惊愕道：进去看看。好。大室内除了不少尸骸外，罗列各种古老的摆件，看样子似乎有年限了。两人开始在里面搜索。苏寒眼眸微微一闪，耳畔中很快传来了林清瑶惊喜的声音：苏寒，这里竟然有着4品初级赤炎丹，这可是很古老的丹药，我只在古籍中见过呢。闻言的苏寒看去，赤炎丹蕴含着极其强大的火属性元素，对我来说，这丹药和我赤炎血脉相同属性，若是服用的话，实力必然提升最大。林清瑶俏脸欣喜地说道，未曾想到这里竟然发现了赤炎丹，这是很古老的一种丹药，现在没有地方可以炼制的，连丹方都失传了。苏寒笑道，既然适合青瑶师姐，那青瑶师姐就收下就是了。这是。忽然间他眸子一凝，便发现在林清瑶拿走丹药的地方还有一个卷轴。卷轴通体幽沉，隐隐散发出极其微弱却令人心悸的气息，使得他心脏都是猛地一颤。望着眼前的卷轴，苏寒皱眉，旋即便是将卷轴拿到了手中。卷轴上布满了一层灰尘，他用手一扫，表面泛着古朴幽光，
其上赫然镌刻着5个苍劲大字“黄泉轮回掌”，这竟是一门武技。苏寒瞳孔一缩，心头震动。黄泉轮回掌，闻言的林清瑶双眼闪烁着一抹震惊之色。难道这里是黄泉殿的遗址？黄泉殿？苏寒好奇地问道。林清瑶沉声道：“黄泉轮回掌是曾经黄泉殿的镇殿武技，据说级别天阶高级，但在黄泉殿内能够将黄泉轮回掌修炼的，只有寥寥几人能够修炼成功，而且也都是入门级别。”苏寒脸色更是震惊无比，这黄泉轮回掌修炼这么难？这里存放着黄泉轮回掌，赤焰丹我记得最早也是出现在黄泉殿，所以这里极有可能是黄泉殿的遗址。林清瑶一脸凝重地说道。黄泉殿很强吗？苏寒问道。100年前东荒内的顶尖势力，但后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黄泉殿一夜被灭了。林清瑶道。苏寒双眼闪烁着金光，曾经东荒最顶尖的势力被人悄无声息地灭掉了，这倒是让人震惊啊。这黄泉轮回掌，那我就拿回去修炼一下吧。苏寒笑道。林清瑶道。苏寒，我听说黄泉轮回掌很难修炼的，据我所知，曾经黄泉殿内就有不少天才修炼，最后导致根基出现了差错，直接废了。他声音有些担忧地说道。有人还说修炼这门武技容易被吸收寿元。苏寒神色一变，随后笑道。我知道了，清瑶师姐，若是这武技不适合我，我绝对不会修炼的，我不会拿自己命开玩笑的。林清瑶点头。那就好。二人刚准备离开的时候，刷刷刷，突然间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个人影。你们方才在这里拿到什么东西？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青年冷声道，眼眸闪烁着寒光。万象境3重境界。苏寒盯着对方，神色冷漠，平静地说道。就算是拿到了什么，和你也没有任何关系吧？林清瑶沉声道。苏寒他们都是灵剑宗的，这个人是天剑锋的弟子，叫冷夏。苏寒。冷夏听到林清瑶喊苏寒的称呼后，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之意，冷声道。前不久灵剑宗外门大比第1名的就是你。他身边的3个人听到冷夏的话后，神色也是逐渐变得冷冽了起来，阴冷地看着苏寒，携裹着强烈的杀意。是我。怎么了？苏寒冷笑道。冷夏冷声道。你加入了内门，无比狂妄，竟然拒绝了来自萧盟的邀请，还对萧盟的人出手，连我冷夏的女人都敢动。你的女人？苏寒眉头一掀。就是罗慧。冷夏看到苏寒似乎不记得的时候，神色变得极其阴沉，双瞳闪烁着强烈的杀意，怒声道。苏寒冷冷地说道。下次记住管好自己的女人。你说什么？冷夏怒极反笑，面容扭曲，周身寒气四溢，杀意如刀，直指苏寒。你找死！唰的一声，冷夏怒吼而出，浑身气息攀爬着极点，对着苏寒爆射而出，一掌疯狂地朝着苏寒而去，恐怖的灵气汹涌如潮水般流淌。苏寒冷哼一声，运转着八荒震天拳，骨骼震颤，好像是如同惊雷一样，和冷夏的攻击狠狠地碰撞在一起。轰隆一声，苏寒倒退了2步。小子，能够挡下本少的一击，已经是足以让你自豪了。冷夏眼眸闪烁着一抹兴奋和森然之意，怒声道。苏寒眼眸一抹狰狞，抬手一抓，是渊剑出现在手，狂暴的剑气一瞬间挥出，锵锵的声音响彻，一道道剑鸣光束激荡着。不好！冷夏脸色难看无比，他的攻击在苏寒石渊剑下崩碎了。可恶，这小子真的只有3品初级血脉吗？这实力为什么会这么可怕？他的眼眸眯起，冰冷的寒光逐渐交织在一起，杀意如同汹涌的血芒般流动着。苏寒看准时机，催动着封神步，一个光影闪现开来。冷夏脸色勃然大变，连连暴退，但是苏寒却抓住机会，就这么朝着对方猛地一挥，一道剑气居然间爆出，扑哧一声，鲜红的血液喷溅一地。冷夏面色惨白，满脸恶毒地看着苏寒，又惊又怒。他万象境3重境界，完全不是苏寒的对手，这个家伙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对我下杀手，去死吧！苏寒眼眸浮现出一抹冰冷嗜血光芒，抓握住石渊剑，旋即一划，一道金似的剑气落下。不！痛苦绝望的声音响彻开来。冷夏满脸惊骇，双臂探出，金色的神光浮现，像是浮现出璀璨的战甲一样。然而在苏寒的一剑下，身躯上以灵气逐渐形成的战甲化作了碎裂之状，随着鲜血喷溅下来，冷夏气若游丝地倒在地面上，他的脸庞显得无比狰狞，眼眸尽是惊悚之色。冷夏，其他3人神色满脸震惊。苏寒身为灵剑宗一员，你竟然对自家宗门的人下狠手，若是被宗门知道，你必死无疑。他们怒吼道。苏寒眼眸冰冷，他对我下杀手的时候，你们眼睛都是瞎了吗？
即便是林剑宗追查下来，我苏寒也没有任何错。冰冷的声音响起：“你！”三人脸色难看，隐隐约约的有着惊恐之色。唰！苏寒冷哼一声，运转着焚天掌，体内灵气源源不断汹涌而出。他们想要抵挡，但是实力根本不如冷夏。一个个人脸色惨白的倒在了冷夏身边，满脸惊恐。冷夏看着渐渐走向自己的苏寒，他顿时怕了，有些惊恐的看着苏寒：“苏寒师弟，我是你师兄啊，方才是误会，现在解开了，我们立刻离开。”苏寒冷冷一笑：“我从来不信敌人的鬼话。”枪一剑划出，冷夏几人的脑袋一下子宛若西瓜一样碎裂了开来，鲜血喷溅一地。苏寒看着几人的尸体，将他们血脉精血以神魔霸体诀直接吞噬干净，那戒就拿来吧。苏寒冷笑道，抬手一抓，将4人的那戒搜刮了开来。苏寒冷眼看着几人尸体，敌人是用来杀的，根本不需要和他们讲道理。诛杀了冷夏几人，林清瑶并没有替冷笑感到怜悯，他们要杀苏寒，苏寒反杀他们很正常。武道世界，弱肉强食。苏寒转身沉声道：“清瑶师姐，这个区域已经是不安全了，我们先离开这里。”林清瑶重重的点了点头，沉声道：“好。”说完话，他便是和林清瑶直接离去了。在这天蛮山脉中，苏寒获得了不少，像是一些矿脉，而且他最大的收获便是黄泉殿的黄泉轮回掌。从方才探查了一下黄泉轮回掌的大纲，其中大纲记载着黄泉轮回掌的恐怖，这绝对不是一门寻常的天阶武技。像是他现在手中拥有着焚天掌和风魔王拳，都是顶尖的武技，而黄泉轮回掌若是天阶武技的话，不可能没有人修炼成功，即便天阶武技也不可能这么难以修炼。总之后面他会亲自研究一下黄泉轮回掌。当他和林清瑶离开大室后，又有不少人踏入了其中，苏寒也没有在意什么，直接和林清瑶离去。想来黄泉殿应该也不会出现其他的秘藏了。2人直接离去这片广场。苏寒，接下来我们回灵剑宗吗？林清瑶看着苏寒询问道。苏寒双眼闪烁着一道金光，接下来继续搜寻的话，也许还能搜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天蛮山脉这边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了，就算是能够获得什么，也会出现不少麻烦。我们还是先回灵剑宗吧。林清瑶点头道：“好。”2人转身就离去。走了一段时间，还没有离开天蛮山脉，忽然间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老夫，等你们好久了啊。”苏寒眼眸一闪，便是看到不远处一名白衣老者缓缓出现。他阴冷的目光扫视着苏寒，散发着强烈的杀意和寒意。苏寒，许久不见啊，进来可好？望着这突然间出现了白衣老者，苏寒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凝重了起来。外门3长老云安。苏寒凝重地看着对方道：“3长老这么闲情逸致来天蛮山脉寻找秘藏啊？”云安冷冷一笑，阴冷地看着苏寒，凝声道：“老夫不是来找秘藏的，而是来找你的。为什么？我和3长老似乎没有什么恩怨吧？”苏寒沉声道：“呵呵。”云安阴冷地看着苏寒，冷笑地说道：“要不是你，老夫怎么会损失20万贡献点？就是因为你这杂碎，更是害得老夫丢人现眼。岂有此理！今天老夫必须宰了你！”冰冷的声音响彻开来。苏寒面色微沉。外门3长老云安的实力是万象境5重境界的实力。林清瑶脸色无比阴沉，随后沉声道：“3长老，您只是损失了20万贡献点，现在苏寒可是内门弟子，你要是对他下杀手的话，宗门一旦查出来的话，3长老您就要麻烦了。”云安脸色一变，眼眸有着一抹忌惮之色，不过很快他便是将这一抹忌惮之色掐除了。他冷声道：“这片区域现在没有人来，就算是本长老将你们都杀了，宗门也不会有人查到我头上。”苏寒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其阴沉，这家伙看样子是想要将他和青瑶师姐都杀了。小畜生，都是因为你！唰的一声，云安迈出一步，体内的气势磅礴无比。苏寒嘴角挂着一抹狰狞的弧度，通脉境巅峰的气息瞬间爆发，随后攥握着一拳和云安的攻击撞击在一起。砰的一声，在强横的余威下，苏寒倒退了2步。什么？云安目瞪欲裂，难以置信看着眼前的一幕，一名通脉境的蝼蚁竟然挡下了他的攻击，这简直是他的耻辱啊！唰的一声，云安脸色森然无比，右手一探，便是挥出一掌，恐怖的掌印探下。苏寒神色冰冷无比，握着石渊剑便是挥出，数十丈剑气直接汹涌而出，和云安的攻击碰撞在一起，恐怖的劲气呼啸而至，令得云安的攻击直接崩碎了开来。怎么可能？老夫可是万象境5重境界啊，而你只是通脉境的蝼蚁，为什么能够挡下老夫的攻击？混账东西！云安怒吼道，但同时此刻他内心已经是对苏寒的杀意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级别了。若是此时不杀了苏寒，等到苏寒成长起来，
再想要杀对方，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也答应了高琼，只要帮他拿下苏寒，对方便会给他30万贡献点，同样还有不少资源。这种好事，云安自然是不可能放过。而且本身他就对苏寒的杀意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当日外门大比的时候，就是这小子害他丢人现眼的。万象境5重境界又如何？苏寒嗤笑一声，眼眸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他武道实力可是通脉境，而他的剑道实力已经是凝聚到了剑气境界，更是在前不久服用剑灵丹，剑气变得更恐怖了。唰的一声，苏寒直接跃出，找死的玩意！云安脸色无比难看，看到苏寒眼瞳中的杀意，他顿时感受到了耻辱，紧握着拳头，右手猛地按下狂云掌，呼啦一声，一道道气息逐渐疯狂落下。地阶高级武技，苏寒眼眸有着一抹狰狞，催动着封神步，一瞬间消失原地。随后他握紧拳头，直接祭出八荒震天拳。轰隆，二人拳拳碰撞，低沉的声音响彻天地间而来，而这股力量让得云安倒退了好几步才停下来。同样苏寒的脸色也是有些阴沉，同样是倒退了几步。而林清瑶的表情则是无比震惊，苏寒的实力这么强了，竟然和外门3长老不分上下。云安的表情愈发阴沉，他磨牙凿齿，愤怒地看着苏寒怒吼道：你不过是一名3品初级血脉的蝼蚁，竟然这么顽强，今天本长老就不信拿捏不了你。哼！苏寒漠视地看着云安，自信地说道：想要杀我，凭你3长老还不够资格。说完这话后，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寒光，再度化身一道残影消失原地，催动封神步。可恶，实在是岂有此理！云安听到苏寒嚣张的话语后，顿时气得毛都是竖了起来，但是下一刻他的脸色陡然间僵硬了起来。这究竟是什么武技？如此恐怖的速度！之前苏寒便是在外门大比催动了这一门武技，当时他们虽然震惊，但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此时苏寒所展现的身法武技更加快速了，残影连连，只能够看到若有若无的身影。混账，气煞老夫！云安怒吼一声，随后对着残影连连祭出一道道掌印，恐怖的掌印摊开，像是蕴含着毁灭的海洋，将人瞬间沉浸其中。这一招乃是地阶高级武技血海山掌，足以诛杀任何的通脉境。唰！苏寒冷笑一声，催动着混沌血脉，一道道血脉能量瞬间席卷全身。焚天掌！唰的一声，在封神步催动的期间，苏寒将灵气融入掌印中，一股宛若热浪的掌印瞬间爆出。这一掌所蕴含着的威势，就算是云安祭出的血海山掌都是隐隐约约的失去了威势。砰！云安倒退好几步，满脸难看。可恶！他身躯晃动着，眼眸满是怨毒之意。老夫乃是万象境5重境界的实力，怎么不是你的对手啊？拔剑断命！苏寒眼眸一抹寒光闪烁着，直接抽动一剑。噗！啊！在愤怒的咆哮下，云安瞳孔收缩，剑气割裂而来。他试图抵挡，但是苏寒的噬渊剑可不是寻常的灵气，蕴含着的力量更是可怕无比，携裹着强悍的威势而来，落在了云安的身躯上，鲜血喷溅，痛苦的惨叫声音响彻。随后在林清瑶目光下，云安坠落在地面上，鲜血不断滴淌着。望着地面上重伤的云安，林清瑶喉头咽了口水。这可是外门3长老啊，其实力在万象境5重境界，苏寒竟然能够击败3长老，这实力怎么会这么强？他满脸震惊。可恶，老夫竟然会败给你！云安阴冷的眼神闪烁着寒光，准备起身再度出手，可苏寒自然是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一剑落在了云安眉心处。你要做什么？看着苏寒将剑顶在了他眉心上，让他神色极其难看，浑身在颤抖着，有些恐慌了起来。苏寒冷笑一声道：“3长老来这里做什么的？难道忘记了？是不是需要小子给你抽一剑，让你醒醒脑？”苏寒，你要是这么做的话，灵剑宗一旦查清楚的话，你死定了。杀长老可是大罪。云安吼道。苏寒看着附近，轻笑道：“这片区域没有任何人在，即便是杀了你，又有谁能够查到我身上呢？而且你的实力可是万象境5重境界，我只是通脉境，即便是查也不可能查到我身上是吧？还有，天蛮山脉到处都是危机，就算是万象境9重境界的高手出现在这片区域，也可能会死在各种危险中，不对吗？”云安浑身在颤抖，这不就是刚才他所说的话吗？苏寒冷笑道：“你知道为什么高琼让你来杀我，而他却没有出手？为什么？”云安想也没想的脱声道，而他的话刚落下，便是看到苏寒戏谑的眼神。“你诈我！”云安惊怒道。果然是高琼这老狗。苏寒眼眸浮现出一抹冰冷的寒光。其实云安出现在这里，他便是隐隐约约的猜测到了一些方向，但并不确定
现在听到云安话后，他便是100%确定，这就是高琼安排的。哼，我诈你，你被高琼耍了还不知道，人家都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呢。他的实力比你更强，想要杀我轻而易举，但是他没有出手，反倒是安排你出手。你知道为什么吗？苏寒冷笑道，那是因为他一旦出手的话，我的死必然会和他脱不了关系。我想他现在应该是出去办事了吧，而且身边还有宗门的人为他作证。冰冷的眼神看向云安，带着玩味的笑意。你……云安眼睛睁得溜圆，满脸惊骇。苏寒说道，没错，高琼在他来天蛮山脉前便是带着一些弟子去做长老任务了。当时他并没有感觉到奇怪，但是现在苏寒的话如同重锤一样，让他神色惊变。他出去做任务了，可是你呢？宗门一查就能够查清楚你是前往天蛮山脉的。那个时候我要是死了，灵剑宗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你。云安瞳孔收缩，这一刻他遍体生寒。可恶啊，高琼你个老东西，你竟然坑我！他目光赤红，发出了惊天的怒吼声音。随后他颤声道，苏寒，老夫知道错了，只要你放我离开，这笔账我们就此两清，高清那边我替你摆平。闻言的苏寒冷笑道，这就不劳你费心了，至于高琼那边，我会亲自弄死他的，而你今天也必须死。枪！噬渊剑一剑爆出，瞬间穿透云安的眉心。后者脸色难看无比，眼眸中闪烁着强烈的不甘，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噗的一声，鲜血不断溢出，云安的眼睛睁得溜圆，眼睛逐渐失去了焦距。即便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都无法相信苏寒的实力会如此强横，已经面对着他万象境5重境界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诛杀他。刷！神魔霸体绝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阴冷之色，瞬息将云安的血脉精血吞噬干净，一股强横的气息便是流淌于全身。他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他的境界似乎已经是有着破境之势了，但是苏寒自然不会在天蛮山脉这片区域提升实力。随后苏寒将云安的内戒搜刮了一下，发现里面有着不少灵石，还有不少药材呢。这高琼当真是一个大好人啊，竟然送了我这么一个大礼。苏寒冷笑道，眼眸闪烁着锋利之色。当然，既然礼物都送来了，我自然也毫不吝啬的准备送他一份大礼，他应该会很开心的吧。林清瑶走到苏寒面前，眼眸有些凝重的说道，苏寒高琼的实力在万象境7重，远比外门3长老实力更强，你要小心。苏寒点头冷笑道，知道了清瑶师姐，这老匹夫把我当成猎物，我又岂能坐以待毙。他没有继续说什么，只是眼眸中的寒意愈发的冷冽和杀意冲天。我们回去吧，师姐。好。林清瑶点头，两人便转身离开了天蛮山脉。当他们回到了灵剑宗后，便遇到了五月儿。月儿姐，你去哪了？看着不远处亭亭玉立的女子，林清瑶眼眸一闪，笑道。五月儿今天穿着一袭红色衣裙，笑道，刚从天蛮山脉回来。怎么，你们俩也去了？苏寒笑道，我和清瑶师姐也刚从天蛮山脉回来。五月儿笑意盈盈地说道，有收获吗？还行。苏寒笑道。五月儿也没有多问，那片秘藏的遗址是黄泉殿的，曾经东荒最强大的势力之一，没有想到就这么没了。苏寒询问道，月儿师姐，那黄泉殿可曾招惹过什么势力？那可是东荒曾经的巨头啊。五月儿摇头道，不清楚，即便是我父亲也不知道这黄泉殿到底是招惹了什么。一夜间，黄泉殿的弟子以及长老、殿主仿佛就像是没有出现一样，能够一夜间灭掉黄泉殿，而且还是悄无声息的，那实力必然是达到了天人境或者更强。苏寒和林清瑶的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之意，天人境就像是神话级别的高手一样，若真是那等级别的高手出手的话，覆灭黄泉殿简直是轻而易举。黄泉殿先别想了，不过现在眼下倒是有一个难题难住我了。五月儿摊手无奈道，什么难题？苏寒好奇地问道。五月儿轻声道，前不久丹殿给我们发布了请帖，安排凌渊峰弟子参加丹殿盛世比赛。不过凌渊峰不像是百炼峰和天剑峰汇聚了各方的妖孽，凌渊峰弟子的丹道水平都很差，最强的也不过是一品级别的炼丹师。青瑶就算是去参加，也只能代表着凌家。所以月儿师姐，你在为这件事情发愁？苏寒笑道。五月儿倒确实如此，虽然灵剑宗不在乎这种比赛，但其他两峰必然会抓着我们这个机会羞辱凌渊峰。想到这里，脑壳就疼。他无奈叹了口气，这好办啊，师姐，我都已经和青瑶师姐说好了，这丹殿盛世我参加。苏寒笑道。苏寒，你要参加？突然间，五月儿脸色居然间一变，一双眼睛像是看新大陆一样的看向苏寒。你还会炼丹？啊。苏寒笑道。哈哈，笑死人了。蓦然间，一道冷笑声音响彻开来，
不远处，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走来，眼眸闪烁着轻蔑之意，看着苏寒。就你还会炼丹？一个3品初级的血脉，我就算是你会炼丹，想来你的水平也只是婴儿级别吧。但你要参加10天后的丹殿盛世，丢的不是林元峰的脸，而是林剑宗的脸。苏寒看了过去，他神色冷漠。说话的人赫然是来自百炼峰的于墨。于墨轻蔑地看着苏寒，居高临下。5月2，要我试你的话，恐怕现在就将这个说大话的小子逐出了林元峰，任其自生自灭。5月2冷冷地说道：我林元峰做什么事情，好像不需要和你们百炼峰沟通吧？哼，我也只是善意的提醒就是了。你5月2清楚，这次可是关乎着我们林剑宗的脸，要是参赛的弟子太差的话，更是垫底，我林剑宗的脸恐怕就要被人败光了。这次我们百炼峰派出的刘东，在于墨身边跟随着一名同样是傲气十足的青年。于墨师兄，别这么说了，苏寒是吧？刘东眼眸平静地看着苏寒，淡声道：你若是想要参加丹殿盛世的话，这几天可以跟我学习一下，我会从最基本的识药材变药材教你的，那一天就算是拿不到名次，也不会输得太难看。苏寒冷笑道：就不需要师兄帮忙了，炼丹而已，手拿把掐，想要教我炼丹，你还没有那个资格。他不屑地看着刘东，眼眸闪烁着轻蔑之意。混账！刘东神色一下子铁青了起来，冷声道：简直是狂妄至极，说我刘东没有资格教你。好好，我倒是期待那一天，你如何在炼丹上赢我。他气得浑身发抖，阴冷地看着苏寒。苏寒冷冷道：你会看到的。于墨眼眸闪烁着一抹冰冷之意，真是嚣张啊！本想给你们林元峰建议一下，却没有想到冷脸贴热屁股了。他看着苏寒的眼神显得极其冰冷。到那一天可千万不要丢我们林剑宗的脸，否则本少一定想尽办法将你逐出宗门的。苏寒冷冷一笑，随后于墨看向5月2，笑眯眯地说道：5月2，你现在不还没有道侣吗？要不我们俩凑成一对，有什么事我还能帮扶你一下。这小腰，这翘臀，还有那赛如天仙的脸蛋，真是百看不厌啊。滚！5月2淡淡的出声道。于墨也不恼，带着刘东直接离去。丹殿盛世那一天，我真的很期待林元峰的成绩啊。5月2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其阴沉。刘东是百炼峰的丹道天才，如今已经是3品中级炼丹师了，百炼峰派他出场倒也没有意外。不过看到于墨那件嘻嘻的表情后，5月2就有些愤怒。3品中级炼丹师就让他这么狂了？苏寒诧异笑道：5月2眨了眨眼，听到苏寒的话后，俏脸显得无比震惊，随后红唇微微张开道：苏寒，你真会炼丹，你现在是几品炼丹师？苏寒闻言，极品倒是没测试过，不过像是方才那刘东的话，我直接吊打对方。林清瑶俏脸一惊，5月2的表情也是露出了许些惊愕。刘东3品中级炼丹师，苏寒吊打，那他炼丹水平难道是达到了3品高级？震惊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林清瑶也是满脸惊讶。片刻之后，5月2才缓缓回神，眸光闪烁，似有星火跃动，笑道：那这次丹殿盛世，我林元峰就派你去参加。5月2没有办法，实在是林元峰拿不出任何人去参加丹道盛世了。虽然和苏寒没有过多的接触，但他还是更愿意相信对方，只因为这家伙和秋雪关系匪浅，连秋雪都注意对方了，那想来苏寒还有太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次盛世，我们只要入前10就行了，这样也不会显得太难看。至于前3的话，恐怕已经是有了内定的名额。5月2沉默了一下，出声道。苏寒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唇角挂着一抹笑容。前10那可不是他去参加的目的，要赢就要拿第1。至于内定的名额，在绝对的实力之下，不论对方的水平再高，靠山再硬，也是得成绩说话。他对第1名的奖励还是很惊喜的，一伙冰心岩，还有特殊的本源。不过前10名也有不少奖励呢，据说还能获得前往古战场遗迹的珍贵名额。5月2轻笑着说道，眉眼弯弯，语气有些兴奋。所以啊，你若能闯进前10，便有机会拿到那枚通往遗迹的入场券。那可是沉寂了1000年的古老战场，传闻其中埋藏着无数机缘，残兵断刃，失传功法。苏寒眼睛隐隐约约地绽放出了金光。古战场遗迹名额。他看着林清瑶，清瑶师姐，你怎么没有和我说呢？林清瑶，没有吗？我难道只说了第1名的奖励？苏寒，既然知道了有这古战场的名额，那他必然要前往丹殿参加这丹道盛世了。眼眸的寒光无比锋利，就像是利刃一样。接下来苏寒和林清瑶、5月2聊了一下，便回到了宿舍内混沌鼎中。苏寒将先前在天蛮山脉中所获得的资源直接祭出，像是矿脉、
各种的零食足足超过了10几万，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品层次。趁现在开始，神魔霸体诀催动。苏寒冷冷地说道，体内无比强横的气势不断震荡着。一瞬间，时间就过去了半个月了。在混沌鼎内，苏寒的气势疯狂震颤，直接踏入了万象境。万象境1重，万象境2重，2重万象境，可以了。苏寒笑道，他隐隐约约感受到体内五脉又是壮大了1圈，而丹田也是扩大了10倍左右。在丹田内，灵气犹如海洋一样，在丹田内不断流淌着，狂暴无比。接下来就是去干另一件事情了。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寒光。高琼安排3长老云安去劫杀自己，若是没实力的话，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而现在高琼带着弟子出去做任务了，像是长老带弟子出去做任务，几乎都是需要最少半个月时间才能回归。唰的一声，他直接起身离开了混沌鼎。夜色寂静无比，苏寒眼眸闪烁着强烈的锋芒，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啊。外门一间宿舍内，我要杀了那苏寒，我要让他碎尸万段啊！说话的赫然是高峰，他脸色阴沉无比，双眼赤红了起来，就连俊朗的脸上都是出现了胡渣，看起来也是有时间没有清理了，整个人显得无比颓废。你们快去，给我前往内门，将苏寒给我抓过来，抓过来，我大大有赏。高峰眼睛猩红无比，厉声吼道。屋子内还立着3个人，其中一名高个子青年冷笑道，恕难从命。高少，你让我们几个前往内门去抓苏寒，根本不现实，内门可比外门严谨多了，还有不少长老巡逻呢。什么？你竟然敢和我这么说话？高峰听到对方拒绝，甚至言语间带着羞辱之意，更是让他咬牙切齿，满脸扭曲，愤怒地咆哮道。对方冷笑道，高少，你现在已经是一介废人了，这里是武道世界，没有丹田注定就是废物，你难道就没有感觉到大长老近些日子来对你疏远了吗？这话一出，高峰的脸色瞬间僵硬了起来。这一段时间爷爷一直是冷落了他，起初不在意的，但是现在他终于是明白了，那是因为自己成为废物了。高峰很清楚，这是一个武道世界，若是没有利用价值将会被抛弃，而他现在已经被高琼放弃了。可恶，这一切都是苏寒的关系，我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宰了他。高峰双眼猩红无比，疯狂地嘶吼道。不过此时他内心还是很懊悔的，若是先前没有招惹苏寒的话，或许现在他已经方式踏入了内门，成为天剑锋一名新人了，而且还是天剑锋冉冉升起的妖孽。如今一切都晚了，这笔账我一定要讨回来。讨什么？就在此时，一道淡淡的声音响彻。高峰一怔，屋内其他3人的脸色也是显得无比诧异。突然间，他们目光看向不远处，在那里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个人影。苏寒。高峰目光猩红无比，散发着惊怒之意。这家伙竟然出现在这里！那3人脸色骤然间一变，随后其中高个子青年脸色显得无比惊喜。你就是苏寒，只要抓住你，我们去高琼长老和高虎师兄那里就能够领赏了。他们真的是没有想到苏寒竟然会出现在这里，泼天的富贵啊！拿下他！高个子青年脸色森然，虽然不知道苏寒为什么自己送上门来，既然人家都已经出现了，他们自然是不可能放过对方。随着他的发号施令，3个人影瞬间爆出，都是万象境1重境界的实力。苏寒冷笑，豁然间出拳，一道道拳印密密麻麻的瞬间轰在了3人身躯上，噗噗噗的几声响彻，几人脸色苍白，双眼布满了血丝，纷纷的看着苏寒，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你！噗的一声，3人彻底毙命。苏寒神色冷笑，3个蝼蚁也想要杀我。随后他目光一扫，落在了高峰身上，后者脸色苍白莫名，满脸惊怒。苏寒现在实力怎么会这么强了？那可都是万象境实力啊！他颤颤巍巍地看着苏寒，惊怒道：苏寒，你来这里做什么？当然是来杀你了。苏寒淡淡地看着高峰，唇角挂着一抹冰冷残忍的弧度，是不是很意外？什么？来杀我？高峰脸色无比难看，他虽然有很多次想要自杀，但他一直没有勇气死，而且他最想要看到的就是苏寒被杀的一幕。现在苏寒还活着，让他死，他自然是非常不甘心的。苏寒，你混账！我爷爷可是外门大长老啊，我哥哥更是内门天剑锋妖孽，你若是敢杀我，你会死得很惨，一定会死得很惨啊！高峰目眦欲裂，愤怒咆哮地说道。苏寒嗤笑一声，看着高峰的眼眸尽是不屑之意。都已经是一个废物了，还想要威胁我？今天你爷爷更是派人要杀我，可没有想到被我躲过去了，所以我就要送给你爷爷一份大礼包。他眼眸翻涌着强烈的杀意和寒光。唰的一声，苏寒出手，噗！他握紧拳头，轰碎了高峰的双臂，脚掌直接踩碎了高峰的双腿。凄厉的惨叫声音响彻，
满脸惊悚和骇然，同时眼眸深处更是有着强烈不甘之色。招惹苏寒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混蛋，混蛋啊！苏寒你！高峰吼道，满脸愤怒。唰，咔嚓，苏寒眼眸无情一手捏碎了高峰的脖颈。你！高峰脸色难看，眼眸睁得溜圆，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苏寒彻底死去。苏寒轻笑一声，将这屋子内的资源先搜刮一下，但是搜来搜去也没有搜到多少。至于除了高峰外，其他3人，苏寒自然是将他们的尸体直接抹除。先将几人的那戒搜刮了一下，随后琥珀炎炎一出，3具尸体直接被烈火焚烧得干干净净。苏寒冷笑道：“高琼，我这礼物你可还满意？”说完话后，苏寒便将整个屋子弄乱了一下，就直接离去，返回了凌元峰。做的这一切都是悄无声息的。几天后，离开宗门的高琼便回到了宗门内，他朝着高峰的住处便是走了过去。推门而入，高琼就睁大了眼睛，发现高峰已经是躺在了地面上，空气中弥漫着尸臭味了。小峰！高琼震怒无比，苍老的脸上满是扭曲和愤恨之色，浑身恐怖的气息在颤抖。虽然高峰已经成为了废物，但毕竟是他的孙子，而且就这么死在了宿舍内，这是对他的挑衅。究竟是谁？高琼看着杂乱无章的宿舍，随后他想到了他临走之前安排了3个弟子护着高峰，可是现在怎么高峰死了，那3个人也不在了？高琼起身，阴沉着脸找来了内门弟子询问：“你说什么？他们3个没有回内门？”眼前一名弟子出声道：“是啊，高琼长老，那3人是高虎师兄借调过来的，就没有回到天剑峰了。”高琼脸色显得极其阴沉，随后怒道：“将高虎给我喊来，就说他弟弟出事了。”明白长老。说完，这弟子便是离去了。唰，不多久，高虎就来了。爷爷，小峰出什么事了？他看着满脸阴沉的高琼，高虎脸色变得有些诧异的说道。高琼阴沉着脸庞，冷声道：“你弟弟被杀了，就在灵剑宗内。”什么？高虎脸色狂变，随后进入了宿舍内。当看到地面上高峰的尸体后，他的五官都已经是变形了，怒声道：“怎么会这样？谁杀的？我的人呢？我派来的人都是万象境1重巅峰，有他们3个在，就算是万象境3重境界的修士都能够抵挡住。”高琼沉声道：“我回来后，那3人便已经不在了，而且现场屋内很杂乱，好像是被人翻过的样子。”高虎的脸色有些阴沉，难道是那3个杂碎杀了高峰？高琼咬牙切齿，眼眸翻涌着强烈杀意，冷声道：“不，我在猜测是苏寒杀的。”苏寒？是那个杂碎？爷爷，你怎么会猜测到是那小子呢？高虎有些皱眉。高琼道：“前2天苏寒前往了天蛮山脉去，老夫便是联系着外门3长老去帮我解决掉苏寒的。但就在方才，我发现3长老并没有回来，反倒苏寒回来了，所以老夫斗胆猜测这件事情就是苏寒做的。”他眼眸阴冷无比。高虎道：“爷爷，那3长老可是万象境5重巅峰境界的实力，这苏寒有实力能够杀了他吗？”突然间，他的脸色显得有些阴沉阴厉。凌元峰的人帮了他。高琼点头道：“老夫就是怕苏寒加入了凌元峰，他背后会有高手跟随着，所以才让云安替老夫处理的。没有想到，果然凌元峰有人跟着他。”想到这里，高琼的脸色变得异常阴沉，浑身上下的杀意节节攀升。该死，实在是该死！听到高琼的话后，高虎的脸色也是变得极其难看，阴冷的吼道：“这小子当真是无法无天了！我现在就去找他。”他眼眸激荡着强烈的杀光，声音冰冷。高琼阴沉着说道：“你现在就算是去找他，也没有办法证明是他做的。他既然敢杀高峰，必然是有所依仗的。若是揪出老夫的话，就得不偿失了。”高虎闻言冷声道：“这件事情我记下了，我一定要让苏寒付出代价。同样，我也要在3峰大比那一天，让这凌元峰彻底解散。只要没了凌元峰的帮助，这苏寒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高琼点头，满脸是恶毒之色。好。此时，混沌鼎内，苏寒气息疯狂吞吐着，随后握着是渊剑，再度击出一剑，一道道光刃激荡着，就像是秋风扫落叶般滚滚而出。他现在正在混沌鼎修炼着藏天剑诀第3式虚空剑斩，将这第3式已经是修炼到了入门之境。苏寒便取出了先前在天蛮山脉黄泉殿遗址中发现了黄泉轮回掌，准备研究一下这一门黄泉殿镇殿武技黄泉轮回掌。苏寒将眼前的卷轴取出，随后开始研究了一下。黄泉轮回掌炼制大成，一掌出，如黄泉奔涌，轮回倒转，众生站立。随着翻阅一下黄泉轮回掌的修炼口诀，苏寒的眼眸逐渐浮现出震惊之色。以他对这本武技的了解，这黄泉轮回掌恐怕超越了天阶级别。
怪不得黄泉殿很难有人将它修炼成。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金光，研究着黄泉轮回掌。以目前来看，这黄泉轮回掌完全可以成为自己一大底牌。混沌鼎内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约30天时间。苏寒眼眸爆闪，望着远处，抬起手掌，在他手掌上浮现出了一道道极其古老的符文，刹那间轰碎了空间，使得空气都是震碎了开来。苏寒呼出了一口浊气，眼眸满是震惊之色。要知道，这黄泉轮回掌自己只不过是刚入门，但是以目前所展现出的力量，恐怕堪比天阶高级武技。入门就已经如此可怕了，若是大成期间的话，那更加逆天。苏寒狂喜，陷入了兴奋中，他倒是很期待黄泉轮回掌的真正逆天力量。没有多久，外面便是传来五月儿的清脆的声音。苏寒眉头一掀，从混沌鼎直接离开，回到了宿舍内。他走到了门前，推门而出，门外赫然是五月儿，还有着林清瑶。苏寒，时间到了，得前往丹殿了。五月儿一袭干净简练的衣裙罩体，那张倾城容颜在晨光中愈发显得明丽出尘，而林清瑶则宛如小家碧玉，一袭淡紫长袍倾裹身姿，乌黑长发如瀑垂落肩头，勾勒出玲珑有致的曲线。时间到了，苏寒惊讶地说道，倒也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们出发吧。好，苏寒点头，眼眸闪烁着金光，这次可不只是要获得冰心岩，还要拿到古战场的名额。当他们来到凌元峰广场处后，在这里有着一名褐袍老者等着他们呢。这位是？苏寒有些好奇地看着眼前的褐袍老者。五月儿笑道，这是我们凌元峰的长老冯正长老，这次前往丹殿，父亲怕我们会有危险，便是安排了长老跟我们一起去。闻言的苏寒点了点头，随后看着冯正长老道，见过冯正长老。他能够感受到眼前的老者极强，超越了万象境，甚至在超脱境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冯正长老捋着胡须笑道，老夫都听说了，你要参加这次丹殿举办的盛事，好好加油啊，别给凌元峰丢脸啊。苏寒笑道，小子知道了。好，既然如此，那就出发吧。冯正笑道。随后这片区域有着一头黑褐色巨鹰，翼展宽阔，目光锐利，最具特色的是其闪烁着金属寒光的双爪。苏寒清楚，眼前这巨鹰是灵剑宗所圈养的妖兽，可以跃行千里。飞行妖兽铁爪鹰，前往丹殿路途遥远，我们要是用走的，人家都要比完赛了，所以老夫便用着铁爪鹰带你们前往丹殿。冯正登上了铁爪鹰，随后苏寒三人也是稳稳登上铁爪鹰的宽阔脊背。抓好了，出发。冯正双眼一闪，操控着铁爪鹰，后者发出了一道尖锐的厉鸣声音响彻，一瞬间便是消失天地间。铁爪鹰翱翔于天地间，苏寒负手而立，看着眼前东荒一座座城池，从高处看下去，就像是一只只蚂蚁一样。在前往丹殿的过程中，冯正眼眸有些凝重地说道，苏寒，这次你要注意几个丹道妖孽，他们都是为了冰心岩来的。苏寒闻言看向冯正，冯正沉声道，丹殿内一共有着6大元老，而这其中你要注意2个人，2元老和3元老。苏寒闻言有些诧异，为什么？冯正道，2元老的徒弟徐超是3品高级炼丹师了，更是东荒第一世家徐家的妖孽，而且修炼了强大的魂道秘术，炼丹期间能够引动空间波动，一定会影响你们炼丹的，这个人你要注意一点。还有3元老徒弟林岩是林家的妖孽，和青瑶来自一个家族，此子也是3品高级炼丹师，同样天生炼丹师的属性，你也要记住。苏寒眼眸微微一闪，林岩、徐超，他眸子闪烁着一抹异色。林青瑶神色有些难看，听到徐超这2个字后，他俏脸很冷。青瑶师姐，这林岩是林家的，你认识？林青瑶点了点头，我堂哥，我大伯的儿子。看着林青瑶不想谈及此人，苏寒猜测2人的关系应该不算好，随后想了想，除了他们2人呢，其他势力的丹道天骄呢？冯正想了想，倒也没有谁了，不过凌霄殿的邓嫣然也要注意一下，他的炼丹术丝毫不亚于徐超、林岩。苏寒点头，将这3个人记住，一个徐家，一个凌霄殿，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在丹城中遇到徐傲天和柳如烟。苏寒眼眸杀意非常炽盛，隐隐约约的有着杀芒激荡着。大约过去了1个时辰，铁爪鹰盘旋在一座古老城池上空。冯正眯起双眼，沉声道，这就是丹城，城内汇聚着各种的炼丹世家，青瑶的林家就在丹城，而那正中间的就是丹殿。苏寒闻言顺着他指尖的方向望去，只见丹城中央巍然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宏的古殿，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殿宇之上云雾缭绕，隐隐有丹香浮动，令人神思微荡。好了，我们下去吧。冯正轻声道。几人点头。很快
铁爪鹰便稳稳地落在了丹城之外。丹城内是不允许飞行妖兽落下的。参见大人。丹城外，一名护卫走来，看着冯正满脸敬畏。冯正颔首一点，便将铁爪鹰交给了他。护卫点头，将铁爪鹰带到了停放区。苏寒几人便朝着丹城而入。丹城内今日因为要举办盛事，所以丹城的人流量要比往常的更多，高达3-4倍，来自各方的丹道妖孽比赛。而入城后，苏寒隐隐约约地嗅到了丹香气息，令人提神醒脑。这就是丹城啊，东荒第一丹道大城，名不虚传。冰心岩啊，那可是一伙啊！不知道丹道盛世中谁能够拔得头筹，拿下那冰心岩。此刻，在丹城内传来了一个个声音，一个个脸色都是好奇无比，都想要知道冰心岩究竟是谁才能够拿到。丹城中，丹殿盛世早就是引来无数人的猜测。一火对于炼丹师来说，那可是相当重要的。若是得到一火加持的话，炼制丹药的品质也是相当惊人的。那还用说，肯定是林家林岩少爷。这可不一定啊，徐家的徐超少爷其本事一点也不比林岩少爷差啊。现场众人议论纷纷。大约1刻钟的时间，苏寒便来到了丹殿之外。在丹殿前方摆放着一个个丹炉，都是炼丹师所特制的丹炉。而这片区域附近已经是搭建好了一个巨大的观众席了。丹城德高望重，各大世家之人都出现了，站好了位置。青瑶，你竟然也来了，是来看我的吗？突然间，一个玩味的声音响起，只见不远处一名白衣青年走来，容颜俊朗，只不过眼睛很小，有点眯眯眼的感觉，显得很猥琐。徐超，林青瑶冷冷地说道：“你想多了，徐超，我来这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是跟着宗门而来的。”看着眼前出现的徐超，林青瑶没有任何的好感，眼眸很冷很冷，满脸厌恶。宗门，灵剑宗，我记得你选了灵剑宗的凌元峰，那凌元峰会有人来参加丹道盛世，也不怕丢人现眼。徐超冷冷不屑地说道：“其实你完全可以选择天剑峰的，我在那天剑峰那边还认识不少人呢。你若是想要换峰的话，可以找我。”他傲然笑道：“当然你可以选择成为我徐超的女人。”林青瑶冷道：“你想得真美，我不会嫁给你的。”哼，这可难说啊，这次我必然能够拿到这次盛世第一，到时候我就会借此向你们林家提亲的。我想你父亲应该不会拒绝，况且你家族人对我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和你堂哥林岩也是兄弟，他们应该会开心的把你嫁给我的。徐超双眼眯起一条缝隙，宛若毒蝎一样，所以你一定会嫁给我的。林青瑶脸色无比难看，紧咬着贝齿。徐超，你眼睛若是不瞎的话，能够看出来青瑶不喜欢你。这时五月儿看不下去了，他冷冷的：“身为凌元峰峰主的女儿五月儿，徐超自然是认识。”徐超冷道：“这件事情和灵剑宗好像没有关系吧？”五月儿冷笑道：“青瑶现在是我凌元峰弟子，这件事情自然是和我凌元峰有关系了。”徐超忍不住冷笑了一声，看样子灵剑宗的凌元峰还真是想要插手我和青瑶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后悔。五月儿丝毫不在乎徐超的威胁：“你就是参加这次盛世凌元峰选择的歪瓜裂枣，也想要和我争夺冰心岩，你只能被我踩在脚下。你现在认输的话，还能留点颜面。”徐超看着苏寒冷声道。苏寒森然笑道：“我记得你方才说你要拿到这次盛世第一就向林家提亲。”徐超笑道：“你有何见解？”苏寒嗤笑一声：“还是不要去想这些不着边际的幻想了。这次丹殿举办的盛世第一名我拿定了，至于徐家哪里远靠哪里等着吧。”什么？徐超脸色居然间变得极其阴沉，眯起双眼冷笑道：“你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你知道我是徐家的人？”五月儿还有冯正都是诧异的看着苏寒，没有想到苏寒如此张狂。知道，就是看不惯你徐家的作风，我青瑶师姐明确说了不喜欢你，你还和虎皮膏药一样贴过来，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苏寒笑道：“好好，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苏寒。苏寒灿烂一笑。徐超眸子一眯，这个名字好像是在哪听过，但一时半会也想不到了，就直接抛到脑后。这次盛世比赛，他要将这个小子踩在脚下，敢和他徐超为敌，你小子会后悔的。徐超冷冷地说道，也没有说多余的话，转身就离去，冰冷的眼眸交织着强横的杀意。苏寒没有说话，眯起双眼，冷芒交织着。这时候又是几道冷漠的声音传来：“比赛还没有开始呢，就招惹了徐家那边的人。苏寒，你真是艺高人胆大啊！”忽然间，他们身边传来一道冷冷的声音。苏寒几人看去，赫然是百炼峰的于墨带着刘东等人，其身边也跟随着一名长老。对方淡淡的看着冯正道：“冯老头，这丹殿举办的比赛，按理说和你们凌元峰没有关系了，非要掺和这件事情，
还是好好准备3个月后的3峰会比吧，不然一不小心恐怕林元峰就不保了。冯正看着对方老者，老者是百炼峰的长老玄海。冯正冷冷出声道：我们林元峰做事和你们百炼峰没有任何关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得了，至于解散不解散，那都是后面的事情。玄海冷笑地看着冯正，没有说话，只是眼眸闪烁着寒意。刘东傲然地看着苏寒，后者神色如常，显得很平静。现场逐渐火热了起来，陆陆续续的各大势力相继赶来，像是灵剑宗天剑峰高虎则是带着一名青年走下，乃是天剑峰的炼丹妖孽赵宇。随后凌霄殿、天元府、太虚峰陆陆续续的现身，除了这些外，还有不少炼丹世家赶来。这次比赛除了第1名获得巨额奖励外，前10名还能获得古战场名额，而古战场则是丹殿一直掌控着的一种特殊秘境。刹那间，丹城沸腾如燃，喧嚣四起，各方目光齐聚于此，诸多天骄都是陆陆续续的现身。高虎刚来到现场，便看到了苏寒，随后走到了对方面前。他眼眸无比冰冷刺骨，冷冷地说道：没有想到还是一名炼丹师啊。苏寒看着他，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哦对了，前不久我听说令弟出事了，还请节哀。唇角缓缓的掀起，带着一抹玩味弧度。高虎眼眸一冷，杀意暴涨。这个混蛋，该死！高虎望着苏寒的脸色，只见他神情狰狞，眼中杀意如寒刃般凌厉，那股浓烈的恨意几乎要将空气冻结。他心中怒火翻涌，一定是这个混蛋杀了自己弟弟，毫无人性的畜生，实在该死。他双手紧握，指节泛白，仿佛要将骨血都捏碎在掌心，胸膛剧烈起伏，每一寸肌肉都在仇恨中绷紧。而苏寒见到高虎的表情显得很平静，神色自若。苏寒那就是凌霄殿的邓嫣然，穿着黑色衣裙的，是这次丹殿盛世3大种子选手之一。邓嫣然、林岩以及徐超是这次盛世中最有可能得到第1名的丹道妖孽。冯正神色冷漠地出声道：邓嫣然。苏寒顺着冯正的方向看去，远处凌霄殿一群人走来，浩浩荡荡的，其中一名身穿黑色衣裙的女子，神色冷漠，玉容绝色，身上蔓延着出尘的气质。不过苏寒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邓嫣然身上，而是看向在邓嫣然身边的2个人影。这2个人无比熟悉，就算是化为灰烬，苏寒也能够辨别出来，赫然是徐傲天以及柳如烟。苏寒眼瞳深处的杀意也是变得无比凛然了起来，疯狂肆虐，死死握紧着拳头，看向那2人。凌霄殿这边并没有人注意到苏寒。嫣然，你们要加油啊，一定要拿下前10的名次，这样我们凌霄殿就有3个名额前往古战场了。一名苍老容颜的老者看着邓嫣然笑着说道。邓嫣然一双美眸充满了凌厉之意。放心吧，七长老，我一定会拿下前10的，当然我必须锁定第1的名次。七长老哈哈一笑的说道。好，有信心是好事，嫣然师姐加油啊。一袭白裙的柳如烟看着邓嫣然出声道。徐傲天笑道，我们也算是沾了嫣然师姐的福，才有机会出来透一口气的。话音未落，他神色忽地一凝，目光如电般投向前方，脸上的笑意瞬间冻结，眸底骤然迸发出浓烈的杀意。苏寒。他猛然驻足，声音低沉阴冷，仿佛从牙缝中挤出一般。苏寒。柳如烟微微一怔，脸色悄然变了。傲天哥，你在说什么？听到那2个字的刹那，他的心猛地一颤，俏脸顿时僵住，连呼吸都为之抑制。顺着徐傲天的目光望去，只见不远处一道少年身影静静伫立，目光如刃，冰冷而锐利，毫不掩饰地锁定着他们，那双眼中杀意凛然，不带一丝温度。赫然正是苏寒，他竟然也在丹城这边。徐傲天从我这里夺走了血脉，好用吗？冰冷的声音响起，苏寒直视着徐傲天，唇角挂着一抹森然的弧度，笑道。徐傲天浑身气势磅礴，杀意如念，轰隆隆的作响，一股强横的血脉之气瞬间铺天盖地。他冷冷地看着苏寒，轻蔑地笑道。苏寒，你是幻想多了吧？你的血脉可是5品高阶。轰隆，血脉的压迫试图压倒苏寒，而苏寒冷然一笑，他直接气势盖天，轰隆隆的作响，来自徐傲天的气势瞬间抹灭。这一股异变，一瞬间令得徐傲天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嗤嗤嗤的声音响彻，徐傲天的肌肤一股极其可怖的奇妙波动传荡而来，疯狂的气势更加可怕。冯正的眼眸一闪，有些震惊地说道：这是王体的气息，凌霄殿竟然有人诞生出传说中的王体。在徐傲天肌肤上似有着火焰逐渐暴涨，金色的光芒疯狂跳动，蔓延出了压迫，更加可怖。他开口怒喝道：苏寒，你找死！苍灵王体，位列王体榜第10的存在，没有想到凌霄殿竟然又诞生出了一尊王体妖孽，身怀着5品高级的血脉，
而且还有着一尊王体，这简直是双重价值的可怖。众人失声道。冯正眉头紧皱着，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徐傲天。同时苏寒方才的信息告诉他们，这眼前的家伙血脉是从苏寒身上夺走的。这是怎么回事？五月儿和林清瑶都是诧异了起来。你全家被我杀了。苏寒咧嘴笑道。你弟弟也被我宰了。徐傲天目光圆睁，满脸狰狞。原来我弟弟是被杀的。当徐家传消息告诉他徐明在天蛮山脉被杀的时候，他内心怒火翻腾着，仿佛就像是要炸裂一样。而原来这一切都是苏寒做的。苏寒，你怎么能够这个样子？你现在简直是卑劣无耻。柳如烟站在徐傲天身边，看着苏寒怒道。苏寒笑道，你父母也被我杀了，你全家也被我灭了。你……柳如烟脸色极其难看，俏脸变得扭曲了起来。苏寒看向二人嘲弄的笑道，觊觎我血脉很久了吧？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一对狗男女，看我后面杀不杀你们就完了。小小年纪敢如此嚣张，是想死吗？突然间凌霄殿七长老怒吼道。而此时站在苏寒身前的冯正眼眸闪烁着一抹寒意，瞬间爆发着强横的气势，浑身上下的剑气疯狂暴涌，仿佛像是化作了一尊盖世剑尊一样不可一世。凌霄殿七长老，你想要对灵剑宗弟子做什么？若你敢出手，你看看你身边的几个小辈，你能护住吗？虽然冯正的气息要弱于凌霄殿的七长老，但他毕竟是一名剑修。若是这凌霄殿七长老真的不要脸对苏寒出手的话，他也不介意出手宰了他身边几名小辈。此言一出，七长老陆木脸色极其难看，如同吃屎了一样。而且我灵剑宗苏寒是来参加丹殿盛世的，这里事归丹殿管。冯正冷声道。陆木神色一刹，丹殿虽然不参与任何势力斗争，但是人脉这方面丹殿无敌的，所有势力都需要丹殿炼丹师帮忙炼制丹药，他们势力也会时不时向丹殿购买丹药。若是得罪丹殿，这对凌霄殿不是一件好事。凌霄殿本就和灵剑宗不对付，所以方才他真的很想要宰了苏寒。参加丹道盛世，就凭你！黑裙女子邓嫣然眼眸闪烁着轻蔑之意，双手掐腰，冷笑道。邓嫣然傲然，俏脸一片轻蔑，冰冷的眼瞳深处看着苏寒的目光带着不屑和森然。身为东荒最妖孽的丹道妖孽之一，三品高级天骄，修炼了多种的控火术，就算是丹殿一些元老炼丹师都想要收他为徒。至于苏寒是什么东西，他邓嫣然可没有见过，这样的家伙想要来拿盛世的奖励，简直是搞笑。苏寒上下打量着一眼邓嫣然，并没有说话，神色显得很傲然。邓嫣然眼眸闪烁着一抹寒光，冷道：你是聋子吗？没有听到本大小姐和你说话？哼，你是什么东西？我和你很熟吗？你说话老子就要接吗？还有老子不和贱人说话。苏寒冷淡淡的说道。什么？你说谁是贱人？邓嫣然怒了，眼中喷出了火花。要知道他和柳如烟还有徐傲天关系不错，见到苏寒羞辱徐傲天和柳如烟后，他自然是很怒，便是站出来替二人说话。只是没有想到苏寒直接无视了他，更是羞辱他是贱人。身为凌霄殿的丹道妖孽，走到哪里不是受到他人的关注，如今竟然遇到有人说他是贱人，围观不少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那灵剑宗的家伙是谁啊？敢这么说我们的女神？凌霄殿的七长老冷道。这就是灵剑宗培养的弟子，这么出言不逊。冯正冷冷地说道。苏寒说的有问题吗？你们凌霄殿的邓嫣然和我宗弟子一点也不熟，他就敢当面质疑苏寒的炼丹术，不回他已经是给他面子了。陆木脸色极其难看，想要反驳，可是又反驳不了。徐傲天、柳如烟也气得发抖，尤其是柳如烟看着此刻苏寒所展现的姿态，仿佛像是看到苍兰城第一天骄回归的样子。有想到他父母、他家族被苏寒灭了，心脏都是隐隐约约的抽痛。邓嫣然冷道：苏寒既然如此，我们来打个赌如何？你想怎么赌？苏寒顿时来了兴趣，忍不住看向邓嫣然，笑眯眯地说道。邓嫣然冷道：若是这场比赛我赢了你，你就等着全场所有人跪下来，然后说我是垃圾，滚着离开丹城。他一双丹凤眼充满了冷意。徐傲天、柳如烟两人顿时眉开眼笑，对于邓嫣然的炼丹术，他们可是很自信的。你敢吗？高虎、于墨几人都是冷冷地看着苏寒，满脸戏谑的看戏，真是天助他们也。冯正神色居然间一变。五月儿、林清瑶脸色也是很不好看。五月儿道：苏寒这件事情我们得从长计议。徐傲天笑道：苏寒你不会是不敢了吧？连赌约都不敢应战，还在我们面前这么叫嚣。苏寒冷漠地看着徐傲天，他轻笑道：赌约自然是可以，不过若是你们输了呢？邓嫣然轻笑道：我会输。你想多了。当然我输了，你想要我做什么？苏寒道：你要是输了，
我自然也不可能让你滚出丹城，当然我也很乐意。不过我要赌的是，你们凌霄城拿了几个古战场的名额，都要如数的交给我。他眼眸眯起，闪烁着寒光。邓嫣然脸色微沉，要知道这次参加丹道盛世的，他们这边可是有着3个人，而且虽然其他2个人炼丹水平不如他，但是也要快达到3品高级了，其实力也赫然是在炼丹妖孽排行榜靠前的存在。怎么不敢了？苏寒忍不住玩味笑道。陆牧神色一沉，冷笑道：赌，我们赌，只要你赢了嫣然，我们凌霄殿拿到的古战场名额自然是如数给你。他很不屑，对于邓嫣然的炼丹术，陆牧很自信，就算是嫣然拿不到炼丹比赛的第1名，但也足以位列第2、第3的位置。而苏寒这个小子，从傲天和如烟口中得知，自小就没有炼制过丹药，即便后来学习了炼丹之术，想要赢下嫣然，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这小子是笃定了他们不敢接，所以来的一种障眼法，真是个狡诈的小子，差点就被他骗了。徐傲天眸光如刃，冷似毒蝎之刺，死死盯住苏寒，唇角悄然勾起一抹讥诮的冷笑。这苏寒竟狂妄至此，居然妄想与嫣然师姐比拼炼丹之术，当真是可笑至极，不知死活。一旁的柳如烟轻轻摇头，眉宇间掠过一丝惋惜，眸底深处隐现失望。苏寒此举实乃不自量力，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到了极点。围观不少人都是冷笑地看着苏寒，那灵剑宗的家伙是谁啊？真是搞笑，和嫣然大小姐比试，天哪，疯了吧？徐超当看到徐傲天的时候，才知道苏寒是谁，怪不得这家伙名字这么熟悉，原来是他啊！6大元老早就出现在场中了。见状的陆牧忍不住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笑，随后看着6大元老道：还请诸位元老见证我们的赌局。大元老一袭灰袍，他看了眼陆牧，再看了眼苏寒，点头道：好，没问题。陆牧冷笑道：冯正，老夫就看着你们灵剑宗今天出丑了。说完带着几人直接离去。玄海冷冷地看着冯正道：这次比赛回去，你去和宗主解释，灵剑宗和凌霄殿本就对付，今天若是因为苏寒丢人现眼了，凌元峰就趁早解散吧。冯正没有说话，而是看着苏寒，那表情好像是在问有信心吗？苏寒笑着点头：长老放心吧，拿捏。冯正，他是你宗门的。在林清瑶身边，一名白衣长袍青年冷淡地说道。林清瑶俏脸一变，当看到青年后便点了点头：是。眼前这青年正是他堂哥林岩，丹殿3元老的徒弟。林岩冷笑道：趁早和他撇清干系吧，还想要赢过邓嫣然，连我都没有信心赢过他，好好和徐超在一起吧。林清瑶冷冷地说道：你没有信心赢过邓嫣然，不代表苏寒没有实力赢过他，我相信他。还有，我不喜欢徐超，也不可能和他在一起。林岩眼眸一冷，冷冷地看着林瑶，再度看着苏寒，他内心寒意愈发炽盛。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如何赢邓嫣然。至于徐超，你躲不过去的，你必须嫁给他。林清瑶脸色极其难看。林清瑶选择相信苏寒，这一举动让林岩心头极其不爽，难不成这丫头情窦初开，喜欢上了这个小子？哼，他绝不允许。林清瑶只能是徐家的媳妇。他眸光一冷，寒意如双刃般骤然射向苏寒，眼中满是审视与轻蔑。苏寒自然是捕捉到了林岩的目光，他神色平淡，选择无视。尤其是这种冷漠的态度，更是让的林岩气得不打一处来。在这次参加丹殿举办的炼丹比赛中，3大种子选手中，他最不愿意就是和徐超还有邓嫣然比赛。徐超乃是2元老的徒弟，还有着东荒第一世家撑腰，就算是和他同等境界炼丹师，但依旧是比他有优势。至于邓嫣然，炼丹水平以及手段同样是堪比徐超，因为在凌霄殿中同样有着一位顶尖的炼丹宗师。这邓嫣然可是妖女一样的存在，有这2人在，第1、第2的位置就别想了。所以连他都不愿意招惹的妖孽，这灵剑宗的苏寒妄图想要挑战，简直是作死。冰心言虽然林岩很想要这一伙，但他很清楚这一伙和他无关。大家都安静一下。炼丹台上，6名元老已经是坐在首位上了，神色平静淡漠。大元老的声音很淡然，声音冰冷，响彻一方天地。吵闹的环境下，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周围丹殿护卫四处巡逻，若是遇到心思歹念的贼人，直接就地诛杀。丹殿盛世，不容许侵犯。时隔许久了，丹殿好长时间不举办炼丹大赛，但是前不久我丹殿发现了一道异火，若是掌控这一火，炼丹实力必将大幅度提升。所以丹殿便招东荒各大势力丹道天骄齐聚一次，举行炼丹比赛。若是比赛获胜，拿到第1名，就可以取得冰心岩了。大元老朗朗开口道。众人惊呼：异火！炼丹师掌控异火，炼制的丹药品质和层次都是大幅度上升啊！
这冰心岩即便不是炼丹师，哪怕是武道修士，若是掌控了一火，对于修炼来说也是有着巨大的裨益啊。现场众人议论纷纷地说道，排名前10更能获得我丹店送出的古战场名额。好了，所有参赛者都登上炼丹台吧。大元老淡淡地说道。随后一个个炼丹师都是陆陆续续地登上了炼丹台。凌霄殿以及灵剑宗都是有着3个参赛者，而天元府和太虚门则都是2人，势力中自然都没有像样的炼丹妖孽，而能够派出的2人也只是像样的可以参加炼丹大赛。除了这10人外，再加上徐超、邓嫣然、林岩，一共是有着43人参赛。在你们身后准备了一份药材，而在你们炼丹炉前放了一份丹方，是3文清灵丹的丹方。大元老淡淡说道。3文清灵丹。现场众人神色骤然间一变，冯正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竟然是这种丹药。短时间内服用者的灵力纯净度和恢复速度，能瞬间清除体内因修炼不当或中毒产生的多种不良杂质，是战斗修炼的极品辅助丹药。五月俏脸有些担忧地说道。冯正长老，这丹药很难吗？林清瑶沉声道。月儿姐，这种丹药炼制极其繁琐，很不简单，很多炼丹师炼制清灵丹，极大多数都只能够炼制出2文，而3文那已经是难上加难了。闻言的五月儿脸色极其难看。苏寒能行吗？冯正眼眸闪烁着一抹担忧之色，他现在也不确定苏寒能不能炼制出这等级别的丹药，有些担忧。苏寒目光凝视着丹方，神色很平静，他本就是至高无上的混沌血脉，即便丹方再怎么困难，于他眼中也是变得以繁化简。简单，现在准备一下，一会就开始比赛。大元老淡淡说道。师尊，还请师尊为徒儿做个见证。徐超这个时候向着二元老出声道。二元老看着徐超，你说。徐超笑道，师尊，这次我必然会取得第一的成绩，我希望师尊能够替我向林家林清瑶提亲。场下的林清瑶脸色显得极其难看。场上观众席中，林家自然也在。林清瑶父亲林家家主林墨的脸色有些阴沉，在他身边坐着一名神色比较刚毅的中年，林墨的大哥林成，而他则是林岩的父亲。林墨，这可是好事啊，徐超和清瑶若是结婚了，有着徐家和丹殿的帮衬，林家必然能够崛起。女孩家家的，相夫教子才是正道，怎么会去灵剑宗去呢？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林墨。林墨面色微沉，清瑶可是他的女儿，而徐超什么货色，他又岂能不知道？好，老夫同意了。要是你拿了第一名，老夫就替你向林家求亲。想来以老夫的身份，林家应该会同意你2人婚事的。二长老笑呵呵地说道。多谢师尊。徐超唇角勾勒出了一抹冷笑，看着场外的林清瑶，随后阴冷的目光看向苏寒。苏寒冷冷一笑，想要炼丹的第一名，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比赛开始。大元老平静地说道。场中，炼丹台上，43人都是用着丹殿所准备的炼丹炉，这也是为了避免炼丹炉品质高低所引来比赛的不公平，所以丹殿统一给所有天骄配备了基础炼丹炉，所有人开始统一热炉。苏寒这次并没有动用琥珀炎炎，不然会很麻烦，若是一个人身怀着2道一火，必将会被人觊觎的。所以现在的苏寒直接利用灵力化火，汹涌的火焰顷刻间覆盖着丹炉。热炉，大约热炉1刻钟后，所有人都陆陆续续的开始投料，投掷药材。丹方上记载着的药材并没有记载着顺序，需要炼丹师自己去思考药材的属性、相克关系，如何先后顺序投掷，这也是对现场炼丹师的一个考验。苏寒神色平静，缓慢地开始取出药材，相继投掷在丹炉内。邓嫣然眸光微闪，掠过一丝轻蔑，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冷声道：真是慢得可怜，这般迟缓的节奏也敢妄言与我斗丹，哼，可笑至极。他淡淡收回视线，神情从容不迫，仙指轻扬，素手翻飞，丹诀流转间如行云流水。场外众人看着炼丹台上43人炼制丹药的过程，都是无比紧张，没人敢大声说话，大声喘气，生怕打扰了他们。凌霄殿，呵呵，苏寒怎么可能炼制丹药？他这种半路出家的，能够追赶过嫣然师姐，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柳如烟眸光微冷，唇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讥诮，目光落在苏寒身上，仿佛在看一场拙劣的表演。虽然他没有炼制过丹药，但苏寒的动作和邓嫣然、徐超他们这些种子选手的动作完全是不一样的。苏寒的动作显得无比缓慢，这样还想要炼丹？徐傲天冷笑地看着苏寒。苏寒必输无疑，想要赢嫣然师姐是不可能的。等苏寒输给嫣然师姐后，从丹城滚出去，我们再要了他的命。柳如烟点头，好。他目光冷漠，没有任何的感情。苏寒，这都是你自找的。灵剑宗的高虎
余墨几人也都看着苏寒的表演，眼眸深处丝毫不掩饰其中的讽刺光芒。苏寒之前可是检测出了3品初级血脉，这等血脉放眼在任何势力中，也只能算是中流往下的水准。如此血脉者岂能炼制丹药，还超越这次炼丹比赛的3名种子选手？他们可没有宗门荣誉感，有的只是想要看到苏寒成为全场的笑点。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场中空气上有着丝丝的丹香气息浮现着。趁现在，徐超眼眸闪烁着一抹金光。天魂术，他冷声喝道。呼哧，徐超魂海深处灵魂力量不断激荡着，加持着天魂术的他刹那间横渡空间。而在他身边的苏寒脸色一变，眯起双眼淡淡地看着徐超。徐超冷笑，没有任何怜悯。天魂术地阶高级魂术，不仅可将自身魂力倍增，更能以强横魂压干扰他人神识，尤其是正在凝神炼丹的炼丹师最具此种精神震慑。此刻他正是要以魂制敌，夺势于无形。二元老，你这弟子修炼的天魂术似乎愈发熟练了。大元老看着二元老平静地说道。二元老笑呵呵地说道，谁让老夫收了一个好苗子啊？大元老没有说话，静静看着场中。砰砰砰的声音响彻，一瞬间场中有着几名炼丹师炸炉了，当即是被震开了。天元府、太虚门2名炼丹师以及百炼峰的刘东炸炉了，除了他们3个，还有6人直接摔了出去，是附近丹道世家的天才，他们脸色都是显得极其不甘，齐齐地看向徐超。方才来自徐超身上的灵魂力实在是太庞大了，影响了他们的心神，魂力松散开了，所以才失败了。而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对着徐超骂骂咧咧，对方身后可是有着丹殿二元老，还有着东荒第一世家徐家撑腰。你小子还在这里坚持着，给我滚下去！徐超见到苏寒还在继续炼丹，实在不爽，催动着天魂术继续强势影响苏寒。苏寒面无表情看着徐超，忍不住冷笑道，想借助你的魂力压垮我，你是犯蠢了吗？轰隆，他的魂力直接爆发，一股源源不断厚重的魂力抵挡住了徐超的攻击，同时苏寒在他的魂力中引导出一股混沌血脉的气息，使得本来就浑厚的魂力更加磅礴。砰！该死！徐超闷哼一声，忍不住有些恼怒了起来。方才他的灵魂力没有影响到苏寒，反倒是影响到了他，让他灵魂都是有些震荡，甚至让他的炼丹都是有些不稳了。丹炉开始发颤，尤其是丹炉内的药材竟然开始出现了动荡，这令得徐超无比冰冷狰狞，眼眸闪烁着一抹怨毒之意。我的天魂术竟然被他的魂力给影响到了，这怎么可能？他的魂力怎么会如此变态？不好，若是这么下去的话，老子的3文清灵丹就炼制不成了。他怒骂了一声，眼眸闪烁着一抹不甘。那小子的魂力很不简单啊，没有想到徐超的天魂术加持都无法影响半点，反而是自己差点出错。大元老惊讶地看着苏寒。先前苏寒和邓嫣然的赌斗，他自然是见证了，本以为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毕竟苏寒这么陌生，他没有见过，并不看好苏寒。可是现在苏寒竟然面对着来自徐超的天魂术，还能这么淡定自如的回击，尤其是魂力更是浑厚。二元老的笑容逐渐收敛，冷哼了一声，不过是意外而已。若是这小子炼丹天赋真的那么可怕的话，在东荒不可能没有见过此子。他脸色阴冷地看着苏寒，这小子徐超可是他的弟子，他自然是不想看到徐超吃瘪，所以对于苏寒也是有些记恨了下来。当然就算是如此，徐超达到3文清灵丹也是手到擒来的。其他元老闻言也都是点了点头，他们也是这么认为。若是苏寒的炼丹术真的妖孽无双的话，他们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徐超十分憋屈，本想着能够看到苏寒的笑料，但是没有想到笑料没有出现，他反倒是快成为笑料了。然而他强自镇定，凝神聚气，片刻之后，丹炉中光华流转，一枚3文清灵丹缓缓成型，丹香氤氲，纹路清晰如刻。徐超脸上顿时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惊喜之色。邓嫣然、林岩等人也相继得手，各自丹炉中间凝聚出一枚3文清灵丹，药气升腾，映得炼丹室内霞光隐隐。众人不敢松懈，继续催动火焰，接连成丹，场面一片紧绷而有序。多炼制一枚3文清灵丹，赢得概率就大大的增加。苏寒神色平静，眼眸泛着一道金光，手法娴熟的近乎行云流水，每一次控火、投药、凝丹都精准的仿佛早已演练千遍。丹炉忽然剧烈一震，炉盖微颤，嗡鸣作响。紧接着炉内灵光涌动，一枚枚丹药缓缓浮现，排列有序，药香浓郁扑鼻。这是……苏寒眸光微凝，目光扫过炉中，忽而嘴角一扬，没有说话。2个时辰后，炼丹台上各个天才陆续完成了炼制，随着最后一名参赛者熄灭火焰后结束炼丹，整个场中都是弥漫着磅礴的丹香气息。
现场观众都是看着炼丹台上，大气不敢喘。这是结束了，诸多势力的脸色皆是变得异常凝重，自然是希望能够挤入前10名次，毕竟只有前10才有古战场名额。大元老见状，润了润嗓子：“好，诸位炼丹结束，准备开炉接受检验。苏寒，要不趁现在认输吧，不然的话，你会输得很难看的。”徐超站在炼丹炉前，淡漠地看着苏寒，冷声道。苏寒闻言嘲笑道：“也不知道方才何人想要借助这魂力攻击出手，差点使得自己的丹药保不住，现在在这个时候叫嚣，真是可笑啊！”闻言的徐超神色显得无比难看，顿时有些挂不住了。他眼眸闪烁着一抹怨毒之意，身为徐家的妖孽，还是丹殿二元老的徒弟，这小子凭什么这么嚣张，这么放肆？徐超满脸森然，杀意沸腾。邓嫣然冷冷地看着苏寒：“苏寒，虽然你没有因此炸炉，但是想要炼制一炉完美的丹药，那是不可能的。3文清灵丹炼制过程极其繁琐，你能够炼制出2文清灵丹就已经是烧高香了。从这里到丹城外的距离也不远，我很期待你从这里滚出去。当然，你必须要给傲天师弟和如烟师姐道歉，不然别怪我丝毫不给你情面。日后还想要在炼丹这个赛道走下去，就不能招惹我。”苏寒冷冷地看着邓嫣然，目光冷漠，神色满是张狂之意，道：“我倒是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败给我了，而道心崩溃。”你，哼！邓嫣然无比阴冷，不屑道：“呵呵，就凭你，想得美！”唰，6名元老缓缓起身，准备检测丹药状况。现场众多围观者满脸期待，不知道谁才能获得炼丹大赛的第1名。林家，这次参赛者3大种子选手，我儿林岩必然是前3的存在。林城笑容浓郁地说道：“炼丹比赛，每一次拿到的成绩堆积在一起，那就是荣誉象征。”他冷冷地看着林默，神色淡然傲然。按我猜测，徐超极有可能是这次大比的第1名，到时候徐家和林家绑在一起，才是对林家的好。林默，你还是要以家族为重。”林城淡淡的说道。林默没有说话，紧握着拳头。现在家族一共是分为2派，一个是以他为首的家主派系，一个则是以林城为首的一脉。林城一脉的想要打压他这一脉的，尤其是他女儿若是嫁给徐家，对于林城这一脉更是有着不少好处。当然，林默绝对不会葬送女儿幸福的。徐超能够拿到第1名再说吧。林默冷声道：“好，那就拭目以待。”林城冷笑道，眼眸浮现出一抹阴森之意。他可以很确定的是，这次徐超必然能够拿到第1名，铁板钉钉上的事情。一旦徐超第1名，2元老绝对会向林家提亲，到时候林默想要阻拦都不可能的了。炼丹台上，大元老负手而立，淡声道：“开炉。”苏寒34人直接开炉。先前是43人参赛，但是由于徐超天魂术的关系，造成9人离场。开炉之后，场中恐怖的丹香气息一瞬间弥漫开来，恐怖无比。3文清灵丹，我炼出了5枚。徐超朗声一笑，眉宇间尽是自信与傲意。10枚丹药浮现，其中5枚丹药静静陈列，纹路清晰，灵气氤氲，隐隐有道韵流转。5枚，徐超竟炼出5枚3文清灵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四周一片哗然，众人面露惊容，低语瞬间化作轩然惊叹。那一道道目光汇聚而来，有震撼，有艳羡，更有难以置信，一口气凝出5枚3文清灵丹，这已经是快要踏入4品炼丹师境界了吧？邓嫣然有些不甘，他差一点就炼制出5枚了，但是在最后，因为徐超天魂术的关系，导致出现了一些差错，只是炼制出4枚3文清灵丹，至于其他的则是2文清灵丹和1文的。不过就算是4枚3文清灵丹，赢过你也是必然的。突然间，邓嫣然话锋一转，看着苏寒冷道。苏寒神色平静，也没有说话，这让的邓嫣然很是恼怒。大元老他们等人首先来看看徐超、邓嫣然几人的丹药。不错，你们可都是炼丹师的未来啊！几人如此年纪便能够炼制出如此级别的丹药，自然是无比逆天的。师尊，这次没给你丢脸吧？徐超笑道。2元老满是欣慰地说道。丢脸？这次给老夫长脸了啊！武月儿等人闻言，脸色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完了，林清瑶脸色也是非常大到难看，不知道我身边苏寒炼制的什么水平啊？徐超笑意浓郁地看着一侧的苏寒，大元老却已僵立原地，瞳孔剧烈一缩，喉头滚动，声音干涩而沙哑，仿佛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四文清灵丹，他的视线死死锁在苏寒面前那尊丹炉内，10枚丹药静静陈列其中，颗颗浑圆饱满，色泽温润如玉。最令人震撼的是那清晰分明的丹纹，1道、2道、3道、4道，整整4道灵纹，如天地刻印，赫然铭刻于每一枚丹药之上。
10枚丹药无一例外尽数为4文清灵丹。空气仿佛凝固，其余元老皆面面相觑，脸上写满震惊与不可置信，呼吸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什么4文清灵丹？二元老脸色微变，同样是转身看去。4文清灵丹。徐超看到大元老等人看到苏寒炼丹炉丹药后震惊的表情，他的神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内心有着强烈的不安。一瞬间，所有人都是一股脑地看向苏寒炼丹炉，徐超、邓嫣然乃至林岩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苏寒炼制的丹药正是4文清灵丹，而且还是极品。这不可能，3文清灵丹怎么会出现4文的？他这是作弊，这绝不是4文清灵丹，一定是他胡乱搞出来的。徐超大声质疑地说道，满脸难看，声音都是尖锐了起来。邓嫣然、林岩也纷纷开口质疑。没错，怎么会出现4文清灵丹？这是作弊，不能作数的。围观众人都是震惊无比，那个和邓嫣然有赌局的少年炼制出4文清灵丹，这要牛！4文，5月2几人的表情也都是变化，惊道：苏寒炼制出4文的清灵丹。大元老摇头，面色微沉。苏寒小有的成绩真实有效，这正是4文清灵丹。清灵丹最高丹文并非3文，而是4文。但是后来者炼制清灵丹只能炼制出3文，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清灵丹只有3文。其实清灵丹真正的丹文应该是4道，怎么可能？为什么你能够炼制出4文清灵丹？徐超神色显得无比难看，满脸惊悚，愤怒地看向苏寒吼道：你怎么知道这丹药有着4文的？听到大元老的话后，他才知道这清灵丹原来是4文的，而3文要比4文低一等。看着愤怒咆哮的徐超，苏寒耸了耸肩，冷笑了一声说道：我并不知道清灵丹有4文，只是练着练着丹药逐渐汇聚出了4条丹文，我也没有办法。你这话如针，字字扎心。徐超脸色铁青，额角青筋微微跳动，仿佛被当众剥去了所有颜面，羞愤难当。二元老眉头一皱，声音沉了几分，带着几分训诫意味。赢了一场炼丹比试，便如此得意忘形，未来难入大雅之堂。对于苏寒，他内心也是无比愤怒的。若不是这小子突然间出现，他徒弟就能够拿到第1了。到时候在丹殿他的地位将会更加牢固，所有的计划都被这小子打破了。可恶！苏寒丝毫不惧怕二元老，他神色冷淡地说道。徐超问我如何知道4文清灵丹的，我不过是告诉他原因，在二元老口中就是得意忘形，但赢了现场这么多炼丹天骄，我自豪点难道有错？他阴冷笑道。二元老脸色阴沉极点，似乎都要滴出几滴水了。他甚至没有想到一个小辈竟然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他，这让他脸面尽失，紧咬着牙关，好似都要溢出了血丝一样。好好好，说得不错。大元老看着苏寒，眼眸闪烁着金光，甚至似乎想到了某种事情，满脸兴奋。看着苏寒的目光就像是看着一块宝玉一样，而且他发现苏寒不只是炼制出4文清灵丹，丹药的品质更是达到了极品。这样的妖孽，丹殿竟然不知道。下面老夫宣布，经历长达数个时辰炼丹大赛，前10名已经是决出了。第1名就是苏寒，炼制出了10枚4文清灵丹，都是极品品质。第2名徐超，第3名邓嫣然，第4名林岩，第10名赵宇。卧槽，10枚4文清灵丹也就罢了，而且都是极品品质，这苏寒是要逆天啊！现场众人听到大元老的宣判后，一个个表情勃然大变，满脸震撼。能够一如炼制都是极品品质，他们可是闻所未闻啊！该死！徐超的脸色已难看到了极点，仿佛被当众剥去了尊严，羞愤如烈火般在胸中翻涌，几乎要将他吞噬。他死死咬紧牙关，内心咆哮不止，一股难以言喻的不甘如毒蛇般缠绕心间，越收越紧。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败给一个无名之辈，这是天大的耻辱啊！他的面孔因愤怒而扭曲狰狞，双目深处寒光迸射，杀意如刀锋般凛冽，几乎要破眸而出。我败了，败给了他。邓嫣然俏脸苍白，眼眸极度的怨毒和恨意，死死地看着苏寒，带着愤恨之意。场外，赢了，苏寒赢了。5月、冯正还有林清瑶脸色都是狂喜了起来，他们都是难以置信，苏寒竟然击败了这次大赛的3位种子选手，问鼎丹殿盛世第1名的层次。苏寒能够赢过他们，足以证明他的丹道天赋何等的恐怖，就算是在东荒之中，那也是可以问鼎第1的存在。好小子！冯正哈哈笑道，我们林元峰找到宝贝了。青瑶、徐超拿到了第2名，他根本没有脸向林家提亲了。5月看着林清瑶沉声道，林清瑶点头，满脸激动，美眸都是泛起了极多泪花。玄海、高虎、于墨几人的表情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谁拿第1名都可以，但唯独不能是苏寒。怎么会是他？炼制3文清灵丹，而他竟然多炼制出了1道丹文，4文清灵丹，这是多么逆天啊！凌霄殿，混蛋，这畜生竟然拿了第1！七长老陆牧直接起身，暴怒吼道：“邓嫣然输给了苏寒，他们凌霄殿古战场的名额就要交给苏寒了。但可不只是一个古战场名额啊！凌霄殿其他2人也是闯入了前10，这表示凌霄殿要交给苏寒3个古战场名额，他自然是不愿意将这名额交出去。古战场机缘数不胜数，就这么损失了肉疼。这个苏寒怎么会成为炼丹师，而且还能够碾压徐超他们？”徐傲天起身，脸上布满了难以置信。柳如烟咬了咬贝齿，俏脸极其难看，眼眸闪烁着一道寒芒。他不敢相信地说道：“在苍兰城的时候，苏寒从来没有炼制过丹药。他要是成为炼丹师，我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可怕？”看到苏寒以炼丹术碾压全场徐超，他可是知道的。东荒第一世家徐家丹道妖孽，如今竟然败给了苏寒，这让他十分不甘心。柳如烟望着苏寒此刻风光无两的模样，眉宇间不自觉地掠过一抹灰暗的情绪，那是嫉妒，是震惊，更深处竟隐隐夹杂着一丝迟来的懊悔。自己为了傲天哥放弃苏寒，是不是做错了？不，没有做错。忽然间，柳如烟眼眸变得十分坚定，阴沉无比。就算是苏寒炼丹再怎么逆天又如何？傲天哥现在可是得到了王体，而且还被东荒第一世家认可，凌霄殿现在的首席弟子。他选择的没错。炼丹台上，大元老将装有封存冰心岩的容器交给了苏寒。除了冰心岩，还有着装有特殊本源的容器。当接触着容器后，苏寒混沌血脉猛地一颤，他双眼浮现出了一抹金色。这容器装的本源，莫非是混沌本源？清月女帝说过，只有混沌本源，混沌血脉才会无限变强。苏寒内心无比狂喜，这次丹道盛世完全是意外之喜，获得混沌本源，还有这10万中品灵石。异火，徐超眼眸闪烁着一抹疯狂，他最想要的就是丹殿搜寻的冰心岩，如今这一火竟然交给了苏寒，实在是可恶啊！苏寒这是古战场令牌，于半个月后丹殿开启。大元老笑呵呵地说道。苏寒接过令牌，随后唇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大元老，方才我和凌霄殿的赌约。凌霄殿这边众人脸色一下子极其难看，邓嫣然俏脸变得惨白，眼眸浮现出怨毒之色。他竟然没忘记这件事情，老夫记得。大元老平静地说道。他看向陆牧，淡淡地说道：陆牧本身，你们凌霄殿获得了3个古战场名额的，但是之前你让老夫做了个见证，这古战场的名额，老夫可就要交给苏寒了。陆牧的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墨来，目光如毒蛇吐信般死死盯住苏寒，声音低哑阴冷：苏寒，这事咱们不妨私下解决。苏寒神色淡然：不好意思，我与凌霄殿无话可谈。凌霄殿古战场的名额，他缓缓抬起眼，目光如刀，一字一句冷道：我苏寒拿下了。你！刹那间，陆牧等人面色铁青，宛如蒙上一层浓重锅底灰，呼吸都为之抑制，空气仿佛凝固，只剩下无声的怒意在彼此之间翻涌。陆牧气炸了，那可是古战场的名额的，这名额交给林剑宗，而且一下子还要去了3个名额。苏寒，你不要得寸进尺。陆牧阴冷地看着苏寒，冷声道：老夫可以让步，交给你们林剑宗1个名额。他可是很清楚，古战场上一次开启可是半年，而这次开启古战场之中更是各种的资源，若是失去了这3个名额，那真是大损失。就算是凌霄殿的殿主，恐怕都要问罪于他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3个名额，每个人可以带着2个人进入，也就是凌霄殿可以进入9个人。若是这名额交给林剑宗，他自然是很不甘心的。苏寒闻言冷笑道：凌霄殿长老这话说的，难道是我在为难凌霄殿吗？是你们凌霄殿先和我挑战的，然后立了赌约，更是在丹殿6大元老面前做了见证，怎么现在凌霄殿输不起了，不准备履约了？这时冯正也来了底气，冷笑道：凌霄殿这可是当着现场你们做了赌约的，现在想要赖账，我凌剑宗可不同意。陆牧听到2人的话后，脸色愈发的阴沉，咬牙切齿。徐傲天怒道：苏寒这古战场名额对我们凌霄殿来说十分重要。柳如烟起身冷道：苏寒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件事情就算了吧。苏寒嘲笑道，轻蔑地看着柳如烟，冷笑道：你有什么面子在我这里？今天我就说了，这古战场的名额我拿定了，凌霄殿想要可以，1个名额100万上品灵石。众人听到苏寒的话后，都是忍不住咂了咂舌，1个名额需要100万上品灵石，这还真的敢要？你！徐傲天
柳如烟二人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满脸屈辱，阴毒地看着苏寒，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大元老淡淡地说道：洛母先前赌约可是你让老夫做见证的，现在却公然想要赖账，这是想让本元老成为失信小人吗？这话一出，陆木愣是半句话说出来，他满脸阴沉，随后袖袍一甩，直接带着徐傲天几人离去。离开后，那冰冷的眼神死死地看着苏寒，冷声道：你小子得罪凌霄殿这笔账本长老记下了。他神色显得极其恶毒，今天凌霄殿丢脸丢大了，成为天大的笑话。凌霄殿和灵剑宗属于东荒最强大的两大势力，如今今天更是在炼丹大赛上输给了凌霄宗，凌霄殿自然是将这笔账记在苏寒身上。苏寒冷笑了一声，面对着来自凌霄殿的威胁，他自然是毫不畏惧。徐傲天双目猩红，眼中杀意翻涌，死死盯住苏寒，一字一顿道：苏寒，他日我必亲手取你性命。苏寒唇角微扬，笑意却冷得刺骨，似寒霜复火，轻蔑地扫过徐傲天与身旁的柳如烟。你们二人且好好珍惜眼前时光，毕竟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而森然，属于你们的日子已所剩无几。话音落下，徐傲天与柳如烟脸色骤变，阴沉如墨，周身气息瞬间凝滞，仿佛被无形寒流贯穿脊骨。哼，等着瞧！徐傲天怒道。邓嫣然也是灰头土脸的跟着凌霄殿离去，他今天可是成为了全场的笑话。本以为拿捏苏寒，没有想到对方竟然炼制出来了4文清心丹，小家伙好好努力啊！这是凌霄殿3个名额，就交给你了。大元老笑着说道，看着苏寒像是璞玉一样。多谢大元老。苏寒笑道，他方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原来每个名额可以带2个人进入古战场，怪不得凌霄殿的人都像是气疯了一样。二元老脸色微沉。徐超阴冷地看着苏寒，心中无比愤懑，恨不得将苏寒斩尽杀绝一样。徐超少爷是不是因为没有拿到第1而生气了？毕竟这也不能怪我，林清瑶可是我师姐呢，我师姐都明确不喜欢你了，你还跟个膏药一样贴着她。身为师弟的我，自然是要帮助青瑶师姐了，你还是找个别人祸害吧。苏寒看着徐超，笑容浓郁地说道。就算是知道徐超乃是徐家的妖孽，他丝毫也没有留情，他和徐家已经是不死不休了。你……徐超目眦欲裂，眼球都要瞪碎了，这小子竟然敢这么说他。下方的林清瑶听到苏寒的话后，脸色一抹红润，美眸浮现着泪光，心中很是感激苏寒。二元老脸色微沉，冰冷地看着苏寒。随后大元老又是告诫了一下异火认主需要注意点什么，苏寒都是一一记下了。他很想说自己有经验的。之后苏寒便向着大元老鞠了一躬，和冯正他们离去了。大元老为了他得罪凌霄殿值得吗？二元老脸色微沉，有些阴冷地说道。得罪？大元老淡淡地说道。这算是得罪吗？是凌霄殿要参与让丹殿见证的，若是输了不履行赌约，那老夫做见证做什么？搞笑呢？二元老脸色显得很难看。那冰心岩就这样交给灵剑宗了？他沙哑地说道。三元老也很不爽，异火可是丹殿花费大约3年时间才寻到的，就这么交出去，实在是太浪费了吧。哦，二元老这话说的倒是有些意思，先前是你和三元老决定要用炼丹主张这一伙的去处，怎么现在一伙找到了他的主人后，你们却如此不开心，是有什么问题吗？大元老眉头一皱，有些冷淡地说道。二人顿时无言。二元老本想着借助这次炼丹大赛，让的徐超彻底名扬东荒，却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苏寒，夺走了本该属于徐超的荣光。他紧握拳头，满脸阴沉。观众席上，林默哈哈一笑地说道：这青瑶的师弟，本家主倒是想要认识一下。说完就心情大好地离开了。至于林城，脸色则是阴沉如墨，磨牙凿齿，眼眸深处闪烁着怨毒之意。他也没有想到，这次大赛的第1名竟然是一个新人，而且没有见过。更重要的就是，这小子竟然是林清瑶的师弟。可恶！林城满脸恨恨地说道。以为躲过这次就结束了，还早着呢。林家一定会是我的，林默你们这一脉注定要被除掉。铁爪鹰上，冯正掌控着铁爪鹰翱翔于天地间，朝着灵剑宗方向而去。真痛快啊！冯正满脸兴奋，大笑道：苏寒，没有想到你炼丹水平这么高，竟然赢了徐超那些种子选手，而且还获得了一火，这次可是给我们灵剑宗好好长脸了啊！他的表情非常的惊喜。这次来丹殿，苏寒参加炼丹大赛，他其实并没有想到苏寒会赢过徐超一众炼丹天骄，问鼎第1，而且还获得了一火，实在是意外之喜。苏寒笑道：都是积操了冯正长老，还为了我们灵剑宗拿下了3个古战场名额，想来凌霄殿必将会耿耿于怀的。冯正道：不过这倒无所谓，
我们灵剑宗和凌霄殿摩擦不少，凌霄殿杀了我们不少弟子，这次让他们吃亏，真是大快人心啊！五月儿也相当的兴奋，看着苏寒眼神闪烁着惊喜的光芒。苏寒给他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林元峰真的捡到宝了。苏寒谢谢你。林清瑶走到苏寒面前，看着少年感激地说道：谢我。苏寒一怔，有些好奇地说道：师姐谢我做什么？林清瑶道：是你拿了第一，要是徐超取得了第一，他一定会向林家提亲的，所以要不是你的话，我父亲还有爷爷他们一定会顶着很大的压力。这样啊。苏寒道：我本就和徐家有着不小的仇，我自然是不可能看到清瑶师姐成为徐家的媳妇，不然师姐可能很快就要守寡了。林清瑶一怔，旋即抿嘴一笑道：真凭。苏寒，你这次可是得到了一道冰心岩，那可是东荒许多炼丹师都想要的机缘，但被你得到了。除了冰心岩外，你还获得了4个古战场的名额，这是很多人想得到都得不到的。五月儿沉声道：一火，价值何等珍贵，想来已经有不少人盯上了苏寒，而且还有这4个古战场的名额。苏寒神色如常，这多余出来的3个名额，天剑锋和百炼锋一定会索要的。五月儿沉声道：古战场的名额相当重要，那些家伙一定会争抢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苏寒面无表情，他平静地说道：名额是大元老给我的，他们想要得问过我，那2封想要不可能，这多余的3个名额我不会交给那2封的。苏寒淡声道。五月儿俏脸有些凝重，因为他不相信那2封那么好说话。冯正脸色也是微微一沉，他也清楚天剑锋和百炼锋一定会借助着苏寒手中的3个名额说是的，就算是这些东西是苏寒赢得，借题发挥这种事情常有。1个时辰，很快铁爪鹰便飞回到了凌元峰。苏寒和五月儿他们说了一下，就先离开了，先回到他的宿舍，进入了混沌鼎内。他是现在已经是遏制不住让冰心岩认主了，以及那封存的本源是不是混沌本源。混沌鼎内，苏寒取出装有特殊本源的容器，哧啦一声，当他打开容器后，一道气息浑厚的光芒瞬间从容器中跑了出来。苏寒感受到本源后，眼眸陷入了极其惊喜的波动中。这本源和之前清月女帝给自己的混沌本源气息相差无二，就是混沌本源。别逃啊！苏寒狂喜，神魔霸体诀，狂暴的吞噬力顷刻间将混沌本源强势吸收了开来。呼哧一声，体内的混沌血脉疯狂地肆虐，就像是焚烧于体内的烈焰一样。短短几息时间，混沌本源被混沌血脉强势吞噬了，一股强横的力量从体内源源不断席卷了开来。万象境3重巅峰，又突破了1重。苏寒惊喜，隐隐约约的感觉修炼了神魔霸体和混沌血脉相融了一样，仿佛无形中诞生出一种特殊的体质。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金光，而自己方才吞噬了混沌本源，体内混沌血脉变得更强了，尤其是肉身经历过混沌血脉的淬炼，他的肉身又在神魔霸体诀修炼之下产生了一种更强的体质。他甚至有一种感觉，自己现在这肉身绝对不输给任何的王体。还有，等下次问问大元老这本源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苏寒暗道，先将实力提升一些，再让冰心岩认主。他眼眸泛着一道金光，轻声道：将那戒10万中品灵石取出，吞噬。神魔霸体诀催动，苏寒眼睛暴睁，强横的力量顷刻间将眼前10万中品灵石吞噬得干干净净。1天、2天、3天、4天，直至第7天时间，苏寒的肉身鼓动，五脏六腑似乎都在壮大中，一呼一吸间，力量源泉从体内不断席卷而出。万象境4重，万象境5重，万象境6重。苏寒心情大好，一下子提升了4个境界，达到万象境6重，他足以不惧怕那外门高门大长老高琼了。眼中闪烁着一抹杀意，看样子得找时间解决那老狗了。接下来就将你冰心岩放出来了。苏寒随后将冰心岩取出，一个不大的容器内，呼哧，一朵冰蓝色的火焰像是莲花一样从容器中扩散了出来。苏寒望着眼前的一火，这就是冰心岩，它的琥珀岩是金色的，璀璨耀眼。至于冰心岩，就像是冰山的雪凝炼出的火焰一样，充满了圣洁感。苏寒眼眸闪烁着一道金光，准备好让冰心岩认主时，冰心岩却突然间动了，来到了苏寒面前。这让的后者有些诧异，冰心岩没有抵抗他，而是来到了苏寒身边，就像是小猫一样拱了拱他身体。苏寒愣住了，这不对啊，先前他收服琥珀岩的时候，那家伙多么反抗，这冰心岩倒是显得很温柔。苏寒探出一根指尖，冰心岩便飘飘然然地出现在了他的指尖上。忽然间，
苏寒内心多出了一道波澜，是他和冰心岩缔结的联系。这是……苏寒沉默了一瞬，便是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臣服，认主，臣服认主。”苏寒很震惊，他很清楚，臣服认主要比用武力认主更加难的，那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归顺，是心甘情愿的追随，不容半分勉强。而此刻，冰心岩竟主动向他低手，心神交融，缔结下血脉相连的契约。这冰心岩的臣服认主要是传出去的话，绝对会震惊无数人，毕竟臣服认主这种事情几乎是不会出现的。苏寒心情更好了，自己现在达到了万象境6重境界，而且还得到了混沌本源，提升了混沌血脉，还有古战场的4个名额，爽，兴奋。没多久，外边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声音。苏寒在混沌顶内听到这声音后，苏寒就知道是谁了。5月儿，月儿师姐。苏寒冷笑一声，想来有些人已经是盯上他的古战场名额了，不过这东西他自然是不会给。意念一动，离开了混沌顶，出门便是看到了一袭紫色衣裙罩体的倩影，长发飘飘，容颜绝色，只不过此时俏脸显得异常沉重。月儿师姐有事情？苏寒明知故问。现在宗主大殿那边已经有人准备要争抢你手中古战场名额了，我父亲已经去了，他让我过来喊你过去。苏寒点头，淡淡的说道：名额是我的，只有我给他们才是他们的，他们想要没门。5月儿想说什么，但也没有说什么，就带着苏寒离开。1刻钟后，宗主大殿，苏寒、5月儿2人进入了大殿内。五罗神色平静坐在座位上，在两侧则是一众长老，还有着天剑锋锋主灵筹、百炼锋锋主古柳。而坐在主位上的，赫然就是灵剑宗宗主霍安。霍安整个人神色淡然，双眼闪烁着摄人心魄的光芒，身躯上的压迫极其恐怖。苏寒心神一颤，这种力量，恐怕一个眼神就足以让他瞬间化作一具尸体。见过宗主。苏寒、5月儿拱手道。霍安看着苏寒，笑道：你就是在丹殿中力压徐超一众天骄的苏寒。苏寒笑道：回宗主，是小子。好啊。霍安笑道，还从凌霄殿给凌霄殿夺回了3个古战场名额。灵剑宗和凌霄殿两大势力摩擦不断，如今见到凌霄殿吃瘪，那自然是极爽的。他甚至很想要去凌霄殿看看那家伙什么表情。3个古战场名额，这可是天大的损失啊！宗主，天剑锋锋主灵筹缓缓开口，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如今苏寒身负4个古战场名额，我等需就此进行分配。百炼锋锋主古柳一点头附和，的确如此。他顿了顿，淡淡补充：4个名额，我百炼锋要1个。灵筹沉默片刻，目光扫过霍安，继而到天剑锋要2个。殿中一时寂静无声。五罗冷眼旁观，终于按捺不住，冷笑出声：你们2人还真敢开口就要？这多余的3个名额是苏寒的战利品，你们一张口就想拿走3个，未免太过分了。灵筹神色不动，语气冰冷：战利品？苏寒既属宗门，所得自然归公。本封主念在苏寒有功，并未全数索取，以是给你五罗几分颜面。话音落下，寒意骤起，五罗双目微眯，颜面。他冷冷一笑，声音冰冷：你们天剑锋与百炼锋派出弟子参赛，不过堪堪夺得1名额，排名第10边缘，狼狈不堪。如今还有脸向我凌元锋讨要名额，脸皮之厚，当真令人叹服。灵筹脸色一沉，眼中翻涌着怒意。古柳脸色也是相当的难看。今日这名额，我天剑锋势在必得。他缓缓起身，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若不肯给，那就别怪本封主动手抢了。呵，五罗怒极反笑，气势轰然爆发，如狂澜怒涛席卷而出。那你尽管试试，看有没有这个资格。刹那之间，2股浩瀚气息在大殿中激烈碰撞，空气仿佛被撕裂，发出低沉的轰鸣。剑拔弩张之际，连殿主都在微微震颤。不好意思宗主，我可以插一句话吗？苏寒忽然间说道。霍安愣了一下，其他几人目光微微眯起，看向苏寒。你说。霍安道。其实这些名额，我就算是给天剑锋和百炼锋他们也用不了。苏寒淡声道。什么意思啊？灵筹脸色微沉，喝声道。那冰冷的气势夹杂着恐怖的雷音蕴含着其中，差不多让的苏寒5脏6腑都是震颤了一下，喉头有些甘甜。苏寒脸色一沉。灵筹，你是真的当本封主是摆设是吗？五罗的气势刹那间轰隆隆的作响，一股狂暴的气势直接湮灭而下。噗噗噗，在天剑锋这边有弟子直接吐血倒在地面上。灵筹脸色一沉，都给本宗主住手。霍安眉头一皱，一股强横的气息从身躯上迸发开来，直接席卷大殿。他是真的怒了，这些家伙
竟真的将他这个宗主视若无物，冰冷的气势绽放，压迫十足。林愁等人默然不语，心中却如惊涛翻涌。他们再清楚不过，宗主动了真怒。见众人垂首无言，霍安这才缓缓将目光投向苏寒，声音低沉而威严：“你继续说。”苏寒沉声道：“宗主，大元老所赐予我的权限，仅限于由我亲自选定之人，方可继承这古战场名额，可以进入古战场。而若不是我给的名额，若是硬抢的，那么即便你拿走了这名额，也进不去古战场。大元老为了防止有人打我手中名额的主意，所以给我的特殊权利，毕竟我可是丹殿盛世第一啊。”淡淡的声音响起，林愁、古柳脸色难看了起来，纷纷看着苏寒，满脸凶气。5月2神色一变，苏寒竟然早做好了两手准备。林愁脸色阴沉无比，咬牙切齿。苏寒这么说，就算是他拿到了名额，天剑锋的弟子也没有办法进入古战场。你小子竟然这么做！古柳怒道。苏寒淡淡的看着古柳道：“晚辈怎么了？名额是我赢来的，难道不应该我决定他们的去处吗？”林愁、古柳二人咬牙切齿，满脸阴沉。武罗冷冷的看着两人，这下满意了吧？你们就算是拿到名额，也进不去古战场。林愁脸色更是冷漠，看着苏寒的眼神也是满是杀意。苏寒淡淡的看着林愁，毫不畏惧：“想要名额，自己想办法，我的名额只归林元峰。”林愁和古柳二人气的脸色都是阴沉无比，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苏寒还有着这样的心机，早就和丹殿大元老沟通好了。若是别人或许不信，但苏寒的话他们还是信几分的。这小子可是拿到丹殿盛世第1名的成绩，而且还炼制了4文清灵丹，碾压徐超、邓嫣然一众年轻一辈的丹道妖孽，所以大元老给苏寒这样的特权并不会感到意外。既然如此了，那么你小子的3个名额就由你分配吧。霍安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毕竟古战场可是在丹殿管辖范围啊，所以名额的话那只有苏寒自己决定，哪怕他也不可能强迫苏寒。不管谁进入古战场，那都是灵剑宗弟子。林愁淡淡的看着苏寒，压低了声音道：“小子，这名额对我们天剑锋很重要，我劝你还是给我2个名额。”古柳也是阴沉着脸，阴毒的看着苏寒，希望这小子识时务。苏寒不咸不淡的说道：“不好意思，2位峰主，这名额我林元峰也很缺，而且对林元峰来说也很重要。我记得2位峰主很想要在接下来3峰会比中解散林元峰，所以没有比林元峰更需要这古战场名额的了，不然林元峰要是解散了，我去哪里？”他认真的说道。来时，月儿师姐已经和他说了，3峰会比，林元峰若是再输的话，就极有可能解散。林愁还有古柳二人神色暴怒，但在宗主面前，他们还是竭力压制的。好好，本峰主记住了。林愁起身，满脸怨毒。宗主，我还有事，就不在这里久留了。说完话，就离开了宗主大殿。宗主，我百炼峰还有一批弟子需要本峰主亲自教导，本峰主也先行告辞了。说完话，古柳也是离开了宗主大殿。他们都是冷冷的看着苏寒，内心的杀意根本就遏制不住。这是3品初级血脉，扯犊子呢！这等血脉能够赢得丹殿盛世第1名。对于二人的杀意，苏寒心中了然，他神色依旧是很平静的。他自然是不在意。武罗冷笑了一声，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要我林元峰弟子的名额，当真是不要脸，这脸皮都够砌一片墙了。霍安无奈，他随后认真的看着苏寒道：“你小子和凌霄殿有仇？”苏寒和凌霄殿的事情，他自然从他亲信那边得到的消息。苏寒无视凌霄殿7长老的威胁，依旧拿了他们3个名额。那倒不是，但我和徐傲天还有柳如烟有点仇，可是凌霄殿总不能将那2人交给我吧？苏寒回应道。徐傲天。霍安闻言神色一变，我记得这个徐傲天好像是前不久徐家外族引来的一个妖孽，身怀着5品高级血脉，而且更是身怀着一尊王体的妖孽。王体、5体、王体都是妖孽的象征，属于天眷之子，身怀着5品高级血脉，外加上一尊王体，在凌霄殿深受一些高层喜欢，更是加大培养。你小子和那个王体的天骄有仇？霍安沉声道。那你可得小心，那小子身后不只是有着凌霄殿，还有着徐家撑腰。苏寒冷笑道。什么破王体，给我都不要，而且他能够有现在这个境界，完全都是从我这里掠过去的。踩着我上位，我绝不允许他获得那么潇洒。他现在身怀着至尊混沌血脉，还有着神魔霸体诀，那王体再怎么强大，又岂能有神魔霸体诀衍生出来的体质强？开玩笑！听到苏寒嚣张的语气后，霍安也震惊了。那可是王体啊，东荒多少妖孽都想要诞生的体质啊！这小子竟然说给他都不要，
小子想不想转修炼丹啊？本宗主可以为你找一位妖孽的炼丹宗师。霍安语气灼灼地说道，这小子可是一位炼丹妖孽啊，自然是要加大培养才好。苏寒摆了摆手，宗主这可使不得啊，我炼丹只是玩玩而已，我可不想主修丹道呢。霍安、武罗、武玉儿几人的唇角都是忍不住抽了抽，学习丹道只是玩玩而已，就能够炼制那等丹药，压制一众丹道天骄，这要是被外面那些妖孽听到的话，怕是要杀了苏寒的心都有了。好吧，随你，好好修炼这半个月，半个月后古战场开启，到时候开启10天，一定要多多争夺一些机缘，提升实力。霍安也不强求，在宗主大殿内又是聊了一段时间后，苏寒、武玉儿他们就先离开了大殿。离开后，武玉儿走出宗主大殿，他看着苏寒道，苏寒没有想到竟然还做了那种准备啊。做什么准备？苏寒好奇地看着武玉儿。武玉儿笑道，就是古战场名额的事情啊。他本以为今天护不住古战场名额了，没有想到苏寒早就有所准备啊。啊！苏寒愣了一下，旋即说道，玉儿师姐，你见过我和大元老提起这件事情了吗？武玉儿俏脸一下子古怪了起来，有些不确定地说道，你方才是骗林愁他们的。苏寒嗯了一声。武玉儿呆住了，他本以为苏寒已经和丹殿大元老说好了，没有想到没说啊。那两峰峰主智商不够，还想要古战场名额。苏寒冷道，眼眸闪烁着一抹森然之意，人家古战场只认名额，就算是他们从我这里抢走，古战场照样可以入的。武玉儿彻底无语了，不只是他，哪怕是他父亲、宗主他们都认为苏寒已经和大元老他们商量好了，但是没有想到人家根本就没有打招呼呢。你也太大胆了吧。武玉儿道，你这件事情要是被丹殿那边知道的话，他们肯定会不开心的，到时候要是得罪丹殿就麻烦了。他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若是林愁、古柳他们不信，带着苏寒前往丹殿的话，这不都穿帮了吗？哈哈，玉儿师姐，这名额我又怎么能够便宜他们两家？苏寒冷声道，他想到方才林愁施展气势压迫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对天剑锋极其不爽，自然也不可能将名额交给天剑锋和百炼锋，现在结果是好的就行了。而且师姐你想想，丹殿那可都是德高望重的炼丹师呢，还有我可是炼制了4文清灵丹呢，丹殿自然是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不开心的。走吧师姐，回凌元峰休整半个月，去古战场。苏寒说完话就直溜溜地朝着前方走了过去。武玉儿想了一下也是，苏寒可是在丹殿盛世拿了第1名次，那些元老又岂能会生苏寒的气？想到天剑锋和万剑锋锋主两人的表情，武玉儿都忍不住露出一抹笑意，紧随苏寒直接离去。天剑锋，混账，那小畜生简直是该死！回到天剑锋的林愁满脸狰狞，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怨毒，当即是大骂怒吼了起来，一双眼睛尽是阴戾和不甘之色。天剑锋锋主大殿，林愁气得浑身都在发抖，一个蝼蚁一样的东西竟然这么嚣张，若是没有武罗、霍安在，他会直接撕碎了那小畜生。古柳神色也是极其难看，咬牙切齿，他也没有想到苏寒竟然做得那么绝。父亲名额要来了吗？就在这时，天剑锋锋主大殿内，一名神态俊朗的青年走了进来，神色傲然，眼眸闪烁着摄人心魄的寒光。我想林元峰他们应该不会有理由强行占有这几个名额。林宇，林愁的儿子，林剑宗的妖孽。林愁摇了摇头，眼眸闪烁着阴戾之色。名额没有要下来？什么？凌云有些震惊，我们可是天剑锋啊，为什么去问宗主要2个古战场名额，他们不给啊？宗主应该会同意的。凌云搞不清楚为什么宗主不同意。天剑锋属于灵剑宗最强的一锋，即便是凌元锋拒绝，应该也得给他们。古柳无奈，旋即便将今天在宗主大殿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凌云。听到这里，凌云脸色简直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小子得到了丹殿盛世第1名，他要是和大元老打好招呼的话，我想他所说的应该是真的。我们就算是抢来了也用不了。古柳淡淡的说道。那小子怎么敢这么做？本少现在就去杀了他。凌云冷声道。林愁淡淡的说道，你要杀他是很简单，但凌元峰那边肯定不会答应，有着武罗在，还有一众长老，你要是杀了刚拿到丹殿盛世第1名的妖孽，不只是得罪了宗主，同样还间接的得罪了丹殿那边，这是丹道妖孽啊。闻言，凌云的脸色愈发阴沉，眼眸赤红如血。我可以不动手，但是有些人可以动手，而且要是较量的话，我想宗主应该也不会说什么。凌云冷冷地说道。古柳还有林愁双眼都是彼此交织，看向凌云。你要做什么？林愁道。凌云漠然地说道，我是不可以出手，但我记得有些人和这小子已经是恩怨已久了，
若是他们出手和苏寒较量的话，苏寒要是重伤，我想宗主丹殿那边也挑不出问题。林愁眼眸一闪，所以你的意思是找人和苏寒武斗？是。凌云点头。还有那小子得到的一伙价值连城，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蝼蚁，得到这些东西无疑是浪费这等资源，同样也可以逼得他交出来。他要是聪明的话，就不会和我们为敌。他眼眸眯起，闪烁着一道冰冷的寒光。林愁脸色大变，旋即冷笑道：云儿，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如何？好，我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的。凌云信誓旦旦地说道。林愁眼眸冰冷刺骨，冷声道：古战场名额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抢夺下来。虽然古战场只是开放10天时间，但那古战场空间中蕴含着各种逆天的机缘，所以必须多多益善。凌云眼眸闪烁着刺骨的寒光，势必拿下。唰，他转身离去。苏寒回到凌元峰，想着自己令牌中还有着20万贡献点，他准备前往资源大殿兑换一些资源。这些贡献点留着也是留着，还不如直接动用购买一些资源。现在他的实力在万象境6重境界，哪怕20万兑换的资源让自己提升一个境界，那也是赚了。你在想什么？武月儿好奇地看着苏寒。苏寒咧嘴笑道：我准备去资源大殿兑换一些资源。对了，月儿师姐有什么好推荐的？武月儿脸色微变，随后略作思索说道：最近确实上了一些好资源，我也是听我父亲提起的乳灵液，还有战甲犀牛精血，不过这些贡献点差不多需要30万。苏寒一怔，他现在只有20万贡献点，还差10万。地乳灵液，这个他听说是地脉需要经过长时间累积所形成的灵液，蕴含着地脉之意。至于战甲犀牛精血，这已经是极其恐怖的妖兽了，是超脱境级别的妖兽，拥有着最为坚硬的战甲，精血中蕴含着力量，可以提升皮肤韧性和防御力。苏寒呼吸急促，这已经是天价了，想要购买，宗门很少人能够买得起。武月儿苦笑道。苏寒略显沉默，确实太贵了，哪里去弄贡献点？若是一点点去做任务搞贡献点的话，肯定不会在短时间内获得10万贡献点。苏寒，就在此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彻，直接在凌元峰下传荡而来。苏寒皱眉，便是看向不远处，只见一道熟悉的人影缓缓地出现在苏寒视线中。苏寒眯起双眼，高虎，他竟然来了。苏寒唇角挂着一抹冷笑，不过很快他想到了什么，这不贡献点就来了吗？想到这里，苏寒的表情更是无比的兴奋。有事？他淡淡地看着高虎说道。高虎眯起双眼，闪烁着强烈的寒光，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混账竟然能够在丹殿那个盛世拿下第一，而且还能从凌霄殿那边抢夺3个名额，这种事情想都没有想过。苏寒，我向你挑战。高琼冷冷地说道。向我挑战？苏寒诧异。武月儿的俏脸显得很冰冷，一股气势直接迸发开来，恐怖的超脱境气流滚滚而至，席卷向高虎。后者脸色骤然间一变，瞳孔微缩。你竟然达到了超脱境？武月儿冷冷地说道。要不我们俩比划比划？高虎面色微沉，看着武月儿的眼神闪烁着忌惮之意。这家伙竟然早就达到了超脱境，他一直认为对方的实力只是比他强一丢丢而已。武月儿，今天我可不是和你算账的，我来找苏寒的，而且我代表着是萧盟的人。高虎道。苏寒笑道。月儿师姐，我们先听听他怎么编，不怎么说。高虎咬牙切齿，满脸狰狞，他冷声道。前不久我萧盟有人被杀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凶手，我怀疑是你杀的，可是没有证据，但我不需要证据，我认定是你了。他眼眸闪烁着一抹猩红。苏寒、武月儿、凌元峰众人，他们面面相觑，一副无语的样子。所以苏寒顿了一下，玩味一笑。你就要来挑战我？高虎狞笑道。对，我就是要挑战你，为我萧盟损失的成员报仇。小子，你敢不敢？我们萧盟的心都和高虎师兄连在一起呢，前不久还对我们萧盟的成员动手，这笔账也该算了吧。在高虎身边还有着一个个人，他们气息都是显得很疯狂。清一色萧盟成员苏寒眼眸眯起，听到高虎的说辞，他就知道这家伙是现编的。不过他玩味笑道。这武斗有什么彩头吗？高虎道。我们就赌古战场名额。苏寒心中一动，他暗中冷笑了一声，果然是来了，就是为了古战场名额来的。那我要是赢了呢？你给我什么？苏寒笑道。不会啥东西都不付出，就想要白嫖我的古战场名额吧？这样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他眯起双眼，寒芒闪烁着。高虎道。自然是有，只要你赢了我，我给你10万贡献点。苏寒随后看向武月儿道。月儿师姐，我们回去吧。武月儿点头，
好。他看着苏寒的眼睛，知道苏寒肯定有其他的打算，便噙着一抹笑容。看着二人准备离去的样子，高虎直接气急败坏，随后咬牙切齿吼道：苏寒，你难道是怕了吗？苏寒依旧是没有停步，面对着来自高虎的激将，他并没有说什么。高虎脸色难看，你想要什么？你说。他们可是带着计划来的，必须完成。而且这小子还杀了自己的弟弟，这笔账绝对不能算了。他一定要让苏寒付出代价。嘿嘿。苏寒驻足，转身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这是你说的？你想想，我输了可是古战场名额，你的10万贡献点，我岂不是血亏啊？高虎眼中翻涌着强烈的杀意，暴怒道：那你还想说什么？苏寒咧嘴笑道：除了10万贡献点，我附加10万中品灵石，若是同意，现在就可以去舞台交手了。10万中品灵石。高虎强忍着怒意吼道：你是不是有些狮子大开口了？这家伙实在是疯子，除了10万贡献点，还想要10万中品灵石，真的当他是开商会的不成？同意我们就去。你想想，你要是赢的话，可是身怀着一张古战场名额啊，那可是10万贡献点以及10万中品灵石购买不到的啊，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苏寒看着高虎笑眯眯地说道：这家伙可是想要杀了他的心都有啊，毕竟他们肯定猜到是自己杀了高峰的。闻言的高虎脸色微沉，好，我同意。高虎面目狰狞无比，厉声道。苏寒点头，好，那就走吧。高虎眼眸赤红如血，闪烁着强烈的寒光。1刻钟后，灵剑宗中心处，舞台。苏寒落在舞台上，神色显得很平静。此刻这个区域已经是围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高虎师兄要挑战苏寒，那个3品初级血脉的苏寒。没错。卧槽，这苏寒胆子也太大了吧，竟然接受了高虎师兄的挑战。高虎师兄可是德榜第29名啊。29名？想多了，前2天已经是达到了德榜26名了。26名？这苏寒死定了。现场不少人都是看向苏寒，眼眸丝毫不掩饰其中的讽刺之意。天剑锋，你就是让着高虎去对付苏寒？林愁看着凌云，眯起双眼出声道：是也不是。凌云淡淡笑道。林愁皱眉。凌云道：苏寒和高虎的恩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且高虎的弟弟前不久被杀，高虎推测是苏寒所为，我稍微推波助澜一下，这高虎立马答应了我的要求。林愁点头。高虎现在的实力是？凌云道：万象境8重巅峰。苏寒前不久才加入凌元峰的，不过是通脉境。林愁点了点头，神色显得从容，唇角挂着一抹森然笑意。舞台上，高虎道：这拳脚无眼，若是我一不小心杀了你，你可不要怪我啊。他满脸阴冷，浑身气势暴涌，他要在舞台上杀了这小畜生。苏寒笑道：理解理解，若是我不一小心杀了高虎师兄，师兄也要谅解一下。高虎面色一沉，这小子还想要杀他，简直是痴心妄想。你们准备好了吗？在一侧的一名长老主持着这场比赛。苏寒点头，好了，那就开始吧。老者淡淡的说道。高虎点头，刷。苏寒瞬间催动着封神步，鬼步连连，宛若残影一样消失原地。高虎瞳孔一缩，来不及抵挡，右手一抬，和苏寒的拳头轰隆隆的撞击了起来。低沉的碰撞声音响彻，高虎惨叫一声：混账，你不讲武德！他目光赤红，隐隐约约的带着屈辱之意。焚天掌，掌心似火焰一样开始喷涌了开来，对着高虎而来，携裹着强横的压迫感席卷。高虎满脸狰狞，目光隐隐约约的布满了血丝，厉声吼道：怒源拳！吼的一声，在他身后仿佛出现了一头巨大的怒猿，在疯狂咆哮着，手掌和苏寒的掌印碰撞在一起。他万象境8重巅峰境界竟然完全不是对手，这绝不可能！砰！噗！啊！惨叫声音响彻，高虎惊怒：你竟然达到万象境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苏寒的实力竟然达到万象境了。高虎牙关紧咬，眼中凶光迸射，他猛然纵身一跃，身形如离弦之箭般爆射而出，携着狂暴劲风再度与苏寒激烈交锋，拳影翻飞，气浪翻涌。八荒震天拳！苏寒眼眸一抹震怒，五指张拢，化作一拳朝着高虎而来。砰！巨大的力量瞬间激荡，高虎再度惨叫一声，鲜红血液溅洒一地，他脸色铁青，难看无比。这个小子怎么会这么强啊？他竟然不是对手。看着苏寒再度杀来，高虎忙慌的嘶吼道：我认！刷！苏寒眼眸一抹森然，想要认输可笑，再度催动八荒震天拳，黄暴的拳风激荡，狠狠地砸碎了高虎的脖颈，他目眦欲裂，狠狠地飞射了出去。
高虎脸色难看，艰难地抬起了脑袋，旋即眸子一睁，便彻底死去了。现场众人大惊失色，没有想到苏寒竟然杀了高虎。得榜26名的妖孽高虎这就被杀了，他们难以置信，死死地看着台上傲然的苏寒，眼神无比复杂，带着惊恐和畏惧。混账，你找死！这是简单的较量，你小子竟然残杀宗门弟子，该杀！裁判长老神色居然间大变，目光大怒地看着苏寒，浑身杀意澎湃，超脱境巅峰。苏寒脸色顿时一沉，眼眸闪烁着一抹猩红和寒意。眼前这裁判长老绝对和天剑锋或者百炼锋有关系。轰隆！只见伴随着一股狂暴的气势，对方一拳携裹着强横的力量朝着他而来。苏寒面对着来自裁判长老的攻击，神色异常阴沉。突然间，一道冰冷的声音响彻：“混账东西，我凌元峰弟子也是你能动的！”唰的一声，在苏寒面前出现了一名褐袍老者，冯正。他脸色布满了阴沉，寒意在眼眸交织，产生了极致的凌厉光芒。轰隆！自冯正身躯上的气势瞬间滚滚而出，强横的拳印直接激荡开来，直接和褐袍老者的攻击碰撞在一起，一股强横的余威疯狂地朝着周围席卷滚滚开来。对面的长老脸色难看，整个身躯朝着身后咚咚的几声倒退了2步，他的面色铁青无比，沙哑道：“冯正，你竟然拦我！”冯正和他的实力都是超脱境巅峰，但冯正的实力要比他更强一些，毕竟比他踏入这个境界更早一点。而他来自天剑锋，叫上峰。上峰阴沉无比。冯正冷声道：“遇到不公平的判决，我凌元峰自然是要站出来力挺峰内弟子。”上峰牙齿紧咬，满脸狰狞，怒不可遏地吼道：“他杀了高虎啊！来之前是高虎要和我较量的，上台之前高虎和我说了拳脚无眼，而我的实力要比高虎弱很多，我若是不出全力的话，败的可能就是我。当然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高虎原来这么弱，我一直以为他强的可怕。”苏寒淡淡的说道。“哼！”冯正冷道。苏寒说的话你老东西听到没有？高虎可是万象境8重境界的实力，而苏寒的实力要比他弱，自然是要竭尽全力了，不然倒霉的可就是自己了。而你老东西竟然想也没有想的就对我峰弟子出手，你这长老的位置是不想要了吧？苏寒刚拿了丹殿盛世第一，乃是我灵剑宗的功臣，而你竟然想要对宗门功臣出手，是想要死吗？此言一出，上峰的脸色愈发难看。远处天剑峰上，凌云脸色阴沉无比，满脸阴冷，身躯上有着强烈的杀意滚动着。灵球骨柳脸色都是难看。没有结束呢，还有。凌云自语道：“什么？丹殿盛世第一？就是前不久丹殿举办的盛世炼丹大赛，难道苏寒拿到了第1名的名次？这么说，苏寒已经是得到了冰心眼了，那可是一伙啊！原来苏寒这么强啊！”众人失声道，他们望着苏寒的眼神带着震惊之色。毕竟丹殿盛世的事情还没有传到灵剑宗。上峰脸色难看，甩了甩拳头，神色显得极其阴厉。苏寒低头将高虎的那戒搜刮了一下，他皱了皱眉：“什么鬼东西？那戒中也没有10万中品灵石啊，只有3万，贡献点也才2万5。”他有些不爽，剩下的贡献点谁给啊？苏寒相当不爽，他方才忘记了，早知道先让高虎将资源给他，这下子亏大了。上峰冷道：“人都死了，谁给？想得真美。这么说天剑锋的人要赖账了？”苏寒不爽道。上峰唇角勾出一抹冰冷的弧度：“赖账？我们也想给你啊，可是要给你的是高虎，你就算是问我们要也不可能给你的。”听到这里，苏寒顿时沉默了，将高虎那界的资源吸收干净了，同时将令牌上的贡献点一扫而光，准备离去。苏寒，你就这么想着离开？随后又是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苏寒一怔，顺着目光看去，不远处一道人影咬牙切齿：“于墨，百炼峰的于墨，怎么，你也要和我比？不敢吗？只要拿下你，就要给我们百炼峰一个古战场名额。”于墨阴沉着脸怒道。苏寒冷笑一声：“那你输了呢？10万贡献点，还有10万中品灵石。”于墨阴冷地说道。虽然高虎比他强，但苏寒可是和方才高虎交战了，就算是再强，身上的灵气应该已经是枯竭了。他满脸阴冷地看着苏寒，像是毒蝎一样。苏寒，打可以，但得先交钱，10万贡献点和10万中品灵石，不然想要我出力做你的春秋大梦。好，我给。于墨阴冷地说道，神色冷漠至极，满脸狰狞。他从怀中取出了一枚纳戒，
以及令牌上直接画出了10万贡献点。肉疼啊！这可是他方才借的。不过只要苏寒败给了他，他可就能够获得双倍奖励。看到那戒中的灵石以及令牌内多出的10万贡献点，现在他的令牌已经是多出了10万，32万5贡献点，爽歪歪！用不用休息一下？冯正沉声道。休息？苏寒已经是接下来了于墨的挑战，所以就不能休息。上峰冷冷地说道。就是，已经是接下我的挑战，就不能休息。开始吧。说完，于墨冷冷地说道。他自然是不可能让苏寒休息，高虎的实力和他相当，这苏寒要是休息的话，实力再度恢复到巅峰，自己极有可能就要下去陪高虎了。他双眼阴冷无比，如利剑。没事的，冯正长老，就算是我灵气枯竭了，照样可以拿捏天剑锋、百炼锋的万象镜。苏寒笑道。听到这话的冯正哈哈一笑。好，一个箭步直接离去，当然就立在不远处。只要上风翼或者是天剑锋和百炼锋对苏寒不利时，他会立刻出手。天剑锋、百炼锋众多弟子听到苏寒的话后，脸色显得极其难看。太嚣张了吧！林愁、古柳几人面目阴沉到了极点。混账东西，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于墨瞬间爆出，眼眸闪烁着一抹狰狞。健壮的苏寒狞笑一声，旋即催动着八荒震天拳，狂暴的拳印激荡着，仿佛虎虎生风一样，一瞬间交织而下。于墨催动着强大的力量，一拳爆出，砰！撞击声音响彻，于墨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在巨大的力量下，他倒退了10几步。苏寒催动着封神步，眼眸充斥着冰冷之意，一掌而出。焚天掌！不好！于墨心神大颤，再度出拳，砰的声音响彻开来，余威滚滚，掀起了惊人的风暴。怎么会这么强？老子不信邪了！于墨眼眸圆睁，无比惊人的杀意激荡着，像是生出了2轮烈日一样。苏寒才来内门没有多久，怎么可能这么强？五官显得无比狰狞，眼眸闪烁着惊人的杀意，怒吼道：苏寒，我现在就宰了你！九阳王拳！轰！九阳王拳霸道无比，而且还是天阶初级武技，恐怖的拳印顺着空间笔直地朝着苏寒而去。这一招，于墨相信苏寒就算是不死也要惨。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冰冷。八荒震天拳！唰！恐怖的声音响彻，苏寒体内的气势疯狂地交织，形成的强横力量像是临海一样掀起，和九阳王拳碰撞在一起，狂暴的拳风如潮水般滚滚而至。啊！不！本就信誓旦旦的于墨忽然间瞳孔收缩，他的一只拳头瞬间崩碎，化作了血雾。苏寒一手而至，掌印狠狠地落在了于墨的胸腔上，再度催动焚天掌，砰！噗！于墨满脸惊恐，心脏炸裂，他满脸不甘地倒在了地面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惨死。现场众人目睹这一幕，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惊呼声此起彼伏。太强了！苏寒进入内门才多久，竟已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先是斩杀高虎师兄，如今又击败于墨师兄，他究竟达到了何等境界？上峰大怒：苏寒，你实在是放肆！你竟然当着老夫的面又杀了于墨！他的脸色显得极其难看，双眼赤红如血，冰冷的眼眸闪烁着极其疯狂的恨意，恨不得现在就将苏寒碎尸万段。苏寒皱起眉头：长老，方才你没有听到吗？于墨要说杀了我，我心中怕怕的，所以出手力气大了点，只是没有想到于墨师兄和高虎师兄一样脆弱，直接被我杀了。这不怪我吧？大家应该都听到了，于墨师兄说杀我的。上峰脸色愈发难看，眼眸满是恶毒，一个是天剑锋的万象镜8重境界，现在又陨落了一名百炼锋的万象镜8重境界，损失惨重啊！天剑锋上，一群人脸色显得极其难看，紧咬着牙关，面目狰狞，有一种他们抢着送人头、送资源给苏寒，而苏寒杀了他们的人，他们又没有办法找麻烦。本身出手的2个人实力都是在万象镜8重境界，而苏寒实力又比他们低，所以就算是杀了对方，他们也没有办法找苏寒麻烦。可恶，这家伙的实力竟然在万象镜6重境界，这才几天时间，竟然变得这么强。凌云眼眸阴厉至极，面目狰狞，今天可谓是丢人丢到家了。天剑锋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耻辱，实在是可恶。虽然苏寒在他眼中犹如蝼蚁一样，但他要是挑战苏寒的话，必将成为笑话。当然，苏寒也不可能接受的。林愁几人磨牙凿齿，没有想到凌云峰竟然进入了这么一个妖孽，甚至此刻林愁、古柳都想要亲自拍死高虎和于墨，这样的妖孽，他们2人竟然不争夺过来，送给了凌元峰。即便对方的血脉不入眼，但是外门大比第一的名头那可是很响亮的。一个3品初级血脉拿到外门大比第一，
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总算是打完了。苏寒笑道，准备离去。唰！忽然间，一道人影瞬间出现在场中。舞台上，一袭白色劲装衣袍的青年，双眼冷若无比，散发着电弧，肌肤上更是有着宝光爆发。他就静静地立在原地，神色淡漠无比，其中的眼眸闪烁着异常寒光。北陵，万象境9重巅峰，我来和你一战。北陵气势如虹，恢宏的气势滚滚。是北陵师兄啊，得榜第15名的超级妖孽高手，而且还是萧盟的人。所有人惊恐无比。只见北陵手中一柄银白色的剑握在手中，伴随着他的气息，剑芒也是不断吞吐着。剑修，苏寒一眯，你要和我一战，准备好什么了？他笑呵呵地说道。10万贡献点和10万中品灵石。北陵冷冷地说道。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嘲讽之意。你们真当我傻啊？万象境8重境界对我出手，是这个价？你的实力要比他们2人都要强，还是这个价？我可没有时间陪你们玩，要打可以，我要涨价。北陵眯起双眼，眼眸闪烁着一抹阴鸷，冷道：那你说多少？他心中怒火在喷涌着，强烈的杀意席卷全场。此子杀了他们那么人，还这么嚣张，简直是该死。苏寒唇角挂着一抹森然弧度。上涨5万，贡献点和中品灵石都上涨5万。北陵眼眸泛着一道血色。现场众人见到这种赌局后，都是轩然大波了起来，而且同样也要在打之前先给贡献点和灵石。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冷意道：有了第一次教训之后，他必须要让这些家伙先交钱。好。北陵脸色微沉，眼眸闪烁着一抹怒火，咬牙切齿。他走到苏寒面前，将令牌中的15万贡献点以及那届的15万中品灵石给了苏寒。苏寒满脸兴奋和惊喜，他第一次有一种暴发户的感觉，这次赚大了，有这些资源，不想要突破超脱境都是不可能的了。那就开始吧。北陵眼眸闪烁着一抹森然，也没有多余的废话，脚掌狠狠的一按，瞬间出手，手中的银色长剑飙射而出，损失15万贡献点和中品灵石。那已经不是肉疼了，而是要发疯了。他必须要赢，而且他已经准备好杀了苏寒的准备。这样的家伙若是继续留下来，对于天剑锋那就是一个祸害，绝不允许留下。剑出长龙，枪！剑鸣声音响彻，恐怖的剑气汹涌而至。苏寒脸色顿时一变，旋即唇角挂着一抹凝然弧度，从混沌鼎内取出是渊剑。枪！随着一道惊人的剑鸣声音响起，二人的剑气瞬间交织在一起，掀起了巨大的剑气风暴。苏寒倒退2步，旋即嘴角挂着一抹森然的笑容，倒是有点意思。哼，小子得罪我是你很不明智的选择。北陵凝声道，他眼眸闪烁着疯狂之意，恨不得将苏寒碎尸万段。苏寒眼眸微微眯起，握着是渊剑，猛地抽剑。藏天剑诀第3式，虚空剑斩。这一刻，苏寒挥出的剑霸道无比，一剑卷动着空气，扫荡着空间，狠狠地震颤而出。北陵脸色骤然间一变，随后瞳孔收缩，充满了一丝惊怒之意。这小子施展的剑技怎么这么强？剑和苏寒的剑撞击在一起，砰！金属碰撞的声音响彻，余威震动滚滚。北陵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感受到巨大的余威席卷而来，他直接连连倒退10几步。苏寒直接1步踏出，瞬间消失，再度催动虚空剑斩。枪！剑气咆哮，可恶！怎么可能？你这家伙的剑技为什么能够破掉我的剑技？北陵脸色显得极其难看，声音都是充满了愤怒和屈辱。他方才施展的可是天剑锋的地阶高级剑技，竟然被苏寒的剑技给直接挡下了。天剑锋的众人脸色都是变得极其震惊。林愁眯起双眼，这小子施展的剑技是什么剑技？为什么灵剑宗中没有见过？凌云脸色一变，这小子身上一定是藏有什么逆天的秘密。他眼眸闪烁着嫉妒之意。苏寒施展的剑技很强很强，这样的剑技应该归天剑锋所有。看这情况，北陵也不是这小子的对手。古柳沉声道。凌云冷笑道，我已经是做好了万全准备，那小子必须死。林愁和古柳目光皆是看向凌云，不知道凌云还有什么法子。场中，北陵眼眸森然无比，继续持着银剑出手，剑气爆发，恐怖至极，浑厚的压迫席卷，仿佛像是贯穿天地间一样。然而苏寒却冷笑一声，流光掠影，枪！密密麻麻的剑气一道道的滚动而去。北陵脸色骤然一变，眸子闪烁着狰狞之意。他的剑直接一挥，抵挡着苏寒的攻击，但还是迟了1步，一道道剑气撞击着北陵的身躯，使得北陵痛苦惨叫了一声，直接倒飞了出去。苏寒继续，无数道剑气喷涌而去，
北陵不断抵挡，陷入了死战。他的脸色愈发难看，躯体狂颤，眼眸深处更是带着极度愤怒的恨意，不断喋血倒退，虎口崩裂，耻辱莫名，眼眸深处更是溢出了一抹猩红之色。我的天哪，苏寒也太强了吧，连北陵都不是对手啊，这怎么会这么强？围观的众多弟子脸色变得极其震惊，震惊苏寒的实力。5月儿狂喜，上峰脸色极其阴沉，这小杂碎怎么会这么强啊？苏寒眯起双眼，闪烁着一抹戏谑之意。这就完了？你听到苏寒的嘲讽，北陵似乎都要发疯了，耻辱莫名，眼眸闪烁着一抹决绝。这是你逼我的，苏寒，我不可能输的，我一定会赢的。北陵咬牙切齿，眼眸翻涌着强烈的怒火，体内的剑气疯狂汹涌而出，就像是一头发狂的怒虎一样。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北陵从怀中取出一枚丹药，赤色，散发着惊人的气息。北陵看着苏寒，随后张嘴就将丹药吞服口中了。北陵感受到强大的痛楚从体内涌现，五脏六腑好像是被一股巨力给硬生生扯裂一样，鲜血从北陵口中吐出，满脸狰狞，眼眸愈发的森然和痛苦。苏寒眉头皱起，吃。在此时，苏寒注意到北陵肌肤上好像是出现了一道道血色的波动，尤其是他的气息竟然突破了万象境，达到了超脱境。这是……众人惊呼。冯正的脸色一下子巨变，这是燃血丹，比爆炎丹还要强，燃烧修士的血脉，是一种禁忌丹药，一旦服用丹药后，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5月儿神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起来。这场比试必须结束，北陵服用禁丹对苏寒不公平。众人听到冯正和5月儿的话后，脸色都是狠狠的一变，纷纷的看向舞台上的北陵。他们怎么也没有北陵师兄竟然服用禁忌丹药。上峰眼眸泛着一抹惊讶之色，不过这惊讶之色很快就消失不见，他不咸不淡地说道：这是较量，不管出什么手段，都是参赛者的一种底牌，所以比赛继续。听到这话的上峰，5月儿脸色顿时冰冷到了极点，这已经是要准备要苏寒的命了，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是针对苏寒的阴谋？冯正同样是阴沉到了极点，他没有想到这个北陵竟然为了杀苏寒，服用了这等燃烧体内根基的丹药。苏寒，我要让你死！北陵眼眸血色的红光闪烁着，就像是一头仿佛濒临死亡再度崛起的妖兽一样，看着苏寒满是杀意，握着手中的银剑再度爆射而出。苏寒眯起双眼，枪！远处的剑气波动极其可怕，一瞬而至。苏寒握着噬渊剑，随着剑气杀来，他直接上台，发出了一道当啷的声音响起。他随后倒退了2、3步才停下来。唰！突然间，北陵猛地出现在苏寒面前。焚天掌！苏寒右手猛然抬起，裹挟着凌厉劲风，狠狠砸向北陵。北陵神色依旧淡然自若，仿佛不为所动。然而那掌印结结实实落在他胸前，顿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哼响。他身躯微震，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血雾中夹杂着碎裂的脏器，触目惊心，但丝毫没有停歇，一剑飞速地朝着苏寒眉心而至。哼！苏寒冷哼一声，神色显得极其不屑。就算是你服用再多的丹药，想要击败我，做梦！冰冷的声音响起。苏寒握剑一抖，枪！虚空剑斩。虽然北陵现在的实力达到了超脱境，但也只是一重境界，想要真正做到碾压，还不够资格。强大的剑气直接爆发，而在这一刻，苏寒的眼眸闪烁着冰冷之意，体内的剑气瞬间爆发，直接化作了恐怖的事。剑势横扫，噗！啊！北陵凄厉惨叫了一声，大口的血水喷溅，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他的眼瞳充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为什么？嘶哑的声音响彻，趁你病要你命！唰！苏寒眼眸一抹狰狞，猛然间爆射而出，一剑快如闪电般直接穿透北陵眉心，鲜血炸裂，即便是脑袋都化作了血雾。现场众人大惊失色。卧槽！苏寒竟然击杀了服用燃血丹的北陵师兄，那可是超脱境一重境界。苏寒方才好像是领悟了剑士，所以才战胜了北陵师兄。苏寒简直是强得可怕啊！一个个人看向苏寒的眼神都是充满了震惊和骇然之意。天剑峰上，凌云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随后怒吼道：混账！这个畜生竟然领悟了剑士，可恶，实在是可恶啊！他眼眸赤红，直接破防了。凌云本来已经计划好了，让高虎、于墨他们先消耗苏寒，最后北陵再出手。而那禁忌丹药燃血丹也是他交给了北陵，而燃血丹也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动用的。最后虽然为了苏寒动用了燃血丹，但没有想到苏寒竟然还是击败了北陵，更是领悟了剑士。剑气之上就是剑士境界，可恶，实在可恶！
凌云咬牙切齿，低吼如雷，双目赤红似血，仿佛要喷出火来，眉宇间翻涌着难以遏制的怒意与不甘。凌云师兄，一名天剑峰弟子沉声开口，声音低哑：“我们难道不能安排一位超脱境的师兄弟出手对付苏寒吗？”凌云脸色骤然阴沉，嘴角抽搐，眼中怒焰更盛。他死死攥紧拳头，指节发白，一字一顿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那苏寒岂是蠢人？他定然不会答应让超脱境者参战。”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可怕。即便他阴郁，凌元峰那边也绝不会点头。一旦强行为之，非但无功，反而会让天剑峰沦为众人口中的笑柄，彻头彻尾的笑话。天剑峰弟子脸色愈发难看，浑身颤抖。操！林愁满脸狰狞，眼眸赤红如血，气得浑身气势爆发。他真的恨不得一个瞬息前往苏寒面前，将他名额抢夺而来。同样，他更是恼怒，这高虎他们去外门大比选人，这样的妖孽他不选。古柳脸色也是难看。二人随后不准备继续看了，旋即一甩袖袍而去。凌云愤怒，为什么？这个混蛋竟然能够领悟剑士！他满脸阴沉，他自然早就领悟了剑士，而且还是圆满境界的剑士，已经是见到妖孽了。但是苏寒却在最后关头领悟了剑士，救了他。于他来说，那就是耻辱。他已经是完全将苏寒记恨上了，而且因为苏寒，他们这边更是损失了不少贡献点。那些贡献点可都是凌云峰亦或者是百炼峰预支给他们的，没有想到都成了苏寒的，心痛啊！舞台，苏寒唇角挂着一抹灿烂的笑容，暗中运转着神魔霸体诀，将场上几人的血脉精血吞噬干净。人都死了，这那界应该也用不到了吧？那就归我了。他淡淡笑道，说完直接将北陵那界收下。长老，我可以离开了吧？苏寒笑眯眯地看着上风，上风苍老的脸上变得极其扭曲，眼眸闪烁着恨意和屈辱。他想要说不行，但还是点了点头。冯正以及凌元峰不少长老都是在暗中看着呢。他若是对苏寒动手，就算是峰主都护不住他。苏寒笑呵呵地来到了舞台下，看着五月儿道：“月儿师姐，我们回峰。”五月儿俏脸浮现出一张笑颜，道：“好。”冯正看着一幕，哈哈一笑，直接离开，只留下天剑峰、百炼峰一群长老，他们脸色犹如吃屎一样，非常的憋屈。以前都是打压凌元峰，现在凌元峰竟然来了一个狠人。我们以后找凌元峰弟子麻烦，还是想想有这个狠人在。不少人现在对苏寒已经是产生了恐惧，连杀3名内门弟子，而且还是万象境中的佼佼者，已经是逆天了，好吧？回到凌元峰上后，五月儿沉声道：“高虎他们要和你交手，这都是天剑峰和百炼峰他们想到的阴谋，就是想要在舞台上将你重伤，甚至杀害，这样你手中的古战场名额就会名正言顺的到他们手中。”苏寒点头笑道：“师姐不说，我也猜测到会是他们，不过倒也谢谢他们，若不是他们的话，我的贡献点已经是达到了50万，现在完全可以去资源大殿兑换战甲犀牛精血，还有地乳灵液，当然对于的贡献点可以兑换一些其他的资源。”他眼眸闪烁着金光，倒也是。五月儿道。苏寒告别了五月儿，直接离去，前往了资源大殿去一趟。五月儿摇了摇头。冯正此时出现在五月儿身边。冯正长老。五月儿愣了一下，冯正眼眸眯起，闪烁着一抹凝重。苏寒从丹殿盛世那边拿到了第一，后面又在这几场比试中已经让了天剑峰、百炼峰注意到了他，恐怕后面会对他不利。五月儿闻言，俏脸也是罕见的凝重了起来。天剑峰和百炼峰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很清楚。今天更是在宗主大殿向宗主索要3个古战场名额。五月儿脸色微沉，有我父亲在，纵使天剑峰与百炼峰机关算尽，也别想轻易得逞。冯正默然片刻，目光遥望殿外翻涌的云海，低声道：“但愿如此。”一刻钟，资源大殿，苏寒现身。此刻依旧是云老。云老一袭白色衣袍罩体，当看到苏寒的时候，老者眼眸一亮：“是你小子啊，见过云老。”苏寒看着云老笑道。资源大殿不少弟子都是极其好奇，究竟是谁能够让不苟言笑的云老露出这样的表情。他们来兑换资源的时候，云老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怎么会这样？那小子是谁？好啊，前不久参加丹殿炼丹大赛拿了第一，可是给我们灵剑宗长脸啊，更是挫了凌霄殿的锐气。好啊好啊，云老笑呵呵地说道。丹殿炼丹大赛第一。轰！众人神色巨变，眼眸狠狠地一颤，看向苏寒。那件事情他们是知道的，丹殿举办的盛世，他就是苏寒，拿了丹殿盛世第一，获得了丹殿的冰心岩。当得知苏寒是什么身份的时候，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云老会对苏寒那么好。
人家可是灵剑宗的妖孽啊，而且还能够拿到炼丹大赛第一，这何等的逆天啊！甚至徐家徐超、林家的林岩以及凌霄殿的邓嫣然齐齐的参加比赛，都败给了苏寒。苏寒笑道：“都是积曹云老，为灵剑宗长脸，那都是弟子该做的。”好啊！云老更是哈哈大笑：“小子，今天你需要什么？”苏寒眼眸一亮：“云老，我需要的乳灵液，还有战甲犀牛的精血。当然，云老您还有什么推荐？我准备了50万贡献点，再给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资源。”众人闻言为之变色，50万贡献点，这等数目堪称骇人听闻。云老听到苏寒准备了50万贡献点，素来平静的脸庞也是逐渐浮现出一抹错愕来。你怎么有这么多贡献点啊？他出声道。毕竟苏寒和天剑峰、百炼峰弟子较量的事情还没有传过来，所以很好奇。做任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巨额的贡献点吧？苏寒笑道。是天剑峰和百炼峰的师兄送我的。天剑峰、百炼峰弟子送的。不只是云老震惊，哪怕是周围的不少弟子神色都是显得无比震惊。他们可是很清楚的，灵剑宗麾下3个大峰彼此间交锋不断，为什么天剑峰和百炼峰会给苏寒贡献点呢？这有些不符合常理啊！我方才看到了，那哪里是天剑峰和百炼峰给苏寒贡献点啊？分明是苏寒杀了那2峰3位万象境妖孽获得的。此时有人来到了资源大殿，听到苏寒的话后顿时一变，旋即出声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人好奇地看着来者，苏寒杀了3名万象境妖孽，但苏寒现在还活着，那2峰怎么可能放过苏寒啊？他们瞬间变得八卦了起来。是这样的，这来者很快将方才外面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现场。云老听后脸色也是缓缓的变色，他们纷纷地看着苏寒，眼眸闪烁着震惊之色。高虎、于墨、北林先后被苏寒斩杀，而最后北林师兄更是服用燃血丹，提升到了超脱境1重境界，但还是被苏寒所击杀。好强的实力啊！而且大家都很清楚，苏寒从来到内门没有多长时间，其实力已经达到万象境了，而且还是剑修，可怕。云老笑呵呵地说道：“原来是这样啊！”他心中了然，那2峰想要苏寒手中的古战场名额，但计划都失败了。他看着苏寒的眼神带着欣赏，灵剑宗有这样的妖孽诞生，自然是很让人惊喜的。好，你要战甲犀牛精血以及的乳灵液是吧？是的，云老。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修炼资源？苏寒询问道。多余的30万贡献点，自然也得购买一些东西。云老思索了一下，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东西，笑道：“我这边倒是有个好东西。”什么？苏寒眼眸一亮。蛟龙骨。云老道。蛟龙骨。苏寒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不错，这蛟龙骨是一头蛟龙的骸骨，虽然是幼年期的蛟龙，但其本身骸骨中蕴含着极其澎湃的力量。我想你应该需要这等资源。云老道。苏寒闻言，眼眸有些凝重。云老，这蛟龙骨需要多少贡献点？蛟龙乃凶威赫赫的妖兽，实力通天，其陨落后所留骨骸自是蕴含磅礴精气与稀世价值，堪称至宝。而今此物竟仍存于资源大殿之中，未被取走，显然非同寻常，要么来历非凡，要么价格惊人，绝非寻常弟子所能问津。云老沉默了一下，45万贡献点。苏寒，怪不得这蛟龙骨还留在资源大殿，这等巨额贡献点根本不是一个寻常弟子可以购买的，而且他已经是花了20万贡献点，还剩下30万贡献点，这么算下来他还少15万贡献点，根本买不起啊！他苦笑了一声。云老，不是我不想买，实在是买不起啊。哼，老夫既然开了口，自然不会真要你出那般天价。况且你为凌霄宗立下大功，夺下丹殿盛世魁首，狠狠压了凌霄殿一头，扬我宗门威风，单凭这一桩功劳，给你些优待也是理所应当。30万贡献点便够了。云老笑意盈盈，目光温和地望着苏寒。苏寒神色骤然间一变，旋即变得狂喜了起来，随后道：“多谢云老。”云老微微一笑，转身就前往身后的储藏室去取了。不一会，一枚那戒出现。苏寒收了那戒，也没有检查，和云老道谢之后就离开了。他现在得赶紧回到宿舍中修炼再说。1刻钟，宿舍混沌鼎。回到宿舍后，苏寒将云老给他的那戒取了出来。苏寒眼眸一亮，他发现在那戒内除了的乳灵液、战甲犀牛精血、蛟龙骨外，竟然还多了一件东西，是一个赤金色的果子。他眼眸微微眯起，这是中品最为顶尖的灵果——金元果，其价值很可怕。果实内蕴含着恐怖能量，服用之后能够扩大五脉、淬炼血脉、凝练肌肤。这金元果的价值恐怕最少都得需要5万贡献点。苏寒苦笑了一下，内心一股暖流缓缓流淌。这自然是云老照顾他给他的，他将这份恩情记下来，
开始修炼吧，冲刺一下超脱境。苏寒再将高虎他们送来的那界资源祭出，还有数十万中品灵石，他已经是遏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了，直接催动着神魔霸体诀。轰隆，巨大的吞噬力蚕食着眼前种种灵石，恐怖的场域逐渐架构。苏寒肉身开始长动，冰冷的眼神闪烁着惊人的光束。1天2天3天，万象境7重，万象境8重，万象境9重。苏寒一举踏入了万象境9重境界。灵石资源结束之后，苏寒便准备炼化蛟龙骨这些资源。他看着蛟龙骨，眼眸深处有些金光，笑容无比浓郁。虽然蛟龙骨只是一具骸骨，但是在他魂力感受之下，蛟龙骨内蕴含着磅礴的力量，还有不少本源精血呢。的乳灵液、金元果、战甲犀牛精血都有着恐怖的能量溢出。苏寒也没有浪费时间，准备继续催动神魔霸体诀。此刻霸体诀展现出极其强大的吞噬力，将眼前的种种资源吞噬得干干净净，像是蛟龙骨以及战甲犀牛精血融入体内，就像是一股股强大的力量撕裂他的血肉一样。苏寒面色微沉，肌肉不断蠕动，蛟龙骨以及犀牛精血融入肉身之中，的乳灵液和金元果所蕴含着的力量直接爆发。苏寒感受到磅礴霸道的力量在体内游动着。又是1天时间过去，苏寒面色微沉，直接意念爆发，超脱境1重。呼！苏寒呼出一口浊气。虽然现在他只是达到超脱境1重境界，但是方才炼化了蛟龙骨和战甲犀牛精血，导致他的肉身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幅度蜕变，肉身更是可怕，足以堪比超脱境9重巅峰境界的修士。达到这个境界后，该去做点什么了吧？苏寒眼眸眯起，寒光陡然间激荡。灵剑宗外门，大长老府邸。苏寒，若不杀你，难消我心中蚀骨之痛。高琼双目赤红，血泪如泉涌般自眼角迸裂，嘶声咆哮，声浪震得四周空气都在颤抖。轰！话音未落，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自他体内轰然爆发，如怒海狂涛，直冲云霄。刹那间，他的修为攀升至万象境8重巅峰，威压如山清河蟹，席卷四野。高虎要挑战苏寒的事情，他自然是清楚的，但是他相信高虎能够轻而易举诛杀苏寒，还能在天剑峰继续得到眷顾。可是没有想到，很快得来的消息就是苏寒强势诛杀了高虎，而且还达到了万象境苏寒。这令得高琼对苏寒又惊又怒，他没有想到那个没有身份背景的小子实力竟然这么可怕了。对方更是在前不久在丹殿盛世中拿下了炼丹比赛的第1名，能够炼制丹药，碾压无数丹道天骄，还拿下了4个古战场名额，怎么会这么妖孽？但他就算是知道苏寒妖孽，也得杀了这个混蛋。若不是他的2个孙子怎么会死？这笔账必须讨要。这丹药是……高琼愤怒之下，双眼赤红，转身看着在他身边坐着的一个黑衣青年。这丹药是4品初级丹药血魔丹。听到黑衣青年的话后，高琼双瞳一凝。禁忌丹药。高琼很清楚，血魔丹那是一种相当恐怖的禁忌丹药，服用之后可以让身躯在短时间内提升2个境界，但是服用后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极大的，足以让他根基尽毁。黑衣青年淡淡的说道：想要杀了苏寒，你只有服用这丹药，当然你若是靠着自己的实力杀掉苏寒，那也是大喜事一件，你说是吧？闻言的高琼脸色愈发阴沉，他很清楚，以他和苏寒的恩怨，绝对不可能善了的，毕竟是不死不休。干了！高琼满脸狰狞，将丹药收了起来。虽然他有信心杀了苏寒，但是苏寒可是连踏入超脱境的北陵那等级别的妖孽都能够诛杀，他现在虽然破了一个境界，但还是差很多。若是他没有杀掉苏寒，这丹药绝对可以绝地反击。老夫知道了，我一定会杀了那小杂碎。那就好。黑衣青年笑道，准备起身离开，可猛地眼眸一缩，在门外一名少年缓缓地走来。苏寒。黑衣青年脸色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苏寒竟然出现在这里。苏寒。听到黑衣青年的话后，高琼的双眼居然间看向不远处，赫然是看到了一袭白衣的苏寒杂碎。你竟然来了老夫的地盘。苏寒闻言冷笑道，恰巧遇到，为了怕打搅到你们的计划，我特意在外面驻足了一段时间，怎么样，贴心吧？他森然地看着高琼和黑衣青年，混账东西，小子既然遇到了你，今日本少就将你碎尸万段。黑衣青年冷声道。轰！气势绽放，超脱境1重境界。去死吧！他叫做崔江，乃是凌云的跟随者，今天是凌云安排他来这里的。既然在这里遇到苏寒，那么他就解决苏寒，可以回去领赏了。
崔江神色显得无比疯狂霸道。呵呵，就凭你。苏寒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之意，面对着崔江的威胁丝毫不在意。感受到苏寒的冷淡后，崔江眼眸浮现出一抹狰狞。混账东西，还敢这么猖狂！唰，蹦天拳，愤怒的声音响起，崔江一拳轰出，恐怖的拳印携裹着强横的力量，更是涌动着极其骇人灵力涌动着。苏寒见状，眼眸冰冷蚀骨，焚天掌滚动着一股更为磅礴的力量，拳掌碰撞，灵气对轰，直接如同潮水般向着附近滚滚延伸而来。扑哧一声，崔江脸色大变，鲜血喷溅，整个人狠狠地砸落在地面上，神色变得极其惊骇。怎么回事？我可是超脱境的实力啊！他眼眸闪烁着一抹疯狂之色。高琼脸上肌肉不断的蠕动，眼眸充满了一抹厉色。这小子的实力竟然这么强了，怪不得崔江会给他一枚血魔丹。我似乎没有招惹到你们吧？苏寒淡淡的走向崔江，目光冰冷嗜血，森然的说道。崔江脸庞扭曲了起来，阴冷的看着苏寒。你拿了4个古战场名额，按理说应该给我们天剑锋2个名额，你既然拒绝，你这已经是和我们天剑锋结下梁子了，未来你在灵剑宗绝对不会好过的。阴冷声音响起，苏寒眼眸眯起，古战场名额，果然是为了这个。呵呵，这个时候还威胁他。他瞬间走向崔江，后者眼眸一颤，旋即失声道：你要做什么？苏寒冷笑道，一掌轰出，噗！崔江瞳孔收缩，脑袋瞬间被苏寒直接轰碎了，鲜血如注。他做梦都没有想过，来这里安排高琼任务，竟然会死在这里。高琼神色骤然间大变，旋即双眼布满了血丝，色厉内荏的吼道：混账东西，你竟然杀了崔江！他可是内门弟子，还是天剑锋的妖孽啊！见到苏寒诛杀了崔江，高琼浑身紧绷。苏寒淡淡的看着高琼，都要密谋杀我了，你认为我还要留他不成？当然，接下来就是你了，高琼长老。上次安排外门3长老来杀我，这笔账该要还了吧？畜生，你敢对我出手？灵剑宗要是知道的话，你必死无疑，弟子无权对长老下杀手。高琼眼眸都要崩碎了一样，赤红无比。苏寒冷道：这你就不要管了，虽然有些麻烦，但人家都要杀自己了，还留着做什么？给自己添堵不成？唰的一声，他瞬间飙射而出，封神步。高琼瞳孔缩成了针尖状，一拳轰出，试图抵挡下来自苏寒的攻击，但下一刹，屈辱的惨嚎声音响彻。他满脸难看，剧烈的痛苦让他五官都是变得极其狰狞，失声道：超脱境，你竟然达到了超脱境！高琼显然没有想到苏寒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达到超脱境，这是3品初级血脉。高琼浑身剧烈颤抖，眼眸猩红如血，厉声道：可恶，你想要杀老夫，那断然是不可能的。知道苏寒不可能放过他，他满脸决绝，直接服血魔丹，眼眸一瞬间猩红了起来。轰隆，伴随着恐怖的声音响彻开来，高琼的气势瞬间暴涨了开来。原本的万象境8重境界，很快达到了万象境9重，其恐怖血魔丹的药效无比霸道，恐怖的力量贯穿4肢百骸。高琼发出了一道低吼声音，很快他便是迈入了超脱境1重巅峰境界。可恶！高琼睚眦欲裂地看着苏寒，早知道如此的话，当日他就亲自去杀了苏寒的，哪怕是不择手段，也不可能留下这样的祸害。奇耻大辱啊！苏寒淡淡地看着高琼，神色淡然自若。对方服用了那血魔丹，现在的实力已经是达到了超脱境，而且这股气息中夹裹着暴力之意。但即便是高琼再如何强大，在他眼中就像是蝼蚁一样。去死吧！杀老夫2个孙子，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冰冷的声音响起，高琼眼眸闪烁着一抹寒意，一步迈出，朝着苏寒而去。他身躯上的灵气肆虐无比，恐怖至极。血魂手，赤天阶初级武技，斩！握着是渊剑的苏寒拔剑一出，一道极度恐怖的剑气瞬间爆出，席卷着恐怖的剑势肆虐着。撞击声音响彻，强大的劲风呼啸，令得高琼瞳孔收缩，他的掌印攻势被崩碎，令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音，倒飞了好几步才停下来。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强？高琼满脸怨毒地看着苏寒，声音沙哑。他无法相信苏寒的实力竟然恐怖到这个地步了。他服用了血魔丹，大幅度提升了体内的机能，就算是面对着一些寻常超脱境，都能够将其诛杀。而眼前这个苏寒怎么杀不了？该我了吧，大长老。苏寒笑道。你！高琼目眦欲裂，鲜红的血液从嘴角溢出，他五官都在扭曲中，体内5脏6腑都在承受着极大的迫害。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死去。他要为小风、小虎报仇啊！
高琼吼道。这一刻，他将体内的气势爆发了开来，燃烧生命力量。超脱境二重苏寒眯起双眼，唇角挂着一抹冷笑，还真是想要死了也要拉个垫背啊！不过就凭你。苏寒无视，烽火杀印。高琼眼眸血泪浮现，双手一合，轰隆隆作响，恐怖肆虐的火焰在虚空上逐渐凝聚，似乎高燃了起来，还携裹着强横的力量疯狂激荡。苏寒眯起双眼，燃烧生命之力，催动的秘术，去死！怒吼声音响起，高琼吼道，一个箭步跨来，空间堪堪碎裂了起来，双眼猩红，一巴掌打出，那裹着的火焰的巨大战印杀至。他不相信这一招苏寒还不死。哼！苏寒冷哼一声，抽剑一挥，剑势爆出，抖动的剑气密密麻麻，铺天盖地，肆虐而来，直接吞噬着来自高琼的烽火杀印。不可能！噗！啊！痛苦的哀嚎声音响彻，高琼身躯上密密麻麻的剑痕浮现，看上去极其凄惨。他满脸惊恐，愤怒地看着苏寒，失声沙哑道：“你会真强？这绝对不可能是3品初级血脉，不可能！”高琼愤怒吼道，眼眸带着深深的绝望。啊！他猛地浑身骤然间一颤，身躯恐怖的气势如同潮水般扩散，五官扭曲，眼眸充满了血色，血魔丹的反噬上来了，让得高琼生不如死。不甘心，老夫不甘心啊！高琼怒吼：“去死吧！下去见你的2个孙子吧，他们似乎很想要你。”苏寒看着高琼，眼眸闪烁着一抹轻蔑之意，狞笑一声，右手一抬，恐怖的剑鸣声音响彻，剑势激荡滚滚。噗！一颗硕大的脑袋直接飞射了出去，鲜血如注，惨死当场。高琼双眼满是血红，还有着不甘，不甘心自己就这么被杀了。苏寒冷笑地看着高琼的尸体，旋即将他和崔江的那戒收走，在这府邸内扫光了一些资源后，他便祭出冰心岩，将2人的尸体烧干净后便离开了。至于外门大长老，就算是被杀了，影响也不大，外门大长老实力毕竟只有万象境，在宗门内一堆真传弟子都可以做外门大长老了。很快离去，没有任何发现。而此刻苏寒并没有着急回到内门，利用着封神步再度消失原地。不行，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苏寒连高虎师兄都能够杀掉，而且还杀了北林师兄，对方实力已经是达到了超脱境一重啊！苏寒竟然都能够将其杀掉，我们留在灵剑宗已经不安全了。一间宿舍，一道声音惊呼道，说话的则是严鹤。这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如何针对苏寒，可是这混蛋没有想到这么妖孽。刚不久前炼丹比赛碾压徐超那些种子级别的丹药妖孽，然后后面又在站台上镇杀了高虎一众，如此妖孽，若是找他们麻烦，那就糟了。少主严明脸色阴沉，必须快点通知家族，务必要解决这小子。他咬牙切齿走。严明有了决断，和严鹤离开了宿舍，准备先回严家避避风，毕竟现在的苏寒实力可是强的可怕。2位这是要去哪啊？突然间一道森然声音响起，严明、严鹤2人瞳孔一缩，忽然间发现苏寒在他们身后，他们2人脸色骤然间难看，刚要失声吼叫，苏寒一剑封喉，噗噗，2人瞳孔收缩，满脸不甘，绝望倒地。苏寒盯着2人尸体，阴冷一笑：“严家派人杀我的事情，不会以为我忘记了吧？若是再找我麻烦，我也不介意灭了严家。”神魔霸体诀将2人精血吞噬，收起2人那戒，冰心岩直接焚烧2人的尸体，随后苏寒转身就离去。第2天，武月儿找来了。苏寒，月儿师姐有事？难道他杀外门大长老的事情暴露了？不应该啊，明天就是前往古战场的日子了，有些事情要和你说一下。这次前往古战场的有我，还有青瑶，以及我们凌渊峰的一名师兄，是一名超脱境5重境界的师兄，但每个名额还可以带着2个人进入，所以这次凌渊峰一共有着12个人前往，这其他8个人你要不要选啊？苏寒微微一笑，这些事情你们拿主意就行。凌渊峰虽然弱，但依旧是有着超脱境弟子在，不过凌渊峰超脱境弟子数量不如其他2峰，数量都不成正比。还有，古战场之内很危险，虽然只有30个人进入古战场，但古战场内蕴含着不少危险呢，还有强者魂魄游动，曾经就有人踏入古战场中遭受了强者魂魄夺舍。武月儿眼眸闪烁着一抹凝重地说道。苏寒点头，任何机缘存在的地方都会有着危险，这一点他很清楚。我明白。苏寒道。好，那我明天再来找你，咱们就出发前往古战场。武月儿轻声道。还有，这是古战场内的一些布局，你先看看。他递给了苏寒一本卷轴，苏寒接过，点了点头。武月儿随后就离开了，
他便是再度回到了混沌鼎中，准备在混沌鼎中做一些准备，炼制一些丹药，然后再度修炼一下藏天剑诀第4式，最好能够巩固一下剑士。剑士有4个境界：小成、中成、大成以及圆满剑士。他现在的剑士已经是达到了小成，但是根据他的感知，他踏入中成剑士也应该很快就能够达到。混沌鼎内，苏寒不断修炼着，浑身气息翻腾着。第二天，5月儿几人再度来到了苏寒宿舍，而少年早就准备好了，出了门。林元峰不少弟子看向苏寒的眼神都是无比的复杂，还有着敬佩，哪怕是一些师兄师姐看向苏寒的眼神都是充满了敬佩。准备好了吗？那就出发。不远处武罗走来，淡淡一笑地看着众人说道，这一次是武罗带队，毕竟林元峰去了这么多妖孽弟子，武罗自然是不放心其他人带着他们前往古战场，在武罗身边还跟着冯正。走吧，直接前往丹殿。武罗淡淡的说道，带着苏寒等人前往铁爪鹰面前，一声尖锐的厉鸣声音响彻，铁爪鹰带着人直接就离开了。可恶的杂碎！天剑锋这边，林愁眼眸闪烁着一抹血色光芒，凝声道。在他身边，凌云冷道，崔江的灵魂印记已经消失了，还有外门的高琼也消失无踪了。林愁冷道，还是轻视那小子了，竟然能够在无声无息间杀了崔江他们，希望这小子能够死在古战场。他眼眸闪烁着一抹阴冷之意。凌云点头，我们也出发吧。林愁道，带着身边的凌云3人直接离开了天剑峰。至于百炼峰那边的古柳，脸色显得极其难看，这次古战场名额并没有百炼峰，让他羡慕坏了。丹城、丹殿，花费了大约1个时辰，武罗带着苏寒等人现身到了丹城，将铁爪鹰交给护卫后，他们直接入了丹城，很快来到了丹殿。苏寒，冰冷的声音几乎从喉咙中吼出，一名白衣青年眼眸闪烁着一抹血色的看着苏寒，带着无穷无尽的杀意。看到这人后，苏寒淡淡的说道，第2名。可恶！听到苏寒的称呼后，白衣青年脸色显得很难看。他赫然是徐超，徐家的丹道妖孽，丹殿盛世第2名的名次。若非苏寒夺魁，第1名的位置本应属于他。名次既定，师尊向林家求亲，林清瑶也当顺理成章成为他的未婚妻。他曾满怀信心向师尊提及此事，甚至已在心中描摹大婚之日的盛景。可如今第2名的身份如同烙印，令他在南齐齿求亲，昔日豪言沦为笑柄，岂能不怒？目光落在苏寒身上，徐超眼中恨意翻涌，几乎难以掩饰。苏寒却神色淡然，眸光如古井无波，只是静静望着他，仿佛看穿了他内心的躁动与不甘。一旁林清瑶更是毫不掩饰厌恶之情，眉宇间尽是冷意，连多看一眼都嫌污了视线。就在此时，一道冰冷声音如刀锋般划破空气，小小年纪便如此狂妄，可不是什么好事啊。话音未落，一股森然威压骤然降临，似寒潮席卷而来，空气中仿佛凝结出霜雪，直逼苏寒心神。众人侧目，只见一名中年男子缓步而出，面容冷峻如铁，双目幽深似渊，周身气息如渊庭月至，令人不敢逼视。正是徐家3爷徐狂，徐超的父亲。苏寒眉头皱起，哼！武罗脸色淡漠，浑身澎湃的气势碾压而至，将徐狂的气势直接崩碎。徐狂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其难看，他死死地看着武罗。武罗淡淡的说道，管教好自家族人就行，我灵剑宗弟子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教训的，若是再有下一次，本封主也不介意教育教育你徐家弟子。徐狂眼眸闪烁着寒意，死死地看着武罗，冷声道，武封主，你真的要为这个小子和我徐家为敌？身为东荒第1世家，徐家自然是有着极大的底蕴。哼！再说一遍，苏寒是我灵剑宗弟子，你徐家想要动他，也得问问灵剑宗同意不同意。武罗冷声道。面对着徐家3爷的威胁，武罗毫不在意，冰冷的眼眸闪烁着强烈的戾气。好好，这笔账我记下了。徐狂面目怨毒，沉声道。很快林家人也来了，林城、林墨等人现身。林城目光淡淡扫过林清瑶，语气冷峻，清瑶，你如今正是该嫁人的年纪，徐超恰好有意，也算天作之合，若是同意的话，便早早退出灵剑宗，了结了这场婚事。林清瑶不咸不淡地说道，若是大伯喜欢的话，这婚事你替我吧。什么？林城脸色显得无比难看，更是铁青，这丫头竟然敢这么说，公然忤逆他。林岩脸色也是难看了起来。大哥，清瑶是说笑话呢，当然若是大哥同意的话，我是没有意见的。林墨淡淡的说道。好好的很呢，林墨，你肯定会后悔的。林城气得浑身在发抖，带着林超等人离开。而林超的目光看向苏寒，带着怨毒，他原本的第3名
结果因为被苏寒挤下来了，成为了第4名。看着林城气呼呼的离去，林默眼眸眯起，闪烁着一丝寒意。当日我可是亲眼看着你，这小子拔得头筹，又是青瑶的师弟，天赋卓绝，前程不可限量啊！林默望着苏寒，眼中含笑，语气中满是赞许。林家主谬赞了，不过是侥幸而已，当不得真。苏寒谦逊一笑，神色从容。不打扰你们了，希望在古战场能够帮本家主照看着一点青瑶。林默道。武罗淡笑道，这一点放心吧，林家主，这些都是凌云峰弟子，自然都会相互照顾的。林默点头，随后又和林青瑶说了一些话后，他们便是直接进入了丹殿内。很快天剑峰的人也来了，林愁带队。丹殿后广场，古战场开启之地。大元老看着陆陆续续的人影都现身后，沉声道，古战场1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带2人，所以这次前往古战场的有30人。其他势力的人脸色都是有些羡慕的看着灵剑宗，这次灵剑宗可是占据了1半的人数，而东荒凌霄殿因为苏寒的关系，一个名额没有拿到，不可谓不凄惨。苏寒刚来到后广场后，便看到2个熟悉的人影站在徐家阵营中，徐傲天，他也在人群中。徐傲天自然也捕捉到了苏寒的目光，他的脸色显得无比冰冷，其中眸子的杀意犹如实质一样。苏寒面色微沉，徐傲天不只是有着凌霄殿弟子这一身份，还有着徐家弟子的身份，所以就算是失去了凌霄殿的名额，徐傲天也还有着徐家弟子的名额。柳如烟只有凌霄殿这个靠山，所以并没有这个名额，倒是有些失望，真希望在这战场中斩杀这2人。苏寒冷冷地看着徐傲天，这次古战场，徐傲天的命他要定了。徐傲天神色冷漠，他感受到苏寒眼眸中杀意的凛然，他浑身的杀意自然也是无比霸道的。当日从苏寒身上剥夺血脉后，就应该将他击杀了，也不会留到现在成为一大祸害。现象都是一些耻辱。苏寒收回目光，此时不远处赫然是丹殿的6大元老现身。大元老语气淡然，仿佛拂去尘埃般轻描淡写的说道，古战场开启的时限不过10日，踏入其中，生死由命，概不负责。若在内遭遇厮杀，陨落于争斗之中，诸方势力皆不得追究因果。若有违者，下次古战场开启之时，便剔除2等名额，永绝资格。自然，你们所得机缘也与我丹殿毫无干系，一切造化尽归己有。众人都是明白的，点了点头。这些规定他们自然会遵从的。武月儿看着苏寒，沉声道，苏寒，徐超应该不会前往古战场。为什么？苏寒好奇地说道。武月儿出声道，徐超的名额应该是给徐家的武道天才了。徐超虽然也修武，但和其他一些人的实力比较起来，还是差了不少。除了那个徐傲天外，还有其他2人，实力都很强。那个身穿白色衣袍的青年叫做徐云霄，是徐家极强的天骄，现在据说实力已经达到了超脱境5重境界。至于另外一名身穿黑袍的青年，他的实力也很强，达到了超脱境7重境界。而那个徐傲天，我托人打听了一下，他的实力更强，据说有着超脱境8重巅峰。因为有着王体加成，就算是一些超脱境9重的老牌高手都不是对手。苏寒眼眸一闪，眯起双眼盯着徐傲天，他倒是没有想到这徐傲天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短短一段时间不见，已经如此了。不过苏寒更是兴奋，如此一来的话更好了。若是准备好了话，那古战场就要开启了。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你们每个势力的人都会被送到不一样的区域，毕竟各方势力的人数在哪，明白吗？大元老道。明白。众人道。大元老点了点头，旋即在他面前不远处的门户，对方手掌按压上去，当时一股股恐怖的气息开始肆虐着。只是片刻时间，红色的门户就陡然间开启了，轰隆一声响起。门户开启后，众人瞳孔收缩，门户开启的世界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够看到雾蒙蒙的气息。第一个先入的是灵剑宗。大元老道。苏寒等人缓步走上前，除了凌元峰的几人外，还有着凌云等人也是跟随在他们身边。虽然他们很不想和苏寒他们有任何交集，但这是丹殿的规则，他们就算是再不喜欢也要遵从。凌云冰冷的眼眸看向苏寒，寒意无比冷冽，带着仇恨之色。谁能够想到一直被天剑峰、百炼峰压制着凌元峰竟然拿到了4个古战场名额，想想就有些不爽和恼怒。进吧。大元老看到苏寒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随后说道。苏寒等15人直接进入了古战场内，其中凌云无比恼怒，丹殿大元老何等的人物，竟然用那种看自家小辈的眼神看着苏寒，这让他更加的不爽。同样，林愁也注意到了，他眼眸闪烁着一抹阴厉之色。一个如此妖孽的天骄，若是不为我所用的话，
那就毁掉吧。接下来是徐家、林家、曹家，渐渐的一个个势力被大元老喊着，很快他们都是踏入了古战场。五罗，这次林剑宗的3峰会比，你们林元峰若是再拿倒数第1的名次，你们林元峰还是解散吧。林元峰底下可是蕴含着3峰中最大的地脉，我天剑峰要定了。连续多年林元峰一直垫底，这次必然也会垫底，想来宗主也不会再偏袒林元峰了。林愁冷道，这次林元峰没有给天剑峰古战场的名额，这已经让天剑峰和林元峰势如水火了。他冷冷地看着武罗，沉声道，语气虽然不大，但是武罗能够听出林愁语气的怨念和恨意。武罗神色淡漠，平静地说道，可以，若是天剑峰和百炼峰能够压垮林元峰，解散又如何？但是前提的情况下，你们能够做到。说完这话，武罗就和冯正离去了。该死的玩意！林愁阴沉着脸色，他不清楚这武罗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与此同时，古战场内，苏寒等15人现身一个区域，这里广阔无垠，虚空上散发着粘稠的血腥气息蔓延着，地面到处都是残骸，还有着各种的蛇虫鼠蚁，不过看样子像是一种变异的生灵。这就是古战场。武玉儿呆呆地看着一片，一双美眸散发着震惊之色。古战场之地，他也是第一次进来，而且这次林元峰进来了12个人。苏寒，忽然间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苏寒还在观望着这一处古战场呢，但是听到淡淡的声音传来后，他便是看去，只见凌云气息沸腾，身躯上有着宝光浮现，肌肤上生出了淡淡的符文光芒弥漫着。苏寒从武玉儿口中得知，这人就是天剑峰峰主林愁的儿子凌云，在凌云身边还立着2个人影，气息都是笼罩着极其霸道之意。凌云师兄有事？苏寒淡笑道。凌云面色微沉，他身边2个青年同样是脸色显得极其不好看，冰冷的眼眸深处闪烁着寒光和杀意在交织着。苏寒，凌云师兄放下身段和你说话，你就是和凌云师兄说话的。一袭宽袍青年淡声道。天剑锋妖孽齐俊，苏寒有些冷淡淡的说道，不然呢，我还要如何回话？还要跪下来给他磕2个不成？看到苏寒如此冷漠的态度，这更是让的凌云气不打一处来，面目显得阴沉可怕。苏寒，今天本是要给你一个机会，允许你做我凌云的一条狗，你可愿意？凌云淡淡的说道，面色平静傲然，眼瞳更是绽放出了耀眼的神芒激荡着。齐俊2人淡淡一笑，苏寒，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做凌云师兄的一条狗，你可是赚到了，真羡慕你有这样逆天改命的机会。他们2人看着苏寒，带着一丝轻蔑和漠然。苏寒淡淡的看着齐俊2人，淡笑道，这么说2位就是凌云师兄的狗，看样子你2人似乎已经在做狗的道路上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自信了。不过不好意思，凌云师兄，我苏寒还不有做人狗的习惯，你若是想要找狗的话，灵剑宗那么多弟子，想来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做，你可以去找他们，但别来烦我，你还没那个资格。一声淡漠的低语在空气中荡开，苏寒眸光微闪，寒意如霜自眼底深处蔓延而出。凌云竟想让他俯首称臣，做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可笑至极。凌云瞳孔一缩，眼中骤然掠过一道凛冽杀意，真是找死。苏寒，你未免太过放肆了，竟敢如此口出狂言，对我们这般无礼。你可知道，凌云师兄不仅是天剑峰峰主的亲传独子，更与我灵剑宗圣子交情匪浅，堪称莫逆。你现在成为凌云师兄的狗，未来极有可能接触到灵剑宗的圣子。齐俊喝声道，灵剑宗圣子无比强大，闭关于灵剑宗宗门深处绝世宝地，是灵剑宗逆天妖孽。苏寒眼眸一闪，灵剑宗圣子，从他来到灵剑宗内，不只是圣女裴秋雪没有听人谈起，就连圣子的信息都没有说起，而现在这凌云竟然认识圣子，看起来似乎和圣子的关系还很好啊，真是搞笑。他是圣女的男人，区区圣子他何须在意？不好意思，我还不想认识圣子。苏寒淡淡的说道。你，凌云脸色愈发阴沉，本想着收服苏寒，未来壮大天剑锋，同样也要给苏寒一个小小的教训，敢招惹他，那就是死路一条。哼！一道冷哼声音响起，凌云，你未免太过猖狂了，这里不欢迎你。武玉儿冷冷开口，声音清冽如霜，目光如刀，直刺凌云心魄。凌云面色骤然转寒，眼中阴鸷之色翻涌，宛如深潭毒水，缓缓流转。他盯住武玉儿，一字一顿，武玉儿，连你也要与我为敌？那双眸子幽暗冰冷，竟似毒蛇盘踞于暗影之中，随时准备噬人咽喉。武玉儿冷声道，不是凌元峰和你为敌，而是你们天剑峰还有百炼峰早就想要让我们凌元峰解散了，如此
我们本就是敌人，还想要借此威胁苏寒。凌云，你果然是一个小人。凌云脸色更是难看，目眦欲裂，牙齿都要咬碎了一样，怒道：五月儿，你真是找死！找死！五月儿冷声道：虽然我实力不如你，但是现在这边都是凌元峰的，你们3个人真要和我凌元峰较量起来，就算是杀不了你们，也足以让你们留在这里了。他眼眸闪烁着阴沉之色。凌云脸色难看，好好，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我们走。他看着齐俊2人怒声道。2人点头，脸色也是很不好看，但是他们很清楚，凌元峰和天剑锋不可能在这里交战，就算是能够将这些人杀了，他们也会受到牵连的，甚至可能被其他势力发现，然后将他们再解决。凌云在离开前，那冰冷的眼眸蕴含着阴毒之色，恨不得现在就将苏寒杀了。很快，3人离去。苏寒眯起双眼，眼眸深处一抹寒光陡然间绽放，唰，几道人影走来，赫然是五月儿、林清瑶。五月儿沉声道：苏寒，天剑锋盯上你了。想来天剑锋发现苏寒的妖孽，所以想要对苏寒动手的。说话的是一名白衣青年。凌元峰，楚白，超脱进5重巅峰境界，来自凌元峰的师兄。天剑锋和百炼锋历来不允许凌元锋多出妖孽的弟子，打压过多少次，这次只有天剑锋的人进来，若是百炼锋也进入了古战场，恐怕这2家的人会相继对凌元锋打压的。楚白眼神阴沉无比地说道，尤其是凌云他们还和圣子关系极好，这对我们更加不利了。五月儿神色愈发阴沉，沉声道：楚白师兄说的对，不过他心里想到了一件事情，让苏寒加入凌元峰的可是秋雪啊，灵剑宗的圣女，丝毫不弱于圣子级别的人物。林清瑶怒道：天剑锋怎么会这样？都是灵剑宗的，应该百家齐放更好。五月儿神色清冷，天剑锋不懂得百家齐放，他们只想要一家独大。凌元峰众人脸色都是显得极其冰冷。放心了师姐，我知道该怎么做。天剑锋他们想要逼我就范，就看看他们有没有那个资格了。苏寒眼眸闪烁着冰冷，不论是天剑锋还是凌霄殿，他们的威胁于苏寒来说都不是事，他身怀着混沌鼎，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看到苏寒的表情，凌元峰众人都能够看出来，苏寒似乎真的不在意。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开始在古战场搜寻吧，只有10天时间。沉默一下，苏寒看着五月儿道：月儿师姐，我准备一个人在古战场搜寻。为什么？五月儿等人有些错愕。苏寒眯起双眼，我要是跟在你们身边会有些问题，现在除了天剑锋外，还有这徐家，对我也是恨之入骨，我要是和大家行动的话，他们极有可能联手。此言一出，众人脸色骤变。月儿师姐，楚白师兄，现在这里有你们在，而且人数有着11人，没人会找你们麻烦，但倘若我在这里的话，那些家伙绝对会要干我的。苏寒沉声道。众人听到这里，眉头紧皱。五月儿道：苏寒，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们既然知道你面对这么多危险，我们自然不可能放你离开啊。月儿师姐，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苏寒笑道，他眯起双眼，冷然出声道：若是我们不分开行动的话，我又岂能引他们出来呢？他们想要弄死我，我更想要弄死他们。他眼眸闪烁着一抹狠意和杀意。五月儿几人齐齐变色。苏寒想要对那些家伙出手，